2017年的秋天，静雯昏迷了17年的舅舅醒了。他的这个舅舅在17岁被卡车撞飞后就一直昏睡不醒。四目相对时，静雯发现了舅舅的异常，他说着静雯听不懂的话向他打招呼。静雯第一次发现眼前的舅舅是那么陌生，他试着和舅舅交流，才使舅舅回想起自己那沉睡在记忆中的母语。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然后用日语告诉静雯，他在异世界德兰巴汉马尔整整待了17年。舅舅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病房里，静雯却尴尬地垂下了头，沉默不语。反光的镜片之下藏着怀疑的眼神。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推门而入。尽管病床上的舅舅时不时吐出几句奇怪的话，但他依旧神色如常，就如对待其他病人一般，耐心替他测完了体温。护士离开后，病房里仍延续着他来之前的尴尬。静雯和舅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默契地保持着这份沉默。后来还是舅舅猜出了静雯的身份，他不免问起其他亲戚，然后便从静雯口中得到了自己是家庭分裂并被抛弃的回答，就连亲姐姐也不想再见到他。舅舅随即提笔在记事本上快速书写，而后用笔抵着额头，口中念念有词。静雯注视着舅舅，一脸茫然。他万万没想到，在这通莫名其妙的操作后，舅舅还要给他看自己在异世界待过的证明。接下来便见舅舅朝床头柜上的水杯举起左手，嘴里似乎还念着一句简短的咒语。可舅舅尝试了几次，水杯都纹丝不动。关于舅舅到底有没有去过异世界这个问题，静雯心里早就笃定了答案，只是不忍心拆穿舅舅的谎言。可惜他的经济实力不足以负担舅舅的开销，只好小心翼翼地劝说舅舅认清现实，并申请社会救助。他话还没说完，水杯就被一阵旋风卷起。静雯望着漂浮于空中的水杯，惊讶地张大了嘴。舅舅则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在改用日语念出咒语后，他终于取回了这份来自异世界的力量。事实摆在眼前，静雯不得不相信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恨不得把刚才的话塞回嘴里。好在舅舅跟没听到那些话一样，以指尖燃起的一束火苗来向静雯介绍魔法，紧接着还问起心心念念了17年的主机战争。遗憾的是，舅舅喜爱的世家已经退出了主机业界。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他愣住了片刻。在回过神的瞬间，舅舅马上对自己使用了消除记忆的魔法。他合上手中的记事本，缓缓吐出一口气。这本之上记录着他在异世界的痛苦回忆，他消去记忆前都会做好笔记。只见他将这本手掌大小的记事本递给静雯，静雯只是随手翻阅了一下，就顿时生出了种被拖进黑暗深渊的痛苦。他不仅知道了舅舅在异世界经历的苦难，还明白了世家退出主机界对于舅舅来说是怎样的噩耗。最后他哭着请求舅舅将他的阅读记忆消除。1个星期后，孝顺的静雯接舅舅出院了。静雯下定决心要靠舅舅的能力来养活自己。他首先在油管上传了舅舅制作异世界关键的视频，然后舅舅用赚到了6万日元广告收入买了家用游戏机。接下来舅舅将如何适应现实世界的生活呢？我们下一话继续，关注我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静雯昏视了17年的舅舅醒了，现在正和他一起生活在一栋朴素的居民楼里。在昏迷的那段时间里，舅舅穿越到了剑与魔法的异世界中，而且醒来之后也能使用魔法。所以当静雯迈开步子往楼上走时，他的舅舅则用魔法轻松飞到了对应楼层。尽管如此，舅舅还是希望能坐电梯直达家门口。好在这套房子意外宽敞，舅舅十分乐意住进来。静雯对此解释了一番，这里原本是他和其他人合租的房子，但他和同住的人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所以最后就剩下了他一人。舅舅将同住误会成同居，听完解释不禁赞叹了一句，即使静雯再三强调是合租，舅舅也理解不了他的意思。搜索后，静雯知道了让舅舅产生误会的原因，原来17年前并不存在合租一词。舅舅凑过去，在那块巴掌大的屏幕上同时看到了电子产品的巨大变化和这个世界的飞速发展。他很快理解了合租的意思，不就是招募伙伴一起生活吗？他突然感受到静雯的成长，而在心里生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欣慰。和后他们之间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默，桌子上只剩下餐具碰撞的声音。静雯回味着舅舅刚才的话，脑中浮现出舅舅在异世界和同伴们携手冒险的画面，便主动问起舅舅他的伙伴是些怎样的人。可惜这不是什么好话题，因为他的舅舅在这17年间基本都在当独行侠。舅舅一言不发地咀嚼着食物，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直到静雯去洗盘子，舅舅才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异世界的人个个容貌端正，到处都是俊男美女。现在想想，他在那里之所以会受苦，或许就是因为太丑了。时间倒推回他刚穿越到异世界的那天，他在茂密的森林中醒来，周围人烟稀少。他好不容易根据火光找到了几个人，
朝他们大声呼救，那些人却用看猎物的眼神盯着他。最后，他被当儿陈兽人亚种抓住，险些死了。静雯听着舅舅的经历，心情渐渐沉重。可人一旦打开倾诉的开关，就容易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舅舅接着提起了一个对自己极具攻击性的人，那人每天都缠着他，不管自己做什么都会被他否定或痛骂。静雯望着舅舅谨言没信的样子，目光中多了几分同情。起初他还觉得那个奇幻的异世界充满恶意，直到听了舅舅接下来的叙述。舅舅从某我手下救了那人，可他不仅没有道谢，反而还说人家才没有拜托你来帮我呢，不要再碰我，离我远点了。后来又说人家不是为了帮你才来的，可不要会错意了。还有类似毕竟和你这样的兽人脸待在一起，能够忍住不吐出来的也就只有我而已了吧之类的话。总而言之，在舅舅眼里，这些故意为难人的话都很过分，所以后来他才会偷偷溜走。静雯听完这些话，毫不犹豫地收起了同情的目光，脑海中自动生成了符合舅舅描述的画面。但和舅舅描述的截然相反，静雯脑海中的少女说出这些话时，不仅没有恶意，脸上反而还带着几分娇羞。一想到舅舅错过了什么，而且还不知道那位女亲的下落，静雯的心就猛地痛了一下。但她也不能责怪舅舅，因为在约2004年，傲娇这个概念才开始普及，而这刚好是舅舅太上旅程4年后发生的事。聊完这些经历后，舅舅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整个人无力地瘫在椅子上，就好像在异世界生活的那17年透支了他全部精力。幸亏回到这边的世界后，他发现了网络这个好东西，才重新振奋了精神。通过上传视频，他能和全世界人们交流。只不过舅舅刚打开网页，就看到视频下质疑自己的评论，随即在网上和这位5年级的小学生展开对线，然后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网络词汇便向他袭来。就这样，从监狱魔法的异世界回来的舅舅，又向着名为网络的异世界开始了新的冒险，目前处在对喷子缺乏抵抗力的阶段。舅舅在某个拍卖网站上看中了一部鳄居旋盖手机，即使信号波段太旧不能打电话，舅舅也毫不在意，毕竟像他这种选择世家硬件的人是不会在意这点的。静雯自然难以理解，他索性坐下浏览了几个同类网站，没过多久就比较出舅舅选择的拍卖网站是最便宜的。舅舅不免感叹智能机功能之强大。尽管如此，舅舅还是想要有实体键的手机，而且他有些看不懂现在的手机市场，翻盖机、滑盖机、旋盖机这些类型的手机为什么全都消失了呢？静雯给出的答案是，再帅气的外观设计也抵不过技术革新，现在最先进的便是触摸屏技术。话说回来，舅舅也在异世界掀起过一场技术革新。静雯当即激动地站起身，眼里闪烁着亮晶晶的东西。舅舅放下杯子，整个人陷入回忆之中。那时他在饱受干旱之苦的村子里制作出了一个能涌出水的罐子，而且不过才使用了2个魔法。舅舅想了想，比起叙述还是观看记忆更直接明了，于是他使用魔法投影了一段画面，这便是他制作那个罐子的过程。他使用风有魔法的符咒，通过逆转水的电解过程，而在罐子里得到了水。静雯不禁在心里高呼：现代科学无双！他想着舅舅一定能因此在异世界大放光彩，收获尊敬和感谢。但很遗憾，舅舅得到的是不解与愤怒，因为触犯宗教禁忌，村民们不仅敲碎的罐子，还将它吊起。眼前的画面如一盆冷水，把静雯浇了个透心凉。幸亏舅舅身陷囹圄之际，一名女子站了出来，她就是舅舅口中整天难为他的人。此时恰好播放到女子替舅舅辩解的画面，她的话里确实夹带着贬低之词。舅舅在求生欲的驱使下趁机溜走。静雯凝视着舅舅独自逃走的画面，猛地一拍桌子，刚被悲惨经历压下的血压又有飙升之势。冷静后，他意识到行为不妥，而尴尬地和舅舅对视着。然而舅舅却把他生气的原因归咎于第一视角造成的不适，还贴心地为他拖动并缩小了镜头。接着呈现在静雯面前的便是男人狼狈逃跑的画面。此时静雯还挂念着刚才那个女人，舅舅不断放大身后的画面，终于看到了那人的身影。他背对镜头低垂着脑袋，似乎在冷酷地责怪着胆小的舅舅弃自己而去。转过头的瞬间，静雯却见他望着舅舅离去的背影，安心地松了口气，眼里是藏不住的深情。可舅舅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静雯心有死灰地趴在桌上，听到光屏里传来的打斗声才抬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名女子战斗时的飒爽英姿，看得入迷，自然忘了时间。等舅舅回过神来，拍卖只剩下57秒。第一次参加拍卖的舅舅心里万般纠结，一眨眼20多秒就过去了。眼看拍卖即将截止，舅舅索性豁出去，按下了竞拍。他连运费都没来得及查，屏幕上就出现了竞拍成功的提示。仔细一看，发货地居然在遥远的离岛地区，运费就需要整整2000日元。静雯见舅舅垂头丧气的样子，安慰说直接见面取货就能免运费了。舅舅突然灵光一闪，连鞋都没穿便飞出了窗外，
只和静雯打了个招呼，就朝发货地飞去。舅舅远去的背影渐渐缩小成了个黑点，迟迟不见。30分钟后，静雯便在阳台上看到了风尘仆仆的舅舅，以及他左手高举的旋盖手机。舅舅这种便利的能力让他心动了，他马上翻出购物车里一款因运费问题和迟迟没有下单的耳机。舅舅顿时心领神会，由于发货地在熊本，这次取货仅需5分钟。然后静雯又向舅舅展示了一款沙发，一死不言而喻。就这样，舅舅拥有了网购免运费的能力。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舅舅的心情也因播放量下降而有些沮丧。前段时间上传的新视频《都市天然气对冰魔法》被指责浪费资源，舅舅还以为在这17年间日本人变得异常遵守规则，实际上这是因为最近出现了许多钻进冷藏库的视频，使观众对以违反规则来博取眼球的视频越来越反感，收入持续下降，这使舅舅做出了禁止乱花钱的决定。手上的杂志将是他最后一个竞拍品，那上面刊登着世嘉土星游戏读者投票的最终结果。舅舅正是抱着在读到这本书之前绝不能死的念头，才在残酷的异世界坚持生活了整整17年。他之所以如此在意世嘉土星游戏排行榜，是因为这个榜单不需要顾虑广告商，而完全靠读者投票决定顺序。一想到等了17年的结果就在书里，舅舅又紧张又兴奋。他期望得到静雯的共鸣，可静雯依旧意兴阑珊。随后舅舅直接翻动书页到对应页面，并将目光聚焦在第1名上。PC 上的美少女游戏一之作夺得了榜首。验出这个结果时，舅舅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失落。静雯不明所以地望着异常平静的舅舅，随口一猜便猜中了舅舅没玩过美少女游戏的事实。原来那时年仅17岁的舅舅因为年龄限制而没有购买这类游戏。他就算强装镇定告诉静雯这个游戏确实值得第1的名次，也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他打开落地窗，浮到空中，感受着大雨倾盆而下浇在身上的冰冷。静雯则望着舅舅的背影，一脸茫然。后来他才知道，舅舅心目中的第1名守护英雄居然排到了第197名。随着声嘶力竭的呐喊，舅舅内心的不甘化为一道攻击冲天而起，而后刺眼的光芒闪过，天空突然放晴。借此发泄情绪后，舅舅的心情恢复平静。他若无其事地喝了口茶，谈起第2名是土星的原创 RPG 游戏。由于那个年代的 RPG 游戏缺少任务指引，所以舅舅以前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收集物品的目的。话说回来，舅舅也在异世界有过类似 RPG 游戏的经历。随着咒语响起，静雯面前又出现了播放回忆的光幕。那时舅舅刚抵达一个新村庄，依旧被当成兽人而遭到村民攻击。误会解除后，舅舅从村民口中得知西边的祠堂有魔炎龙复活，只有村子里冰之一族的动神剑才能打败这条巨龙。然而冰之一族的后裔在交流方面存在困难。静雯看到这里也觉得这剧情有 RPG 游戏那味儿了。紧接着在门被打开的瞬间，少女和剑带着寒气出现在他们面前。少女的眼神和周围的空气一样冰冷。村民提示说，只有融化她心中的寒冰才能解除动神剑的封印。接着他们还听到少女在那里小声嘀咕，原来她很怀念小时候在马尔基德山顶上和母亲一起看过的散漫画。舅舅听完立即提着自己的剑离开了房间。就在静雯以为舅舅要去摘散漫花时，舅舅却直接去祠堂打倒了魔炎龙。舅舅颇为自豪地回味着这场战斗，当时他花费许多功夫记住对方的攻击模式，才取得了胜利。看到这里，静雯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桌而起。能将攻击模式熟记于心的舅舅为什么会记不住任务内容？后来舅舅回到村里，魔炎龙被打倒的消息传到了村民和冰之一族少女的耳朵里，他们脸上是肉眼可见的高兴。舅舅的回忆便到此为止了。恰好这时门铃响了，静雯在拍卖网站上购买的世嘉土星游戏机和20张游戏碟套装到了。本来是提前庆祝舅舅生日的惊喜，但在舅舅禁止乱花钱后，说不定会变成惊吓。静雯忐忑地将快递箱递给舅舅，果然在他脸上看到了惊讶之色。好在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舅舅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对于他来说，买世嘉游戏机绝对不算乱花钱。这天，静雯和舅舅订购的特价大米到了。静雯原本是想找舅舅要把能割开胶带的裁纸刀而已，岂道舅舅直接递给他一把从异世界带回来的小刀，这可是舅舅收纳在亚空间的屠龙宝刀。舅舅见静雯感兴趣，便毫不吝啬地继续往外套东西。可惜他那把亚空间里最长的魔剑还没完全拔出来，剑尾就重重地撞到墙上，留下一道显眼的痕迹。舅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马上取出一些贵金属作为补救。其中就有一枚用人鱼眼泪和7色珊瑚打造的宝石戒指。
据舅舅所说，单单这个戒指就能在异世界卖出足以建造城堡的价钱。舅舅就像收了件不足为奇的小事，然后淡定地拿起一条项链。静雯听了却大为震撼。令他遗憾的是，那枚戒指在这个世界只值50日元，因为过于稀有，当铺的鉴定人员根本不相信那上面镶嵌的是天然形成的矿石。没过多久，舅舅便进入了工作状态，他正为低迷的播放量发愁，静雯则在反复研究那枚戒指。难道说这是舅舅准备送给傲娇小姐的？这个大胆的猜测在静雯脑海中一闪而过，但舅舅只说宝石是通关危险地下城才能获得的纪念品。静雯听完解释，收起了探究的目光，没想到舅舅居然主动聊起了恋爱八卦。看起来对恋爱毫无兴趣的舅舅居然也有过喜欢的对象。舅舅对着天花板回忆起自己的小学时代，他的初恋是塔尔斯和索尼克，也就是一头黄色双尾小狐狸和一只速度惊人的刺猬，他们都是世嘉旗下一款电子游戏中的角色。如果可以的话，静雯还是希望舅舅能聊些人类的恋爱话题。于是舅舅深因静雯的期待，说出了一个人类名字七濑风。这个角色来自世嘉发售的另一款游戏，七濑风是他还是人类时的本名。静雯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舅舅这段几乎只有游戏的人生，不知怎么的，他居然将希望寄托于异世界。经他这么一问，舅舅还真想起了一位在那里遇到的好女孩。经我眼前随即出现姐弟三人即将被怪物袭击的画面，舅舅及时赶到救下了他们。但在舅舅转身入出面容的瞬间，他们眼里的感激被恐惧取代。介于舅舅这丑得像兽人一样的长相，静雯生出了不祥预感，便见那两个小男孩哭得撕心裂肺。然后他们的姐姐走到舅舅面前，看起来她下了极大决心，才颤抖着握住舅舅伸出的右手。不过舅舅似乎什么都没看出来，接着他就突然被小哥布林之类的魔物从背后袭击，并摔下了悬崖。静雯在不经意间看到了舅舅口中的小哥布林，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其实偷袭舅舅的魔物是那两个趁机绕后的小男孩。静雯隐瞒了残酷的真相，善意地引导舅舅相信那是哥布林。好在舅舅被纠缠不休的精灵小姐救下，他既不甘心又好奇对方救下自己的原因。紧接着便听到精灵小姐号召的要他用一辈子来偿还人情。舅舅抓住了关键词一辈子，却没读懂对方突然害羞的神情。精灵小姐红着脸解释，却越描越黑。舅舅不想欠着那么大的人情，随即爬起来向他掏出一枚熠熠生辉的戒指。精灵小姐一动不动地盯着戒指上的宝石，但是世上仅有7个的千星石。这种在通关地下城时发现了它，因为轻巧而随身携带。只见舅舅一手牵起精灵小姐的左手，一手捏着戒指，配合单膝跪地的姿势，把精灵小姐吓得不知所措。她瘫坐在地上，并下意识后退，却始终没有去挣脱舅舅的手。舅舅撩人而不自知，还以为对方不要戒指。幸亏精灵小姐在经历一番内心挣扎后，向木头舅舅妥协了。他说出真实想法，收下了戒指。和镇定自若的舅舅相比，静雯看到这一幕时的表情惊讶多了。他不希望舅舅是个撩完就跑的渣男。舅舅当然有对精灵小姐负责的意识，只不过他选择了一种让静雯血压飙升的方式，那就是在下个小镇出售戒指，并把卖到的钱送给精灵小姐。静雯望着精灵小姐孤独的背影，无力地松开拳头。他估计这里就是舅舅甩下精灵小姐的小镇，想必精灵小姐遭到这种羞辱后，也会对舅舅彻底失望。然而精灵小姐非但没走开，反而不离不弃地跟着舅舅。只可惜舅舅把她的执着理解成了对金钱的迷恋。沉重的回忆到此为止，舅舅打算收起这些道具。静雯按照指示把小刀放回舅舅的亚空间。就在静雯把小刀插进去时，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个拯救播放量的好主意。后来舅舅中箭了新视频，突破了200万点击。时间来到2017年12月，舅舅边笑边感叹自己又虚度了1年。2017年最后一天的晚上，静雯和舅舅走在行人稀少、寒风呼啸的大街上。这里简直和世嘉游戏里被宇宙人蹂躏过的街道一模一样，但和舅舅记忆中的异世界年末大为不同。静雯像是捕捉到了有趣的关键词和叫住了舅舅，舅舅便津津有味地念出了游戏里的宣传语。如果说现在宇宙人攻过来的话，你难道要像普通群众一样抱头鼠窜吗？然而静雯感兴趣的不是游戏，而是异世界年末。回到家后，舅舅心血来潮地拿出一本漫画杂志，他想重温边看漫画边过年的感觉。然后就从静雯口中得知，创造了连载回数记录的乌龙派出所已经完结。但舅舅仍不死心，非要从头到尾翻完整本杂志才相信这个消息。后来为了满足静雯的好奇心，舅舅放出了自己在异世界年末时的回忆。那里的人们会为了越冬而举办盛大的感谢众神祭，北方地区的领主还会请大家饱餐一顿。所以每到这个祭典时，异世界的人们总会开怀畅饮，好不热闹。
舅舅应该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然而镜头一转，静雯便看到了形单影只的舅舅，他仿佛坐在真空地带，与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即使到了异世界，舅舅的性格也没变。他吃完饭就回了旅店，还没享受到祭典的快乐，就早早离开了现场。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就连精灵小姐也没陪在舅舅身边。静雯的内心深处顿时对舅舅生出了一种深切的同情，她决定陪舅舅玩玩他喜欢的游戏。偏偏在进行剧情对话时，舅舅突然想起冰之一族少女梅贝露曾来找他。静雯一听到这个，哪还有心思玩游戏？她果断关掉游戏，要求舅舅播放回忆。在祭典结束后，仰慕舅舅的少女梅贝露带着动神剑来到舅舅房间，与他商讨人生。她恳请舅舅教会她变强的方法，以改变在家闭门不出、封闭内心而又一无是处的自己。静雯不禁担心，除了游戏以外几乎毫无人生经验的舅舅能否给出正经回答。出乎意料的是，舅舅似乎比想象中靠谱。他尽责地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给梅贝露灌了一大碗鸡汤，顺从自己的内心才使人强大。静雯对这场舅舅和异世界伙伴的心灵交流十分满意。直到舅舅给出保持家里蹲的建议，静雯的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梅贝露也诧异地看向舅舅。接下来舅舅还结合自己不怕嘲笑选择世家的经历，进一步说明所谓的顺从内心使人强大之法。静雯就知道不该对舅舅抱有什么期待。这时舅舅仿佛化身恶魔，浑身散发着微碱的气息，一步步引导少女步入深渊。之后梅贝露抱着继续家里蹲的决心踏上了归途。临走时，他将尚未解封的动神剑献上，但被舅舅以剑凉为由拒绝。这段沉重的回忆到此为止。为了消化情绪，静雯起身去厨房破了2碗荞麦面。几分钟后，屋子里传出吸油面条的声音。静雯忽然好奇舅舅上学时会打年末做些什么，然后意外得到了像正常人的回答。原来舅舅也会看笑一笑10年少之类的节目，可惜这档综艺已经停播，而且他的停播和乌龙派出所的完结都在最近几年。接着静雯便在舅舅脸上看到了丰富的表情变化。就这样，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迎接新年的到来。时间来到2018年1月，藤宫独自走在寒风中，目光落在街边那个自言自语的奇怪男人身上，他赶紧快步走开。他正盘算着下次换条路走，这冷不丁被叫到。循声望去，藤宫看到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一眼便认出了静雯。时隔多年第一次见面，静雯已经高出藤宫半个头。目前静雯在打工，和藤宫还在读大学。寒暄过后，静雯盛情邀请藤宫去家里，当然不是回老家，而是去静雯租住的房子。藤宫欣然同意，只不过他提出要先回自己家放下东西。于是30分钟后，藤宫换了套更淑女的衣服，才按照静雯提供的地址赶到这里。他礼貌地按向门铃，却无人应答。没想到鬼使神差的拧了下门把手，就轻松打开了没上锁的门。这时藤宫刚好收到消息，原来静雯不在家，是去买零食了。他特地没点门上锁，以便藤宫先进去。就这样，藤宫脱鞋进了屋，他仔细打量着整个房子，连一根长头发都不放过。就在藤宫取下围巾时，舅舅飞回家从阳台进来，两人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存在，四目相对，气氛紧张又尴尬。舅舅似乎在担心什么，下意识压住藤宫，消除记忆。这么做竟直接把藤宫吓出了眼泪。这时舅舅才想起该用日语念咒，但他还没重新念完咒语，施法过程就被箭步冲来的静雯打断。静雯用脚踢开舅舅，并将藤宫抱起，总算是勉强分开了两人。听到静雯的介绍，舅舅也渐渐冷静下来，他一改刚才的态度，礼貌问候了静雯的朋友藤宫。这场闹剧总算结束了。不过藤宫对舅舅的误会还没完全解除，他误以为是静雯在养着一直失业的舅舅，看向舅舅的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戒备。看样子藤宫是把在外面自言自语的舅舅当成了危险人物，殊不知那是舅舅为了避免魔法生疏而在和小精灵对话。静雯顺着藤宫的话介绍了舅舅，他可是从异世界回来还会使用魔法的人。然而藤宫也和静雯刚听到这话时一样，完全不相信魔法和异世界的存在。但和那时不同，舅舅现在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油管主播，出于职业意识，他觉得自己不能免费演示魔法给藤宫看。舅舅把藤宫气静雯着急的样子看在眼里，直接将心底的猜测说出了口：“你喜欢静雯吗？”屋子里顿时出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安静，紧接着便听见藤宫矢口否认。他努力掩饰着对静雯的感情，但没想到静雯会做出只是朋友的回答。在藤宫陷入自我怀疑时，舅舅跟静雯聊起了 EBA， 得知舅舅也有像普通人一样追流行的时候，静雯面露欣慰。但舅舅会关注 EBA 也跟世嘉脱不了关系，世嘉作为 EBA 的赞助商之一，在土星机上推出了周边游戏，所以舅舅才找同学借录像来看，顺带被剧透了最终话。那么舅舅终于要注意到傲娇的概念了吗？毕竟 EBA 里的明日香可是傲娇双马尾鼻祖。接着舅舅便告诉静雯，明日香喜欢的是加持，
说这话时，他的表情还带着得意与自信。静雯默默压下了吐槽的欲望，倒是藤宫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听到动画编造出来的恋爱观，于是舅舅一本正经地讲起了七代风的故事。他被敌人夺取自我意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他了。在战斗中，他的爱情很快转变为杀意，被击中要害后，才在四散炸开的闪光中找回自我。说着说着，舅舅的眼泪忍不住溢出眼眶，就像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情一样。他借此忠告藤宫，托孤自己的好感永远是越早越好。藤宫感受着舅舅流露出的真挚感情，差点信了这个故事。直到静雯出声提醒他这是游戏剧情，面对满脸怒火的藤宫，舅舅坚称这是他的亲身体验。舅舅情急之下对藤宫用出了读心魔法，演出了他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没想到会有合住的室友补助用气换了身衣服的自己，简直就像笨蛋一样。被说出心思的藤宫十分心虚，万一舅舅的许多猜测在他脑中一闪而过。舅舅原本想帅气的回应藤宫，奈何门外的快递员催命似的按响了门铃，舅舅的眉头瞬间拧在一起，他不得不先开门签收快递。藤宫趁机建议静雯和舅舅断绝关系，为此他甚至愿意和静雯合租房子，分摊房租。他原本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静雯真对两人合租充满兴趣，可惜静雯又因舅舅和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藤宫眼神里的惊喜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由腕深邃的犀利。此时快递员抱怨着将一箱沉沉的大米放在玄关地板上，舅舅则若无其事地接过单去写上名字，对前后两股浓浓的杀意浑然不觉。清晨，柔和的光线透过窗户洒进室内，金莲小姐在床上伸了伸懒腰，她伸直了手臂也没能摸到床头的发饰。后来她抬起细长的腿，终于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勾到了她。就在这时，她察觉到了房间里另一个人的气息，她看见舅舅站在门边，脸色阴沉难看。舅舅一张口便是要讨回第一次见面时借给金莲小姐的外套，也就是她现在身上的这件外衣。金莲小姐当即面容难色，说什么也不愿意把衣服还回去。这就无奈，只好使出了最终手段，便见舅舅用魔法将毫无防备的金莲小姐呈大字形禁锢在床上，接着跨坐在她身上，熟练地扯下了衣服拉链。然而脱去外套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禁锢魔法在这时候显得很碍事。金莲小姐见舅舅如此不解风情，顿时皱紧了眉。她顺势提出先解除禁锢魔法的建议，难得舅舅也有脑子短路的时候，竟然真的解开了魔法。金莲小姐趁机用魔力画出肩胛，猛地捶了舅舅一拳，舅舅轰然倒地。金莲小姐终于挣脱束缚起身，在发出一连串的吐槽后，金莲小姐发现了舅舅的不对劲，于是她姐倒地不起的舅舅包扎好伤口才放心离开。画面这货便定格在这里。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舅舅仍觉得金莲小姐很过分。静雯默默听着舅舅发牢骚，显然放弃了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外套没要回来，但金莲小姐给了舅舅一件衣服作为回礼，可惜衣服太轻薄，舅舅之前一直没穿过。现在藤宫作为合适的衣架子接下了展示衣服的重任，这条华美的裙子穿在藤宫身上，勾勒出她迷人的身材曲线。舅舅永远望着静雯和藤宫打闹的身影，脑海中浮现出金莲小姐可爱的模样，双眸泛起一抹怀念和温柔。后来舅舅居然也生出了试试这件衣服的念头。第一卷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第二卷再见。关注当当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这天，舅舅因藤宫会来的消息和笑逐颜开，还在静雯面前直言她是个好女孩。说话间，静雯瞥了眼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看到一封未读英语邮件，她利用网站翻译功能替舅舅阅读了内容。这是关于修改主播支援计划规则的邮件。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舅舅嘴角的笑容瞬间消失。舅舅，你好像失业了。因为主播支援计划规则的修改，许多小主播的广告收入将被中断。舅舅那个订阅数至今只有812人的频道也在其中。好在事情仍有一丝转机，只要在今天内完成播放总量4000小时及关注量1000的任务，舅舅的频道即可继续使用主播支援计划机器关联功能。目前这个频道的播放总量已经轻松超过了4000小时，关注量却少得可怜。静雯百思不得其解，耳边传来舅舅敲击键盘的声音。他凑到屏幕前，舅舅的俊文回复映入眼帘：这不是戏剧动画，这是魔法。能请您看清楚视频的简介后再看视频吗？最近好多人都不看简介就随便点开看视频，真的是让我很头疼。请您搞懂规矩再来上网娱乐好吗？拜托了。静雯的血压一下子拉满，他几乎能100%确定就是舅舅的这些回复导致粉丝取关。舅舅眼中带泪想辩解，但话还没说完就被静雯堵了回去。后来两人都恢复了平静，无论如何他们都得想办法赶紧解决目前的危机。偏偏这时舅舅的私事飘回了异世界，
他想到自己上一次面临这种程度的危机，还是在封印都市的防卫魔法被打破，1000只传说级魔兽被解放之时。这段经历迅速勾起了静雯的好奇心，于是这就放出了当时的画面。他走在封印都市的街道上，仰望着覆盖了整座城市的巨大结界，眼里充满了困惑。正当他纳闷时，静雯小姐出现在身后，拍皱起好看的眉眼，吐槽舅舅的智力跟长相一样，都是兽人级别的。没想到兽人一词居然引来了旁人注目，舅舅与那些冒险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还好精灵小姐横在他们中间，替舅舅澄清了误会。因为本就没有兽人穿过结界进来的可能，所以精灵小姐3言2语就将人打发走了。但难听的话还是飘进了他们耳中。如精灵小姐所说，正是这张兽人脸让舅舅四面楚歌，但舅舅还不愿意把脸遮住。这时静雯在精灵小姐的话里察觉到一丝违和感，异世界怎么会有四面楚歌这个词？原因竟出在翻译上。舅舅打开语音菜单，将日语切换成格兰巴哈马尔语。原来精灵小姐的话直译过来是古本君的第10天痛哭，按照信达雅的原则翻译过来就成了四面楚歌。解释完毕，画面继续播放。舅舅和精灵小姐沿着街道走去，精灵小姐斟酌语气，罕见地安慰了舅舅。然而舅舅却对精灵小姐的话置若罔闻，将注意力都放在路边一颗巨大的水果上。精灵小姐凑过来介绍说，这是南方产出的水树果实。尽管都市西边就是广阔无边的兽墨之地，但有人靠800年前失传的魔法技术张开结界，保护城市免受神话级魔兽袭击，而带来了繁荣。这座城市后来成了特产交汇处和安全的贸易据点，因此舅舅才能在这里看到南方水果。精灵小姐只顾着说，根本没留意舅舅手上的动作。等她回过神来，头顶上的结界已经被舅舅打出了个大窟窿。静雯怎么也想不到，打破防卫魔法的人居然是舅舅自己。她正掩面平复情绪，就被舅舅叫起来看魔兽。其实独眼巨人、泰坦、风暴巨龙都冲这里袭来。那一天，封印都市的人们想起了被神话级魔兽支配的恐惧。舅舅和精灵小姐则站在高处观看这一幕令人震撼的画面。眼见城市西面的魔兽浪潮汹涌而来，精灵小姐无法坐视不管。她装备上古老而强力的武器与铠甲，周身顷刻间涌出一股强大的雷系魔力。而后，她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眼神，就告别舅舅，不顾一切地朝魔兽群冲了过去。速度之快，以至于地上的人们只能看见一道残影。魔兽近在咫尺，精灵小姐却哐当一下撞在舅舅重新张开的结界上，魔兽们四散离去，精灵小姐则被弹回地面。精雯看得目瞪口呆，舅舅难道掌握了失传800年的技术？后来他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时舅舅只是很普通的请求了一下形成结界的小精灵，然后精灵们就把结界恢复了原状。事后他们也只是抱怨而已。结界恢复，魔兽退散，人们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有人顺着结界被破坏时出现的光芒寻找罪魁祸首，兽人脸舅舅自然成了头号嫌疑犯。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就在这时，精灵小姐的防具因带子断开而掉落在地，恰好被其中一人俯身拾起。纵使是传说级装备，也难逃岁月洗礼而成为古董。精灵小姐看似无心的几句话，让他们如梦初醒。结界已经张开了几百年，且无人维护。今天第一次出现故障，未必是人为事故。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救出嫌疑犯上。舅舅走出人群，落寞地坐在一边。这时，精灵小姐慢慢靠了过来。她虽没有揭穿舅舅破坏结界的打算，但也不想放过这个向舅舅讨好处的机会。于是，精灵小姐主动提出蹭饭的要求。静雯一眼看穿了精灵小姐的想法，对两人共进晚餐充满期待。然而，舅舅选择了逃跑。为了避免被精雯小姐一直敲诈，舅舅决定从一开始就拒绝她的要求。静雯显然接受不了舅舅这极强的防备心，到底是有多么不信任他人啊！舅舅却受到启发，想出了完成任务的方法，唇边若有似无地露出一抹浅笑。后来，静雯被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拉起。舅舅已经在评论区解释了起因经过，并请求观众关注频道。静雯听完忽然起身，极地反对舅舅的做法。在他看来，网络就是抓住你的弱点使劲咬，从头到尾骂个遍的地方，所以一旦向观众示弱就全完了。然而事情有了静雯意料之外的展开，他们看到了许多愿意帮忙关注频道的评论。静雯大概是因为总关注恶意评论和忽略了网络世界里本就存在的善意，因此腾空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静雯自闭地坐在地上，舅舅则笑容满面地对着屏幕，无信任他人的究竟是哪一方呢？无论如何，冬天都要结束了。2018年3月的一天，静雯从外面回来，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一个长相酷似傲娇精灵的女人，穿着舅舅的外套出现在房间里。静雯惊讶到松开了手里的东西，难道傲娇精灵追着舅舅来到了这个世界？
时间回到45分钟前，藤宫黑着脸含沙射影地指责舅舅赖在静雯家里的行文。舅舅恍若未闻，眼里只有播放量破万的新视频。静雯也仿佛没听到藤宫的怨念，藤宫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接着他又挖出舅舅作为网络主播收入低的弱点，据说每1000次点击才有10日元的广告收入。然而舅舅的收入过程比一般主播更加复杂。他转身面向藤宫翘起了二郎腿，脸上添了几分得意。藤宫终于无计可施，趁静雯不在旁边向舅舅吐出真实想法，有合租人的话不就没法做恋人同居了吗？舅舅恍然大悟，索性提议藤宫搬进来，反正静雯的房间能睡2个人。藤宫顿时面色绯红，明显会错了意。这时静雯恰好忙完家务，直接以房间小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彻底把藤宫的欲望扼杀在萌芽状态。后来静雯看到特价消息，拿上包就匆匆出门了，家里只剩下舅舅和藤宫。机会难得，舅舅的八卦之心熊熊燃起。明明身边就有藤宫这样漂亮的女性喜欢着静雯，静雯却只把藤宫当作朋友看待，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舅舅的好奇心愈加旺盛，可惜藤宫不愿在舅舅面前提起过去，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舅舅作为恋爱导师的自信来源于和喜欢的人交手超过100次的经历。藤宫自然不会相信除了游戏以外几乎没什么人生经验的舅舅。舅舅有被打击到，随即起身，若有所思地往厕所方向走去。他这转身离开的背影落在藤宫眼里，显得孤独又无助。藤宫不禁反思了一番，后悔说出那么直白坦率的话，心中甚至生出了一丝内疚。于是他跟在舅舅后面拉开了门，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位念若惊人的女人，而且她还自称是静雯的舅妈。藤宫打量着这位陌生又美丽的小姐，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但厕所里又确实传出了舅舅的声音。于是静雯买好东西回家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一个长相酷似傲娇惊人的女人穿着舅舅的外套，以女性的身份搭着藤宫聊天。藤宫左右为难，带着求助的眼神看向静雯。在静雯的试探下，女人露出了马脚，她就是舅舅本人。厕所的回音声则是舅舅拜托声音精灵施展的魔法。那么舅舅既然会变身魔法，为什么不直接在异世界改变外貌呢？据舅舅所说，改变肉体的话，内心也会随之逐渐改变，最终会有失去自己本性的风险。然而这种在重要场合才能使用的禁忌魔法，现在却被舅舅用在聊八卦上。静雯气不打一处来，但也由此想到了直播的好主意。舅舅本想推脱，可一听到要直播守护英雄，顿时提起了兴趣。于是舅舅干劲满满的录制了视频。之后静雯直接上传了成品，舅舅连预览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静雯推着去解决藤宫的问题。既然藤宫不愿提起过去的事，那么舅舅便直接请求记忆的精灵显现静雯的回忆。当他们面前出现光幕时，藤宫愣住了片刻，他还没从变身魔法带来的震撼中缓过神来，就又看到了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于是他自欺欺见地问：“这个是全息投影吗？对吧？”舅舅和静雯马上心领神会。静雯随即把舅舅的旋盖手机当成投影仪介绍给藤宫，暂时保住了藤宫不愿打破的世界观。接着光幕上出现了旧时的情景，一个满嘴脏话的假小子挥着狗屎冲击拳和静雯玩闹。如果不是静雯亲口说明，谁都想不到这个疯疯癫癫又不收鞭斧的脏小孩会是小学时代的藤宫。藤宫随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记忆中那个青涩如花蕾的自己怎么会这么邋遢？持续播放的回忆仿佛是对他的公开处刑。藤宫实在羞得无地自容，他挥舞手臂试图挡住画面。舅舅不由得调侃说：“真亏静雯当时能认出藤宫。”静雯却不以为然，不管藤宫变化有多大，他都能认出来。他就像小时候两人击拳那样挥出了拳头。藤宫羞耻地挥以狗屎冲击拳。有了静雯的安慰，他渐渐对过往释怀。或许是受惊人舅妈身体的影响，这就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观点：外表不是问题。在他们的玩闹声中，舅舅点开了静雯刚才上传的视频。视频里的美少女俯身摆好设备，自言自语地说完开场白，然后就开始边解说边玩游戏，一举一动随甜美的外表变得可爱。她沉浸在游戏的快乐里，但直到视频结束也没有出现游戏画面。舅舅突然意识到了这个致命问题，他的大声吼叫引来静雯和藤宫侧目，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视频竟然已经有了20万的播放量。静雯微握住流量密码欢呼。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比起中年臭大叔，现在已经是虚拟美少女主播的时代了。评论区几乎被太可爱了刷屏，这更加印证了静雯的观点，原来这个世界也和异世界一样看脸呀。舅舅突然受到沉重的一击，在哀怨中慢慢变回原来的样子。目睹了这一变化的藤宫被吓得缩到一旁。就这样，以作为网络主播的尊严被撕碎为代价，舅舅拿到了丰厚的广告收入。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收入到手的那天，舅舅一边如此自言自语，一边品尝着高档的寿司拼盘。2018年4月的一天，舅舅给静雯示范了一遍如何诱导怪物掉下去，从而完成秒杀，用的是一台新买的16位家用游戏机。前不久，舅舅用模仿精灵拿到的收入买下了 ND 和大量游戏。静雯对着舅舅开心的笑容，说不出指责的话来。她突然想起腾公最近卧床休息而没过来，舅舅以为腾公身体不好，静雯则觉得他是被舅舅突然变丑的脸吓出了心理阴影。静雯望着地板上的一堆游戏碟，建议舅舅再扮成精灵直播赚钱，但舅舅只要一想到自己会受到影响变得娘娘腔，就不可能同意静雯的提议。再加上已经买到了小学4年级时初次接触的游戏机，舅舅暂时不需要赚钱购买别的东西。回忆过去，舅舅把 ND 和其他游戏机一起玩了整整8年，为了通关异形战士的超困难模式，他甚至赌上了青春。静雯自然难以理解舅舅的行为，舅舅侧过头看了静雯一眼，自然读懂了他的表情。舅舅固执地认为是他在主机游戏中下的苦功夫，帮助自己在异世界过得如鱼得水，并以和冒险者小队齐心协力击退哥布林的事件为例。静雯满怀期待，却还是在一开始看到了熟悉的挨打画面。不过这次真正的挨打对象换成了不堪一击的3人冒险小队。舅舅向眼前这个名叫艾莉西亚的女孩友好的伸手，终于让她认出了自己。越冬季时，舅舅也被村民和冒险者们当成兽人包围，这支小队就在现场。那时舅舅解开误会，一个人若无其事地参加了祭典。还没聊到哥布林，静雯就被舅舅坚韧的精神所折服。这时艾莉西亚的2名伙伴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这支小队除了神圣魔导师艾莉西亚以外，还有武斗家莱加和剑士埃德加这2名成员。他们戒备心十足，甚至怀疑舅舅和哥布林是一伙的。尽管如此，艾莉西亚还是信任舅舅，希望舅舅能帮助他们完成委托，保护德鲁德村不受大群哥布林侵略。善良的舅舅连报酬是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紧接着艾莉西亚在地上画出了示意图，他们和舅舅现在站在一个分岔路口上，哥布林会沿着右边小窄的山路过来。他们本来提前在路上搭建好了路障以迎击敌人，但在和舅舅的交战中用尽了武器和魔力。这地图让舅舅不由得想起了他在游戏中的操作，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需要武器和魔力，还让小队撤下了路障。事到如今，冒险者小队只能选择相信舅舅。边间不远处有一支哥布林大军声势浩荡地朝这里来，规模远超任务描述，吓得他们发慌。舅舅却面无惧色地站到前方。然而当哥布林们笔直冲来时，舅舅也慌了。勾引哥布林衰弱谷底的作战宣告失败。舅舅婉尊说，好戏才刚刚开始。在游戏战俘里有一招叫夏洛突击的高伤害技，需要冲刺时按住前不放，再按跳跃接攻击。虽然命中率极低，但面对密密麻麻的敌人，舅舅不愁打不中。舅舅刚做完说明，就尝到了打脸的滋味。这一精灵呈现的画面和他想象中的效果截然不同。他帅气复刻了夏洛突击，却连一个哥布林都没打中，还弄巧成拙削掉了山体。随后事情迎来了反转，稳弱的山石压倒了哥布林大军。之后舅舅配合着画面，牵强地把这件事总结为火用游戏里的技术成功击退哥布林事件。静雯实在看不惯舅舅瞎扯，无脑拥护世家根本就是大粉撕黑的行为。在这之后，舅舅跟着不明所以却大受震撼的冒险者小队前往德鲁德村领取报酬。凭舅舅的实力，即使要拿走全部报酬，小队也毫无怨言。但为了避免被人记恨而遭围攻，舅舅坚持将报酬4等分。莱加就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放声大笑，就连埃德加也背过身捂嘴偷笑。气氛在说笑声中变得活跃，他们如同真正的伙伴走在路上。后来艾莉西亚悄悄溜过来，确认修复封印都市结界的人是舅舅。舅舅脸上的表情随即有了细微变化，气氛随之变得奇怪。不管艾莉西亚知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会不会把事情说出去，舅舅都不会放过他。看到这里，静雯已经有了不祥预感，可惜艾莉西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就在他夸赞舅舅像传说中的勇者时，舅舅把手按在他的额头上，施展了忘却记忆的魔法。与他同行的埃德加和莱加也不例外，因为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舅舅宁愿辜负信任也要动手。在魔法完成的瞬间，舅舅离开了队伍。等他们回过神来，舅舅已经在记忆中完全消失。他们把打倒哥布林的人继承了自己。关于击败哥布林的回忆就到此为止了。静雯收拾好沉重的心情，终然生出和舅舅联机玩战斧的念头。他想，如果舅舅在前往异世界前也能接触合作游戏，事情或许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后来门铃响了，舅舅签收了个快递。他一边心疼运费，一边激动地拆开包装，仿佛手上拿的不只是游戏碟，还有自己的青春。静雯也受感染而变得高兴，但在听到价格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偏偏舅舅还觉得自己捡了便宜。
于是，终于调整好心态的藤宫刚来就看到了静文训斥长辈的一幕。2018年5月的一天，舅舅静文和藤宫又在观看回忆，两个不怀好意的男生瞄准了静文护在怀底的书，他们抢走书继续捉弄静文，强行给他的奇幻轻小说安上黄色书的帽子。静文强忍住委屈的泪水，额边充斥着放肆的笑声。围观同学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对他施以援手。就在这时，比他们高半个头不止的藤宫走了过来，那两个兔崽子顿时没了威风神气的架势。藤宫抽出书瞧了几眼，马上替静文怼了回去，是个英雄救美的桥段，十分经典。舅舅和静文看得津津有味。为了挽回形象，藤宫亮出了两人初中时的合照，照片上的她穿着裙子，扎了2条小辫子，看起来确实比小学时代像女孩。舅舅拿出旋盖手机对着屏幕拍下照片，直通操作属实给藤宫看傻了眼。谁让舅舅的古董手机连接收邮件和打电话都做不到呢？舅舅正考虑用狼烟或旗帜与静文联系，但无论这2个方法中的哪一个，都让藤宫有种身处中世纪古城的窒息感。他喝了口杯子里的咖啡，流回的香味与醇厚的口感随即将胸中的烦闷一扫而空。能喝上用豆子磨成的咖啡，还要多亏了舅舅在静文10岁生日时给了1万日元。静文这是拿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咖啡壶和咖啡豆，这就直接给钱的原因是他对当代年轻人的喜好一无所知。如果真叫他送礼物，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带电视接收器的世嘉掌机，即使带上祝福，静文也难以接受这份心意。话说回来，藤宫也想给静文送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他鼓起勇气在相册挑出一张照片发给了静文。这是藤宫初中时期青涩了泳照，他翻完照片就忐忑地盯着静文看，没想到静文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删除图片。要知道，一旦被人发现存着这种照片，就社会性死亡了。此时藤宫也后知后觉，意识到了自己的草率。静文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小插曲总算过去了。后来静文收到手机提醒，惊喜地发现今天是咖啡豆特价的日子，他抓起包便匆匆出门了。家里就剩下舅舅和藤宫2人。舅舅一语道破藤宫的尴尬，他鼓起勇气发给静文的泳装照片，在惊喜程度上居然败给了咖啡豆的特价活动。藤宫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根本不承认舅舅的说法。他用手撑着桌子，猛地起身。舅舅一下没拿稳杯子，眼见滚烫的咖啡就要洒在藤宫身上，舅舅使出了冻结魔法，轻击之下将杯子和咖啡连带藤宫整个人都冻住了。舅舅不愧使用回复魔法，只好用火魔法叠藤宫解冻。周身的冰块刚一融化，惊魂未定的藤宫便立刻阻止舅舅继续施法，生怕舅舅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叠烤化了。他哆嗦着湿漉漉的身体，必须马上洗个热水澡。舅舅及时找来静文穿过的衬衫，然后体贴地离开家，准备在外面逛2个小时。没过多久，藤宫便用热水洗去了身上的寒气。他一丝不挂地走出浴室，擦干水珠，换上衣服。期间，藤宫还在琢磨穿什么衣服才能让静文有反应。想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穿了，反正被看一下又不会少块肉。在藤宫想得出神时，静文拉开了帘子，戴上眼镜的瞬间，藤宫对上了静文粘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他下意识瞅了眼身上那件单薄的衬衫，立刻尖叫着抱胸蹲了下去，满脸通红的羞愧模样和刚才判若两人。后来藤宫仰起头发现了静文的异常，他不仅眼下潮红，还刻意挪开了目光，道歉完就急忙转身离开。静文走后，藤宫紧绷的身体瘫软在地，他回味着静文刚才的反应，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他撑起身子，决定趁舅舅不在的这2个小时做点什么。藤宫来到静文房间时，他正捂脸静坐在床上。现在静文只要一想到藤宫刚才的可爱模样，脸上就又泛起了一抹红晕。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讨厌被朋友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但藤宫不仅不介意，还在静文旁边坐下，告诉他自己很开心。静文被这份温柔感动，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事情开始往奇怪的方向发展。静文抹去眼泪，表示会对藤宫负起责任。他刚才已经把阳台上的旗帜倒了过来。正当藤宫困惑地看向静文时，窗外有个黑点急速靠近。仅仅过了片刻，舅舅便持刀冲进了屋子里。原来倒挂的旗帜是情况危急的警报。静文不惜用上奇语，也要通知舅舅尽快回家，为的就是让舅舅消除刚才那段记忆。眼见舅舅向静文伸出了手，就要施展魔法。说时迟，那时快，藤宫一把拉开静文，也顾不上害羞，径直将心里话脱口而出。他是真的不介意换衣服被静文看到。然而无论藤宫怎么解释，静文就是不信，还流着泪感谢藤宫不惜自我牺牲来照顾他的感受。这时舅舅默默收起悬在空中的手，转身取出袋子里新买的咖啡豆。他回过身，静文和藤宫依旧争执不下。静文为和看重友情又温柔体贴的儿时玩伴重逢，流下了开心的眼泪，并希望对方也是这么想的。
2018年6月3日，金文和童公正惬意地喝着小酒，就听到舅舅提醒童公注意，未成年人不许喝酒。然而舅舅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童公今天刚好20岁，到了可以饮酒的年纪。对于舅舅这个80后来说，20岁成了遥远的过去。去年11月过完生日，他就已经35岁了。值得一提的是，他现在才从童公口中听到奔四党这个词。看你来说，今天是童公的生日，舅舅作为长辈应该送点什么。但一来童公不喜欢收现金礼物，二来舅舅没时间准备。好在童公就没期待过舅舅的礼物。尽管如此，舅舅还是把自己的座右铭分享给他。这句话便是：危机也是机会。当你觉得不行时，只要把压力转换成动力，就能迸发出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逆转力量。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到最后。这些话虽然啰嗦，却对人生大有裨益。没想到舅舅居然给出了震惊又有分量的礼物。话说回来，舅舅第一次正式喝酒也是在20岁。他随即投影出自己20岁喝酒时的情景。但时正值异世界祭典，舅舅依旧坐在热闹之外，只不过这次傲娇精灵盛装出席了祭典。他身穿一袭薄纱裙，胸前栩栩如生的蝴蝶刚好与发饰上下呼应，纤细的脖子上还挂着条透断的吊坠。傲娇精灵迈着步子朝舅舅所在走去，祭典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自觉为他让出一条路来，舅舅却吹失了这天晚上关于傲娇精灵的记忆。腾公戳了戳静文，这是他首次在舅舅的回忆里见到精灵舅妈。静文随即向他普及了舅妈的傲娇属性和跟踪狂标签。在他们低声聊天时，画面中的傲娇精灵已经走到了舅舅的座位旁，冷冽的眼神犹如冰缝的利刃，看样子是对被舅舅在丰阴都市抛下耿耿于怀。他还怀疑是舅舅修复的茄蟹，追问舅舅在哪里学习了那种魔法。这些话都在舅舅耳朵里带上了几分威胁的意味。舅舅插了块咒慰藉傲娇精灵，试图用美食贿赂他，以保住自己打破结界的秘密。傲娇精灵看得莫名其妙，但没做解释，岔开了话题。太好奇舅舅为什么会这么强，边问边在舅舅对面坐下。舅舅给出的答案是他努力做了许多战斗练习，这显然不是傲娇精灵想了解的。他依稀记得3年前初遇舅舅时，舅舅动作生疏，明显没受过专门训练，却还是打败了魔毒龙，那可是和风暴巨龙同一个等级的猛毒巨龙。舅舅不仅没有事前了解，还不带装备，未经训练就去挑战他。傲娇精灵指着舅舅，本想好好教育一番，却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解释扰乱了内心。因为我那时候想帮你，所以没办法，只能上了。于是傲娇精灵红着脸收起指责，并转移了话题。直到舅舅爆出自己打倒魔炎龙的事情，傲娇精灵再也无法佯装淡定，脸上写满了惊讶。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舅舅压根没有使用动神剑都打败了他。在傲娇精灵的认知里，魔炎的炎蜥巨龙全身覆盖着可以让一切攻击无效化的魔炎之灵，因此只有冻结后封印才能打败他。但根据舅舅的作战经历，这个结论实际上是错误的。被魔炎龙的魔炎烧着的瞬间，就可以使用物理剑造成轻微伤害，只要不断重复这一刮痧过程，就能打败魔炎龙。所以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傲娇精灵追问，但舅舅还是那个答案，反复多次努力奋战。后来为了让傲娇精灵信服，舅舅取出了封印着魔炎的瓶子，接着就被告知打开瓶子能复活魔炎龙。傲娇精灵本就不满舅舅刚才不把强敌放在眼里的态度，此时又看到舅舅惊慌的模样，便言语道：有什么关系吗？反正能再打倒一遍。舅舅生气地把瓶子放回收纳空间，开启了认真模式。其实他这份能打赢强敌的自信，并非目空一切的高傲。傲娇精灵就是因为觉得赢不了，所以才输给了魔毒龙。正所谓危机也是机会，千钧一发之际，一定留有逆转机会。无论什么时候，面对什么对手，坚持不懈的努力挑战才是最重要的。舅舅难得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腾公和静文不免悄声议论。傲娇精灵也有所感悟，不由得问起座右铭的出处。这才知道它来自某款世家游戏的攻略书。舅舅果然除了游戏以外几乎毫无人生经验，腾公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舅舅心血来潮的起身，准备去隔壁房间打游戏，走时还邀请腾公和静文一起玩，结果被他们摇头拒绝。尽管这次的回忆废话多而无趣，但坚持下去或许能看到好事。紧接着腾公和静文就看到舅舅询问傲娇精灵是否有空，还告诉他自己在旅店订了房间。傲娇精灵和静文腾公自然读懂了这种委婉的暗示，不过精灵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维持了傲娇的人设。然而这次舅舅二话不说就把她拉走了。傲娇精灵原本态度强硬的抵抗着，一被搂住就立刻化作软软的一团，顺从着靠着舅舅，嘴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两人紧贴在一起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祭典上。腾公和静文看到这一幕震惊万分，疑问一个接一个冒出来，难道舅舅喝醉了，所以才变得主动？既然如此，舅舅为什么对这事毫无印象？莫非他用了忘却记忆的魔法，消除了接下来造成的过错？
藤宫和静文越来越相信这种可能。然而舅舅马上否定了他们的猜测，表示那天没用过记忆消除魔法，并提出了游戏邀请。静文直接给碍事的舅舅安排上了单机游戏。回来时刚好看到暧昧的一幕，舅舅步子不稳，整个身体歪向傲娇精灵。傲娇精灵扶了下舅舅，又悄悄挪开，却反而被舅舅搂得更紧了。还听到了这么一句话，说实话相当难受，但是因为有你在，傲娇精灵以为自己被当成了心灵支柱，心脏狂跳，不仅陪着舅舅来到旅店房间门口，还答应舅舅一直做他的支柱。就在这时，舅舅松手道谢，摇摇晃晃进了房间，把傲娇精灵丢在门口，甚至还锁上了门。这令人窒息的操作使傲娇精灵愣在原地。画面外，舅舅还适时补上一句：“我说了吧，什么都没发生，对吧？”藤宫和静文失望地敷衍了舅舅，然后舅舅把画面快进到第二天早上。傲娇精灵跟没事人一样，照旧堵住了舅舅的去路。静文刚安下心，就在藤宫的提醒下，注意到了傲娇精灵红肿的眼角，偏偏舅舅还什么都没看出来。藤宫悲愤地往嘴里灌了口酒，给舅舅也开了一瓶。舅舅豪爽地接过易拉罐，只是仰头喝了几口，身体便东倒西歪，脑袋跟着晕晕沉沉。之后还贴心地请求风之精灵送了藤宫一程。于是这天晚上，藤宫和静文都拥有了美好的飞行回忆。2018年6月的一天，藤宫建议舅舅去打职业棒球赚钱，只要用魔法投出时速1000公里的魔球，不愁没有球队雇佣。然而这个能一夜暴富的提议被舅舅果断拒绝。舅舅不愿用魔法践踏棒球队员麾下的汗水，毕竟都是为爱好付出了青春的人，舅舅生出几分惺惺相惜之感。后来他们又聊了会棒球，话题就突然转到舅舅在异世界被艾莎的经历上。那天舅舅刚打通地下城，真累得不行，面前突然出现一位披着兜帽斗篷的娇小女性，纤细的腿和身后缠满绷带的大家伙形成鲜明对比。她微微抬头，目入凶光，随即解开绷带，露出宛如死神镰刀的武器。一股寒气瞬间窜到舅舅脚底，冻住了他的双脚。他趁机举着武器径直扑来，敌人当前，舅舅却突然松开了握到的手，就这样被他扑倒在地。尖锐的冰棱近在咫尺，差点把舅舅爆头。至此，他终于完全露出了真面目，他就是冰之一族的后裔梅贝露。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静文心头，只见梅贝露对舅舅翻了个白眼，然后就开启了嘲讽模式。多亏了不用动神剑就打倒魔炎龙的舅舅，冰之一族代代相传的守剑责任成了笑话。梅贝露的人生也因此严重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他说着阴阳怪气，舅舅脸上却绽放出自豪又欣慰的笑容，看样子是完全听不出来这些话里的讽刺。梅贝露骑在舅舅身上，刚举被冻成7字形的冻神剑，却迟迟没有挥下。他清楚舅舅的实力，对他不用武器反抗的行为倍感困惑。为了解释原因，舅舅在梅贝露面前揭开了自己的伤疤。丰富的挨打经历培养了舅舅感应杀意的能力，他在梅贝露身上感受不到杀意，自然不会设防。舅舅解释完，还不忘关心梅贝露有没有好好吃饭。梅贝露心中顿时涌出一股热流，融断了渐渐的寒冰，泪水溢出眼眶，滴到舅舅脸上。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念头，因为舅舅帮助了村庄。梅贝露放下冻神剑，疲惫地倒在舅舅身上。后来舅舅把梅贝露和冻神剑一起拖回了旅馆，独自在房间里照看他，直到醒来。梅贝露从床上坐起，瞥了眼舅舅手上的动作，一条约长于手掌的面包就递了过来。他们边吃边聊，说起了梅贝露回到村庄后的遭遇。和舅舅进行心灵交流后，他回到了村庄，这才发现他的家已经被村民当成柴砍了。为了逼梅贝露出去工作，村长甚至使出了极端手段，在狗窝旁放置梅贝露的小屋和项圈，如果他不去工作，就只能和其他动物一起接受村民的饲养。梅贝露难道真的乖乖就范了吗？不，他用冻神剑冻住全村32户人的脚，并在他们的脖子上施以水滴之刑后逃走了。梅贝露对工作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哪怕是在静文和童工眼里轻松的要死的工作，他觉得自己也会被压垮。这点居然还引发了舅舅的共鸣，因为觉得上班族朝9晚5的工作过于辛苦，所以舅舅一直不想上班。来到这个世界后，为了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线索，舅舅把冒险者当成了自己的天职。梅贝露听着听着就握紧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他也想变成像舅舅一样厉害的人。舅舅吹嘘着30分钟速通异形战士超困难模式的经历，把自己的强大归功于游戏锻炼出的高超技术。他瞎扯完还不忘帮迷茫的梅贝露找回人生方向。既然以前一直担任着冻神剑的守护者，那以后也一直靠他来养活自己，不都可以了吗？舅舅从梅贝露刚才施展的冻结技可以看出，他虽是守护者，但也有足够的实力挥舞冻神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选择喜欢的路坚持下去就行。这时梅贝露和舅舅默契地张嘴说出了同一句话：遵从初心才能使人强大。舅舅见梅贝露还记得自己的忠告，嘴角勾起欣慰的笑容，藤宫不禁为舅舅叫好。
静雯却沉默地点了点头，心情复杂。他们把视线重新聚焦到画面中。为了使用动神剑，梅贝露正计划解除那上面的冰之封印。原本的方法是去马尔基德山摘散漫花，舅舅却因记不住任务内容而放弃。后来梅贝露独自完成了任务，可惜自己摘花无济于事。他觉得只要改变阴暗性格，融化心中寒冰，便能解开动神剑的封印。舅舅望着梅贝露沉着冷静的模样，没看出他心里阴暗。和知迷消沉的心情恰恰相反，舅舅和梅贝露聊天时很开心，而且梅贝露的眼睛就和世家某款游戏里的角色一样漂亮。舅舅说着说着就朝梅贝露的脸蛋伸出了右手，梅贝露害羞的捂脸后退，抬手拒绝了舅舅的靠近。不过不是那种对兽人脸的厌恶，这动作倒是促使舅舅想起了一件事。他趁梅贝露沉睡时，在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了枚戒指，那是舅舅对扰乱梅贝露人生的补偿，足够养活他一辈子的。梅贝露盯着手上的戒指，脑子里固然一片空白，嘴里重复了遍舅舅的话，养一辈子。这通神奇的操作把静雯和通公看出了一身冷汗。梅贝露缓过神来，摘下戒指，拒绝了舅舅的心意。虽然他嘴上说着对舅舅没有男女之情，动神剑上的冰块却在渐渐融化。处在状况外的舅舅一把抓起梅贝露的手，以他再次戴上戒指。这一刻，梅贝露的心脏好像被重锤钝击，脑袋一阵眩晕。据舅舅所说，这是在今天打通的地下城里发现的戒指，上面镶嵌的天心石是相传世上只有7个的宝石。梅贝露感受着手指上沉甸甸的分量，眼睛泛红，身体颤抖。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就听到舅舅安排他在旅店住下，并说了句颇有歧义的话。虽然床上躺2个人稍微有点挤，继续听下去，梅贝露就可知道舅舅的真实想法其实是让他和精灵住一起。然而他早被舅舅那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搅乱了内心和污愧的意思，便有了向舅舅拿钱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想法。舅舅忽然靠近，在梅贝露身上闻到淡淡的土腥味，梅贝露随即往后一仰，别开了脸，并抬手挪开舅舅的头。好不容易拉开一段距离，就听到舅舅叫他卖戒指换钱。舅舅还再三强调那些钱能吃一辈子。梅贝露闻言有片刻失神，紧接着周身杀气四溢，身后的动神剑更是结出了无数尖锐的冰棱。舅舅慌忙拔剑抵御，两人在房间里制造出不小动静，引来了同住旅店的精灵。号角精灵闯进房间，就看到了这样一幕：梅贝露被舅舅绑住动神剑压在地上，两人暧昧的姿势使傲娇精灵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他委袖难过，为什么我就被你拒之门外？后来傲娇精灵看到了梅贝露手上的戒指，再结合他脸上生气的表情，终于猜出了事情的经过，而长舒了口气。在傲娇精灵拔剑的瞬间，舅舅还以为找到了帮手，没想到他居然砍断了束缚动神剑的锁链。舅舅早在白天探索地下城时用来了小精灵，此时已无力防御，任凭梅贝露冻结全身。梅贝露和傲娇精灵隔着被冻成冰块的舅舅对视了一眼，受过相似委屈的两人暂时结成了联盟。舅舅现在回想起被冻出的体验，仍觉得他们两个很过分。屯公和静雯垂头敷衍了舅舅，心情沉重。后来为了缓和气氛，静雯提起了舅舅引以为豪的30分钟速通成绩，结果发现网上的速通视频普遍在12分钟左右，残酷的现实压垮了舅舅。他恨这网络过于方便了。这时记忆的精灵仍在播放画面，这之后居然还有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梅贝露根据舅舅的血认出了他的身份，他和冰之一族祖先都是来自异世界日本所在之处的穿越者。现在播放的回忆与一种可怕的剧毒有关，中毒的是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傲娇精灵，毒素从破皮之处渗透进去，使他脸上泛起一阵不自然的酡红，体内生出一股燥热，呼吸也变得沉重。好巧不巧，这时候偏偏没把解毒咒符带在身上。接着傲娇精灵被舅舅扶起，突然的触碰惹得他微微一颤，温柔的关心贴着耳边传来，发软的身体就这样被舅舅圈在怀里。此时单纯的舅舅还以为傲娇精灵中的是正经毒药，被复合魔毒折磨过3天的他表示感同身受。那次他硬撑着没用傲娇精灵给的解毒咒符，就在傲娇精灵忍不住嘟囔时，舅舅决定帮他把毒吸出来，而且不等他答应便付诸了行动。舅舅温柔的嘴唇贴在破皮处，发出啾啾的吮吸声。傲娇精灵经过舅舅这么一撩拨，身体好像翻滚的岩浆，蒸腾出汗，他觉得自己快喘不上气来了。舅舅自然感受到了怀中人的异常，便想为他脱去闷热的盔甲。舅舅照提示按下胸前的锁扣，在他卸下肩甲的瞬间，热气升腾而出。傲娇精灵体会到几分清爽舒畅，神情有些恍惚。就在这时，一双手抓住了他的裤子，傲娇精灵急忙夹紧了双腿，用左手箍在腿间。舅舅又体贴地问道：“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傲娇精灵压下身体的渴望，他现在只想单独静一静。但舅舅怎么会把虚弱的他一个人丢下不管呢？贴心的腹部按摩终于突破了傲娇精灵的忍耐极限，他的发丝被汗水打湿粘在脸上，眼角也是湿漉漉的。
便见他带着歉意，用膝盖倚了舅舅一击，然后跌倒地不起的舅舅戴上了自己的发饰。紧接着画面一黑，声音也随之消失。静雯和藤宫早就明白了舅舅口中可怕的剧毒是什么，不免感慨原来那种药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想错过重要情节，便把在打游戏的舅舅叫了过来。然而舅舅也无法播放缺失的那段回忆。据舅舅所说，这是傲娇精灵的发饰所致，那个发饰可以令精神记忆系的干涉魔法完全无效，因此无法读取舅舅戴上发饰期间的记忆。他们只能快进到发饰摘下后的画面。这时傲娇精灵已经恢复了常态。舅舅看到这一幕后，因他刻意隐瞒解毒方法而生气，却没注意到傲娇精灵额尖上的那一抹绯红。静雯突然生出了一个疑问：舅舅，你的衣服当时有乱吗？舅舅想了想，好像没有乱。静雯没再追问，倒是藤宫缠上了舅舅，他也想让静雯中一次那种毒。舅舅刚从网络带来的打击中缓过神来，突然想起在搜索时常看到游戏的北美版，这其实是根据区域限制游戏版本的政策。这样一来，即使海外版本更便宜，语言不通也玩不了。聊到这点，舅舅很自豪，因为他以前玩兽王记时基本能猜出旁白的意思。静雯配合地找出游戏视频，并借助软件翻译出旁白的意思，结果和舅舅猜测的相差10万8千里。舅舅受到的打击着实不小。这时画面刚好播放到那段重要回忆，藤宫想请舅舅帮忙倒退回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是静雯解释，舅舅还不明白倒退类似倒带。在藤宫的催促下，舅舅和静雯终于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为了避免被嘲笑，舅舅在进行倒退操作时特地自我纠正了说法，时间倒退回舅舅刚被冻成冰块的那会儿。傲娇精灵虽然同情梅贝露的遭遇，但在安慰台时总是有意无意抹黑舅舅，说舅舅这是受人强制睡眠婚，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的。尽管如此，梅贝露还是将舅舅送的戒指视若珍宝。傲娇精灵的危机感油然而生。这之后梅贝露就发现了舅舅的身份，他和冰之一族祖先都是来自异世界日本所在之处的穿越者。看到这里，藤宫又渗出疑问，他们为什么能查看舅舅失去意识时的记忆呢？舅舅以帅气的知识阐述了一套他深信不疑的理论。据他所说，人的脑容量只开发了10%左右，剩下90%的闲置容量储藏着超越意识和知觉的潜意识情报，魔法便把这些潜意识的记忆变成了画面。舅舅依据的理论被称作脑10%神话，他曾经风靡一时，但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大脑正常的使用着全部容量。舅舅用科学解释魔法的尝试宣告失败。接着提问者藤宫有了个更合理的解释，通过访问记忆的精灵这一庞大的记忆数据库和获得画面。舅舅听得一头雾水，他尴尬地笑了笑，总算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他们继续观看后续。这时房间里居然出现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冰锥，梅贝露用这些空气结成的冰画出祖先的代志模样，然后他将400年前的故事娓娓道来。他的祖先是来自日本所在之处的骑士阶级，在大战中丧命后被神送到了异世界，并得到了新的生命和肉体，此外还获得了神附赠的穿越符力。为了让他能在异世界生存下去，神赐予他一个特别的力量，于是祖先许下了这样的愿望，那就给我一把能够杀死你的武器吧。静雯欣赏他这份不畏神明的勇敢，神明居然也实现了这个愿望。可惜故事刚到精彩之处就被傲娇精灵打断。比起这段历史，他更在意的是梅贝露居然把舅舅当成了人类。他拉着梅贝露的手有几分焦急，摆摆手就消去了梅贝露精心用冰打造的画面，然后三言两语剧透完了后面的故事。梅贝露的祖先拿到了一把带着邪心就无法使用的动神剑，在赤石神庙学习了这个世界的一般常识和语言，还和村里的巫女谈起了恋爱，借助爱情的力量解开了动神剑封印，讨伐了魔炎龙。后来他的子孙后代便传承了这把动神剑。这传说傲娇精灵早在故乡的书里读到过，他现在只想知道梅贝露如何看待舅舅，对他的感情又有几分。他没等到答案，却看到了一张灌满泪水的脸。讲述这个故事是梅贝露唯一有自信的事，然而他拼命练习的成果还没呈现完就被打断。傲娇精灵见状，随即将梅贝露揽进怀里，给予温柔的安慰。这时反射弧比较长的舅舅才意识到一点，他怎么没有像动神剑那样厉害的东西？别说许下愿望了，印象中他压根就没和神说过话。房间里顿时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安静。事到如今，他们只能在舅舅18年前初到异世界时的记忆里寻找关于异世界福利的蛛丝马迹。舅舅拖动着进度条，边找还边吐出些令藤宫害怕的话来。藤宫这才知道舅舅被当成兽人亚种狩猎的悲惨遭遇。舅舅也是考虑到这点，才把搜索的重点放在了被狩猎的金地上。画面在他的操作下不断切换，
现实一张俊美的面孔浮现在他们面前。男人怀疑舅舅是想偷牛的兽人，带着小孩把舅舅狠狠揍了一顿。接下来则是舅舅因触犯宗教禁忌而被抓起来的画面，再然后是舅舅在睡觉时被吊起或被埋进土里的画面。静雯被这些黑暗的经历折磨得难受，舅舅面上却是云淡风轻的模样。没办法，他只要睡着就不会半路醒来，所以一入睡便任人宰割。他能活下来还要多亏了有这样一种人类心理学，猎物太容易到手，反而会让人忍不住想要花时间处刑。好在这时终于切换到了重要画面，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一副人类骨架正在形成。这个现象和舅舅记忆中神生魔法里的人体苏生极其相似，那是能把焦炭重新形成肉体的神技。舅舅是在很久以后才第一次见到这个魔法，直到骨架上伸出血肉、皮肤与毛发，又多出衣物和饰品，舅舅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出现在记忆里。因为躺在草地上的这个人就是刚穿越到异世界的舅舅本人。结合梅贝路所说，刚才的画面应该是神塑造肉体的过程，后来便发生了舅舅初次被当作兽人狩猎的经历。因为语言不通，这就以为遇上了敲诈勒索，便想掏钱了事，结果拿出来的现金被当成公鸡咒符，舅舅反而被他们揍得更惨了。穿越前，舅舅正准备用压岁钱去买游戏，他带着喜悦的心情出门，却遇到事故和落得这个下场。这就自言自语，忽略了藤宫和静雯愈发沉重的心情。静雯将渐远的话题扯了回来，藤宫屏气凝神，听到了被他们忽略的声音，不过也没听懂，因为神说的是中文。这上马游戏时把区域代码搞成了邻近国家那样语言不通。后来他们总算用翻译软件理解了神明的话，虽然内容和梅贝入说的相同，但态度相差甚远。静雯和藤宫都品出了神明的漫不经心，不过神明做出了承诺不会有假，他能赐予舅舅力量。静雯期待着舅舅得到魔法力量后逆转悲惨人生的剧情。按照这个展开，静雯觉得舅舅想拥有的无非是把这群混蛋全都赶尽杀绝的力量，或是能带来绝望让他们后悔活着的力量。然而舅舅在被斩杀前许下的愿望其实是，要是彼此语言相通的话，明明就能互相理解了。在藤宫和静雯惊讶的目光中，神明实现了舅舅的愿望，并告诉舅舅去多尔多山顶部便能在知识圣地获得最低限度的知识。就这样，舅舅获得了一个看似平凡的翻译能力。按你来说，只要去多尔多山就能学会异世界语。静雯总感觉舅舅浪费了一个咸鱼翻身的宝贵机会。就在他们复盘时，光幕上传出了舅舅说异世界语的声音。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兽人。一旁的男人闻言随即放下了高举的长剑，然后和其余两人一起露出了理解的表情。他们终于相信舅舅了吗？不，他们这是理解了舅舅身上的价值。毕竟会说人话的兽人太罕见了。接着他们二话不说就把舅舅卖到了展览界，居然卖了整整3枚铜币。说到这里，静雯和藤宫连忙打断舅舅，他们果然得喝杯咖啡缓一缓。于是现在进入了中场休息时间，后面的故事我们下一块继续。鼻青脸肿的舅舅被随意扔在地上，带他来的那3个男人正在抬价，但最后他还是被老板以3枚铜币的价格买下。随后他们将路上捡到的脏刷子递给老板，老板野出的估价居然是舅舅的40倍，也就是120枚铜币。窗外的雨有渐大之势，屋内的气氛也逐渐变得压抑。出乎意料的是，舅舅作为当事人，也和静雯、藤宫一样吃惊。藤宫正觉得奇怪，便见有血滴在桌上，抬头望去，舅舅和静雯的鼻孔下方都有道清晰的血痕，原来这是忘却魔法的副作用。为了解释这点，一本破旧的笔记本被递到藤宫面前，静雯还特地提醒他只能看前几页。就这样，藤宫看到了舅舅在消除记忆前记在本子上的文字。舅舅学会忘却魔法后，第一个主动忘掉的辛酸回忆就是这个。静雯看了几页本质上的内容，也让舅舅消除了记忆。当他们再度回想起消失的记忆时，记忆的精灵会以流鼻血的方式做出警告，提醒他们再看下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接下来画面继续播放，那3个男人已经和老板达成了交易。舅舅被绑住双手，和其他魔物一起关进了展览店地下的笼子里。在这之后的1周时间被舅舅直接跳过，因为不值钱的舅舅被店主彻底忘在了牢笼里。如果不是第3天有落下的雨水能喝，舅舅就直接死了。紧接着静雯和藤宫看到舅舅在自言自语，说着和游戏相关但他们听不懂的话。其实舅舅正为了维持精神正常，和对着天花板缝隙露出的月光说话。看得出来，画面中那张叫人不忍直视的脸上，确实有一双清澈又充满希望的眼睛。无心插柳柳成荫，舅舅对月光拍的马屁突然有了回应。他按照指示吟串了古代语言，在握住光束的瞬间，一把锋利的光剑出现在他手中。舅舅便是借助这把光剑逃出了牢笼。刚才回应他的正是光之精灵。
舅舅靠神明赐予的力量翻译实现了和小精灵之间的沟通，而且结合周围人的反应来看，能和小精灵交流的魔法师应该只有舅舅，这便是舅舅的魔法强到爆表的原因之一。舅舅本人这才恍然大悟，当了17年独行侠的舅舅自然没办法在和他人的交流中发现自己的特殊能力，而且他本身也不会把突然听懂异世界语言和能使用魔法当成怪事。舅舅又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在游戏中锻炼出的能力上，即使听不懂英文旁白在说什么，舅舅也能正常玩游戏。舅舅在吹嘘自己时还不忘摆出帅气的姿势，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无法发动翻译能力说英语。或许发动这种能力还需要满足某些条件。舅舅由此联想到了一部年代久远的漫画，可惜他开始连载时，静雯和藤宫都没出生。他们再次把注意力放回了光幕上，被关在地下的小型魔物也跟着舅舅逃了出来。他们在草原上吹着自由而新鲜的风，一时小魔物跳到舅舅肩膀上，静雯和藤宫的心都被他可爱的外表俘获。舅舅却察觉到了杀意而脸色骤变，好在他反应迅速，固住了自己的枕动脉。他违背侧头，便发现跟着逃出来的其他魔物也在虎视眈眈。舅舅循着呼救声又看到了追出来的展览店店主，此时舅舅已经自身难保。当眼前这一幕和游戏画面重合时，舅舅耳边响起的那句声传语：“你是要像普通民众一样抱头鼠窜吗？”还是说，舅舅用行动接上了后面的话。他一口气打倒了围在店主周围的魔物，在得到店主发自内心的感谢后，舅舅直接把他传送走了。在原地等待他的是一群如饥似渴的魔兽。舅舅和他们厮杀了整晚，战斗随太阳升起结束。舅舅架起火堆，用魔兽填饱了肚子。吃饱喝足后，他沐浴着清晨的阳光，舒服地躺在草地上。之后，为了感谢魔物们提供的血与肉，舅舅给他们建坟立碑。和玩过的那些超难游戏相比，这种难度的异世界开局根本不被舅舅放在眼里。唯一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自己的价钱还比不上刷子。时间来到18点30分，藤宫得回家吃夹鸡块，静雯也看累了。他们今天终于解开了舅舅身上的谜团，除了神明赋予的翻译技能外，舅舅的强大还得感谢异世界残酷的环境。这时，舅舅独自坐在桌前，快进画面。他在打倒这群魔兽后遇到的也尽是些坏事。这番自言自语引来了静雯和藤宫齐齐回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问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也不过就是救下被龙攻击的精灵而已。我们下一话要聊的便是傲娇精灵的故事。接下来要讲的是藤宫不惜放弃炸鸡也要观看的战斗，也就是舅舅在异世界第9天和魔毒龙的战斗。只见舅舅从空中俯冲而下，一击便贯穿魔毒龙的身体，结束了战斗。这实在不是藤宫期待的精彩搏斗。他趴在桌子上，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其实舅舅的魔法没厉害到能秒龙的地步，如果直接朝龙的硬鳞和外壳攻击的话，再怎么样也无法一击打倒。因此舅舅瞄准了便薄弱的部位。时间倒退回之前，画面放大，他们在龙身上看到了精灵集中攻击的痕迹。舅舅便是通过这里贯穿龙身，并用炎魔法把里面燃烧殆尽，从而打倒了魔毒龙。如果精灵小姐再撑一会儿，也许就能独自打败魔毒龙了。这时被舅舅救下的精灵小姐衣不蔽体地坐在地上，她望着向自己缓缓走来的舅舅，眼中很快充满了对敌人的恨意。就在精灵小姐以为自己要死在兽人手上时，一件外套盖在了她身上。舅舅紧闭双眼，偏过头，连忙解释自己没有偷看，而且也不是兽人。精灵小姐闻言有一瞬的错愕，她听着舅舅殷勤又不讲究礼节的关怀，表情严肃。这时的她是个礼数周到的正常精灵，所以穿好外套后，她便向舅舅郑重道歉。舅舅在英雄救美后又被称呼为剑士大人，有些飘飘然。然而他还没高兴多久，精灵小姐就颤颤巍巍地拔出短刀，大概是真被舅舅的兽人脸丑到崩溃了。后来他才意识到右手不受控制地做了什么。在他把刀收回亚空间时，刚穿越不到2周的舅舅还不知道收纳魔法的存在，再加上精灵小姐前面的反常行为，所以舅舅误以为他把刀刺进了肚子里。于是他下意识掀起外套查看伤口，随即被精灵小姐不悦地拍开手。然而舅舅心中只有伤员，没有男女之别。他趁精灵小姐不备，挖开了拉链。于是现在精灵小姐不得不用2只手拢住衣服。舅舅盯着光滑平坦的腹部，却没找到伤口，又以为伤口在其他地方，而开始摸索别处。精灵小姐终于忍无可忍，用短剑击退了舅舅。随后她指着舅舅痛骂了一顿，气到把解毒咒符捏成纸团丢向舅舅。舅舅默默忍受着，始终一言不发。根据他的理论，随便反驳反而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在这之后，舅舅身边就多了个傲娇跟踪狂精灵。一聊起这位精灵小姐，舅舅便唉声叹气。对方不仅霸占了他的外套，每次见面都用污言秽语骂他，而且被冻结封印时也不来救他。
说到这里，藤宫倒是好奇舅舅解开封印后发生了什么，后面的故事我们下个视频继续。那天早上，舅舅解开封印醒来，发觉身体沉重，好像有什么软乎乎的东西压在身上。他一垂头，便看到2颗脑袋枕在胸前，傲娇精灵和梅贝露一左一右睡在身侧。最先醒来的是傲娇精灵，在对上舅舅视线的瞬间，他露出了做坏事被发现的窘迫之色，随即借口说他这是在学习北方民族的做法，用舅舅的内脏来取暖。舅舅居然还真信了，实际情况更像是傲娇精灵和梅贝露在用自己的体温来帮受寒的舅舅取暖。舅舅打了个冷颤，拉起被子准备躺下再睡一会儿，又被傲娇精灵叫住。他还想像刚才那样和舅舅贴在一起睡觉，单纯的舅舅没想太多，直接同意了。于是傲娇精灵心满意足地掀开被子，但还没躺回去就被熟睡中的梅贝露强占了位置。傲娇精灵又气又恼，正揪着梅贝露的衣服准备把她拉开，只见她一边流泪一边喊着：“妈妈，不要！”傲娇精灵凝视着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停下了手椅的动作。就在这时，梅贝露冷不丁喊出了一句令人大跌眼镜的话：“我不要工作啊！”更离谱的还在后面，他居然在梦中吟出了母亲那首直抒胸臆的小诗：“生当作蛀虫，死亦不工作。至今啃祖先，全靠动神剑。”舅舅和傲娇精灵都被他整得无话可说。梅贝露的母亲在他9岁时就跟男人私奔消失了，但过了这么多年，梅贝露仍然记得这首诗。而后啜泣声骤然一停，梅贝露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傲娇精灵实在看不下去，便出手打醒了梅贝露。真提醒，梅贝露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丑态，为了挽回形象，她勉强自己说了一连串口是心非的话，强颜欢笑却刷刷的往下掉眼泪。傲娇精灵趁机怂恿梅贝露卖戒指，还愿意帮她向当铺谈价格。然而梅贝露望着手上闪光的戒指，犹豫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如果不舍得冰死，她才不舍得卖。这时舅舅提议让傲娇精灵来养梅贝露，反正他有舅舅之前卖戒指换到的全部钱。就在傲娇精灵为难之际，梅贝露身体比脑子快，她立马蹲在地上模仿狗的动作，请求饲养。反应过来后，又为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羞耻。幸亏结果是好的，傲娇精灵勉强答应了。这之后，舅舅做东请他们出去吃早餐，算是给远道而来的梅贝露接风洗尘了。此行此景让静雯和童宫生出了期待，这3人或许会组成小队一起冒险。当他们的注意力再次回到光幕上时，梅贝露牵头开始了自我介绍。他们明明见过好几次面，却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梅贝露的全名叫梅贝露·蕾贝露，傲娇精灵有所保留，没介绍名字。反正现在故乡外的精灵只有他一个，叫他精灵即可。他的任务是探索和回收流失的古代魔导道具。自我介绍看到这里还算正常，直到舅舅开口，静雯和童宫才绷不住了。他说了一个和自己毫不相称的名字：沃尔夫·冈布拉德。谨慎起见，舅舅把他们都当成陌生人而报上了假名。用完餐后，傲娇精灵准备离开，他要去一趟舅舅卖掉戒指的城镇。在舅舅的印象中，那座城镇没有值得探索的地下城。傲娇精灵究竟去那里干嘛呢？面对舅舅的追问，他面红耳赤地敷衍了过去。静雯和童宫倒是清楚得很，看来梅贝露的出现使傲娇精灵产生了危机感，于是他有了拾回戒指的打算。随后梅贝露试着叫出了舅舅姐的假名，舅舅却早忘了在自我介绍时说了什么，左右张望了会儿才慢半拍的反应过来，这是在叫自己呀。然后舅舅透露了接下来的计划，他准备去附近的地下城瞧瞧传说中的勇者。傲娇精灵也曾听过勇者的传闻，在这50年间，勇者的席位一直空缺，直到最近有人击退了军团级的魔物大军，才获得了这一称号。梅贝露起了兴趣，决定和舅舅一起去看看。然而作为夜行生物，梅贝露得睡到下午2点，因此梅贝露希望舅舅能等到下午5点再一起出门。尚未正式建立的小队就这样解散了。现在也到了藤宫该回家的时间，他却像一团软泥趴在桌上，整个人陷入了没吃到炸鸡的沮丧中，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舅舅点了点钱包里的钞票，决定豪爽一回，请静雯和藤宫去吃拉面。后来他们步行去了面馆，舅舅请客的拉面非常美味，因为没带够全，藤宫补上了缺少的部分。再过不久，夏天就要来了。2018年7月的某个周六，他们通过抽签决定了翻译对话技能的正式名称，最终采用了静雯的提案万能说客。公布结果后，静雯和藤宫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反正只要不用舅舅取动名字就行。话说回来，在现实中给技能起名字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就算是静雯和藤宫听到自己的提案也觉得害羞，他们中只有舅舅是个例外。舅舅在初中时就制作过角色技能表，在解角色技能取名上有一定心得。然而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
舅舅都不会开发游戏。至于制作这份表格的目的嘛，舅舅也说不清。这个尴尬的话题总算结束了。接下来静雯姐舅舅看了段英语视频，舅舅摆手对着屏幕大喊一句万能说课，却没有任何效果。除去发动技能失败这点，舅舅还为听不懂英语而感到沮丧。那些年上过的英语课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屯公便安慰说，那种流利的英语需要和本地人聊天才能学会。这时静雯灵光一闪，猜测技能发动条件是需要实际面对面谈话。为了印证猜测，他们得找个外国人和舅舅聊天。他们将对象选定为超市的外国收银员。出发前，静雯特地带上拍摄指甲，她打算将舅舅实践翻译技能的过程拍成视频。到了超市以后，舅舅进去购物，静雯和屯公则因没有拍摄许可而干脆等在外面。虽然那位收银员看名字是泰国人，但屯公现在回想起来，结账时对方用的是正常的日语。聊到这里，舅舅恰好结完账出来，他一开口就是泰语。难道舅舅成功发动万能说课，掌握了泰语？静雯正准备将这激动人心的画面录下来，上一秒舅舅便垂头丧气地否认了。因为不想辜负观众的期待，他才念出了几句知道的泰语。静雯和屯公连忙开导舅舅。回到家后，舅舅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于和收银员对话时用的是日语。此外，泰语对舅舅来说过于陌生，他决定用熟悉的游戏来测试。接着，静雯和屯公便见舅舅蒙住眼睛，配合播放的画面，一句接一句念出了其中原创语的意思。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异常，舅舅所说的内容和提供的字幕一模一样。其实他并非在展示能力，而是在背诵翻译。这么做完全违背了主旨，而且就算翻译出游戏中出现的架空语言，也派不上用场。就在静雯教育舅舅时，屯公突然想起在学校有事，随便收拾了下就急匆匆地走了。静雯还在纳闷周六学校会有什么事，舅舅便已经有了头绪，而是观看记忆。他回想起来自己曾经突然听懂了陌生的语言，那或许就是发动了万能说课的缘故。至于说话对象嘛，不是人类，而是个魔物。然而静雯首先看到的还是舅舅被冒险者小队围攻的情节。画面快进到战斗结束，冒险者小队认出了舅舅便是越冬季上那个长相和实力都像怪物的男人。因为被舅舅消除了记忆，他们几乎重复了遍上次的对话，而且还重新做了遍自我介绍。舅舅又用了个不得了的假名黑木天魔，并且十分自然地问起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犹豫片刻，海利西亚道出了他们的委托任务，有魔物将前面的旧庙当作巢穴，并袭击了附近的村民。他们收到委托前去讨伐魔物，却拿他毫无办法。那是个成人大小的刺猬魔物，据说叫刺杀兽。舅舅一听便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同样是刺猬的索尼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杀他。舅舅直觉对方攻击人类或是有苦衷，莱加却坚持要将危害人类的魔物杀死，反正他们拿那只魔物束手无策。海利西亚倒是愿意和平解决，可他一表达出这种想法就被莱加吼了。这在舅舅坚持友好沟通时，魔物出现在身后，舅舅在看到他的瞬间愣住了。他和索尼克相差甚远，既不是蓝色，速度也非常慢。在这之后，舅舅与刺猬魔物开始了对话。舅舅质问他为什么要袭击人类，是因为被人类赶出栖息地，还是因为孩子出生了才四处警戒，又或是家人被杀之类的原因。舅舅不想杀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听懂他的回答。也就是在这时，他成功发动了技能，真的理解了这只魔物的语言。人类的肉很难吃，但是刺穿人类的游戏很开心。听到人类死前的惨叫，我很开心。我喜欢尽可能让人痛苦的死去。在他说出最后一句话的同时，舅舅发动了魔法炎黄歼灭。随着火红的凤凰在空中展翼，湿红色的火焰烧焦了前方一大片土地。舅舅总算明白了万能说课的发动条件，也许是迫切想和对方对话的强烈感情。在把魔物连同巢穴一起燃烧殆尽后，舅舅向他们问起了勇者的所在。就在莱加回答时，桌上传来了嗡嗡的响声。原来藤宫把手机落在了这里，这可是紧急事件，现代人离了手机就什么都做不了。最快的送手机方式自然是飞过去。于是静雯抓着舅舅的背包和他一起飞向藤宫的袋时，舅舅用魔法铺开一张空气的薄膜以避风，又将周围的光线扭曲，防止被人发现。此时天气晴朗，温度正好，静雯终于有了次愉悦的飞翔体验。他在心里梳理出万能说课的发动条件，恐怕是当面沟通和竭尽全力这两点。依照舅舅淡定的性格，在这个和平的现代社会，他真会遇到是要拼命的情况吗？当静雯对这点表示怀疑时，他们飞到了学校上空。在降落过程中，静雯看到了屯宫和搂着他的一名男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话继续，关注丹丹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哟。上一话说到，静雯和舅舅在空中看到藤宫被男的搂着肩膀，介于这是静雯自己的事情，舅舅不准备出手。静雯的打算是去确认对方是否震惊，
毕竟他把藤宫当朋友。虽然舅舅说了不出手，但在降罗前给静雯加了不少 buff。他不仅也静雯套上机敏之缠身力以提升敏捷，而且赐予他忍耐试炼之力来抵抗宜人热，甚至电话拜托精灵再贴了些加护。就这样，静雯从舅舅这里借来了能持续1小时左右的魔法。舅舅最后认真地问了静雯一个问题：假如那个男的是很正经的人，你要怎么做？静雯带着复杂的心情回答说：如果是正经人的话，那我就没有插手的余地了，人渣则要抹除。静雯就是带着这样的觉悟落到了地面。那俩人亲昵地聊着天，还说了些听起来很暧昧的话。静雯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遇到的便是这副情境。藤宫被他的突然出现和严肃神情吓得慌乱。静雯先把手机拿给藤宫，然后不动声色地看了那个男的一眼，眼前之人的面孔和声音与记忆中的某个人瞬间重合，接着一个名字脱口而出：小千秋。静雯认出他其实是藤宫的弟弟，脸上的严肃瞬间褪去，两人相认后顿时亲近了不少。几年不见，他们都长成了大人模样。不过小千秋今年还只是上小学4年级而已，舅舅也没料到现在的孩子发育的这么快。他望着这个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很是尴尬。小千秋这热情地告诉静雯，今天的计划是和藤宫在大学拍摄视频。目前他的油管视频已经突破了50播放。在他们聊天时，藤宫眼尖地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舅舅，然后就把舅舅这个在油管小有名气的主播介绍给了小千秋。舅舅淋上小千秋热切的目光，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努力挤出个标准的笑容，一本正经地介绍了自己，换来的却是小千秋瞬间黯淡下去的目光。小千秋既不知道舅舅的频道，也没听说过舅舅直播过的游戏。虽说舅舅的游戏视频曾被知名主播提起过，但他和对方不是朋友，更没见过面，舅舅反倒因装熟而道歉。后来舅舅又提议小千秋上网观看自己的视频，可惜被小千秋以手机流量不多为由婉拒。就这样，他扯到了一个舅舅不知道的新鲜词——流量。听到这里，一旁的静雯和藤宫也聊起了天。藤宫故意问静雯刚才为什么一脸严肃，静雯照实说出了把小千秋当做藤宫男朋友的乌龙。毕竟藤宫那么可爱，有男朋友也不奇怪。静雯有意无意说出的话巧妙取悦了藤宫。藤宫接着又问静雯刚才是不是想找她男朋友麻烦。静雯也如实说出担心，她害怕藤宫碰到渣男。藤宫听了之后既感动又好奇，如果对方真是渣男，静雯会怎么做？能打架吗？这时静雯用中指扶了扶眼镜，准备在藤宫面前露两手。她缩短了舅舅平时的吟唱，快速发动了魔法，便见他们周围出现了光圈，身体随之变得透明，旁边复制出2个避震的幻影。藤宫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静雯搂着，倏的一下消失在原地，闪现到了附近建筑物的顶层。虽然是向舅舅借来的魔法，静雯却操控得很熟练。其实他从很早以前就在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用魔法压制敌人，甚至想出了缩短吟唱时间的对策。这让藤宫不禁重新审视静雯当年常看奇幻轻小说的行为。在这之后，静雯还特地用易拉罐演示一遍缩短吟唱的魔法。据他估计，这种速度应该足够制服数个成年男性。他颇为满意，想把这个心得分享给舅舅。藤宫可不认为舅舅会这么做，他始终觉得太过得意忘形而过度使用魔法一定会遭报应。后来他们找了间空教室坐下，聊起一件往事。静雯记得当时他被高年级学生缠着不放，藤宫插手烦被打。然而藤宫记忆中可没有挨打的经历，于是静雯投影出了藤宫脑海里的那段回忆。藤宫面前的3个小男孩就是缠着静雯不放的高年级，他们试图用言语逼走低年级，从而霸占地盘。但面对藤宫时却没了底气，身体还在微微发抖。站在中间的男生壮着胆子打了下藤宫，却发现自己好像拍在了铜墙铁壁上，反作用力震得他手腕生疼。他按着疼痛之处泪流不止，没想到藤宫还准备回击，藤宫只是对着空气挥了挥壮实的拳头，就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他还没收回悬在空中的手，就见静雯关切地赶来。看样子静雯是把藤宫当成了受伤的一方，藤宫便故作柔弱地往地上一摔，果然骗到了单纯的静雯。往事真相浮出水面，静雯和藤宫脸上都写满了尴尬。藤宫借机数落静雯不仅错误判断情况，脑子还一文少跟进。但他不仅不会因此讨厌静雯，反而很高兴，因为无论是以前还是今天，正文都来救自己了。就在藤宫凑到静雯耳边说悄悄话时，恰好有人走进教室，目睹了这一幕。而且这人不是别人，偏偏是藤宫的高中同学小泽。他就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八怪一样，张大了嘴。刚打完招呼，小泽就悄悄抖露了藤宫的近况。他不仅打扮得漂亮了，而且暗地里还有不少追求者。小泽大概是想让这些事情成为两人感情的催化剂。然而静雯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消除那些追求者的记忆。他对男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印象之差一时难以改变。
没聊多久，藤宫就想起弟弟还在原地，因为有其他人在场，他只好推着静雯走楼梯下去。小泽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隐约有些担心。静雯和藤宫赶回去时，小千秋正解舅舅看自己拍摄的视频，他们讨论着视频选题，这就的想法听起来更有意思。后来藤宫把弟弟送回了家，自己又来到静雯家。静雯向他同步了万能收客的发动条件，应该是拼命的当面沟通。藤宫随即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舅舅回到这边后马上就能和日本精灵谈话了呢？舅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原来是想切断亲戚关系的静雯逼着他展现了魔法。藤宫试图教训静雯，却遭到了他的狡辩。后来话题又被引到勇者上，他们接着观看舅舅的记忆。按照莱家的说法，勇者早就站在舅舅面前了，便借艾莉西亚借来埃德加的重剑，老妖晃晃摆弄了一会儿，终于把剑插入镜面，以一种英气十足的姿势介绍了自己，他就是神圣勇者艾莉西亚·伊德路西亚。一辆哥布林驾驶的马车颠簸前行，傲娇精灵和梅贝露都被铐住手脚关在里面。梅贝露是早上在外面露宿时被抓的，通神剑应该还留在原地。傲娇精灵则是为了深入魔物巢穴才故意被抓。魔物大多有在巢穴里收藏道具的习性，傲娇精灵的目的就是从中寻找古代魔道具。他挣脱了镣铐，嘴角浮起一抹浅笑。梅贝露收起眼泪，陪着笑容使劲夸傲娇精灵漂亮聪明，是要抱上大腿。这番卖力讨好弄得傲娇精灵很不自在。就在他准备砍掉梅贝露的镣铐时，马车猛地一个急刹，车内的人和东西都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乱作一团。马车停稳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我来救你了，我既不是兽人，也不是哥布林，来人正是舅舅。”他粗暴的停车方式立马招致傲娇精灵的指责。原来舅舅听说有人被绑了，特地赶来救助，结果又遇上梅贝露和傲娇精灵。这一切过于巧合，令舅舅心生怀疑。梅贝露试图打消他的疑虑，便提醒说：“精灵虽然嘴上有诸多怨言，但基本上总会待在你的附近呢。”可惜还没等他点醒这颗榆木脑袋，傲娇精灵就堵住了梅贝露接下来的话。梅贝露是好识趣的闭嘴，然后叫舅舅帮忙打开镣铐。舅舅正好从哥布林身上搜到了钥匙，于是他蹲下身子，分开梅贝露的双腿，用手抓着脚踝，试图先打开其中一个镣环。舅舅认真尝试，梅贝露也十分配合，就是他们俩的姿势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傲娇精灵实在看不下去，黑着脸挥剑砍掉镣铐，锋利的剑刃几乎贴着他们身体扫过，好在无人受伤。听了舅舅的斥责，傲娇精灵才意识到自己做过火了，他的行为已经把梅贝露吓得退到了角落里。梅贝露蜷缩身体躲在里面，无论怎么哄都不愿出来。后来他甚至又钻进去了点。这便是舅舅以前与梅贝露和傲娇精灵之间的故事之一。看起来梅贝露的家里蹲症状愈加严重了。静雯倒是觉得这种动物系女生也很可爱。藤宫立即捕捉到关键信息，和将目光放在旁边的毛巾上。他趁静雯和舅舅聊天时，迅速叠好了猫耳。当静雯被叫回头时，看到的便是一只软萌可爱的藤宫。他不仅戴着猫耳，还魔法猫咪抬起圆乎乎的手。静雯看了眼，就急忙转身，捂住涨红的脸。这一切都被舅舅看在眼里。沙溢幻收到艾莉西亚借埃德加的长剑凹姿势介绍自己，还没帅几秒就被莱加敲头警告。莱加气势汹汹地强调不能往坚硬的地面插剑。而后艾莉西亚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了埃德加脸上极力忍耐的表情。他以前的剑被哥布林折断了，甘恩重新买了把能用的剑，就被艾莉西亚这般粗鲁对待。他摆了摆手，强装镇定。然而一看到卷曲的剑刃，他就再也无法保持冷静。埃德加的恶魔粉碎者恶事就这样坏了。艾蒂西亚自知闯下大祸，立即跪地磕头向他道歉。他完全没了自我介绍时的威风，作为神圣勇者的形象也一落千丈。接着他们之间沉重的气氛被舅舅的提问打破：“你们在越冬节时就已经是勇者了吗？”舅舅随即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原来他们只是刚开始冒险不到半年的冒险者，成为勇者也不过是1个月前的事。这里面疑点重重，舅舅干脆重犯了艾莉西亚的记忆。大约在1个月前，他们出席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台上的男人无遗余力地夸大他们讨伐哥布林的功绩，向众人宣告勇者的诞生。然后民众也配合地发出此起彼伏的呼声。海德加只想尽快回去，并不理会这些吹捧，却还是被他们当作谦虚的山入杀手。莱加由于缺失记忆而不愿认下这份不明不白的功绩，但也不可避免地被扣上忘我的狂战士之名。这个时候艾莉西亚成了突破口，她傻傻地回应了句一切皆是神的指引，而后就被自然而然当成了神域的勇者。静雯和藤宫看着屏幕里的屏幕，恍然大悟，舅舅干掉哥布林军团的成果变成了艾莉西亚小队的功绩。
于是他们就被王国当成勇者吹捧了。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熟悉的一幕再次发生。艾莉西亚又向舅舅提起了重构封印都市结界之事。静文和藤宫已经不抱期望，事情却出现了转机。艾莉西亚突然改口否认了原先认定的事实，她把舅舅当成和她一样被不必要的声誉所困扰之人，便做出了替舅舅保守秘密的承诺。这都愿意相信他而松开了准备施法的手。金门和藤宫顿时松了口气。后来他们简单祭拜了被刺猬魔物袭击的死者。就这样，舅舅和神圣勇者闪耀十字金的艾莉西亚一行人共同行动了一段时间。看到这里，舅舅说了句题外话：异世界里偶尔也会有英语出现，但是异世界里东方大陆的语言经过翻译变成了舅舅所知道的英语，就好像用外来语念出来会更帅气一样。舅舅立马活学活用，不过用的一言难尽。话说回来，舅舅听他们提起讨伐哥布林的任务，才知道他不仅把山路毁了，还把山上废弃的古祠也一起砍了。破坏的越多，分数越高的规则可不适用于这里。后来他们照着图纸来到了深暗迷宫入口处，舅舅眼中平平无奇的地下城却是他们心中值得挑战的存在。他们从小就约好了来这里冒险，但深暗迷宫是 A 等级的高难度地下城，如果不是被授予勇者称号，他们作为新手冒险者是没有探索许可的。接着舅舅放出艾莉西亚小时候的记忆，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那时艾莉西亚的闪耀魔杖在玩耍中被折断了，艾德加和莱加为了哄她，便定下了长大后去深爱迷宫拿魔杖的约定。然而艾莉西亚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还是吵着闹着就要手里的闪耀魔杖。观看这段黑历史时，艾蒂西亚的注意力全在缩小版的莱加和艾德加身上，然后果然又被他们敲了敲脑袋。艾蒂西亚十分怀念以前他们俩像鸡仔一样蹲在身后的感觉，然而实际上那是莱加和艾德加在照看艾莉西亚这个爱涉险的姐姐。三人吵闹了一会儿才想起正事，他们拒绝了舅舅的帮助，信心十足地进了迷宫。没过多久，里面就传出他们慌乱的喊叫声，不过是舅舅喝了杯茶的功夫，他们就狼狈地出来了。艾德加和莱加身上遍布伤痕，艾莉西亚跟在后面不敢停下手中的回复魔法。吃过一次亏后，艾莉西亚他们终于乖乖接受了舅舅的帮助。再次进入迷宫时，他们的身体和衣服都被回复魔法修复好了。据他们所说，只要是生物素材做的衣服就能和身体一起恢复，因为赐予他们神圣魔导士力量的神掌管着生命和灵魂等与生物相关的所有事物。高级的神圣魔法甚至能通过替换素材来修复铁质武器。就在这时，舅舅打断了艾莉西亚的解释，并让他们停下脚步。他用魔法大地巡查，探查了前方情况，便见一扇隐藏门出现在探查范围内。在其他人诧异的目光中，舅舅走到门前，用魔法拉开内侧门栓，轻而易举地从外侧打开了门。他们沿着狭长的通道来到一个宽阔的房间，房间中央悬浮着一根漂亮的魔杖，真正的入口外有全副武装的战士把守。舅舅取向魔杖递给艾莉西亚，这本是方便冒险者们通关后从终点回到起点的捷径，却反被舅舅利用而成了攻略迷宫的快捷方式。他们垂头望着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魔杖，脸上却没有半点喜悦。意识到错误的舅舅当机立断，准备消除记忆。艾蒂西亚眼睁睁看着2名同伴倒在自己身边，还没问明白舅舅为什么这么做，就也失去了意识。同样想不通的还有静文和藤宫。其实舅舅只是想让他们通过正常方式攻略地下城拿到装备而已。虽说是有效的补救措施，但随意消除他人记忆的做法确实不妥。就像按下游戏重启键一样，舅舅把他们3个拖回了迷宫起点。接下来他们按照正常的方式攻略了地下城，然后又回到了那个房间。这次艾蒂西亚自己爬上高台拿到了魔杖。走出迷宫后，他兴奋地跟莱加和艾德加分享这份喜悦。静文和藤宫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然而这时舅舅又对艾蒂西亚伸出了邪恶的右手，他们急忙让舅舅按下暂停键，并质问他为什么又要消除记忆。舅舅用游戏经历作为例子表达了那时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舅舅觉得真结局应该是只靠3人的力量通关地下城。接着舅舅的记忆继续播放，艾蒂西亚正在赞叹闪耀动人的魔杖，完全感受不到身后逼近的危险。只见艾莉西亚抱着魔杖向帮助自己的伙伴们道谢，他逐个叫到了艾德加和莱加，最后还不忘补上黑木的名字。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舅舅停下了动作。艾莉西亚的话如同阳光照进了舅舅心里，改变了他的想法。或许4个人齐心协力攻克难关也是不错的结局。就这样，这天共同冒险的记忆永远留在了他们心中。后来舅舅像是想到了什么而转身离开，他称自己要去王都处理些琐事。至于讨伐刺杀兽的报酬，舅舅也不担心他们私吞。最后艾莉西亚给了舅舅3张回复咒符，
虽然不是贵重物品，却也是他花费功夫制作的道具。于是舅舅收下了艾丽西亚的心意，转身走向远处。在他们啰嗦的道别声中，舅舅只是简单挥了挥手，望着舅舅潇洒离去的背影，莱加不禁感叹他的冷静。埃德加还猜想舅舅一定经历过不得了的修罗场，艾丽西亚倒是想让他们学学舅舅的冷静之处。后来这三人又因为小事恢复了争吵的常态，他们的吵闹声在风中逐渐远去。至此，舅舅和他们三人之间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经文和藤宫还在回味舅舅刚才帅气的冷静，便见舅舅翻出一张游戏碟，将他的冷静归功于这款游戏。经文和藤宫只好硬着头皮敷衍了一下。随后藤宫接了个电话，舅舅则边抱怨游戏设定边打开了游戏机。这次游戏机跟闹脾气似的，没有正常启动游戏。搜索结果显示，这种情况似乎是游戏机长期老化，读光碟的光头变得不敏感所致。舅舅听完再难保持冷静，瞬间破防了。舅舅一听静文要自己动手修理游戏机，眉毛瞬间拧成了个八字。在他看来，世家土星可是人类睿智的结晶，正文怎么修得好这种超机密机械？但静文觉得只要照着网上的教程做就能修好。此时聊完电话回来的藤宫也表示自己就跟着网上写的方法换好了电瓶车的电瓶。舅舅的世界观瞬间崩塌，他实在无法相信藤宫那么年轻就能修理电瓶车了。而且更让他吃惊的是，藤宫修理电瓶车的事情发生在初中。接下来静文取出一把螺丝刀，他准备按照教程调整读取光碟的激光头的功率螺丝。一旁的舅舅看到楚维修员外请勿打开的标签更加不完，他毕竟是把世家土星当成老婆的人。在静文打开游戏机的瞬间，他就害羞地捂住了脸，便又忍不住松开。他紧张地吞了吞苦水，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在看清楚内部构造后，舅舅激动地向静文和藤宫科普当时世家土星 CPU 的领先程度。他明明连 CPU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却还在津津乐道。然后静文找到了激光头螺丝的位置，他用螺丝刀鼓捣了几下，就顺利修好了游戏机。舅舅的快乐就这样回来了。尽管如此，舅舅还是纳闷游戏机突然故障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的阳光格外耀眼，屋内热得像个蒸笼，家里偏偏连空调都没有，只有一台电风扇。藤宫已经好久没有体会过这样炎热的夏天了。舅舅随即发现了不对劲之处，在他那个年代，初高中的教室里还没装上电风扇，现在的教室却连空调都安排上了。这是近年来夏天持续升高的温度所致。这就难得提起游戏以外的话题，藤宫便顺势聊起了90年代老师体罚学生的传闻。当时体罚确实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存在，不像现在只要拍下体罚视频就会立刻开除涉事教师。可惜无论怎么改变，本质都没有区别。现在的老师虽不能动手，但会使劲骂学生。静文没想到话题会引到伤心处，他聊得都快自闭了。初三时父母离婚又搬家，发生了很多他不愿提起的事。他现在迫切地想沉浸在异世界的故事里来逃避现实。于是舅舅开始播放他去王都之后的记忆。舅舅靠徒步和运货马车抵达了王都，那已经是和艾丽西亚他们分开1个月后的事了。为了保存实力以备不时之需，舅舅不得不放弃会过度消耗精灵力量的飞行魔法。事实证明，舅舅未雨绸缪是对的。他乘坐马车刚进入王都领土，就被士兵当成邪恶的兽人攻击了。好消息是，还没开始调查，便有人将情报送上门来。舅舅擒住队长通过记忆走查，直接从他脑子里获得了想要的信息。拥有勇者任命权的组织是教会，推荐者中的带头人是泽尔尼甘斯基，他正和司令部的军队总司令官进行密会。在这之后，舅舅便用疾风驱送逃逸了现场。等他们的队长从地上爬起来时，舅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队长赶紧下令调兵，以加强司令部的兵力。这份强大的实力使他们立刻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甚至要出动那位大人。根据队长的判断，马克菲尔德司令官已经成了目标。此时静文和藤宫满脑子疑惑，正等着舅舅来答疑。原来舅舅去王都是为了艾伊西亚他们，因为被赐予了明显和实力不相称的称号，他们险些在高难度迷宫丧命。舅舅为了消除误会而来，但他如同反派的行为反而引起了更大的误会。现在王都内已经拉响了魔物入侵的警报，在王国军中央军事设施司令部，艾蒂西亚一行人的名字被再次提起。副官详细汇报了他们3人的动向。据他所说，艾蒂西亚一行在领取讨伐刺杀兽的报酬后再无活动痕迹。办公桌前以手撑着下巴的男人由此判断，他们或许放弃了冒险，转而开始做安全的攒钱任务。这个男人就是王国军总司令官马克菲尔德。他对艾莉西亚一行的安全处境极为失望。对面的男人也毫不在意他们的生死。泽尔尼冈作为主教，更关心新大圣堂的建造费用。等到勇者陷入死亡般的绝境，
财务大臣不得不增加军费时，马克菲尔德会将预算的1成通过军人遗孀捐赠也教会，以实现他们之前达成的约定。泽尔尼冈狡黠一笑，向马克菲尔德表达了谢意。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舅舅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马克菲尔德身后，还抓住了他的脑袋。听了刚才的对话，舅舅已经明白了一大半。现在看来，作为一切事情的开端，讨伐哥布林的任务也有蹊跷。于是舅舅将司令官脑海中那天晚上的记忆投成了影像。那天副官汇报的哥布林数量高达5万，而村庄里的兵力只有民兵团和3位新手冒险者。在战力悬殊的情况下，马克菲尔德要求副官向那3名冒险者传达只有10只哥布林的错误信息，并让他们去村外讨伐。摆明了就是要牺牲他们，换取时间，以帮助村民避难并加强村庄防守。马克菲尔德还让副官顺便叫上变龙魔法师，他无视副官的提醒，坚持这么安排。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就此浮出水面。海蒂西亚一行早就成了废弃的棋子，马克菲尔德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他甩开舅舅的手，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他们是自愿赌上性命成为冒险者的。屏幕外的静雯和藤宫被这人气得要死，舅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虽然他们确实是自愿赌上性命成为冒险者的，但通过欺骗数量使他们去送死的行为，无疑是对赴死之人灵魂的亵渎。更加不可饶恕的是，在他们侥幸存活后，又想让他们牺牲以增加军费。听完舅舅这番话，静雯犹如醍醐灌顶，不由得感叹现代伦理观之强大。对于人权意识落后的异世界人而言，用现代高度人道的伦理观加以批判，就能单方面辩倒对方。静雯脑中甚至浮现出了资定官哑口无言的模样，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接下来舅舅打脸司定官的画面。然而关键时刻，舅舅突然犯了口吃。当时舅舅还是连兼职都没做过的20出头的小青年，对上这种身居高位的编制员工，自然说不出什么话来。即使后来当上主播，舅舅也在网络对线中落于下风。就在这时，增援部队推门而入，马克菲尔德随即下令逮捕舅舅。舅舅又岂会原地等死，便见他使用了肉身变形的最高级魔法，变成了他所知道的最强生物来打开局面。于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马克菲尔德虽然没有因突然的变故而自乱阵脚，却被变身后的舅舅实实在在咕了一巴掌，脸上被打之处微微肿起。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不在现场的都沉默了。舅舅适时介绍说，他变身的对象是初二班主任田渊，一位说教能力堪称怪物的老师。便见田渊老师话还没说，就接连打了马克菲尔德几个耳光，打得他无话可说，恐怖的压制力于此可见一斑。在下一个巴掌会笑前，副官挡在了他们中间，试图替马克菲尔德开脱罪责，说明欺骗并牺牲冒险者的无奈。原来在11年前，副官的故乡曾被同等规模的哥布林大军袭击过，那时小看事态发展的军队上层耽搁了战机，导致村庄毁灭。此后司令官便下定决心不让悲剧重演，于是他这次才决定牺牲冒险者，以保证调兵时间充足。副官话还没说完，就和马克菲尔德一起接下了耳光。田园老师从头到尾都是那句意义不明的话，这可怕的舌战实力不愧是那个年代的教师。后来马克菲尔德说出了他必须增加军费预算的苦衷。随着魔炎龙和魔毒龙这2只魔龙相继被打倒，魔物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由此引发了哥布林军团的大异动。他口中破坏世界平衡的神秘分子就是舅舅。这话一出，就连田园老师也有所动摇。就在这时，一股凛冽的寒气窜入了室内。那位大人洞神的睡美人梅贝露登场了，他的到来鼓舞了士气，成了他们获胜的希望。只可惜舅舅变回原貌，朝梅贝露打了个招呼，洞神剑上覆盖的寒冰就开始化了，梅贝露本人则失去了战意。沙溢话说到，洞神剑上的寒冰融化，露出了小巧的剑身。现场马上有士兵怀疑洞神剑的战斗力，但随即有人给出了专业解释，覆盖洞神剑的冰刃只是封印和保护剑的冰覆防护形态，这剑本体虽小，性能却十分可怕。梅贝露循着声音回头望去，便见到名士兵拿出了一本在商业街爆火的书《冰之一族的一切高贵的血统与使命》，上面详细记载了洞神剑的资料，为梅贝露的母亲所撰写。梅贝露一想到和年轻男人私奔的妈妈还靠贩卖冰之一族的秘密大赚了一笔，眼泪便夺眶而出，洞神剑也重新结上了冰。这时静雯感到照进室内的阳光特别刺眼，随即让舅舅暂停播放，自己起身拉上了窗帘。藤宫诧异地看向窗外，并不觉得阳光有那么耀眼。画面继续播放，舅舅和梅贝露相对而立，两人几乎同时使出了魔法。一阵强光过后，屏幕上便出现了两人激烈厮杀的画面，利刃相撞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
锋芒相碰，仿佛在空中炸开了巨浪。两人动作之快，一瞬间便拉出了几个残影。静雯和藤宫由此认识到了异世界的残酷之处，即使是消除了隔阂的两人，一旦立场改变，依旧要相互厮杀。然而实际上，真正的舅舅和梅贝露正躲在角落里，那两个人则是用冰做出的幻想。当时舅舅看到梅贝露要做的动作，立即进行了模仿。现在梅贝露正抱腿坐在舅舅旁边，偏过脑袋望着他。闲聊几句后，梅贝露语出惊人，身为啃老族的他，居然当上了王国的正规骑士，也就是说，他拥有了一份带工资奖金和五险一金的正规工作。就在静雯和藤宫都替他高兴时，梅贝露开始得意忘形。和这份工作比，冒险者的工作根本是垃圾啊！他脸上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得意与骄傲。不知不觉间，舅舅对梅贝露用上了敬语。梅贝露十分痛快地交代了自己成为骑士的过程。他披着野兽之袍入树时，被巡逻的王国骑士当作野兽狩猎。以兵刃回击后，他的实力得到了认可。同样都是被人狩猎的情况，出身民族的梅贝露却因祸得福，当上了骑士。后来，舅舅指着眼前的闹剧，把话题拉了回来。梅贝露设定的结局是他赢得了战斗，舅舅改过自新，成为他的部下。这样一来，梅贝露能涨工资，舅舅也能成为正规骑士。真亏他能想出这种一箭双雕的做法。然而，舅舅是不可能在比试中放水的。如果当成游戏的话，那更需要认真对待了。输点梅贝露2回的舅舅心里燃起了胜负欲，梅贝露却没有和舅舅打架的念头。毕竟舅舅可是打倒了魔炎龙的人，他现在被舅舅逼至墙边，无路可退。为了激起梅贝露的斗志，舅舅甚至暴露了自己的攻击方式。但接下来他就开始一丝不苟地分析梅贝露的打法，口中念念有词，渐渐进入了忘我的状态。这时委屈涌上梅贝露的心头，为什么那么想打倒我？你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小梅贝露可爱吗？舅舅这时才回过神来，意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梅贝露还没来得及高兴，他们就被发现了。马克菲尔德带着手下来到他们身边，原来是舅舅努力创造的幻象露出了破绽。联系梅贝露之前衣衫褴褛露宿野外的疑点，马克菲尔德腿短，他是打入王都内部的间谍，并和邪恶的兽人是同伙。因为无法给出使人信服的合理解释，梅贝露被当场开除。就在这时，梅贝露脑袋上出现了一道魔法的痕迹，他不仅双眼失去神采，还直接无视了马克菲尔德的责问，而后就像编了个人似的，突然回头向舅舅挥了一剑。失手后，他随即展开第二形态防卫兵刃，向前射出冰棱。舅舅果然如预想的那样快速回避，事后的士兵却来不及闪躲，正面吃下了攻击。梅贝露骤然停下动作，仿佛在积蓄能量，等待下一次爆发。这时舅舅余光瞥到一名重伤倒地的士兵，便不假思索地挪到旁边，在他的伤口附近贴了个东西。紧接着舅舅使出魔法暗箭显现，在手中生成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剑后，径直冲向梅贝露，仅一击就切断了某种肉眼不可视之物。梅贝露的兵刃随之瓦解，他那坏散的目光顿时有了焦点，但脑子里对刚才所做之事一片空白。舅舅早就敏锐地察觉到有人用神圣魔法把自己的意识连接上梅贝露的灵魂，从而操纵了他的行动。剑指之人便是幕后黑手主教泽尔尼冈。此时他的身体还没从魔法被切断带来的冲击中缓过来，内心已经认定舅舅是能使用暗魔法操纵不可视世界的黑暗兽人。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不过就是事情败露后杀人灭口罢了。然而舅舅却受陈旧剧情的影响，把主教当成了好色之徒。就在他们因为梅贝露而吵得不可开交时，马克菲尔德查看了那名倒地士兵的伤势，结果看到伤口正在回复咒符的帮助下修复。他心知这是舅舅所为，对他生出几分感激。恰好这时舅舅在淫乱主教的刺激下觉醒了嘴炮技能，他的话使马克菲尔德不禁反思，事情是否到了不弄脏手就无法保卫国家的地步？求助身边的同伴又能做到何种程度？副官瞅准时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收手吧，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吧。周围的其他士兵也说出了平时不敢说的话。在他们的百般劝说下，马克菲尔德攥紧了拳头。他觉得事已至此，就算想收手也来不及了。好在舅舅变成田园老师踢出了临门一脚，让马克菲尔德下定决心和主教划清界限。事情既已解决，舅舅便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在准备离开前，他给马克菲尔德留下承诺：倘若有威胁逼近，就向虚空呼唤我的名字吧，精灵会传达给我的。马克菲尔德先礼貌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轮到舅舅时，他本想收个充满恶趣味的假名，幸亏有梅贝露在场，为了避免穿帮，他才用回沃尔夫·甘布拉德的名字。主教眼见自己被抛弃，上前理论，结果被副官张少糊弄了过去。主教恼羞成怒，他实在难以理解他们选择兽人的决定。为了给他露两手，舅舅再次施展了变身魔法，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次他变成了魔岩龙，直接把主教吓趴了。最后，舅舅忠告马克菲尔德，以后遇到艾莉西亚一行人坦白道歉即可。说完这话，舅舅便以魔岩龙的姿态直接飞走了。至此，舅舅结束了王都之旅。这回静文和童宫罕见的拥有了良好的观看体验。他们还以为在和艾莉西亚小队一起行动时，舅舅学到了相信同伴的道理，但他们很快失望地发现，这个人生经验舅舅也是从游戏中得来的。总的来说，除了梅贝路被解雇这一点，这趟王都之行堪称完美。接下来，舅舅撤走了光幕，窗外的阳光唯独刺得静文睁不开眼。静文的皮肤上还莫名其妙长出了恐龙鳞片，问题竟是出在静文之前缩短吟唱的做法上。按照舅舅的说法，一上来就颐指气使地对小听尼们说尽量给我快点等类似的话，就会出现反作用。风之精灵的反作用是吹飞，光之精灵是炫目，容貌精灵则会将人体变成亚龙人类。静文听完解释，放弃了挣扎，接受了即将变成恐龙的事实，甚至想拍下视频上传到油管，增加频道播放量。藤宫因担心静文而流泪，好在有舅舅安慰，但不得不说，这个安慰方式有些特别。便见舅舅应异世界语吟唱咒文和使出变身魔法，他补上解释说，只要是对自己使用的魔法，日语和异世界语都能生效。藤宫眼看静文和舅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恐龙，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尴尬的世界完成了。2018年8月，日本各地均突破了观测史上的最高气温。于是藤宫提着冷藏箱进来时看到的便是舅舅和静文汗流浃背地趴在桌上的模样。直到发现藤宫带了冰淇淋，他们才突然打起了精神。冷藏箱里还冻着藤宫爸爸和千秋钓的鱼。静文和舅舅埋头吃了冰淇淋，则是附带的东西。他们吃完冰淇淋又重新趴了回去。藤宫用看傻子的目光看着舅舅，使用冰之魔法，屋里不就凉快了吗？舅舅呼出一口热气，茅塞顿开，托藤宫和冰之小精灵的福，他们终于吹上了冷气。藤宫不禁怀疑他们俩的脑子都被高温烧坏了。仔细想想，炎热不是唯一的原因。他们之前当了约1小时的恐龙，现在尚未回归人类的思考方式。话说回来，开空调才是现代社会对抗灾难及酷暑的正经手段。因此，藤宫建议舅舅和静文买台空调，奈何他们缺少经费。又因为舅舅讨厌变身，拒绝变成精灵直播，所以他们只能录制其他内容来赚钱。藤宫灵机一动，提议直接把激励精灵放出的影像原封不动的上传。毕竟那些真实且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比用手机简单拍摄的短片好看多了。但他的提议马上遭到了静文的强烈反对。为了说明这么做的严重后果，静文让舅舅把他想象的画面播了出来，以舅舅从怪物手中救下姐弟3人的事件为例。按静文网上冲浪多年的经验来看，如果不做处理，就将那些血腥暴力的画面上传网络，必然会招致网友的强烈谴责甚至唾骂。于是他们果断放弃了这种方式。问题回到了原点，新视频该拍什么，舅舅还能拜托小精灵做些什么？想着想着，藤宫就对小精灵的本质产生了疑问。静文眼中的小精灵是外表美丽的女性，然而实际上，舅舅口中的小精灵不过是现象或概念本身的集合思想。大概是万能说课使他听到了这类东西的声音，并接收传递过来的信息。舅舅解释完，还撩起头发演示了下过程。静文和藤宫既惊讶又担忧，经常和这么抽象的东西对话，舅舅的精神还正常吗？舅舅现在的模样便是最好的回答。在这之后，舅舅冷不丁地吐出个词牛头，逼向静文和藤宫表达了购买他的欲望。接着，静文就在网上搜索到了500万日元一整头的高级和牛。这个他们显然买不起的东西，竟是支付野冰之小精灵的代价及冷气费。原来请精灵做异乎寻常的麻烦工作，需要伴手礼和问候。具体来说，就是搭建祭坛，奉上牛头。如果不这么做，精灵表示会将地球上的所有平原冻结10年。静文和藤宫的心情前所未有的沉重，毕竟全人类就要毁在他们手上了。舅舅倒是比较淡定，还有烤鱼做饭的心思。在打开冰箱时，他仿佛又听到了冰之小精灵的声音。在他和精灵恭敬的对话时，静文和藤宫也紧张地竖起了耳朵。幸亏最后他们等来的是好消息，冰之小精灵允许他们用鱼头代替牛头。舅舅估计这是因为小精灵对牛和鱼还有人类只有粗略的认知。和这点相比，舅舅的冷静更照他们惊讶。舅舅想了想，又将他的冷静归功于游戏经历。要知道，在90年代左右，台东大部分横版射击游戏都以人类即将灭绝作为背景设定，地球都灭亡好几次了。后来他们搭建了个简易的祭坛，给冰之小精灵奉上了鱼头。舅舅居然被生鱼头馋得流下了口水，他一不留神又变回了恐龙的行为模式。静文也懂这种想吃生肉的感觉，藤宫不由得想起了他们变成恐龙的场景。当时他误以为静文变不回来了，缩到桌下抱头痛哭。
静雯为让他担心而感到抱歉，舅舅也因没做解释害藤宫误会而道歉。但是舅舅担心静雯独自变成恐龙会很寂寞，也就马上变成恐龙来陪他。静雯看到有同伴后，心情果然轻松了不少。他怂恿藤宫也去体验那种奇妙的感觉，结果被他一口回绝。话说回来，如果变身时间过长，自我就会被变身后的姿态一直禁锢，而难以变回原形。舅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个副作用的存在。现在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保持了一整个月龙形态的舅舅，他因为精神被魔炎龙的思考模式所支配而无法变回人形。不过就算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舅舅恐怕还是会冒着风险变成龙，帅气的飞走。那么问题来了，舅舅是如何恢复原样的？这还要从他喝岩浆时被神秘人袭击说起。那人从间隙中拔出一把长剑，在与魔炎龙对战时毫不慌张，抓住机会就用剑击中了魔炎龙的头部。他嘴上责怪舅舅变身成魔炎龙在王都惹下了大麻烦，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温柔。其实这个神秘人不是别人，就是傲娇精灵。这之后的故事将在下一卷讲述，接下来是番外，敬请期待。这一天，河边出现了疑似被河鱼传染上寄生型魔物的受害者，这就凑过去看了眼那人肚子上的惨状，忍不住犯恶心。他不禁担心同住这里的傲娇精灵和梅贝露。现在这个时候，梅贝露还在房间里睡觉，傲娇精灵则在旁边阅读书籍，以深入了解冰之一族。就在这时，舅舅用魔法从里面拉开了门栓，捂着肚子推门而入。他一进来，二话不说就掀起被子拽出了梅贝露。他脱下围巾盖在梅贝露身上，梅贝露刚迷迷糊糊的醒来，就发现裙子被舅舅拉了上去。原来舅舅是在确认她的腹部有没有出现感染征兆。检查完梅贝露的情况，舅舅又将目光放在了傲娇精灵身上。傲娇精灵十分抗拒地告诉舅舅自己没事，然后舅舅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判断。他的区别对待自然引起了梅贝露的抗议。舅舅野出的理由是在事态紧急时，精灵对状况的判断是可以信赖的。被信任的喜悦涌上傲娇精灵的心头。在他高兴时，刚才提出抗议的梅贝露也没放弃，以防万一，舅舅还是查看了傲娇精灵的腹部。梅贝露望着眼前的一幕，露出个得逞的笑容，随即被傲娇精灵抓着脸揪了起来。傲娇精灵收拾完梅贝露，正想教育舅舅一顿，但他一转身便看到舅舅身上出现了感染症状，他不停咳嗽，肚子里好像有东西在挠。因为画面过于恶心，在基文和藤宫的要求下，舅舅直接跳到了1个月后他恢复健康的场景。舅舅染病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正好到了午餐时间，看到鱼，他们就联想到了寄生型魔物，意外反感，所以他们把午餐从鱼换成了披萨。善意话说道，在舅舅无法从巨龙变回人类时，傲娇精灵出现了。他正面迎上舅舅喷出的魔炎，在抵御攻击时，他感受到了舅舅和正牌货之间的明显差距。话说回来，这还是静雯和藤宫第一次看到有模有样的异世界战斗。之前的战斗大部分不是舅舅被吊起来打，就是舅舅秒杀对手。说快间，下一方魔炎蓄势待发，但舅舅不仅没打中傲娇精灵，反而还给了他接近的机会。哈周精灵便是趁此机会把舅舅打得嗷嗷叫。他追着从空中坠落的舅舅俯冲而下，温柔地看着舅舅说道：“笨蛋，你呀，当个兽人就够了。”他的发饰紧紧贴在舅舅的额头上，很快便解除了魔炎龙的思考模式对舅舅的精神控制。这就变回人形后，整只傲娇精灵柔软的大腿陷入了酣睡。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哈周精灵注视着舅舅的睡颜，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贪心的俯身吸了吸舅舅身上的气味，这一幕刚好被一群不速之客撞见了。傲娇精灵放下舅舅，起身做出预备拔剑的姿势。他所戒备的领头之人是雷格法尔根商会董事哈根·雷格法尔根。他听到兽人变身巨龙的传闻，便召集佣兵前来狩猎，没想到居然慢了一步。他庆幸遇上的精灵是老顾客，他愿意以报酬换取活兽人。当然，酬金跟傲娇精灵的贷款相比，杯水车薪。傲娇精灵闻言，戴着戒指的左手抽动了一下。他明白哈根的意图，无非是想用这笔巨额贷款逼迫自己乖乖交出兽人，但他没有让步，反而做出漂亮的回击。你身为商会董事，不应该更加稳重一些吗？哈根不甘示弱，随即阴阳怪气地抖出傲娇精灵的隐藏身份——埃尔加王族的千金，而且让佣兵将公主欠钱之事当作名言警句记下。看到这里，静雯和藤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从没设想过傲娇精灵会是王族公主。和他们的惊讶相比，这就显得一脸淡定。毕竟游戏里出现王族角色是很常见的事。接下来，做足了背景调查的哈根故意称呼傲娇精灵为公主。傲娇精灵眼中闪过几分遮掩不住的厌恶。没想到哈根的手下更过分，他们对傲娇精灵的羞辱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叫傲娇精灵无法忍受。在他拔剑的瞬间，哈根迅速从怀里掏出一张咒符，
受哈根手里这张暗之盟约咒符的束缚，傲娇精灵无法对他们使用暴力。他用自己做担保借钱的结果只有2个，要么还清贷款重获自由，要么逾期滞纳成为哈根的所有物。因此哈根狠狠嘲笑了傲娇精灵的轻率，他在脑中幻想着以精灵王族联姻后壮大商会的未来。就在他洋洋自得时，舅舅挥下暗剑砍断了他们之间的借款盟约，哈根手中的暗之盟约咒符顿时化为灰烬。虽然没完全搞清楚状况，但舅舅知道帮助他变回正常的是傲娇精灵，所以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清这份人情。等舅舅走远了，傲娇精灵才反应过来，他追上去抓着舅舅的肩膀不放，但舅舅现在恰好十分抗拒身体接触，这副1个月没洗澡的身体连他本人都受不了。傲娇精灵却说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他早就在舅舅睡觉时闻了一遍。他下意识说出口的话暴露出一个不得了的事实，他急忙解释说并不是因为喜欢才去闻味道，只是在报纸绞杀时闻到的打。这种自欺欺人的借口也就只有舅舅会想醒了。这时哈根还沉浸在幻想破灭的悲伤中，他想不明白兽人为什么会帮傲娇精灵，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明明是悲愤之下脱口而出的正经问题，傲娇精灵却被问红了脸。接着一个略带兴奋的声音从佣兵后方响起，在舅舅解除血盟后，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就盯上了傲娇精灵。这人便是巨兽猎人多尔多尔。他抱着狩猎巨龙的兴致而来，却遇上了闹剧，非要在傲娇精灵身上找点乐子才能平复烦躁的心情。其他佣兵也大言不惭地叫嚣着要给傲娇精灵教训。场上的形势让哈根精神一振，他和傲娇精灵相继放出狠话，恶战一触即发。舅舅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上前，趁众人蒙圈之际，给哈根的左手无名指戴上了一枚千星石戒指。哈根脸上写满了被雄性兽人求婚后的一言难尽，随后又因舅舅身后传来的一股强烈恨意而陷入恐慌。这份强烈的恨意便来自傲娇精灵，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脚下地面的裂隙逐渐加深。哈根被这不断上涨的怒气值吓得瘫坐在地。静雯和童空看了也在心里直呼可怕，舅舅却毫无反应。没过多久，周围的地面开始崩塌，碎裂的石块相继往下滑落，情况危急。哈根被巨兽猎人拎着，和佣兵们一起往后撤。傲娇精灵回过神，刚想使用天舞机动飞起来，就被舅舅转身抱住，扁人一起往下摔去。留在上面的佣兵们无奈地望着下面的泥沼，正想着下去解决傲娇精灵的对策，他们的老板却早把心思放在了他处。尴尬的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往下摘，手上的戒指都纹丝不动。手下们见状纷纷道了声恭喜。后来哈根终于骂骂咧咧地带着其他人走了。舅舅问起傲娇精灵欠下巨额贷款的原因，这才知道他想赎回戒指，但之前用戒指换来的钱根本不够。事到如今，傲娇精灵也没想向舅舅解释自己的做法，他带着几分委屈和怨恨看着舅舅，想先堵住他的责备，却听到舅舅这个笨蛋兽人真挚的赞美：“你根本没必要穿戴贵金属饰品吧？你本来就足够漂亮了吧？”傲娇精灵随即沉默了一会儿，他忍不住靠近，想抚摸舅舅的脸庞，却摸到满手污泥。一想到现在他们俩都是浑身泥巴的样子，傲娇精灵就马上释然地笑了。太阳从悬崖顶上爬出来，金色的光辉洒在他们身上。这一刻，舅舅不是兽人，他也不是精灵。傲娇精灵沉浸在这种温馨的氛围里，舅舅却在为身上的污泥发愁。傲娇精灵起身指了个方向，往那边走就能找到温泉。即使到了异世界，舅舅也把每间泡澡当成平常事。当他听说傲娇精灵能1个月不洗澡时，突然露出了一个极为嫌弃的表情。正是这个表情惹恼了傲娇精灵，舅舅毫无自知之明，反过来责怪他的暴力行为。话说回来，室温不知不觉就涨到了10°C左右。明明刚才还是令人汗流浃背的酷暑，现在他们就不得不缩进被子里，还被冻得直发抖。尽管如此，静雯也不敢开窗，或许稍有不慎就会惹怒冰之小精灵和使人类灭亡。岑公再次意识到买空调才是唯一正道，他愿意出些钱，但舅舅碍于油管主播的尊严和不愿接受他的帮助。这时静雯提出用暗之剑斩断冷气的建议，然而那个魔法的实际效果和他想象中的有所出入。为了演示说明，舅舅借来静雯的手机，他召唤出暗剑在手机前挥动了一下，然后就把移动数据和无线网络切断了。实际上暗之剑能切断的是类似魔法或电波的力之流。接着舅舅又想试试切断被他当成红外线的蓝牙，还在一时寻找那并不存在的蓝牙端口。他们就这样裹上被子，吹着凉飕飕的冷风，在房间里闲闹了许久。出于对滕公的担心，小泽根据他的位置来到静雯家楼下，因为不知道具体住址，他一边扇风一边来到信箱前。就在小泽苦于没有头绪时，来静雯家玩耍的小千秋出现在身后。
小千秋认出了以前来过家里的小泽，但小泽可认不出来发育的跟以前判若两人的小千秋。偏偏小千秋的行为举止又透着坏人的气息，小泽便误以为自己被不怀好意的陌生男人缠上了。在看到静雯出来时，小泽仿佛看到了救星，正想呼救，但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他们俩是一伙的，而且还要带自己回家。小泽颤颤巍巍地跟在静雯和小千秋后面上了楼，便听到他们说给抓来的母的拍了视频上传，接下来还要抓个公的。小泽害怕的直哆嗦，也不敢多问。他不知道的是，静雯和小千秋抓的并非是人类，而是独角仙。几分钟后，他们到了静雯和舅舅租住的房子。小泽从未走过如此漫长的一段路，他对上藤宫诧异的目光，简单说明了来意，接着又趁其他人不注意抓紧了藤宫的手臂。作为好姐妹，小泽催促藤宫先逃，自己则留下来拖延时间。见藤宫不理解，小泽以为他至今还蒙在鼓里，便哆嗦着揭开了静雯和小千秋的人渣行径。藤宫安抚着小泽的情绪，此时舅舅有事出门还没回来，屋子里只有他们4个年轻人，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供奉着鱼头的小格子底，场面一度十分尴尬。静雯和藤宫随即做出了应对措施，小千秋的注意力被顺利转移到摄影器材上，但小泽显然没被盂然盆节贡品的说辞糊弄过去。静雯默默走到阳台上，立起了旗子。藤宫让小泽在旁边坐下，自己悄悄走了过来。静雯放低声音告诉他已经做好了祈雨，小金丁会通知舅舅情况。藤宫之所以要避免舅舅的秘密被小泽发现，是因为他不想看到小泽被消除记忆后人格受到影响。小泽坐在不远处，把断断续续听到的词曲解成了另一种意思，联系他们供奉的鱼头。他把静雯当成了某个新兴宗教的信徒，为了拯救好友脱离苦海，小泽拉起藤宫撒腿就跑。他们刚好在门口撞见走正门回来的舅舅，只见舅舅锁好门，回头露出个友善的笑容。因为用力过猛，这个笑容反而瘆人，拍人的气场，再加上比他们大了一截的年纪，使小泽把舅舅当成了教主。小泽护在好友前面，鼓起勇气说出了诉求，当着信徒的面说这话很抱歉，但是请不要把藤宫卷进这种事情里。静雯和舅舅竟没听出话里的违和感，毕竟舅舅对世家的执着确实会被人当成狂热信徒。舅舅想辩解，但他的说话方式和那些陷进传销套路里的人一模一样，反倒让小泽更加坚定了判断。后来小泽总算知道了舅舅的真实身份是油管主播，才不是什么新兴宗教的教主。藤宫就像介绍家人一样，把舅舅介绍给了小泽。结合之前女主人试着欢迎词，小泽总觉得藤宫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藤宫没解释什么，只是瞥了眼在和小千秋颤抖的某人，明艳的目光带上了一丝无奈。小泽立即心领神会，他以想喝咖啡为由支开了藤宫，然后悄悄走到静雯面前。作为好姐妹，小泽觉得自己必须先测试下她的人品。考卷便是他和藤宫的旅行照片。一听到有藤宫的照片，静雯就激动地抓住小泽的手机凑了过去。第一张照片拍的便是聚餐时规训的藤宫，这是小泽手机里藤宫最性感的照片。如果静雯一味盯着胸部看，那就是个缠身子的渣男。便见静雯毫不犹豫且毫不遮掩地放大了那里。小泽实在没想到静雯这么快就暴露了本性，然而他刚下判断没多久，静雯就指着放大的地方问道：“这个男的是谁？”小泽看着在藤宫身后路过的陌生男人，一时语塞。不是服务员吗？在听到这个答案的瞬间，静雯安心地松了口气。考验仍在继续，接下来是在沙滩上拍的泳装照片。好消息是，静雯的注意力没有在藤宫身上过多停留。坏消息是，静雯直接放大了小泽的上半身。小泽害羞和疑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静雯关注的是照片上出现在他斜后方的男人。小泽头痛地扶了扶额，他终究还是拜野了静雯。接下来，小泽和静雯聊起了小学时代的藤宫。按照静雯的描述，他在脑海中自动生成了藤宫小学时的形象，脑补出的帅气模样和静雯记忆中的大为不同。接着，他们聊到了藤宫的弟弟小千秋。小泽还依稀记得小千秋2年前的可爱模样，突然想看看他现在是不是也变得和藤宫小学时一样帅气了。然后就被静雯告知，先前被自己当成人渣的陌生男子就是小千秋。小泽望着过来录视频的小千秋，整张脸惊讶的都快变形了。这时藤宫端着杯子也走了过来，他故意把小千秋撞到静雯旁边。小千秋下意识把手搭在静雯肩膀上，稳住了身体。静雯自然对同性间的触碰毫不反感。作为对照，藤宫又把小泽推到了静雯身边。他一松手，小泽就跟弹簧似的弹开。静雯则为了掩饰尴尬而低头玩手机。那些慌乱的小动作全被藤宫看在眼里。接下来，藤宫亲身上阵，紧紧切上了静雯后背。静雯突然血气上涌，鼻腔中有什么东西要溢出来了。
他急忙给自己的脸来了一掌，松手之后，温热粘稠的血液便从鼻孔中流出。舅舅正好过来救场，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聊起了藤宫小时候的事，然后习惯性的用出魔法显现记忆，直到静雯和藤宫出声提醒，舅舅才反应过来有外人在场。慌乱之下，他测试魔法，就抓着小千秋和小哲的脑袋，吟唱起了忘却记忆魔法的咒文。但在完成吟唱前，他就被静雯拉开。藤宫赶紧把咒的魔法解释成黑科技，趁机带着小千秋和小泽撤退，安全送走他们后，成功提醒舅舅别再轻易使用消除记忆的魔法。舅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道歉。后来他想起自己在异世界也被人用同样的话训斥过，事情刚好发生在他从魔岩龙变回人类后去泡温泉时。藤宫期待着看到养眼的画面，遗憾的是记忆的小精灵自带打码功能，在舅放出的影像上，他们果然看到了几道圣光。因为浴池有男女之分，所以他们看了许久也没见到傲娇精灵，直到让舅快进了一段时间，他们才看到了身穿浴衣的傲娇精灵。下一话将讲述温泉的故事。在去温泉的路上，傲娇精灵将铠甲收入间隙，这看到这帅气的一幕也跟着模仿。他虽然成功打开个口子，但不善控制，围巾的一角被猛地吸了进去。傲娇精灵看着舅滑稽的模样，叹了口气。话说回来，他使用的间隙收纳魔法可是海尔加王族独传的秘术。舅拉扯着围巾，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王族吗？傲娇精灵微微冒出冷汗。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如舅喜欢巴尔加无关王族身份一样，父母是谁并没有关系，你就是你。傲娇精灵不知道巴尔加是谁，但这话毫无疑问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敏感的神经。此时屏幕外的舅不由得想起了在小学5年级就拥有游戏机的田园，他的人格魅力要强得多。后来傲娇精灵和舅一前一后走在星空下，傲娇精灵享受着这种温馨浪漫的气氛，舅却不合时宜地聊起了傲娇精灵那1个月不洗澡的思想觉悟，还对他浑身的泥臭味不为嫌弃。果不其然，舅这话一说完就被打了。一轮弯弯的明月缓缓升至头顶，傲娇精灵和舅终于抵达了温泉。舅抬头看了眼招牌上的文字，炼狱温泉，这4个字居然是日语。在看到舅读懂日本巴哈马尔语后，傲娇精灵更加确信他的转移者身份。据他所说，建立这间温泉旅馆的人也是从日本巴哈马尔来的转移者。可惜这位转移者村山正二郎只在20年前的格兰巴哈马尔待了10天左右便去世了，享年88岁。听到他的死讯，这不禁再次抬头看了眼招牌。所谓的炼狱是指死者在升入天堂前灵魂暂时受罚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起名，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异世界就是炼狱般的世界。傲娇精灵打断了舅的伤感，屏幕外静雯和藤宫也和他一样赞叹了舅的知识渊博。舅一如既往地把这个优点归功于游戏，90年代的游戏技能都是难读的汉字，舅查字典时顺便记住了意思。接着他们的注意力被旅店老板换回到屏幕上，随着老板的现身，一股强烈的杀意出现在旅店门口。想也不用想就知道老板把舅当成了兽人，这回有金人作保，舅避免了一场战斗。旅店老板放下戒备，微笑着和他们打了个招呼。他在闲聊中说出了许多关于转移者的重要情报，其一便是转移者死去时衣服和身体都会化作尘埃，这死状和梅贝路的祖先一样。至于这间旅馆，则是前任老板依靠神赐予的能力建造的。在傲娇精灵和老板聊重要内容时，舅突然开始了整理工作，屏幕逐渐被各种武器和道具覆盖。在当时的舅看来，这段重要对话就是冗长的剧情演示。受到游戏习惯的影响，舅找了点事前的打发时间。后来还是傲娇精灵喊他进去，舅才停下手上的工作。在他进旅店大门时，舅只是严肃地瞥了眼老板的妻女，这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10000件暴击。紧接着，舅还问起旅店的经营管理情况。老板紧张地保证说，妻女都是水性魔法师，不会出纰漏，连和店员说话都会用上敬语的舅这时却对年长的老板毫不客气。按照舅的说法，以节源于尊重，既然一开始就被当成兽人看待，那便没必要以人类的礼节相待。接下来，傲娇精灵和舅被老板带去闲台交住宿费，这是静雯和藤宫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异世界的物价水平。他们俩在这住一晚上需要整整40万铜币，但折算后也不过就是大约4万日元而已。按照这个换算率，舅当时被卖掉的价格只有30分日元。因为数额巨大，他们在支付时使用的是能兑换成1万铜币的盟约魔法硬币。接下来，静雯和藤宫催促着舅把进度条快进到了泡温泉后。在明月高悬、星辰漫天的夜空下，舅和傲娇精灵走在安静的走廊上。傲娇精灵身穿合身的浴衣，踩着木屐在舅面前转了个圈。他按照梅贝路祖先传记里提供的正确方法，把这套衣服穿得十分标准。风从宽大的衣袖灌进来，身上有点凉飕飕的感觉。走着走着，傲娇精灵便带着舅来到了房间门口。
舅舅见只有一个房间，随即转身离开，却被傲娇精灵拉住。傲娇精灵哄骗舅舅说他们的房间是同一个，因为舅舅太拖延，所以办理入住手续时只剩下这一间空房。他依旧不怎么会撒谎，舅舅也还是那么单纯好骗。就在傲娇精灵以为计划得逞时，老板的女儿过来，差点戳破了真相。其实旅店今天就只有包括他们在内的2族客人。为了隐瞒事实，傲娇精灵立刻用比兽人脸还要可怕的表情吓走了他。但他回头面对舅舅时，又变回了天使般的笑颜。就这样，他们住进了同一个房间。一开门，傲娇精灵就扑倒在柔软的被子上。他撑起身子，扭过头，却没在舅舅脸上看到意想中的怀念之色。因为舅舅以前的房间并不是榻榻米，而是木地板加床。解释完这些，舅舅便拖动铺盖，消失在房间的另一边。傲娇精灵诧异地过去拉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刚好能容纳舅舅睡觉的小隔间。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同房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傲娇精灵的眼睛里写满了失望和委屈，为寻找舅舅奔波了1个月，却只换来了这种结局。他一边埋怨舅舅，一边走了回去。他心灰意冷地扑倒在被子上，把脸全部埋进枕头里。就在他已经不抱期待时，舅舅突然出现在身后。他仿佛听见了傲娇精灵的抱怨，为了帮他缓解奔波的疲劳，他抓住傲娇精灵的一只小腿，试着用电视上教的方法按摩。一股酥麻感迅速至舅舅的指腹，传至傲娇精灵周身。用心的按摩顿时让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变身魔法是要强大的心神集中，即使没有我被那个巨兽猎人痛扁一顿的话，你也会变回来。就算傲娇精灵这么说，舅舅也没停下手里的动作。这就边说边按压脚底穴位。傲娇精灵突然脸色一变，一阵难以承受的酸痛从脚底传来，他拱起身子，忍不住踹开了舅舅，正想爬到旁边，又被舅舅抓住脚踝拽回来。舅舅一本正经地向他科普所谓的按摩理论，穴位痛就证明积累着疲劳，等酸痛缓解了，应该就舒服了，加油！随后舅舅左手右手齐上阵，效率翻倍。见他逐渐适应了酸痛，还加大了力度，结果自己的胳肢窝反遭袭击，舅舅被挠得大笑不止。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抓住傲娇精灵的手，把他压在身下。事情到这还不算结束，傲娇精灵正想让舅舅挪开，一低头便看到了自己敞开的浴衣，微微失神的眼眸里含着泪光。这时静雯赶紧让舅舅按小暂停键，直觉告诉他接下来的画面过于刺激，不适合播放。他却瞥见腾公双手交握，恳请记忆精灵放松审核标准。画面继续播放，两人保持着暧昧的姿势，舅舅却将目光移至门口，然后直接用魔法拉开了门。抵在门外偷窥的3人猝不及防地摔到地上，眼见好事被人打断，腾公又气又失望。此时傲娇精灵脸上满是被撞破的慌乱，他赶紧整理好浴衣，看清来人后，舅舅起身质问他们在干什么。这3人便是今晚旅店的另一族客人艾莉西亚一行。他们深知偷窥行为已经暴露，便开始互相推诿。在和同伴们吵得面红耳赤时，艾莉西亚迎上了一道不算友善的目光。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个视频。在埃德加和莱加联手把偷窥的锅甩给艾莉西亚时，傲娇精灵听到了舅舅的另一个假名，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艾莉西亚道歉并解释原因，这都是因为他对2人的关系过于好奇。这刚好戳中了傲娇精灵在意的地方，便听他问道：我们看起来像是什么关系？艾莉西亚思索片刻，才凑到傲娇精灵耳边小声解释回答。傲娇精灵听到了想要的答案，他嘴上说着被误解和那头猪是一对，真讨厌了，身体却很诚实地扭动着，脸上也是藏不住的高兴。在精灵细细打量勇者时，莱加把讨伐刺杀兽的报酬分给了舅舅。他见舅舅没有确认金额的意思，便出声提醒。这时艾德加故作老成地叹了口气，然后用前辈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劝说道：虽然像这样信任别人是件好事，但是那份天真将来一定会……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舅舅反杀：我信任的是你们，而不是别人。舅舅一边收好钱袋子，一边道谢。莱加则忍不住背过神曲，捂嘴偷笑。为了缓解尴尬，埃德加生硬地转移了话题。这才知道他们误会了自己和傲娇精灵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不苟言笑地解释了一番。与此同时，旁边的傲娇精灵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为了让艾莉西亚继续误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傲娇精灵省略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只向艾莉西亚展示了无名指上舅舅所赠的戒指。见艾莉西亚对此深信不疑，傲娇精灵得逞一笑。他宣示完主权，才问出最担心的问题：勇者大人，你没有从那家伙那里得到戒指吧？就算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傲娇精灵也没完全放心。他拉着艾莉西亚走到莱加和艾德加面前，不由分说的要在他们中间定下艾莉西亚的伴侣，甚至愿意以王族之名裁决他们之间的决斗。艾莉西亚难为情地望着他们，一张脸红透了。结果之后等到的是无情的拒绝。他们脸上嫌弃的表情弄得艾莉西亚十分难堪，也让屏幕外的腾公紧张害怕。
原来青梅竹马这么弱势吗？在艾莉西亚教训莱加和艾德加时，沉默许久的舅舅开口询问他们此行的目的。原来在闯荡迷宫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便计划在这深山老林修行，以提升实力。说到这里，艾莉西亚拿出了迷宫的战利品救世魔杖。好教精灵一眼认出了这个古代魔导道具，但它的外表和传说中的大不相同，黑色的柄部竟被艾莉西亚刷上了可爱的颜色，这让傲娇精灵自责难过，更加坚定了他尽快收回古代魔导道具的决心。艾莉西亚察言观色，及时走开，然后朝聊着修行话题的三人走来。偏见艾德加向舅舅介绍了他们身为战士的修行内容，引导出体内力量，并将其彻底锻炼，从而形成独有的招式。这番描述勾起了舅舅的好奇心，于是艾莉西亚还没搞明白他们在聊什么，就被舅舅用魔法投影出记忆中的画面。舅舅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仿佛在观看异世界格斗游戏的回放。在莱加和艾德加进行对战时，艾莉西亚就在旁边制作回复咒符。舅舅依稀记得上次分别时，艾莉西亚赠送的回复咒符派上了大用场。当然，用上咒符的人既不是舅舅，也不是舅舅的伙伴，可是一个与舅舅素不相识的王国骑士。艾德加和莱加顿时露出了难以理解的表情，艾莉西亚却脸红心跳。他们的吵闹声吸引了本在面壁思过的傲娇精灵，他偷偷摸摸凑到屏幕前，只是不经意的一瞥，便看到了被他们当作晾衣杆的剑鞘。傲娇精灵随即装备上铠甲，问清楚地点后就准备离开。可惜天舞激动的状态不好，他不能直接飞过去。临走前，他给艾莉西亚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希望你能不被诓骗，然后还下意识往舅舅的方向看了一眼。之后他的背影在莱加和艾德加的嘱咐声中渐渐消失。刚才和精灵的近距离接触让艾莉西亚感受到了她的美丽与香气，在她离开后，艾莉西亚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心里话。然而这种好感没持续多久就被舅舅破坏。话说回来，傲娇精灵突然离去是为了寻找古代魔导道具，他很重视古老文化，所以一直在收集古老的强力魔法武器，就连身上穿的装备都几乎是古董。送别傲娇精灵后，他们本该各自回房间，艾莉西亚却回头望着北边的山顶，忧心忡忡。要知道晚上正是凶暴魔物出没的时间，比起傲娇精灵，这就倒是更担忧旅馆的防守能力。按照莱加的说法，只要不把魔物引进来，就不会有问题。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有一股烧焦味弥漫在空气中，原来是从后门入侵的魔物们点燃了大浴场。他们中的催眠兽通过催眠老板女儿打开了后门。意识到这点后，艾莉西亚一行迅速分工展开了行动。此时暗沉的夜空中有魔鸟盘旋，熊熊火焰里有魔兽虎视眈眈。艾德加举剑戒备着他们，艾莉西亚则在野老板的女儿解除控制。舅舅穿上适合战斗的装扮，对着火的浴场吟唱了水魔法咒语。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只有嘎嘎的鸟叫声突兀地回荡在空中。艾蒂西亚回头提醒说，这是风魔鸟，如果不打倒他们，舅舅便无法使出魔法，形势比以往更加严峻。对于体能低下的舅舅来说，失去魔法的辅助，他变成了废物。好在他能用咒符对付风魔鸟。这时空中的风魔鸟似乎早有防备，立刻振翅飞走。这周看到莱加和埃德加信心十足的气势，放心将浴场这边的战斗交给了他们，自己则去追击风魔鸟。随后屏幕里就传出了他们斗志昂扬的发言，我们已经和完全依赖他的那个时候不同了。没错，憧憬着那份强大，为了追上他，如今的我们变强了。虽然长得可怕，但他的强大是真本事。静雯和藤宫根据描述对号入座，长得丑却很强的人不就是舅舅吗？听了他们的推断，这就高兴得不知所措。然而莱加和埃德加憧憬的对象其实是巨兽猎人多尔多尔，舅舅的心情一下跌入谷底。静雯和藤宫就算道歉也无济于事，舅舅垂头丧气的起身拉开门往厕所走去。后来静雯和藤宫真的听到了莱加和埃德加对舅舅的夸奖，他们跑到厕所门口告诉舅舅这个好消息。可惜这次舅舅没有轻易相信，他想先待在厕所里静一静。就着他们第二次光顾炼狱温泉时，体验了新的娱乐项目——温泉乒乓球。舅舅和梅贝露玩了一会儿，精灵也嚷嚷着要加入。没打多久，精灵就掌握了技巧，把舅舅和梅贝露累得大喘气，浑身都是汗。梅贝露可不想就这样认输，便掏出了冻神剑。在他的控制下，剑上的寒冰逐渐往对面延伸，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了精灵的浴衣腰带，轻轻一抽便扯开浴衣，露出一片春光。此时精灵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和对身上的异样毫无察觉。浴衣下的真空状态是梅贝露始料未及的。舅舅正要回头对上身后的旖旎之色，却被梅贝露眼疾手快地用身体挡住了视线。在他的提醒下，精灵终于注意到了散开的浴衣。趁他用手拢住浴衣时，舅舅撇开梅贝露，发起了复仇之战。果然打得精灵个措手不及，舅舅拿下1分。梅贝露跟着舅舅一起举手还请，
老板的女儿雷尼亚则蹲在旁边不敢直视。精灵躲在桌子底下强烈抗议，然而还没等他系好腰带，舅舅和梅贝露就已经走远了。话说回来，其实舅舅更想做一些类似游戏中心的娱乐设备。当时他试着用魔法做出了桌上冰球和抓娃娃机，可惜这种事情在小精灵看来奇怪的很，所以设备全被龙卷风吹飞了。后来舅舅才从静雯口中得知，人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远程操作抓娃娃机了。不仅操作方法和运行过程都与实体机器无异，而且抓取到的商品会邮寄到玩家家中。手机上还出现了玩桌上冰球的应用，不过舅舅和静雯还是觉得玩实物的桌上冰球会更开心。善意话说到，舅舅备受打击，躲进厕所里不出来。静雯迅速调整状态，拉着藤宫坐回屏幕前，一起观看了战斗后续。那两只疯魔鸟见追兵只有一个，自信停下。舅舅喘匀了气，取出腰间的3枚咒符，他仰望着盘旋于空中的疯魔鸟，心里很快想出了一套连招。他先借助风咒符吹出的风飞至与疯魔鸟相近的高度，再用出炎咒符，便见一团炙热的火球炸开。吉文和藤宫听着疯魔鸟凄厉的叫声，都怀疑舅舅和他们同归于尽了，震惊的合不上嘴。直到舅舅裹着寒气和疯魔鸟一起落下，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舅舅用了冰之咒符防御。他高举咒符，一时冷气下沉，包裹在身体周围，这么一来，顶多只有手部会受到些烧伤。脱离火海后，他又放下咒符，用冷气作为缓冲，最后稳稳落在廊顶上。与此同时，面前传来扑通一声巨响，一只疯魔鸟坠落到地上。舅舅虽无大碍，但双脚也被冻得直发抖，周围甚至结了层冰。就在这时，另一只疯魔鸟从空中俯冲而下，它张着长满尖齿的喙，大有将舅舅一口咬死的趋势。危急关头，来自远处的一发攻击将疯魔鸟重重拍开，舅舅掏出的短刀顿时失去了用途。又是扑通一声，现在两只疯魔鸟都躺在了空地上。舅舅望着远处的山峰，挥手致谢。看到屏幕中的舅舅化险为夷后，金文和藤宫都松了口气。这时，屏幕外的舅舅也整理好了心情，回到他们身边。金文和藤宫默契的没再提之前的乌龙，随后便听见舅舅解释说，刚才发射攻击的是精灵的新装备，他在北边的山上拿到了剑鞘。舅舅随即将画面切换到邻近的那座山上，只见傲娇精灵扎起马尾，别牙上架着片眼镜，以单膝跪地的姿势托举着一把长剑加剑鞘组成的狙击枪。完成狙击后，剑鞘咔嚓一下合拢，变回了原来的形态。金温和藤宫都看呆了。舅舅估计那片充当瞄准镜的眼镜也是古代魔导道具。在他的帮助下，傲娇精灵看清了舅舅的一举一动。当他发现舅舅弄错自己的方位时，闹起了小脾气。接着又一发攻击打在了舅舅脚边，屏幕里的舅舅狼狈而逃，屏幕外的舅舅则做出总结：精灵会以玩耍的心态来狩猎人类。这次金温和藤宫都觉得精灵的做法不妥。话说回来，疯魔鸟那封印魔法的能力也太强了。舅舅后来听说，那种鸟吐出的气息里会有妨碍小精灵活动的魔力成分，虽然听起来充满奇幻色彩，但实际上只是小精灵因气息很臭和不祥工作。而且就算打倒了疯魔鸟，舅舅也没能马上使出魔法，因为残留的气息仍在抑制小精灵工作的积极性。当舅舅回去找艾莉西亚他们时，立场的火还在熊熊燃烧，事态比舅舅离开时更糟糕。莱加和埃德加以及老板女儿全被催眠兽控制了，他们在追赶仍然正常的艾莉西亚。舅舅急忙去到艾莉西亚身边，在回头看到舅舅的瞬间，艾莉西亚就像见到救星般眼睛一亮。细心的她发现了舅舅手上的烧伤，为他治愈了伤处。然后他们边跑边商量对策。此时舅舅尚不能使用精灵魔法，艾蒂西亚只能逐个解除催眠。舅舅便将希望寄托在魔杖上。艾蒂西亚身为魔杖的主人却很绝望。他随即解释说，神之玉剂的本质只是治愈精神与肉体，对大量单纯的暴力无能为力。但舅舅其实是想让他寻找启动魔杖特殊功能的开关。沉寂之下，舅舅握着艾莉西亚的手扭动了魔杖，魔杖立刻升空，展开了新形态。两道光束随之出现，一道笼罩在舅舅和艾莉西亚身上，一道笼罩在被催眠控制的3人身上。舅舅起初以为是有害的光线，下意识将艾莉西亚护在身下，后来他才意识到这可能是魔杖的作用范围，便让艾蒂西亚趁机尝试同时解除他们身上的控制。然而解除催眠的魔法需要保持内心平静。在这个暧昧的姿势下，艾莉西亚心中如小鹿乱撞，委婉的解释因太小声而没被舅舅听清，他只好让舅舅不要一直盯着自己看。最后他们总算恢复了正常姿势。艾莉西亚为恢复平静做了好几次深呼吸。静文和腾空望着冷静的舅舅，只恨他是块木头。后来艾莉西亚助于平复了情绪，吟唱出精神同步魔法的咒语：神啊，请教这些迷茫之人的心之波涛与我化为一起。有了救世魔杖的帮助，艾莉西亚同时解开了催眠兽对3人的控制。
他高兴地转身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舅舅，却发现舅舅已被催眠兽打倒在地，一个比他脑袋还大的拳头近在咫尺。没想到艾莉西亚竟能灵巧地躲开这一拳，并使出来家的招式修罗彻甲。他这一拳直接把催眠兽击退了数米之远，威力之大比来家还厉害。打败催眠兽后，艾莉西亚马上恢复了清醒。舅舅随即做出解释，魔杖过度强化了艾莉西亚的精神同步魔法，使艾莉西亚掌握了与他同步的伙伴的招式，又因为附带神之力，所以招式的威力也随之上升。这下原本徒有虚名的艾莉西亚真正拥有了勇者的实力。在艾莉西亚抱着舅舅疗伤时，落败的催眠兽撞破墙壁，叫来了同伴。数十只焰杀兽瞬间从缺口涌入，但他们刚进来没几步就被舅舅的锁链捕获。这时舅舅终于恢复了精灵魔法，他吟唱咒语，在脚下展开水之领域，清澈透明的水面被他激起一圈圈涟漪，水面之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蓄势待发。与此同时，焰杀兽们挣脱了锁链，蜂拥而上。在他们踏入水之领域的瞬间，一条又一条巨蛇带着水精灵的怒意冲破水面，将他们带至高空。舅舅突然握紧了左手，一道亮光瞬间照彻夜空，随后巨蛇化水，倾盆浇下，扑灭了火焰。夜晚归于平静。在老板夫妻过来道谢时，舅舅用结界堵住了墙壁上的大洞。他后来收到了老板女儿的道歉，但对兽人脸的恐惧不是一时半会能克服的。虽然屋顶被严重烧毁，但他们因祸得福，拥有了露天浴场。按照老板女儿的说法，就是这个没有娱乐的破烂旅馆总算拥有了卖点。海德加一边打量着结界，一边感叹舅舅的实力。舅舅不由得提到自己以前曾张开过巨大的结界。他将目光投向老板一家三口，未能帮上忙而感到高兴。艾莉西亚则默默站在他身后。骚动到此结束，舅舅准备去享受胜利后的温泉。藤宫依然记得这是关于舅舅被训斥不要消除记忆的故事。他们正想让舅舅快进到泡温泉后，没想到就看到了如此养眼的画面。山野话说到，在舅舅去享受胜利后的温泉时，艾莉西亚出现了，湿哒哒的衣服贴在身上，完美勾勒出身形。听到艾莉西亚穿着衣服后，舅舅才微微把手臂挪开。这时意外发生了，断裂的木板勾住了裙侧的细绳，随着绳子被抽走，裙摆被艾莉西亚顺势拉开，她后知后觉地拢住衣服，舅舅则熟练地提笔记录并消除记忆。于是在观看这段记忆后，舅舅受到了记忆精灵的警告，温热的血液涌出鼻孔滴到桌上。好在静雯和童宫都没往奇怪的方向想。艾莉西亚系好衣带，为自己的寒酸感到抱歉，劝诫舅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顿时觉得自己多虑了，黑木怎么可能对我这种小女生感兴趣嘛？然而被他当成中年大叔的舅舅也不过才20岁，两人刚好同龄。细问之下，舅舅还比艾莉西亚晚出生3个月左右，完全看不出来艾莉西亚是更年长的一方。艾莉西亚难以接受事实，便自我安慰说自己的生日或许是错的，因为她不记得9岁之前的事情了。接下来，艾莉西亚让舅舅用魔法显现她最初的记忆。那是11年前的8月，在哥布林即将把她带走时，她幸运地被莱加和艾德加他们村里的自卫队救下。或许是头部的伤使她失忆了，除了生日贺卡以外，她身上没有其他和过去相关的物品。家人恐怕已经被哥布林杀害。后来她被边境主教收养，并取名为艾莉西亚。舅舅看完这段经历，心情有些沉重。对于弄丢过去的艾莉西亚来说，后面的所有经历都弥足珍贵。舅舅却消除过她的记忆2次。艾莉西亚听了舅舅的坦白，上前抓紧他的肩膀，脸色阴沉的可怕。她张了张嘴，心里有许多话想要说，但最后只问了句为什么。冷静之后，艾莉西亚松开手，退回原处。舅舅提醒她做好流鼻血的准备，然后将事情和盘托出。那2端被消除的记忆回笼，事实竟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彻底颠覆了艾莉西亚的认知。原来讨伐哥布林军团的冒险者不是自己，本该获得勇者称号的人是舅舅。尽管舅舅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勇者之名，但在艾莉西亚看来，只有传说中的勇者才能复原封印都市的结界。话说回来，因为和结界相关的记忆久远，为了避免对人格造成影响，舅舅那时只消除了共同战斗的记忆。艾莉西亚仍然清楚记得自己在封印都市看到的一切，就算他要公布真相，舅舅也不会阻拦，他会逃得远远的，因为破坏结界的人也是他。舅舅再次吐出令艾莉西亚震惊的事实，当时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破了结界，自然不是为了玩弄人命，而是为了回到原来的世界。最强的防御结界遇上最强的攻击魔法，或许能引发时空扭曲和让他回到故乡。艾莉西亚试着理解了舅舅的行为。至此，舅舅该坦白的事情都说完了。紧接着，他收到了艾莉西亚直白的警告，那种魔法再也不要对别人和自己使用了。但为了生存下去，舅舅并不愿意放弃消除记忆的魔法。面对舅舅的执着，艾莉西亚哭了。她不想忘记关于舅舅的记忆，更不希望舅舅忘记和自己相关的记忆。
这就凝视着艾莉西亚做出了让步。他承诺以后不会再对艾莉西亚使用忘却记忆魔法，也不会消除自己与艾莉西亚相关的记忆。他们额头相碰，定下了约定。艾莉西亚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这时舅舅准备践行承诺，为了把刚才消除的记忆找回来，他希望艾莉西亚能重现当时的情景。艾莉西亚说什么也不愿再次展现寒酸的一面，但毕竟是自己挖的坑，即使含泪也要跳进去。因此艾莉西亚难为情地选择了妥协。舅舅照着他的要求暂时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远处的狙击破空而来，竟然直接打穿了结界，随后攻击如雨而至，全都打在舅舅身边，仿佛在警示他不要继续下去。舅舅抛下艾莉西亚，抓起衣服就逃。艾莉西亚郁闷地望着这一幕，半张脸埋进了水里。就这样，对于舅舅而言，地狱般的温泉之旅结束了。听完舅舅的总结，藤宫怀疑他因过度消除记忆而坏了脑子。他猜测舅舅刚才也在厕所里消除了不好的记忆，但实际上舅舅这次使用的是抹杀感情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不用心感受就不会受伤。舅舅劝静雯和藤宫多多练习这种技术，藤宫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旁边的静雯却已经进入了抹杀感情的状态，她坚信只要拥有这个技能，今后不管碰上怎样的困难都能轻松克服。这天，舅舅记起世家土星的游戏里有个有趣的隐藏要素——警告音。为了防止玩家错用收录机运行游戏光盘而导致扬声器损坏，每座游戏里都会加入不同的警告音或该作的背景音乐。舅舅在家里翻找了会儿，始终没发现 CD 收录机，他大为失望。难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听警告音了吗？实际上，就算放在90年代，警告音也远不如 J-Pop 流行。后来舅舅才知道，接通电源后打开盖子再关上，就能直接用世家土星听见警告音。尽管如此，舅舅依然把这件事当成超好玩的秘技。他收好光盘，想起关于吟唱魔物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温泉之旅后约1个月的事件。舅舅接受讨伐吟唱魔物的委托，来到了某个城镇外的森林。他仰望着耸立在夜幕之下的巨大魔物，耳边环绕着从那个方向传出的歌声。歌词大意是：被神明引导的一帮战士，只要经历3座神祠的试炼，便能成为勇者。如果神祠被破坏，神明的强大力量将会失控，从而带来灾祸。舅舅唤出光剑，在魔法的加持下，急速往吟唱魔物冲去。当他冲到魔物脚下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瞳孔一缩，想停下动作，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舅舅刹车失败，头朝下撞在了吟唱魔物上。便见魔物旁的身影迅速朝自己走来，来人正是梅贝露。刚才唱歌的人就是他。所谓的吟唱魔物其实是动神剑形成的冰雕，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会被哥布林抓走的梅贝露了。他身上披的这件野兽之袍是有幻影魔法，只要盖上兜帽往地上一趴，在其他人眼中他就会变成乖巧的野兽。就连舅舅也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此后他便不必害怕露宿时被魔物当成人狩猎了。但舅舅马上发现了新的问题所在，既然都当上了正规骑士，怎么还会露宿森林呢？实际上梅贝露早被辞退了，但现在他脸上没有半点丢掉铁饭碗的失意，反而写满了重获自由与拥抱广阔天空的快乐。他利用防护兵刃获取食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高耸入云的恐怖冰雕仔，也无需担心外人靠近。只可惜他想在此长久生活下去的打算和舅舅接受的讨伐任务有着尖锐的矛盾。舅舅抓着光剑起身，神色严肃。如果身为吟唱魔物本尊的梅贝露无愿挪窝，那么舅舅只能通过战斗逼迫他离开。然而舅舅才举起光剑，就听到梅贝露战战兢兢求饶。他握紧双手投降，表示愿意离开这片森林。于是舅舅再次失去了打倒梅贝露的机会，他失望地垂下了手。被逼离开新家的梅贝露坐在篝火旁小声抽泣，整个人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舅舅便建议他当掉戒指。他见梅贝露手指上空空，还以为戒指早被卖了，直到他扯开领口，舅舅才看见挂在胸前的戒指。梅贝露取下留有体温的戒指重新戴上，根本听不进舅舅的劝告。在舅舅看来，他就是憋着大招不用而导致完蛋的类型。舅舅在梅贝露旁边坐下，又建议他去当游吟诗人。梅贝露连连摆手拒绝，尽管有舅舅的鼓励，但他身为资深家里蹲，只能在深夜时分独自唱歌。如果要在众人面前表演的话，这会难为情。舅舅理解这种情况，但怎么想都觉得可惜。他的夸奖使梅贝露笑出了2颗虎牙。得知自己能在日本演艺界赚大钱后，梅贝露的笑容凝固了。他好像看到人傻钱多的日本巴哈马尔在向他招手。此时被当成傻子的藤宫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屏幕中的梅贝露继续嚷嚷着要去日本巴哈马尔赚钱，舅舅又何尝不想回到故乡？梅贝露望着舅舅寂寞的表情，决定为他献唱一首日本歌曲。
他明明不喜欢在人前唱歌，却愿意为了舅舅走出舒适区。舅舅被梅贝露的温柔感动，打算教他一首故乡的曲子。接下来的教学练习时间被直接跳过。据舅舅所说，他选的是著名音乐家的曲子，而且静文和藤宫都听过。他们顿时生出了期待。便见梅贝露深吸口气，在舅舅的注视下开口演唱：吧吧啊啊，不知吧吧啊啊。熟悉的旋律带静文和藤宫回到了过去。他们曾在游戏厅里听过这首曲子，这是在抓娃娃机里有名的曲子。当然，舅舅选择它的原因还是离不开初恋。这首曲子同时是斯维索尼克的背景音乐。在陌生又充满危险的异世界漂泊许久后，舅舅终于听见了故乡的音乐。他哭着晕倒在梅贝露的大腿上，鼻涕和眼泪满脸乱淌。梅贝露低头望着舅舅，目光柔和。或许有一天舅舅会回到原来的世界，他也想去舅舅的故乡看看。梅贝露接着哼起《梦精灵》的片尾曲，婉转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幽静的森林里，灌木丛中却有黑影在伺机而动。他们被司令派来监视梅贝露，真正的目标是能变成巨龙的舅舅。他们正想趁机动手，旁边却走出个身影，出现于此的正是精灵。他拔剑朝他们砍去，动作一气呵成，中间毫无停顿。梅贝露唱几句歌词的时间，那些王国骑士就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精灵死死盯着舅舅和梅贝露的所在。静文和藤宫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空气的凝重，舅舅却对此视若无睹，还笑着感谢精灵来帮忙。静文和藤宫默默垂头，试图避开对心脏不好的画面。然而当他们再次抬起头时，精灵还是那个可怕的眼神，都快把舅舅和梅贝露看穿了。幸好关于吟唱魔物的故事到此为止。静文急忙把话题转移到游戏音乐上。舅舅以前特别喜欢铁头蚂蚁设置画面和过关时的背景音乐。在他起身去拿游戏光碟时，静文和藤宫看到了舅舅以前听音乐时的画面。他将轻微漏音的耳机插入游戏机本体，然后关掉电视机，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舅舅的一声惊呼。多年以后的今天，舅舅发现自己记错了游戏主角的名字，明明是心爱之物，却连基本信息都没记对。舅舅大受打击，气似横流。这一话是吟唱魔物事件的小插曲。在告别森林前，梅贝露想听舅舅讲个关于故乡的故事，于是舅舅聊起了圣诞节。每年到了这天，圣诞老人就会趁孩子们睡觉时把礼物装进袜子里挂在床头。明明是温馨的节日，梅贝露却从舅舅的介绍中听出了恐怖之处。会进到家里来吗？那个人是什么情况？于是舅舅向他详细介绍了圣诞老人。他是个身穿红袍、头戴红帽的白胡子老头，拿着装有礼物的白袋子由烟囱进来。从来没有孩子见过这位神秘人的样子。听了舅舅的描述，梅贝露害怕到全身发抖。他显然把圣诞老人当成了拐卖小孩的坏老头。就算舅舅声称小孩子都喜欢他，梅贝露还是心存疑虑。接着他听说日本的房子也不都是有烟囱的，那么圣诞老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梅贝露细思极恐，偏偏舅舅还给出从缝隙里悄悄进来的答案。眼见梅贝露的误解越来越深，舅舅干脆用魔法在他身上变出了一套带披肩和帽子的圣诞服，就连鞋子也换成了配套长靴。梅贝露望着这身可爱的装束，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他高举双手询问衣服是否合身，结果被舅舅直夸可爱。他的脸上随即渗出点点汗珠，整个人局促地蹲在地上不愿起来。此时不远处的冰雕正在融化。这天舅舅罕见地变身成精灵来录视频，然而记错角色名字的阴影挥之不去，导致他无法正常录制下去。因此藤宫一进来便看到舅舅在对照游戏说明书念叨。据静文所说，舅舅是在检查记忆的准确与否，而且他不打算借助网络，因为网上可能存在错误信息。静文不能更同意这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网上那群小可爱全都只会散布对自己有利的谣言。藤宫总觉得名字这种事情无关紧要。舅舅在答话时无意间透露出一件让人十分在意的事情，精灵也很重视名字，而且还说出了真名。静文和藤宫几乎同时做出了反应，他们一起按住了去找游戏说明书的舅舅。在两人的强烈要求下，舅舅放撤当时的画面。事情发生在梅贝露为舅舅唱歌的第二天早上，梅贝露蜷缩着身体睡在舅舅旁边。舅舅刚想制定接下来的计划，身后便突兀地响起精灵的声音：“你看起来很开心嘛，兽人恋。”舅舅不仅没注意到精灵的异常，还有种没把跟踪狂甩开的可惜。空气中弥漫的酸味渐浓，精灵的语气也越发古怪：“你是想干嘛啊？两个人唱着歌一起过日子，在这里一直过下去，还是说又去和勇者大人在温泉里卿卿我我？”
舅舅想解释，但一叫出艾莉西亚和梅贝露的名字，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醋意。老什么嘛，从来只会叫他们的名字，明明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你却一次都没叫我的名字。精灵冷着一张脸，话里醋意尽现。金温和藤宫已经出了身冷汗，舅舅却还想着和金莲理论，你原本就没有说过你的名字吧？叫你埃尔加可以吧？听到氏族名被当成名字，金莲气呼呼地提高了音量。他对上舅舅的视线，眼睛里仿佛在冒火。舅舅一想到金莲平时就喊自己笨蛋兽人，也被惹怒。金莲听了舅舅的抱怨，更加压抑不住心底的怒意，还不是因为你对谁都不肯报上真名。于是舅舅直接说出了真名岛崎洋介。金灵愣了一下，惊讶地张嘴，怒火骤然冷却。接下来他不仅问清了姓氏和名字分别是什么，还让舅舅示范了写法，顺便明白了岛崎和洋介各自的意思，最后甚至学会了读音。他试着用日本巴哈马阿语叫出了舅舅的名字 Yosde， 念完才后知后觉，秒害羞。接下来便轮到他报上真名了。只见精灵把手放在胸前，气势十足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叫树扎伊尔·吉拉泽·加奈尔·布泽基尔·雷亚格朗·塞尔加·派尔加。如精灵预想的那样，舅舅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他本就不悦地皱起了眉，然后又听见舅舅要把他的名字简称为翠，这种行为是对氏族和国家的不敬。精灵生气地背过神曲，但舅舅仍在危险边缘反复试探：我是在问你自己喜不喜欢。如果精灵不喜欢单字昵称，舅舅表示还可以用翡翠来称呼他。舅舅从精灵那宝石般美丽的瞳仁联想到了这个词，这句话如同一束阳光照进了精灵心底。金能嘴上嫌弃，但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他，晶莹的泪花在他眼睛里打转。舅舅却真以为被讨厌了，金能急得用小拳拳捶他胸口。我的意思是，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不准这么叫，我也不会叫你的名字。舅舅满脸写着疑惑，想要个解释。精灵却沉浸在被喊昵称的快乐和独占舅舅的满足中，不想多说什么。静文和藤宫不禁怀疑，这种甜到掉牙的剧情是真能看到的吗？藤宫姐知识渊博的舅舅捏了捏肩膀，静文则倒了杯咖啡。激动之余，他们突然回想起之前的情景，生出了不好的猜测：翠不会是游戏里的什么东西吧？舅舅一口否定了这个猜测，什么怪咖会把游戏梗用在别人的昵称上啊？他理直气壮地说出这话，真是毫无自知之明。尽管就这件事情而言，舅舅解出了让金人高兴的做法，但在一起时有多快乐，分别时就有多痛苦。这时梅贝露的喊声打断了静文和藤宫的忧思，他提着动神剑从远处向舅舅和精灵的所在奔来，边跑还边挥手喊着舅舅的假名。刚才还蹲在地上害羞的精灵马上平复好情绪，起身。他对着才起床的梅贝露叹了口气，并装作不经意把手抬高到醒目的位置，好让梅贝露注意到他手上的戒指。他挠了挠梅贝露的下巴，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后来他们散步到了一处遗迹附近，梅贝露猜测那是神秘之词，也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在歌词里唱到的三座神祠之一。舅舅向精灵重新播放了那段民谣。接下来他们走到了神祠面前，这座建筑的破旧程度让重视古老文化的精灵难以接受。尽管三座神祠都被毁灭将招致灾祸，但对于一帮战士以外的普通人来说，维护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精灵和梅贝露刚反应过来舅舅是一帮战士，拥有接受三座神祠试炼成为勇者的机会，舅舅便对着神祠来了一发炎黄歼灭。前方闪过耀眼的光芒，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猩红的火球腾空而起。热浪过后，神圣魔法之力凝聚成了人形集合体。面对强大的神之力，舅舅从容不迫地向前迈出脚步。身后的精灵和梅贝露以及屏幕外的静文和藤宫却都不约而同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上一话说到神秘之词被毁，强大的神之力凝聚成集合体，画面中的舅舅唤出光剑与暗剑，正准备大干一场，静文和藤宫却突然叫停。神词被毁时的声响还在他们脑海中回旋，舅舅的反常让他们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无法理解舅舅破坏神词的行为。根据舅舅的解释，当时他想着打倒神之力说不定就能回来了，但这个轻率的做法还是招致静文和藤宫的不满。就这样错过了习得神秘之力的机会，藤宫不免觉得可惜。舅舅却认定歌词是陷阱，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神明啥的是陷阱。这份对神明的极度不信任让静文和藤宫放弃了劝说。他们仔细想想，提出了新问题：明明有3个神祠，为什么只破坏其中一个就能引发神力失控？舅舅猜测其余2个神祠年久失修，不堪承受侵蚀，早塌了。就在这时，记忆的小精灵自作主张为他们播放了真相。其中一个神祠是舅舅在讨伐哥布林军团时顺手砍掉的，另一个则和刺杀兽一起被舅舅的火焰燃烧殆尽。
看完小精灵特工的提醒片段，静雯和童工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原来破坏其他神祠的就是舅舅你呀！舅舅不仅毫无负罪感，还希望破坏神祠后有分数和奖励出现。静雯和童工默默垂下了头。解开疑问后，舅舅继续播放战斗后续。接下来，舅舅同时举起了光剑和暗剑，一道黑白交织的攻击从剑中射出，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直接击穿了敌人的身体。但静雯和童工预想中的秒杀画面没有出现，对方胸前的大窟窿被迅速填补。梅贝露倒吸了口凉气，不起作用。后来经精灵提醒，梅贝露注意到了脚边长势惊人的草。其实敌人的本质是一大团神圣魔法力，因为没有实体，所以再怎么攻击也产生不了效果。而且更糟糕的是，神圣魔法的效果是治愈精神与肉体。所谓的灾厄是指被神圣魔法复活的魔物浪潮。便见地上凭空出现了一副副魔物骨架，它们早在附近腐烂入土，却在神圣魔力的影响下重新复活。事态紧急，精灵将剑化枪接连射倒了几个向他们扑来的魔物，梅贝露则展开防卫兵刃向前射出冰棱。他们虽能听到极生魔物的哀嚎，等白雾散去后，却看到魔物身上的伤口在快速恢复，于是舅舅有了将他们全部烧光的念头。然而他刚靠近魔物，就突然失去了身体控制权。他僵硬地转过身，把用来对付魔物的魔法施加在了精灵和梅贝露身上。一只火红的凤凰向他们袭来，精灵扔出的几张咒符被瞬间烧毁，凤凰展翅飞过，留下一大片焦土。梅贝露和精灵在洞神剑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真的没想到自己也有被废宅保护的一天。梅贝露抓着变得滚烫的洞神剑，眼里充满了对舅舅的不解。精灵推测舅舅被神圣魔法操纵了。梅贝露联想到自己被主教控制的经历，总算理解了状况。这时舅舅再次唤出光剑与暗剑，看这架势是要用上最大火力了。这在舅舅准备出招时，旁边有个身影疾驰而来，他一拳捶在舅舅脸上，竟打飞了舅舅。这发修罗彻甲的主人便是莱加，他的同伴艾莉西亚和艾德加紧跟在后。他们为了讨伐吟唱魔物而来，在认出精灵后，才意识到刚才打倒的兽人是舅舅。精灵解释了现状，他们现在真正的敌人是神圣魔力的集合体和舅舅正被他操纵的身体。艾莉西亚不顾精灵提醒，扭动救世魔杖，并吟唱起解除控制的魔法。他的身体随即晕了过去，意识却进入了舅舅的记忆中。他来到一个狭小的房间，看到了年幼的舅舅独自坐在冰冷的黑箱子前。他呼唤着舅舅的假名，还没等到任何回应，就被骤然拉回现实。艾莉西亚诉说了看到的一切，尽管不知道舅舅面前的黑盒子是什么，但在他看来，这段记忆就是舅舅深藏的黑暗。投向舅舅的目光不自觉带上了同情和心疼。其他人也被艾莉西亚引导，认为舅舅可怜。就在艾莉西亚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时，舅舅突然吐出几句话，引来众人注视。你们不要简单把它归为黑暗，行吗？既然不懂游戏，就别轻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舅舅似乎被气得浑身发抖，低垂的双眸恢复了一丝清明，同时还收获了其他人震惊的目光。随后屏幕里传出艾莉西亚的道歉声，屏幕外的舅舅回想起当时的心情，被人莫名其妙地当成可怜虫，他无论如何都要反驳几句。在那之后，舅舅用锁链绑住手腕，再猛地拉起，对着眉间就是一掌，啪的一下断开了神圣魔法的连接。随后他掏出一个小瓶子朝前方扔去，只见瓶子在空中划出一个沁味的弧度，准确地砸向神圣魔力集合体的中心。金能一眼认出那是封印着魔炎的瓶子，随后舅舅用魔法打碎瓶子，里面释放出来的魔炎一口气吸收了所有的神圣魔力，它迅速膨胀化为龙形。就这样，传说中的魔炎龙凭借高浓度的神圣魔力复活了。舅舅成功把一团神圣魔力实体化，接下来他们只要击败魔炎龙就行。那么他们该如何打倒这个除了击死攻击和攻击无效外，还持续发动着回复魔法，并能使用身躯操纵魔法的怪物呢？艾蒂夏的问题难倒了舅舅，显然舅舅也没想好对策。他们迷茫地望着魔炎龙，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打倒这个庞然大物？沙溢话说到，舅舅借助神圣魔力复活了魔炎龙，虽然他没想好打倒神话魔炎龙的对策，但总归有冰之一族和洞神剑可以依靠吧。在这关键时刻，梅贝露却被吓得瑟瑟发抖，洞神剑上的冰棱也没有往日尖锐。艾莉西亚拦住情绪激动的莱加和艾德加，面对他们的质疑，梅贝露只敢躲在艾莉西亚身后，小声放出狠话。就在莱加和艾德加对打败神话魔炎龙不抱希望时，金能的声音突兀地在旁边响起：“能赢！”他们忽然停下吵闹，目光全都投向精灵。他目光坚定，看起来不像在撒谎。
给出的攻略方法很简单，用超过神话魔炎龙回复效率的龟力和速度杀死它。他边说边抽出了长剑，这把剑是能释放积蓄力量的古代魔导道具，如果注入舅舅那蛮不讲理的强大魔力，想必就能一击打倒那头魔龙。舅舅听了金轮的话没多惊讶，倒是纳闷什么叫蛮不讲理。随后其余4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讨论可行性。金鳞逐一解答了他们的疑惑。他拥有能阻断精神性魔法的发饰，不必担心靠近魔炎龙后被身躯操纵魔法控制，而且即使龙身覆盖着可以让一切攻击无效化的魔炎之灵，他也可以在被魔炎灼烧时打出伤害。他们原以为只有冻结封印才能打败魔炎龙，在听了金轮的方法后愣了几秒。更让他们吃惊的是，用魔法就能防御即死攻击龙之吐息。舅舅打倒正牌魔炎龙和金鳞打倒拟态魔炎龙时都没用上动神剑。趁精灵被其他人拖住，艾莉西亚悄悄把舅舅拉到一旁。为了让埃德加和莱加有自信提升实力，艾莉西亚隐瞒了讨伐哥布林的真相。得到舅舅保持现状的回应后，他心中的愧疚才少了几分。但他没想到舅舅真正在意的是泡温泉时消除的记忆。艾莉西亚可不想在这里重现当时的情景，正想把地点定在旅馆，但话还没说完就被精灵强行打断。艾蒂西亚慌张回头，有种坏事还没做就被看穿想法的心虚。接着莱加简单向梅贝露介绍了他们的名字，艾蒂西亚则垂头给精灵解释了刚才的对话。自我介绍轮到梅贝露时，他戴着戒指，怀抱动神剑，摆出帅气的姿势。除了冰之一族的身份与名字外，还刻意提起了之前的骑士工作，话里带着对冒险者职业有意无意的贬低。金文和童工不禁怀疑梅贝露到底有没有好好相处的打算。他们不过聊了会天，还没完全复活的魔炎龙就发出了低沉的吼声，仿佛在刻意强调自己的存在。但还没到击败他的时候，如果马上行动，即使打倒他，也可能会出现狂乱神之力。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足准备。便见精灵转身走到舅舅面前，强忍着羞怯，冲舅舅做出一个求抱抱的姿势，结果被舅舅嫌弃的用手挡了挡。原来精灵为了保存力量，想让舅舅带他飞行，用上这种正当理由，舅舅自然不会拒绝。但精灵怎么也想不到舅舅会像拎东西一样拎起他。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受到了金莲心中深深的怨念，只有梅贝露因为自己不用战斗而喜笑颜开。按理来说，认识到自己不被食药后应会难过，梅贝露却从心底散发出灿烂的笑容。他准备离开现场，但无论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都被魔炎龙的视线紧紧跟随。梅贝露被盯得浑身不自在，侧头对上了魔炎龙满含恨意的目光。他立刻放弃独自逃走的打算，躲到了艾莉西亚身后。既然魔炎龙对冰之一族的仇恨值如此高，舅舅便提议由梅贝露当诱饵。梅贝露听了这话，眼里漫上恐惧之色，他把头埋进艾莉西亚怀里，浑身发抖。便听艾莉西亚安抚说他们会在后方支援。没等到梅贝露回应，魔炎龙就完全复活了。一个庞然大物砸在地面，大地为之震动，无形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事已至此，梅贝露两眼一闭，作为诱饵跑了出去。他想，反正有动神剑在手，魔炎龙拿自己没什么办法。没想到魔炎龙竟直接掀起一大块岩石朝自己扔来。千钧一发之际，艾莉西亚挺身而出，他使出了埃德加的斩击战技，岩石被砍成小块散开，撞入他们身后的森林。与此同时，艾莉西亚的一句我来保护你击中了梅贝露的心房。见他们成功吸引了魔炎龙的仇恨，精灵却迟迟没有动作。舅舅心中生出几分怀疑，难道那句能赢是假的？精灵解释说，那是为了照顾其他人的心情，不给他们留下悲惨的回忆。他所说的恐怕只是原因之一。两人继续聊着，暂时把魔炎龙交给了其他人对付。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精灵说出了舅舅的座右铭：危机也是机会。他已经不再是初次见面时那个觉得赢不了而没点魔毒龙最后一击的精灵。那句能赢是他的真实想法。舅舅对此感到欣慰。两人一起望着空中即将喷出吐息的魔炎龙，接下来该轮到他们上场了。金问却在这时叫停了画面，他摘下眼镜，眼里充满了对异世界奇幻战斗的期待。但在观看大战之前，他想休息休息，后面的故事下一帧即是。在南部地区有行走树的高原，莱加和艾德加合力打倒了果树性魔物。海莉西亚哼着歌，用裙子兜住他们摘下的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他循着身后的脚步声转过来，看到了往山坡上走来的舅舅，才刚打了个招呼，便意识到不妥，急忙放下裙摆，并拢大腿，果实随即散落在地。莱加和艾德加停下采摘，跑去捡果实。海蒂西亚追着一颗滚落的水果，和过来帮忙的舅舅撞在一起，猝不及防地摔在舅舅身上。他想起身，却发现领口的扣子被舅舅的围巾勾住。舅舅想凭蛮力扯开，但越着急越无用。
艾莉西亚紧紧贴在舅舅身上，目光柔和迷离，脸上早泛起了红晕。在她的提议下，舅舅扶起她坐好。艾莉西亚近距离感受着舅舅温热的呼吸，耳边是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这时，舅舅和她说起了过去的经历。他曾在早上醒来时，发现精灵和梅贝露都在被子里压着自己。听了舅舅这话，艾莉西亚不满地嘟嘟嘴，里口间的缠绕刚好被解开。她不停用拳头敲打着舅舅。舅舅想叫莱加和艾德加过来阻止艾莉西亚，但他们俩只顾着捡果实。静雯和童工默默看着这一幕，耳边响起舅舅对艾莉西亚暴力行为的吐槽。他们对着艾莉西亚眼角微红的画面，不约而同把矛头对准了舅舅。在舅舅醒来约10个月后，郑文终于如愿看到了精彩的异世界战斗。他哼着歌在桌上摆好零食，才让舅舅按下播放开关。当他看到画面中的舅舅带着精灵腾空飞起时，兴奋又紧张。只见巨龙嘴巴一张，点点光芒随即汇聚在口中。舅舅和精灵准备先扛下这一发攻击，几乎是在舅舅施将那盐护身后的瞬间，嗜肉的吐息就从巨龙口中喷涌而出，仿佛要将敌人连带周围的一切都焚烧成灰。舅舅和精灵沐浴在吐息之中，身上发出舒吱吱的声音。魔炎龙的大招有魔炎吐息、尾巴以及单发爪子攻击，他们决定诱导魔炎龙使用爪子。在被舅舅用疾风送出吐息范围的瞬间，精灵发动天舞机动，如离弦之箭朝敌人袭去。魔炎龙抬起尾巴，正准备迎击，就受到了阻止。原来是梅贝露用冰棱缠住了魔炎龙的尾巴，他眼里的那股恐惧之色早已不见。趁此间隙，舅舅吟唱魔法，劈锤歼灭。一股强大的雷系魔力注入精灵的长剑之中，他将剑化枪，来到了魔炎龙面前，又托取长剑对准了他。便见魔炎龙抬起锐利的爪子抵御攻击，两者相撞之处产生刺眼的白芒，冲击力震碎了梅贝露的冰棱。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精灵再次改变手中武器的形态，他展开剑鞘，亮出一把比魔炎龙还长的巨剑，在魔炎龙手臂上狠狠划出一刀，耳边随即传来对方狂躁的怒吼。金恩不给他放出下一发吐息的机会，准备使出超长星破断，便见他将仿佛能斩裂天地的大剑高举至头顶，带着能毁灭一切的气势朝魔炎龙砍去。这一剑好似洞穿了时空，破灭了法则。魔炎龙的嘶吼声戛然而止，生命之光骤然消逝，他最终变回了魔炎。这场战斗几乎耗尽了精灵的力量，他无力维持飞行，猛地往下坠落。幸好舅舅赶来抱住了他，他正想责问精灵为什么不事先说明情况，好让他有所准备，便看见精灵在他怀中灿然一笑，脸上充满了战胜强敌后的喜悦。温馨的画面没持续几秒便被舅舅破坏，他指出精灵身上的焦臭味，有些嫌弃。精灵一急便不停拍打着舅舅，以阻止他继续闻味道，结果让舅舅失去平衡，两人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坠落地面。精灵揉揉被摔疼的额头，勉强睁开眼睛，正好看到舅舅不顾危险用瓶子重新装起魔炎。融合了神之力的魔炎，若再遇上其他强大的力量，便会诞生更棘手的敌人。然而这正是舅舅未来想看到的局面。在刚才打倒魔炎龙的瞬间，巨大的能量互相冲击，使他看到了时空扭曲。如果把魔炎龙培养得更强，再对其使用更猛烈的攻击，那么舅舅或许就能借助更大的时空扭曲回到日本。舅舅话音刚落，精灵就举剑砍向他手里的瓶子，为了破坏他，甚至急出了眼泪。在其他人赶来后，他还是追着舅舅敲敲打打，这让坐在屏幕前的三人满头黑线。舅舅在吐槽精灵的暴力，静雯和藤宫则是抱怨精灵的傲娇。如果想让舅舅留在异世界，明明可以直说，他却偏偏选择了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做法。话说回来，经过这一战后，舅舅总算掌握了回日本的线索。藤宫急切地向舅舅确认回来的方式，舅舅一开口就被静雯打断。静雯激动地抓住藤宫的肩膀，他可不想被剧透接下来14年故事的结局。不过据舅舅所说，后面他基本是独行侠，像这样值得回忆的小插曲已经不多。鉴于舅舅的认知和事实常常有着巨大出入，静雯不打算相信这话。最终精灵在大家的劝说下收起了长剑，暂时放下了破坏魔炎瓶子的念头。一直乖乖蹲在旁边的梅贝露上前扯了扯舅舅的衣服，他提起自己控制魔炎龙尾巴的助攻，身体左右摇晃，就差没把快夸我这几个字写在脸上。舅舅望着周围被魔炎灼烧后的惨状，真诚地说出了感谢。如果没有其他人，只靠自己，恐怕要花上4个月才能打倒神话魔炎龙，不仅耗时耗力，还会将周边地区卷入战斗中。说完，舅舅向众人深深鞠了一躬。梅贝露得到夸奖，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这份小心思刚好被艾莉西亚看穿。梅贝露顿时生出了捉弄艾莉西亚的念头，于是他故意说艾莉西亚想像精灵那样被舅舅抱起来。艾莉西亚被他这么一说，顿时涨红了脸，
这就立刻明白了艾蒂西亚想被带着飞行的愿望。遗憾的是，他在战斗中使用了太多小精灵的力量。听到舅舅这么说，艾蒂西亚尴尬地笑了笑。就在他以为这事就此作罢时，身体被舅舅不用拘束魔法直接拦腰抱起，咻的一下升到了空中。第一次被人以这种姿势带上高空，艾蒂西亚既激动又害怕。落地之后，莱加和埃德加嚷嚷着也要体验，被舅舅爽快答应。在舅舅抱着他们俩升空时，始作俑者梅贝露对上了脸黑如锅底的真灵和艾莉西亚。他心里害怕，偏偏舅舅放下莱加和埃德加后，又过来添了一把火。昨晚谢谢你了，真是魅力十足的一夜。明明是在感谢梅贝露美妙的歌声，却说出这种令人误会的话来。梅贝露备受困扰，直到舅舅作为谢礼又给了他一枚戒指。梅贝露难以置信地望着无名指上的2枚戒指，心想这真是他能同时拥有的吗？脸上却冷静淡定，以等升职为由拒绝了舅舅卖戒指换取生活费的建议。东神剑上的寒冰啪嗒啪嗒融化，精灵吃了一肚子闷气。见梅贝露和艾莉西亚对舅舅的假名感到困惑，以为自己终于靠真名扳回一城，却没想到下一秒舅舅便解释情况，并说出自己的真名。精灵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内心翻江倒海。听到真名后，梅贝露和艾莉西亚还在争论哪个假名更帅气。舅舅越听越高兴，你们治安能理解他们的优点，两位都很有眼光嘛。空气中的酸味却越来越重，静雯和藤宫都替舅舅捏了把汗。好在一阵整齐的脚步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来自附近城镇的自卫团和冒险者工会，他们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精灵刚才的惊天一剑。眼前就出现了精灵美妙的身姿，但旁边的兽人让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做出攻击姿势。熟悉的剧情再度上演，这回勇者和冰之一族还有精灵都愿意站出来为舅舅担保。如此一来，舅舅应该会被视作和精灵一起讨伐龙的队友，结果却出乎静雯和童宫的预料，舅舅仍被没收全部财产，扔进了监狱。这天，静雯和舅舅看了一部恐怖电影，舅舅直呼过瘾，静雯意犹未尽。刚好影院正在上映这部电影的续集，而且还有经过特效编码的 4DX 版，它能在物理上模拟震动、刮风、下雨等环境特效，重现打斗场景的冲击力。当然，票价也比普通版本更高，一般只有电影日活动时才会有折扣。不过，因为今天是妇女之日，女性购票也能打折。说话间，静雯身旁的中年臭大叔已经变身成美少女模样。为了省下600日元，舅舅不惜动用会影响人格的禁忌魔法。预约完电影票，静雯和舅舅便顶着烈日出门了。在热气蒸腾的路面上，舅舅撸起长袖，盖上兜帽，和静雯并排走着。他的衣服过于贴合这具纤细的身体，静雯看了不禁发出感叹。据舅舅解释，强化变身魔法的效果也会令衣服产生变化。话说回来，舅舅虽能用魔法带静雯隐身飞过去，但紧身起见还是采取了普通的交通方式。正因如此，舅舅眼中多了一丝担忧，如果迟到而错过预约时间，就会浪费钱。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冒着酷暑，终于走到了车站入口。他们平时总是3人围在桌前观看记忆，今天妇女之日有难得的折扣，成功却因研讨会而不能来。舅舅不免觉得可惜，他打开钱包，站在自动售票机前，正准备买票，静雯就已经刷卡过了闸机。舅舅身体一震，静雯，你票呢？购票小插曲过后，静雯和舅舅顺利搭上了车。在摇摇晃晃的车厢内，舅舅的美貌引来了旁人惊羡的目光和窃窃私语，但他本人似乎对自己引发的骚动一无所知，还和静雯聊起了恐龙。舅舅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看到的暴龙都站得很直。静雯本来半信半疑，但他上网一查，还真找到了暴龙直立的旧图，这和现在长毛的恐龙形象相差甚远。舅舅接过静雯的手机，惊讶地望着屏幕上毛茸茸的恐龙。熟悉和怀念的事物突然改变，让舅舅顿时有种世界观崩塌的感觉。于他而言，恐龙长毛就和冥王星不再是行星一样难以接受。直到现在，舅舅背诵太阳系8大行星顺序时，还是忍不住想在海王星后面接个冥王星。除了这些以外，历史也发生了变化。幕府成立的年份被改成了1185年。舅舅上学那会儿，教科书上还写着1192年。年份一改，连带着方便记忆的顺口溜都降了个档次。静雯眼中的无关紧要之事，却让舅舅难过。舅舅在网上浏览到了这些信息，但每次准备查阅和世家主机相关的信息时，都会受到记忆精灵的警告。一段时间过后，两人坐到了终点站，接下来他们还得再坐一趟公交。坐上车后，舅舅开始心疼交通费，直到从静雯口中得知，无论在哪里下车，这趟公交都是100日元。自从1999年7月调整为100日元后，车费再也没有变过。沿途看到的景色也和90年代大同小异。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舅舅只能指出信号灯的变化。此外，人们的乘坐习惯也有所改变。现在大家都低头玩手机，难以想象90年代的人们坐电车或公交时在干嘛。舅舅思来想去，只找出发呆这个可能。后来他们下了车，穿过人行道，走进街对面的影院。这周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在18年前。岁月在这栋建筑的里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两人来到售票厅时，每个购票窗口前都大排长龙。幸好他们在网上预约过，可以直接取票。舅舅被静雯带到机器前，从没自助取过电影票的他跃跃欲试。两人都没感受到不远处有道目光锁在了他们身上。小泽望着静雯身边的漂亮女性，失望愤怒。他据此肯定静雯是个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渣。这要拍下照片发给成功，静雯旁边的女人便模糊了身影。因为舅舅这时突然转身离开了取票机，他来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向静雯坦白：“我一个大男人占妇女之日的便宜，果然还是不太对吧？”舅舅终于良心发现，给容貌精灵打了通电话。因为形貌变区是强力的魔法，舅舅如果想变回原样，就得找人代替。于是，在舅舅去售票窗口补差额时，静雯成了代替之人。当小泽穿过人群，艰难来到静雯面前时，在相似的装扮下，他却看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他忍不住发问：“你谁呀？”沙溢话说道，在小泽找过来时，静雯已经代替舅舅承受变身魔法，变成了艾莉西亚的模样。这张可爱的脸庞加重了小泽认错人的尴尬。静雯对着借来的镜子打量着这张不属于自己的面孔，目光逐渐下移，聚焦在饱满的胸前，心底隐约有个声音在怂恿他动手。“你觉得我可以揉这个吗？”静雯纠结地问小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你愿意的话就可以吧。”外面蝉声聒噪，静雯心里烦躁，这真是他能上手的吗？当他把手渐线靠近时，声口传出的心跳声越来越快，脑中如走马灯般闪过许多画面。一番挣扎后，他放下了手。小泽自然不知道静雯脑海里的天人交战，只看到他满脸是汗，坚定地保证：“我不会揉到。”小泽被他的莫名其妙吓了一跳，他拿回镜子离开，但没走远，带着心里的疑团暗中观察。过了一会儿，舅舅回来了。静雯犹如在荒漠中突然见到绿洲，他希望能尽早变回原样，但舅舅担心惹怒小精灵。舅舅见静雯忍耐的辛苦，便指着旁边的厕所建议道：“要是实在忍不下去，去厕所单间里揉一揉不就好了？谁都不会因此责怪你的。”舅舅的怂恿和心底的蛊惑重合，但静雯坚守底线，不能对不起艾莉西亚。就在这时，舅舅接到了容貌精灵的电话。静雯回想起上次被容貌精灵惩罚变成恐龙的经历，心情越来越沉重。在舅舅挂断电话后，他泪流满面的回头等待宣判，没想到他居然得到了精灵的认同。精灵认为他拥有高洁的精神，以后会协助他使用变身魔法。静雯受宠若惊，为了变回原样，他和舅舅直接进了男厕所。小泽虽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但能清楚看到他们进去的身影。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恰好这时朋友过来找他，小泽交代了自己跟踪石文的行为，还晒出了偷拍的照片。然而手机上只出现了2团模糊的人形黑影，屏幕前的3张脸孔顿时陷入恐慌。他们被吓得逃离了灵异现场。与此同时，以女性模样进入男厕所的静雯心中掠过一丝不安。好在舅舅告诉他有阻碍魔法存在，即使被摄像头拍到也不会正常显示。于是静雯享受完做龙的快乐，才变回原形，和舅舅一起离开厕所。他们穿过嘈杂的人群，进入观影厅。映前短片过后，静雯心里还残留着刚才变龙的轻松愉悦。她打算回去变身拍视频传到油管。虽然马上被舅舅严肃地提醒了副作用，但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避免精神被肉体影响的好方法，那就是在变身成无忧无虑的恐龙放松心情。但实际上两人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副作用的影响。静雯心直口快地指出舅舅掩饰在严肃表情下的激动，那是看完 4DX 短片后对正片的期待。舅舅一想到世家体感阶级也会是这种体验，就心情雀跃。正片快开始时，他才想起注意事项，急忙关掉手机，然后被静雯揶揄说那电话没人打得通。接着他们眼前便出现了逼真的画面，配合着倾斜摇晃的座椅与其他环境特效，静雯和舅舅仿佛身临其境，跟随主角展开了一场刺激之旅。电影3场后，他们还饶有兴致地聊起扣人心弦的情节，就算在飞行期间，他们也没停下讨论。之后的某天，舅舅还想聊聊这天的观影经历，然而静雯房间里没传出任何回应。舅舅自言自语说还不行吗？正好童工过来找静雯，他一拉开房门便看到床上有一个小鼓包，静雯缩在被子里发出咕噜噜的响声。童工关上门，压着静雯的手臂和上半身坐下。静雯此时既挣扎不开，也说不出人话。童工一看便知这是变身魔法的后遗症，
一想到静雯以后能随时变成艾蒂西亚的样子，藤宫便忍不住用手指弹了好几下她的额头，显然把静雯当成了毫无自制力的臭男人。在一连串的弹指攻击下，静雯额头红肿，飙出眼泪，疼痛逼着她说出了话：“我什么都没有做，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藤宫闻言停下了动作，但总觉得这样反而恶心。他从静雯身上下来，和静雯一起走出房间。他们之间流畅的对话叫舅舅惊讶，没想到藤宫居然能让静雯快速恢复。以上便是静雯掌握变身魔法的经过。这一话讲的是舅舅被抓进监狱之后的故事。虽然舅舅和其他人合力打倒了魔炎龙，但破坏神祠、引发神力失控的罪魁祸首也是他。几天后，舅舅被押送到行刑现场，围观群众情绪激动，吼着要吊死兽人。舅舅放大画面，揪出人群中的煽动者，他是王国骑士队长。先前想通过跟踪梅贝露抓住舅舅的人也是他。附近头戴兜帽的那群人，则是精灵和梅贝露以及艾蒂西亚一行。莱加和艾德加打算制造混乱，让其余3人劫走舅舅。在这紧要关头，梅贝露不合时宜地插嘴，质疑了莱加的工作经验。莱加只好花些时间让梅贝露乖乖闭嘴。舅舅却在他们争论时消失不见。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安排，他们下意识去求助精灵，却也没见到他。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已经飞到了空中。精灵站在高处，一下获取了周围的视野，很快在去森林的路上找到了那批劫走舅舅的神秘人。就在精灵朝他们俯冲直去时，地面上有一人张大了嘴，随着一声刺耳的咆哮，强劲的气流如同无坚不摧的巨浪扑在精灵身上，使他从空中掉下，重重摔在那人面前。制发猝不及防的猎兽战后，打得精灵个措手不及。他以手撑地，不必抬头也能通过招式确认对方的身份——巨兽猎人多尔多尔。但对方并不记得他。随后，艾莉西亚一行匆匆赶来，多尔多尔没有阻止增援。在艾蒂西亚给精灵施加回复魔法时，莱加和埃德加也认出了多尔多尔，他们激动地上前介绍了自己。面前的3人和记忆中在茂亚之森救下的小鬼头重合。多尔多尔终于在提醒下想起了他们。听着几人聊天叙旧，藤宫却记不起多尔多尔的身份。其实他就是雷格法尔根商会雇佣的巨兽猎人，他不仅是艾丽夏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憧憬的对象。尽管有这么一层渊源在，多尔多尔动起手来也毫不心软。莱加和艾德加更没打算临阵倒戈，两人一上一下同时出手，鲜血飞溅而出。他们的打斗声传到了附近森林里。这群佣兵绑着舅舅送到了被他们称作董事的男人面前。他起身举起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笼罩着一股阴森森的黑气。这枚贴心石戒指的持有者便是雷格法尔根商会董事哈根。他笑着用礼貌的口气威胁舅舅索取解除诅咒、摘下戒指的方法，并警告他不要拖延时间或试图反抗。交代清楚，他才让手下解开舅舅的口罩。舅舅一副对诅咒毫不知情的样子，还建议做好润滑再取下来，甚至把摘不下来的原因归结到哈根长胖上。哈根耐心告泣，实际上他反倒因舅舅陷入焦虑而变瘦了。一旦他被兽人戴上戒指的事情传了出去，商会将会面临灭顶之灾。他想解除诅咒，却发现当事人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舅舅对自己惹出的麻烦深感抱歉，他决定负起责任来。便见他先在自己旁边召唤出一把长剑，以分开抵着脖子的短刀，然后用水蛇拘缚缠住其他人，并撕开自己身上的捆绑，显现暗箭，在戒指周围不断挥舞。现场的其他人起初被这一连串的攻击吓得瑟瑟发抖，后来他们见什么也没发生，都和当事人一样冒出了个问号。当然他们心中的疑问并不相同。静雯屯宫和那时的舅舅产生了同样的疑惑，为什么安之剑砍不断戒指上的诅咒？舅舅解释说，在他砍断安之盟约咒符的魔法后，强力的盟约魔法无处可去，便附在了戒指之上，最后成了是戒指无法摘下的诅咒。毕竟是偶发 bug， 小精灵也无法干涉。这是舅舅后来发现的真相。他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剧透了。好在静雯和屯宫并不在意。话说回来，当时的舅舅虽然不知道诅咒的形成原理，但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便见他不做任何说明，就抱起哈根，在众人不明就里的目光与哈根的尖叫声中，化作一道线条直冲王都。此时，在王国军中央军事设施司令部正在处理公务的马克菲尔德司令官似乎有所感应，突然站起身，转身朝身后挥出一剑。能悄悄潜入司令部的人，他只能想到一个，是沃尔夫冈布拉德吗？舅舅随即解除了隐身魔法，用行动回答了他的提问。马克菲尔德白剑对着舅舅继续问道：“你是改变主意来杀我了吗？”本来舅舅的行为就已经十分可疑，但他不替自己解释，反而指着哈根给出更令人怀疑的答案：“不是我，是他。”
便见马克菲尔德迅速转动长剑对准了哈根。接下来的故事，下一话继续。山一话说道：“为了解开戒指的诅咒，舅舅把哈根带到了司令部。舅舅曾在风音都市听说王都的魔法知识丰富，便想拜托马克菲尔德帮忙调查。司令总算明白了舅舅的来意，马上收剑入鞘。然而，只有解开智慧的三贤者提出的难题，才能进入王都大图书馆的深渊书库。舅舅随即踢着光剑离开，看这架势，似乎不是去回答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司令隐约猜到了舅舅的打算，连忙阻止他。哈根则在纠结舅舅拜托司令帮助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决定顺水推舟，留在王都调查，而让舅舅先回那座名为加特的城镇。经他这么一提醒，舅舅才想起精灵还在为自己战斗。相较而言，哈根考虑得更细致全面。他不仅给了舅舅一封让商会佣兵停战的信件，还特地向司令提起了煽动民众吊死兽人的骑士队长。马克菲尔德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他在脑中将前因后果串联起来，才意识到部下曲解了自己的命令。于是他立刻修书一封，以让队长停止行动。在他书写信件时，舅舅点头向哈根道谢。哈根微微睁开左眼，轻描淡写的道了声没事。司令将信装入信封，摇了摇铃铛，随即有一位身穿铠甲的士兵推门而入。他一看到舅舅，便条件反射般把手放在了剑柄上。马克菲尔德及时说出舅舅的身份，解开了误会。他叫来的这人正是自己的副官米拉格雷拉。在征得舅舅的同意后，他命令副官与舅舅同行，将处在加特郊外的骑士队长纳入指挥，结束事态。出发前，舅舅为了减轻负担，特意让米拉脱下铠甲，趁他回去换衣服，舅舅把解除诅咒之事交给了司令。听着两人的对话，哈根突然得到启发，疏通了闭塞的思路。据他分析，舅舅之所以这么帮自己，是为了攀附商会，进而联系商会和军队，达成不可告人的阴谋。但实际上，舅舅不过是看哈根被戒指困扰，想负起责任罢了。哈根听了舅舅的解释，惊讶到睁大了眯眯眼。马克菲尔德不得不重新审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原以为哈根是舅舅的伙伴，现在却被告知他们互为敌人。幸亏换好轻装的米拉副官敲门进来，打破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们一起出了司令部大楼，舅舅将米拉达横抱起，一个加速消失在空中。现场只剩下哈根和马克菲尔德两人。哈根随即被马克菲尔德拔刀相向，他顿时有种又被舅舅坑了的感觉。没过多久，舅舅便将王都远远甩在后头。他抱着米拉平稳地飞在空中，地面的风景迅速往后退去。舅舅的体贴温柔一下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米拉被舅舅稳稳抱在怀中，眺望远处的山脉。按照他的经验，沿着那个方向走能更快到达加特。同时他提醒舅舅小心北边西多瑞拉山脉的兽人群体，但马上被舅舅生硬地转移了话题。说起来，你喜欢马克菲尔德司令吧？米拉不假思索地承认了这点。等脑子反应过来收了什么后，再讲社会刚才的话整难了。碍于年龄和身份的差距，他一直没把喜欢说出口。舅舅自称恋爱大师，本想开导他，却被地面传来的虎叫声打断。交出兽人，吊死他的声音此起彼伏。在骑士队长的误导下，精灵成了被兽人诓骗、迷失自我的形象。他替舅舅辩解的话淹没在人群的起哄声中。梅贝路不知所措地抱着精灵的腿。事后的商会佣兵见事态愈发严重，打起了退堂鼓。他们不耐烦地催促巨兽猎人赶紧撤离。多尔多尔望着被自己打得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三人小队，下定决心结束战斗。他换出雷枪，正想点那三人最后一击，舅舅便抱着米拉从天而降，挡在了他们面前。艾莉西亚的一声黑幕引来梅贝路和精灵回头，在他们诧异的目光中，舅舅轻轻放下怀中的米拉，还在他起来时搭了把手。多尔多尔不等舅舅做好准备，手中的武器早已饥渴难耐。在米拉去向骑士队长传达命令时，舅舅也给多尔多尔送上了哈根的亲笔信。多尔多尔仔细阅读了纸条上的内容，他虽然人高马大，但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这里离王都少说有5天的车程，哈根怎么可能会在王都？为了证明自己能把人快速送到王都，舅舅直接抱起了多尔多尔，在疾风驱送的作用下直冲云天，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多尔多尔的想象。但还没飞出去多远，舅舅就像失去动力般快速下降。两人轰隆一声结结实实地砸在地面，其他人见他们快速升空后又急速坠落，惊得瞠目结舌。舅舅灰头土脸地趴在地上，原来是之前的几次长距离移动导致小精灵的力量达到了极限。舅舅爬起来往前望去，便看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多尔多尔和他身下的一滩血。舅舅瘫坐在地，惨叫声不断，众目睽睽之下证据确凿，他又被抓进了监狱里。这回就连静文和藤宫都没替舅舅喊冤。比起舅舅关进监狱后的遭遇，他们更担心多尔多尔的情况。舅舅拖动进度条，把时间快进到了多尔多尔探监的那天。
在认清舅舅的实力后，多尔多尔为之前的怀疑感到抱歉。他一边向舅舅打招呼，一边咬了口手上的食物。那本来是身后的米拉副官带给舅舅的慰问品。除了他们俩以外，一起来的还有缠着多尔多尔打架的莱加和艾德加，以及阻止他们冲动行事的艾莉西亚。在听说多尔多尔靠回复魔法满血复活后，静雯和通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接着便听多尔多尔直白地问舅舅：“你有钱吗？”在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时，监狱长官带着士兵来到了舅舅的牢房门口。他们收下了舅舅的全部财产，才心满意足地释放了舅舅。这就之前说的没收财产便是发生在这时。事后那名煽风点火的骑士队长因违反命令而被派去修缮神祠。舅舅再次见到那人时，他已经浑身长满了肌肉。就在舅舅以为自己终于获得自由时，跟踪环精灵和瞌睡虫梅贝露出现在前面。他们早早在这里等了舅舅许久。这段故事便到此为止了。因为被抓进监狱关了1周，这周后来又吃了趟炼狱温泉，并体验了温泉乒乓球。剩下的其他人则去了王都。一提起温泉，藤宫心头就飘过了各种遐想。他向静雯和舅舅提议降温后一起去泡温泉。静雯本不想答应，奈何藤宫打着和朋友一起快乐旅行的旗号，还计划拉上小泽，他便同意了。这之后，藤宫悄悄把舅舅拉到一边，避开静雯，向他讨要上次让精灵中毒的药。静雯则在回味刚才的异世界剧情，她不禁感慨，有些事情凭借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左右的。这就咬了一口异世界水果，竟然从中吃出桃子的味道。他由此联想到了从桃子里诞生的桃太郎。短短的一句话，却同时引起了精灵和梅贝露的兴趣。于是这就向他们讲述了这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有对膝下无子的老夫妇。老婆婆在河边洗衣服时，刚好发现河的上游飘来一个巨大的桃子。舅舅生动地表现出桃子飘来的声音，咕噜咚咕噜咚，反而让梅贝露和精灵觉得奇怪。尤其是梅贝露还问道：“用扑噜扑噜表示就不行吗？”精灵赶紧把扯远的话题拉回来，让舅舅接着讲述下面的故事。在那之后，老婆婆把桃子切成2半，里面出来一个健康的男宝宝。听到这里，精灵和梅贝露不约而同表示怀疑：“这么切会死的吧？”舅舅用手比划了下，试图模拟出避开宝宝和切成2半的动作，但无论怎么解释，精灵和梅贝露都不相信。精灵强忍笑意，问桃太郎最后要做什么。便听舅舅说，他要去讨伐邪恶的恶魔军团，和途中遇到的3只动物一起，他们分别是狗、猴子和雉鸡。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完全超出了梅贝露能理解的范畴。他没事吧？带几只更加凶猛的伙伴去吧。精灵则捂紧了嘴巴，生怕露出笑声。之后，舅舅以桃太郎打倒恶鬼结束了故事，结果被梅贝露吐槽说完全没有用到桃子这个元素。这个故事最终被精灵和梅贝露评价为有趣但奇怪的故事。舅舅不服气，想让他们也来讲讲异世界的童话故事，于是精灵讲起了埋龙老婆婆的故事。绿加成的冬季，雪花如鹅毛纷纷扬扬落下，舅舅往脸上拉了拉围巾，呼出一口白气。梅贝露也从房间里出来，和舅舅并排站在走廊上，但他看起来丝毫没受寒冷天气的影响，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不过如此。接着他还得意地告诉舅舅，冰之一族是很耐寒的。舅舅半信半疑，便把沾过雪花的手贴在梅贝露脸蛋旁边。梅贝露不但面无惧色，反而有些享受。倒是舅舅惊讶地往后退了几步，他举起被冻得发抖的左手，还想再试试。这次他改变了目标部位，边肩舅舅冰冷的手猛地从梅贝露的衣领插进去，直到后背。梅贝露嘴上说着没感觉，身体却越来越奇怪。他才缓过来，便对舅舅发起了反击。随着衣领被拉开，一股透心的凉意从后背传遍全身。舅舅的尖叫声响彻整条走廊，也引出了房间里的精灵。你刚才没对梅贝露做什么不轨之事吧？尽管舅舅马上否认了，但精灵一看梅贝露的表情，就知道事情不简单。既然问不出来，他便要求舅舅对自己做一遍同样的事。梅贝露和舅舅对视一眼，像是在用眼神串通说辞。这个小动作让精灵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测，愤怒油然而生。就在这时，这就满足精灵的要求，把手伸进了他的衣领。精灵顿时感受到一股凉意从后背渗入四肢百骸。桌上的面包颜色金黄，香气扑鼻，随着浓郁的香味在口中蔓延，这就心中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他想谢谢在社会上努力工作的人们，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吃不到这么美味的面包。静雯在赞同之余，不免替舅舅担心，如果他的魔法被社会上的普通人发现了，会怎么样？舅舅投影出脑海中想象的画面，后果大概是像这样被抓走解剖研究吧。时间来到2018年9月，静雯在网上浏览到一则消息，有人使用超级聊天室的功能进行了慈善直播。
直播聊天室是油管推出的新功能，不是通过事先录制好的视频，而是靠现场直播赚钱。静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出了直播的建议，却被舅舅一口拒绝。在舅舅看来，油管博主是通过剪辑视频来获得认可的专业人士，因此直播并不是这个职业的本分工作。话说回来，尽管舅舅有着很高的专业意识，上传的视频却不太受欢迎。上一次，舅舅通过强化手机的红外通信点燃了酒精灯，虽然拍得很用心，但观众的反响微妙不及预期。静雯鼓起原因在于要素过多，导致视频复杂而难以理解。于是舅舅决定接下来拍点简单直观的视频。静雯心中陡然生出一个好主意，舅舅通常会在飞行时使用风之膜减轻风压，保护自己。那么如果不用风之膜，会拍出什么效果呢？舅舅接过拍摄用的手机，打算试一试。10分钟后，一只被冻得惨白的手拉开了阳台门，舅舅右脚跪在地上，艰难地抬起左脚跨进来，然后便直接瘫在地上。他浑身发冷，脸却滚烫。尽管被摧残成这副模样，舅舅依然撑起身体，说完了结束语。频道的订阅和点赞就拜托了。直到电吹风吹出的热风打在身上，舅舅才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再加上视频反响不错，他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洗完热水澡后，舅舅继续配合静雯拍摄。这回静雯在桌上架好手机，自己则变成了一匹马。舅舅拿了根胡萝卜站在他旁边，原计划是他给变成马的同居人喂食，结果静雯这匹马一张嘴便啃在了舅舅头上，温热的口水顺着舅舅的额头流下。静雯变回人形后，以手扶额盘坐在地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舅舅一边查看刚才拍摄的画面，一边开导静雯说，啃咬鬃毛是同伴间相互梳理以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这种突发事件倒是带来了不错的节目效果。就是拍完视频后，静雯不得不出去跑几圈，以驱散肢体里残存的感觉。一段时间后，升官才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静雯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她那长时间没运动过的双腿异常酸痛。尽管如此，她还是十分敬业地要求再拍一段视频。舅舅的话使他茅塞顿开，获得了灵感。他让舅舅准备好雷魔法，自己则去制作道具。静雯先在箱子里找出一根没用过的充电线，接着将盐水浇在桌布上，并拿出胶带，把叠好的桌布与去掉两端接口的充电线一起贴在舅舅的腹部。现在充电线的一头被贴在湿布上，另一头则被舅舅握在手中。静雯调整好拍摄角度，才让舅舅用出雷魔法，便借一股微弱的电流沿着充电线传到湿布上。腹部的肌肉在电流的刺激下微微抽搐。静雯参考肌肉震荡仪的原理，做出了这个简易的装置。简单来说，就是模拟大脑给肌肉传递电流信号，以引起肌肉收缩。虽然一次就成功了，但抽搐幅度太小，导致拍摄效果不佳。在请求雷精灵加强力量后，他们总算看到了明显的收缩。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效果，静雯不断让舅舅增加魔法强度。于是，在一道刺眼的白光过后，舅舅受到了惊人的惩罚。他的头发蓬松炸开，特别是长在头顶的部分高高竖起。好在这个视频得到了不错的评价，观众们把它当成戏剧或魔术而自得其乐。静雯希望这样平静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藤宫看到舅舅的新发型有些失望，因为这事说来话长，所以舅舅干脆跳过了向藤宫解释原因的环节。他估计这个时候雷精灵应该消气了，便让静雯顺着魔法吹出的风给自己梳理头发。在此期间，藤宫意外看到了舅舅帅气的发型，只可惜眨眼的功夫，舅舅又恢复了平时的直发。话说回来，今年冬天他们打算来个温泉之旅，因为小泽的缺席，这趟旅行出现了人员变动。说到这里，舅舅突然想起他和精灵去了趟旅行，舅舅直接投影出当时的画面。事情还要从他们在炼狱温泉时说起。那天清晨，阳光格外明媚，舅舅依旧睡在狭小的隔间里，充足的休息消除了身体的疲劳。他坐起身，看到被子微微隆起，像是有什么东西藏在下面。掀开被子，才发现精灵竟和自己睡在一起，而他原本的床褥则被煤被炉霸占了一部分。精灵对上舅舅讶异的目光，陷入了混乱与慌张。他借口煤被炉睡相不好，逼不得已才过来舅舅这里。这种牵强的理由，也就只有舅舅会信了。没过多久，他们便换好衣服，一前一后出了房间。在走廊上，舅舅取出那个装有魔岩的瓶子。今后他的目标就是培养魔岩龙，并用更加强力的攻击手段打倒他，从而借助时空扭曲回到日本。精灵思索片刻，给舅舅浇了盆冷水。按照他的推测，这个方法不一定能成功带舅舅回去。后来他们来到炼狱温泉门口，那条热闹的街道，在这个魔物横行的异世界，
带结界的露天温泉安全舒适，于是这里逐渐有了人气，慢慢形成了一条上夜街。两人拿着食物找了张空桌子坐下，舅舅压下破坏结界的欲望，刚把计划更改为寻找地下城，便听旁边的冒险者提起一座新发现的地下城。精灵循着声音锁定了目标，马上从那名知情人口中问出了相关情报。这个新发现的地下城便在南方泰洛斯特高原之上，尽管离这里有些距离，但舅舅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他们先回了一趟炼狱温泉，此时梅贝露依然抱着被子含水，他嘴角流出口水，鼻子还在冒泡泡。精灵和舅舅试着喊梅贝露起床，结果他只是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这时老板一家刚好过来送别，他们十分感谢舅舅之前帮的忙，态度真诚，并非例行公事。面对老板一家的盛情，舅舅和精灵都有些不好意思。说话间，老板夫人提到了梅贝露，你们的那位同伴呢？精灵和舅舅刚想回话，便听见房间里传出梅贝露的声音：“吃白食什么的最棒了。”他嘴里嘟囔的既是梦话，也是心里话。在这话的刺激下，精灵和舅舅向老板提出分开付钱。这时，梅贝露正处在梦中的极乐世界，哪里知道醒来后要面对什么人间地狱。在出发去南部高原前，舅舅在街上不断张望，一直没找到正好要往南开的马车。他不想浪费力量飞过去，又被动物害怕而骑不了马。如果没有马车，就只能像往常一样独自步行过去。习惯当独行侠的舅舅自然没打算和精灵同行。他说完话回头没见到精灵的身影，还以为他先走了。不过才往前走了几步路，就被精灵叫回了头。一匹骏马在他面前扬起前蹄，不断吼叫。舅舅下意识用手挡住脸，最后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怎么也想不到精灵会像变魔术似的牵来一辆马车。据精灵介绍，马车的主人是一位旅行商人，对方刚好要把空置的马车拉回南方，开在精灵积累多年的信用上，才愿意将这事交给他。舅舅不免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也要去地下城呢？”精灵仿佛预料到了舅舅会有此疑问，随即解释说，地下城存在古代魔导道具的可能性很高，既然目的地相同，不如同行互相照顾。就这样，精灵成功说服舅舅和他一起踏上了前往南方地下城的旅途。在精灵的驾驶下，马车慢慢向前方驶去，车轮压过地面，发出嘎呜嘎呜的声音。在舅舅欣赏沿途景色时，精灵突然加速了马车，马儿在缰绳的抽打下越跑越快。舅舅就在剧烈摇晃的车上扎紧了座椅。一阵颠簸过后，精灵总算给飞驰的马车降了速，马车终于恢复了最初的速度，缓缓行驶在平原上。这就长长的舒出一口气。精灵偷偷瞄了一眼舅舅的侧脸，忍不住勾了勾嘴角。不知不觉间，马车的速度又变快了。马车平稳行驶了一段时间，精灵向舅舅喊饿，他握着缰绳，实在腾不开手拿取食物，便扬了扬眉，带着期待的眼神看向舅舅。舅舅自以为领会了精灵眼神里的意思，主动把缰绳拉了过来。精灵愣了下，马儿比他更早反应过来，在舅舅拉过缰绳的同时，他便狂躁地跑起来，不断发出尖锐的嘶鸣，全身上下都在叫嚣着对舅舅的厌恶与害怕。经过这番惊吓后，在接下来的2天里，舅舅都不敢再摸缰绳。他顺着精灵的意思，把食物喂进了他的嘴里。精灵咬了一口，心满意足地哼起了歌，连笨蛋兽人4个字都染上了暧昧。静文和屯公看得津津有味，舅舅却十分讨厌这段回忆，都把饭送到他嘴里了，还在喊笨蛋兽人。好在南部城镇米雷兹已经近在眼前，马车在城门不远处停下。在精灵抱怨入城太短时，舅舅已经下了马车。他刚往前走了几步，城门便被人打开，几支剑士迎面而来，但被他用短刀弹开。紧接着便有一群人手持武器与火把从城里冲了出来。从这些人的话里不难知道，舅舅又被他们当成了邪恶兽人。熟悉的剧情再次上演，舅舅应对起来轻车熟路，没花多长时间，他便解开误会，和精灵一起进了城。精灵交还马车回到舅舅身边，发现他还在为让马车失控而感到自责，于是精灵安慰舅舅说，对方不仅十分满意，还支付了移动费用。他将费用的一半交给舅舅，舅舅正好缺钱，便高兴地收下了这袋钱币。在这之后，则是他和精灵并排行走的画面。舅舅趁此间隙起身去倒咖啡，走之前还向静文和童工强调了钱的重要性。这就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后，精灵露出了得逞般的笑容，他似乎沉浸在包养舅舅的快感中难以自拔。接下来，精灵和舅舅去采购了一些食物。虽然每个城镇的风土人情不尽相同，但这街上的魔法师也太多了，以至于舅舅在前往地下城时仍然觉得奇怪。没过多久，他便带着这个疑惑和精灵来到了山体塌方现场，也就是新发现的地下城所在。精灵把右手搭在眼睛上，眺望前方，在入口周围看到了大量冒险者，他们也惊喜地发现了精灵，并向他走来。
在被人看清舅舅的容貌前，静灵先一步用手遮住了他的脸，并保证他不会造成危险。随后就向冒险者们问出了他们不敢进入地下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们不清楚里面能不能使用魔法。这群冒险者中有说不能使用魔法的，也有说能稍微使用些魔法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后也没争出个结果。屏幕前的静雯和童工也在思考。静雯觉得情况和附魔鸟那次有所不同，可惜没能从舅舅那里得到解释。这回舅舅一言不发，做好了不剧透的打算。此时画面中传来一位冒险者的声音，他总结了现在的情况。因为魔法被限制，所以团队协作变得薄弱，稳定性也随之降低，魔法师难以发挥作用，便没留在队伍里。剑灵顿时明白了街上出现大量魔法师的原因，他只是向提供说明的冒险者道了声谢，完全不理会其他也想搭话的人。然后他便问舅舅怎么办。舅舅虽然只回答了3个字我们上，却说出了精灵心中所想。他装备上铠甲，和舅舅一起走向入口。今晚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无法开始。这天，藤宫和小泽在咖啡店约会，他们桌上的蛋糕看上去十分诱人。藤宫用叉子切下一小块送进嘴里，蛋糕入口即化，唇齿留香。他把盘子往中间一推，示意小泽来尝尝。小泽也把自己那份蛋糕推了过来，他们打算边吃边聊，在这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接下来，小泽聊起了千秋，他总觉得那高大的体格是通过运动锻炼出来的，却被藤宫告知千秋因为不喜欢和朋友竞争，所以课余学习的是钢琴和书法。虽然身体不断成长，但内心仍然幼稚。后来小泽提起了最近关注的魔术系油管主播，他们表演的魔术无懈可击，让他想起了静雯的舅舅，他那会发光的魔术也完全看不出破绽。小泽本想聊聊舅舅频道上的视频，刚起了个头，就发现藤宫的表情严肃，你以后不要再看他的频道了。小泽只好把想说的话都咽回去，然后问了句为什么，便听藤宫解释说，比起那些视频，你更该去做些现在才能做的有意义的事。这话叫小泽无法反驳。音乐声和吵闹声依然充斥着整个大厅，他们之间却陷入了片刻的安静。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小泽问起静雯的近况，藤宫却把问题又抛了回来，他怎么了吗？藤宫总觉得静雯复杂难懂，小泽则听得一头雾水。他们万万想不到，此时话题的中心静雯刚好和舅舅一起步入这家咖啡店。舅舅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目光被店内漂亮的装修吸引，随后就被静雯带到了点单台旁边。他望着上面的菜单，满脸困惑，明明都是认识的字，却想象不出来是什么。于是静雯贴心地递过来一份带图的菜单，这样一来，舅舅大概知道那些饮品是什么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该选哪个杯型。与舅舅印象中的小杯、中杯和大杯不同，这里提供的型号是中杯、大杯和超大杯。舅舅不知该如何选择，只好求助静雯。总之他们费了番功夫才完成点单，除了饮品外还买了甜甜圈。就在静雯和舅舅找空位时，眼尖的藤宫发现了他们。在他的招呼下，静雯和舅舅也看到了他和小泽。原来舅舅是为了去书店才和静雯来到这附近。他们接受了藤宫的邀请，动作僵硬的在旁边的空位上坐下。舅舅尤其拘谨，弄得小泽也有些紧张。静雯和藤宫倒是自然地聊起了天，因为实体书店的减少，静雯家附近没有书店，不足为奇。他们才聊了几句，舅舅和静雯的饮料就做好了。舅舅主动起身取餐，小泽则加入了静雯和藤宫之间的对话。他现在不怎么用纸质书，转而使用更为方便的电子书。在舅舅拿着2杯饮品回到座位上时，藤宫顺着小泽的话聊起了电子书。据他所说，有些大学生会把教科书电子化，上课时只用笔记和手机。这时舅舅刚好吸了一口咖啡，被他的冰爽可口震艳到睁大了双眼。静雯则边喝边接过话题，尽管数字化提供了不少便利，但他还是喜欢看纸质小说。这引得藤宫和小泽一起转头。静雯这么说倒也符合藤宫对他的印象，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小泽也表示理解，毕竟翻页时的那种感觉是电子书给不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纸质书太重而坚定地选择了电子书。静雯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嘴角微微勾起。在2人聊完后，他不忘问舅舅咖啡味道如何。这次舅舅难得绽放出和普通人一样的笑容，正是这个充满感染力的笑容，终于让小泽意识到舅舅其实并不可怕。就这样，原本的2人约会变成了私人聚会。这天，藤宫为了观看探索地下城的后续，来到静雯家。此时舅舅正捧着一本杂志，和静雯在玩填字游戏。他们上次停在舅舅和精灵进入地下城的画面，那时藤宫为了回家吃甜甜圈而叫停的播放。
现在舅舅继续用魔法偷引后续。静雯特别好奇那个迷宫到底能不能使用魔法，舅舅和精灵又是如何确认的？但在他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上，舅舅和精灵已经在使用照明魔法往迷宫深处探索了。静雯还在思考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便听到黑暗深处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静雯和腾公跟着屏住了呼吸。随着声音越来越响，一副骷髅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拿着一把普通的长剑，身边没有其他同伴，看起来势单力薄，却突然瞬移到舅舅身边，砍出一剑。舅舅但凡反应慢点，后果都不堪设想。在他用短刀击下这一击后，对方又冲他身上补了一脚。舅舅在闪避的同时抓住机会，把短刀插入对方胫骨和腓骨之间的缝隙，然后发动魔法猎斩。一阵耀眼的白光过后，舅舅利落地将他的右腿连带握剑的右手一起斩下。骷髅急忙往后跳走，拉开一段距离。然而他刚单脚落地，舅舅的攻击便接踵而至。那把散发着白光的短刀不仅砍下骷髅的左臂，还在他的胸前划出一大道口子。至此，这就成功逆转了局势。看完这段酣畅淋漓的战斗后，成功直夸舅舅帅气。毕竟这是舅舅在异世界度过的第3年，他早已习惯战斗。但为什么能使用魔法呢？舅舅暂停画面解释一番，原来这座地下城会使魔法力量衰落，即使是超强的魔法也只能在近距离勉强发动，因此本能消掉山体的光剑刚才只砍断了骷髅的骨头。以上便是舅舅几番尝试才找出的真相。明明是最喜欢的奇观战斗，静雯却突然难过的低头捂脸。这全是因为舅舅自作主张跳过了他期待的解谜过程。舅舅思索片刻，做出了回应。如果把过程剪辑进去的话，现在的观众看10秒就会跳到别的动画了。舅舅身为攸关主的专业意识让静雯猛然醒悟。尽管粉丝希望仔细观看全程，但这段内容对其他人缺少吸引力。在他们谈论时，腾公似乎放空脑袋，浸润抹杀感情的状态。聊完这个话题，他们继续观看后续战斗。受伤的骷髅马上进行了自我修复和强化，断口处长出了3副新的身体，嚎叫声不断。在敌方展开更强劲的第2形态时，舅舅和精灵连魔法都不能正常使用，但他们坚信危机也是机会，所以绝不会坐以待毙。便见精灵取下剑柄握在手上，舅舅也做好了准备。第2阶段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在观看后续战斗之前，静雯打算先准备些零食。在这期间，腾公告诉舅舅，小泽想和他一起玩游戏。虽然是客套话，但舅舅也很高兴。他听到小泽最近在玩收集吉祥物类的游戏，倍感意外。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玩这种类型的游戏。这时，静雯刚好抱着零食回来，舅舅抓了一把塞进嘴里，结果被辣出了痛苦面具。他问了才知道这是灯笼胶。这段小插曲过后，画面继续播放。骷髅把攻击目标换成了精灵，便见一双没有血肉的手骨迅速逼近。精灵不避不闪，连出2拳，随着几声刺耳的巨响，骷髅的骨头七零八碎散落一地，之后只剩下2条光秃秃的脊椎骨。然而断口处立刻再生，新的骷髅头上眨眼间长出了数只手臂。舅舅和精灵见势不妙，躲到柱子后。精灵根据刚才的观察制定了大致战术，骷髅被击碎的肢体无法再生，只有作为核心的本体才能被强化修复，因此理论上切断4肢后再粉碎本体就能将它彻底打倒。然而精灵对这个战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自己的推测不一定准确。舅舅却毫不犹豫选择了相信，他的话在精灵心里翻涌，这种被人完全信任的感觉让他心动不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但其实舅舅的这份信任是源于精灵对战斗的狂热。精灵听到舅舅称自己为战斗狂，随即生气地拍打他。就在骷髅左右张望寻找敌人身影时，高大粗壮的石柱突然被精灵从底部砍断，这副沉重的身躯不似刚才敏捷，骷髅闪避不及而被压倒在地。与此同时，精灵举剑从后面跳出，斩断了骷髅的2臂。接下来，因为这座地下城的魔法衰减机制，精灵选择了近身攻击，便见他将剑柄取下，握在手中，再高高跃起，一招过速崩击从上而下打在了骷髅的本体之上。精灵借力向后空翻，贴着地面滑行几米后停下，随后骨头的碎裂声此起彼伏回荡在这一层。战斗结束，精灵合拢剑柄，舅舅拾起地上的剑身，插入剑柄，恢复了长剑原本的形态。没有受伤吧，翠？舅舅的关心让精灵感到害羞，他亲昵地喊了舅舅的名字，让他不必担心，然后便抛下这片狼藉，和舅舅一起朝下面的阶层走去。虽然托骷髅的福，静雯和屯宫才能看到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迷宫的第一个敌人，他也太强了。舅舅没有剧透其中原因，屯宫只好带着疑问继续往下看。精灵和舅舅很快顺着楼梯来到了下一层，他们在这里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声响，又一副骷髅出现在前方。和上一层不同的是，这次有一位冒险者叫住了他们。舅舅和精灵按照他的要求压低脚步声过去。出于对精灵的信任，对方相信了射纹脸舅舅的人类身份，他就像东道主一样欢迎了精灵和舅舅的到来。紧接着，他们就从这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第一层非常简单，就连外面的那群冒险者也轻松通关了。金文和藤宫也不约而同生出了疑问：难道这里的冒险者都这么强吗？然而接下来他们并没有看到那位冒险者和骷髅正面战斗的画面，他带着舅舅和精灵躲在骷髅看不到的位置，在确认骷髅离开后，终于松了口气。趁现在一起来找隐藏通道吧。话音刚落就被精灵叫住，他回头对上舅舅和精灵困惑的目光，给出了解释。为了避开不死骷髅，他准备去寻找每一层应该都有的隐藏通道。听了这话，舅舅和精灵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上一层，除了骷髅旁边有扇通往下层的门之外，远离骷髅的地方还有一扇类似的门。金文和藤宫马上理解了状况，其实是舅舅和精灵搞错了任务类型，他们要完成的任务不是打倒一般人难以战胜的骷髅，而是避开骷髅朝终点前进。在意识到这点后，舅舅小心谨慎地试探道：如果打倒了那个骷髅，是不是不太好啊？然而对方根本不相信会有人去尝试打倒那个怪物，因为骷髅只要被攻击，就会变成能一直复活再生的怪物，理性的冒险者都不会自讨苦吃。这番话让精灵和舅舅陷入了尴尬。后来舅舅委婉地提出了打倒骷髅的可能性，说不定真有能打倒他的人呢。对方却坚定地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就是怪物了。山一话说到，舅舅和精灵在迷宫遇到了一位冒险者，他在等待同伴时掏出了一块七色珊瑚的碎片，依靠颜色的变化来大体判断时间。据舅舅所说，用七色珊瑚打造的宝石戒指能在异世界卖出足以建造城堡的价钱。藤宫一听到这话，顿时激动地站了起来。可惜舅舅早就拿去当铺鉴定过，戒指被认定成有趣但廉价的玩具，只值50日元。藤宫只好失望地把目光放回光幕。这时，又一只骷髅从他们附近经过，冒险者示意舅舅和精灵不要发出噪音。正当舅舅以为他们处在安全距离时，一股强烈的杀气出现在头顶上方。舅舅负责防御新出现的敌人，精灵则把精力用于解决骷髅。紧接着，一道黑影从天而降，舅舅转身以短刀丈上利爪，刺耳的声响在迷宫内回荡。舅舅虽然落了下风，但也没吃多少亏，他立刻吟唱魔法，形貌变躯，正好迎上猛烈的一击。气响过后，两人都安然无恙，直到袭击者落地，舅舅才看清他的模样。披散的长发盖住眼睛的刘海，纤细的身体以及那几只不属于人类的手脚。他气势汹汹地喊道：“从奥多姆身边滚开，你这个兽人！”话快说完了，才发现舅舅有和自己一样的手臂。他在惊讶之余，听到舅舅略带怒气的声音：“我不是兽人。”他口中的奥多姆就是舅舅和真灵遇到的那名冒险者，奥多姆则称呼他为夏利文。他还没来得及替舅舅澄清误会，骷髅已经被刚才的战斗声吸引，朝他们袭来。在他做出应对前，精灵咻的一下冲了过去，果力全开，竟然直接歼灭了拥有复活能力的骷髅。明明打倒了一般人无法战胜的怪物，精灵的脸色却不好。夏利文被这一幕所震慑，乖乖收起了战斗姿态，和奥多姆一起做了自我介绍。奥多姆是能使用回复的圣剑士，在魔法衰减机制的影响下，可以负责回复轻伤。夏利文则是龙变化术师，在这座迷宫里只能将身体的一部分变成龙，就连精灵也很少遇到这两个职业。轮到舅舅和精灵介绍自己时，舅舅再次使用了假名，而且还是个完全不同的新名字。金文和童宫忍住对假名的吐槽，继续观看。他们互相客套了几句，然后沿着楼梯深入迷宫。在见识过精灵强大的实力后，奥多姆以为他们可以不走隐藏门，然而打倒骷髅需要耗费大量机动力，隐藏门仍是最佳通关方式。这里恐怕是测试探索者是否与宝藏相符类型的迷宫，他们可以按照提示寻找隐藏门。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迷宫的特征。这就接过话题，和他们聊起了衰减机制。用小精灵的话来说，就是力量会被地下抽走。夏利文顿时被舅舅的这种说法逗笑，小精灵的声音什么的，实在让他尴尬的抠手指。精灵还以为舅舅这么说是为了耍帅，只有奥多姆不太介意。舅舅的情绪瞬间低落，他在异世界跟其他人聊起自己的魔法，总会收到这种反应。
静雯不仅没安慰舅舅，反而补上一刀：“够了，停手！凤儿正在哭泣啊。”如果听到成年男性说出类似的话，他也会是那个反应。话说回来，经舅舅这么一提醒，金灵也感受到自己的魔力正被地下吸收。他取出眼镜戴上，看到魔力正往2个方向流去，其中一个方向就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道路。他带领其他人循着另一个方向来到一堵墙壁面前，稍微用点力便拉开了一道缝隙，最后一条隐藏通道出现在他们面前。奥多姆赞叹金灵的聪慧，金灵心里却仍记着他之前说过的话，只要能把打倒骷髅的人收成尸怪物。夏利文虽然不知道奥多姆到底说了什么，但也一起道歉。下一层比之前的楼层更加明亮，奥多姆不禁放松了警惕。夏利文提醒他不能大意，却反被他劝导说神经过于紧绷会秃头。后来夏利文主动找皱皱聊天，他叫了好几次皱皱的假名，皱皱才反应过来他是第一次遇到也能变成龙的人，不免有些兴奋。皱皱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正当夏利文以为自己提到糟糕的话题而感到抱歉时，皱皱给出了意料之外的回应。虽然使用困难，但确实是不错的魔法，而且相当帅气呢。和其他人害怕的反应相比，皱皱的回答教夏利文有些不好意思。皱皱则为了验证龙变化魔法是否可怕，把右手变成了龙头，果然把夏利文吓了一跳。神是这个行为还让夏利文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就是为了让别人害怕才用魔法变成丑陋的兽人脸。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夏利文察觉到皱皱的难过和慌忙道歉，他们之间的对话全被走在前面的精灵和奥多姆听见。奥多姆把快要失去理智的精灵拉了回来，他没想到认生的夏利文居然能和刚认识的人聊这么多。精灵若有所思地回头望了眼舅舅和夏利文，但和他猜想的不同，夏利文并非兽人控。根据奥多姆的了解，他是更看重内在的好孩子。精灵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了撮合他们俩的主意。夏利文殿下，奥多姆好像对你的内心有着深刻的理解呢，要不要成为他的搭档呢？精灵原本只想试探一下夏利文，奥多姆却不等夏利文回复就脱下头盔，冷静地拒绝了。理由是组队期间产生那种感情容易导致判断失误和陷入危险，他拒绝的果断，不留任何余地。两人视线交汇，沉默了。后来夏利文垂下头大步走开，奥多姆也戴上头盔往前走去，两人都一言不发。精灵歪着脑袋，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沙溢话说到，舅舅和精灵在遇到奥多姆后，又遇到了他的同伴夏利文。精灵的试探使他们两人之间的气氛陷入尴尬。后来舅舅播放了奥多姆记忆中两人相遇时的画面，当他循着声音赶到现场时，战斗早已结束。夏利文躺在地上，身上遍布伤口，呼吸微弱。奥多姆毫不犹豫地对他使用了回复术，夏利文却拒绝了他的好心，请不要管我，只要能帮到别人，我就很满足了。话音刚落，奥多姆便伸手去扯他头上的魔道具，这个看起来很贵，要是你死了就给我吧。这话顿时惹恼了夏利文，他突然生出活下去的念头，用仅存的魔力将左手融化，抓住并挪开奥多姆的手。在这之后，他便惊喜地发现身上的伤口全都愈合了，奥多姆的手臂上却多出了几道深深的抓痕。这就尴尬地将画面停在这里。其实奥多姆看似过分的行为另有隐情，他是故意惹夏利文生气的，因为他如果没有活下去的意愿，圣剑士的回复术就无法生效。夏利文走在最前面，默默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后来精灵询问奥多姆如何看待夏利文，结果得到了夏利文是同伴这样的回答。为了让他产生危机感，精灵把走在最后面的舅舅说成了变态，如果不好好面对的话，可是会被抢走的。要知道那家伙同时对3个人采取了强制结婚的行为，其中一人还是男性。奥多姆不禁露出惊讶且担心的目光。此时屏幕外的舅舅被精灵气得不轻，或许精灵也没想到自己背地里说的话会被舅舅以这种方式听到。为了跳过这段对话，舅舅生气地将进度条拖到后面，结果又看到精灵对夏利文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好的，那只是精灵半开玩笑的话，不过他真在这方面有所感悟。光是等着就能得到的东西并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很快就会变成老爷爷老奶奶。精灵讨厌这样的结局，因此无论如何他都会行动。他摸了摸手上的戒指，下定了决心。随后精灵和夏利文沉默地走了段路。当精灵想知道夏利文的选择时，奥多姆打断了他，前面已经没有路了，骷髅却一直没出现。他们在路的尽头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并依照奥多姆、夏利文、精灵就着的顺序爬了进去。夏利文试着找奥多姆搭话，奥多姆却只提醒他保持距离和不愿多说什么。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往前爬了一段路。精灵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个计划，
这种狭窄的地方正适合进行贴身心跳作战。夏利文听完这个计划，难以置信地回头，还以为精灵在开玩笑，却没想到精灵连撞到后发出什么声音都想好了。夏利文不仅拒绝了精灵的提议，还对他的恋爱经验感到好奇。说到这里，精灵不好意思地移开了目光。他虽然能说出刚才那段精彩的演说，但在恋爱方面还是条杂鱼。舅舅听到他们俩的动静，打开照明魔法询问情况。精灵和夏利文纷纷回头，不约而同地发出尖叫。舅舅不明所以，直到按他们的提醒往后看了一眼，他在和骷髅对视的瞬间被吓出扭曲的表情，一时间竟不知道谁的脸更可怕。精灵在通知奥多姆后方出现骷髅的同时，让夏利文不必担心舅舅，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舅舅按住屁股和发出了可爱的叫声。舅舅对这糟糕的动作毫无自知之明，恐惧支配着他，不停催促精灵。在这之后，舅舅便一手抓着精灵的衣服，一手拍打他的屁股，精灵只能认命，红着张脸，含住泪水往前爬，最后被舅舅推着爬到了出口。跟在他们后面的骷髅一出来就遭到了奥多姆、夏利文、精灵和舅舅4人的围殴，痛苦的哀嚎声响彻整个房间。直到骷髅被彻底消灭，他们才松了口气。舅舅躺在地上，身体仍在发抖，刚才的战斗勾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要知道他以前经常被这样围殴。休息一段时间后，他们沿着阶梯往下渗入迷宫。奥多姆和夏利文依然没什么话聊，静雯和屯宫不禁替他们担心。这时恢复平静的舅舅向精灵表示关心，精灵责怪完舅舅，还顺势撒娇想要补偿。变现舅舅直接把手伸了过去，却被精灵当成淫乱兽人，条件反射般拍开了手。奥多姆和夏利文走在前面，默默听着舅舅和精灵的吵闹声，最后相视一眼，忍不住笑了。他们默契地压低笑声，舅舅竟把他们当成了空气，坚持拉下裤子替精灵涂药。看到奥托姆和夏利文的关系变得融洽，静雯和屯宫总算放心了。在那之后，他们没有再和骷髅发生过战斗，就这样顺利抵达了最底层地下10层。房间中央的椅子上躺着一具骸骨，一把长剑似乎插在他的胸口。他们究竟能不能把这把剑取出来呢？我们下个月再见。静雯想让舅舅回放一段抵达地下10层前发生的故事，舅舅担心这样会打乱节奏，使人感到厌烦或看不下去。静雯试着用沉没成本效应和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来说服他。他大概是想说，即使这段故事有些无趣，人们也会基于前面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和继续看下去。腾宫屈起左腿旁观，爱想静雯说的这些网络知识用在这里真的合适吗？为了帮助舅舅理解，静雯特地拿游戏举了个例子。如果想通关游戏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按下 Continue。这个例子让舅舅想到了射击游戏，如果射击游戏按下 Continue 就没用了。静雯难以理解这点。明明在家用游戏机上接关不需要花额外的钱。舅舅以手扶额，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而失控大叫。因为某种不可言说的原因，他一直以为踩进 STG 是5关组成的游戏。在这段小插曲过后，舅舅把进度条拉回抵达地下10层前。那时他摸了摸夏利文的脑袋，利用记忆再生魔法重现了他与奥多姆相遇时的回忆。画面上顿时出现了一张年轻帅气的面孔，这正好是奥多姆故意惹恼夏利文时的场景。精灵忍住激动的情绪，与夏利文小声交流了几句。其实他们俩都没把这么可爱的奥多姆当成坏人，只有舅舅误会了奥多姆。奥多姆在尴尬之余，不利地为自己辩解了一句。幸好精灵和夏利文及时站了出来。夏利文告诉舅舅，那个粗鲁的奥多姆已经不在了。精灵也想说些什么，但说着说着就忍不住爆笑，甚至飙出了眼泪。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奥多姆拉下头盔上的面罩，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担心奥多姆生气的精灵和夏利文紧张地跟了上去，舅舅则不明所以地追在他后面，直到记忆再生魔法重现奥多姆脱下外套盖在夏利文身上的一幕，舅舅才终于看到了奥多姆温柔的一面。与此同时，夏利文对舅舅使用的魔法类型产生了疑问：如果记忆再生魔法是他的家族继承魔法，那为什么他又能使用龙变化魔法呢？精雯也不清楚个中缘由，他告诉夏利文，舅舅能使用所有魔法。他猜测原因在于舅舅的特殊出身，与魔法相关的话题顿时勾起了静雯的好奇心。他带着期待的眼神看向舅舅，然而舅舅一句不知道便给他泼了盆冷水。在这之后，他们抵达了最底层地下10层，画面上再次出现那个神秘房间的场景。夏利文猜测王座上的骷髅便是地下城的主人，奥多姆对此心存怀疑，因为显然那具骸骨被长剑刺中了。接下来，舅舅指着那把诡异的长剑道出了他的发现。那把剑正在吞噬小精灵们的力量，
这便是使冒险者们魔力衰减的真正原因。金轮起初以为那是古代魔导质，但他转念一想，并不存在作用范围如此广的古代魔导质。他刚往前走了几步，两侧墙壁便发出剧烈震动，数十扇爱门齐刷刷打开，里面的骷髅仿佛听到了某种指令，同时看向他们4人。在此紧要关头，精灵跑向了王座，他示意其他人先走，自己拿刀剑再与他们会合，却没想到他们都跟着跑了过来。精灵瞥了眼不愿离开的夏利文和奥朵姆，放弃了劝说，接着别看到舅舅朝自己伸出了手，他配合地握住这只手，在舅舅使用疾风驱送时发动天舞机动，如离弦之箭朝前方王座袭去。在精灵拔出长剑毁掉王座与骸骨的瞬间，房间里的数十只骷髅立刻停下了脚步，他们放下手中武器，垂头单膝跪地。奥多姆看到这一幕后惊呼：精灵小姐，你做到了呢？精灵没有做出回应，只是摸了摸后颈，随后一条藤蔓缠上他的脖子，拢住长发。精灵站在王座与骸骨的碎片之中，抬手挥动长剑，面前便突然聚起一堆骸骨，它们不断壮大，没过多久，骷髅王座便初具雏形。精灵转了个身，交叠双腿坐下，在他摘下戒指的同时，房间里的骷髅全都不约而同地向他靠拢。舅舅眼见精灵扔掉戒指，连落地声都淹没在骷髅的脚步声中。在这之后，精灵右手抚上藤蔓束好的长发，逐个点到了浩多姆、夏利文以及舅舅，声音里透露着兴奋与感激。谁也不知道他在如骷髅眼眶般漆黑的地下城里待了多久，才终于等到抵达最底层的冒险者。他一直渴望着一副受过锻炼、健康而又美丽的身体，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从那张开合的嘴里传出的明明是属于精灵的声音，说出的话却莫名其妙，不像出自他之口。那副身体里似乎还住着另外一个存在，那个存在自称狮王，将用神赐予的神器王神剑夺取一切，称王称霸。直到这时，夏利文才发现精灵已经被其他人附身了。浩多姆则恍然大悟，意识到他们中计了。狮王通过这座地下城筛选出强壮的冒险者作为自己的新肉体，如果不是狮王亲口所说，他不会猜到对方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挑选优秀的部下。在意识到狮王想把他们变成骷髅战士的瞬间，浩多姆用手握住了剑柄，夏利文则将对方跟童话故事里的狮王联系到了一起。根据那个故事，在很久以前，邪恶转移者带领不死军团毁灭了一个国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单凭他们两个是无法与狮王抗衡的。事态紧急，浩多姆下意识求助舅舅，却没得到一点回应。他和夏利文一回头，便看到舅舅脸上出现了扭曲的表情。除了他们之外，就连静雯和童宫也难以理解舅舅的反应。舅舅摆了摆手，没有多说什么。静雯和童宫只好继续看下去。舅舅为何做出那样的表情，原因将在明年揭晓。山一话说道：精灵被夺走了身体的控制权。奥多姆见舅舅露出令人迷惑的表情，便给了他一掌。即便如此，也没让舅舅恢复常态。谁也不知道舅舅叽叽喳喳到底在说些什么。于是奥多姆和夏利文决定靠自己解决那个怪物，便见狮王吟唱咒语，试图取出精灵的魔道具，但以失败告终。狮王能使用精灵习得的雷电系魔法，却不能使用剑系收纳魔法。难道除了咒语之外，这个埃尔加王族独传的秘术还有其他发动条件？就在狮王询问奥多姆和夏利文有何线索时，精灵额头上的发饰突然开始闪烁光芒。夏利文推测那个东西和自己的头饰一样，能阻断精神系魔法。精灵小姐的意识或许还未消散，她正在抵抗王神剑的支配，因此他们准备实施原定计划。浩多姆刚摸到夏利文交给他的头饰，狮王就操纵着精灵的身体从宝座上消失，左手拎着骷髅头，右手持剑出现在他们身后。浩多姆和夏利文默契的同时转身攻击狮王，然而狮王只是略微抬剑，就在身旁射出骷髅弹开了他们。而后狮王收回骷髅，环绕在自己周围，回头轻蔑地看了眼狼狈的奥多姆和夏利文。狮王已经不想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电梯后方突然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狮王打算将这两人交给骷髅大军对付，自己则先行离开。奥多姆颤抖着举起了剑，试图阻止对方离去。狮王见状突然来了在这里一试身手的兴致，摊牌了。王神剑拥有篡夺分羽的能力，它能夺走敌人的力量，并分享点容器，使其成为忠实的臣仆。这是狮王从大河巴哈马尔降临于此时向神祈求的愿望，君临勇士之力的显现。奥多姆和夏利文一言不发地消化着这些信息，接着又听狮王继续介绍说，即使是石块也能成为容器，但狮王最喜欢的还是人类的身体。
此外，狮王通过释放剑的力量，使广域加无接触掠夺成为可能，造就了这座地下城的衰减机制和库罗宾的自动强化再生。不过，为了让对方能尽全力战斗，狮王收回了这份力量。在狮王进行解释说明的这段时间里，奥多姆和夏利文重新振作。随后，奥多姆故意询问狮王夺走精灵身体的方法。狮王刚提到那时分羽能力的应用，奥多姆便出其不意地发起的攻击。只可惜他的剑在触及狮王手臂的瞬间就断了。奥多姆所攻击之处被尸骸保护得严严实实。紧接着，夏利文帮助奥多姆用魔法将剑身补充完整。奥多姆随即利用铠甲强化自身，如离弦的箭般冲向狮王，将夏利文的头饰戴在了精灵头上。一道亮光过后，奥多姆的铠甲溢出鲜血。夏利文正要上前查看奥多姆的伤势，就被对方制止。待烟雾散去，两人不约而同将注意力放在精灵身上。精灵相识恢复了自我意识，脸上写满了紧张，茫然地看向受伤的奥多姆。夏利文惊喜地看着这一幕，还以为精灵真恢复如常。当奥多姆放松警惕走向精灵时，精灵却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剑。夏利文僵着笑容愣在原地，直到奥多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他才在狮王的笑声中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眼见奥多姆的鲜血沿着剑尖滑下，流了一地，夏利文痛心疾首，他马上脱去外套，发动龙变换魔法，在狮王的注视下化身为龙，倾尽全力发动了攻击。便切狮王举起手中长剑立在面前，随着眼睛与剑柄散发出光芒，王神剑被解开封印，尽数吸收了夏利文的所有力量，使他变回人形，从空中坠落。狮王提剑怜悯地注视着倒地不起的奥托姆，感谢如此努力的他让自己感受到快乐，同时也称赞了还在地上奋力挣扎想起身的夏利文，毕竟他让自己使出了奥义，值得夸耀。在狮王对他们阴阳怪气时，舅舅关切的声音从奥托姆旁边传来。他先是召唤出暗剑，似乎砍断了盔甲上的某种不可视之物，然后对着一片胸甲喃喃道：“这是被诅咒的盔甲。”还劝奥托姆别穿这种吸取使用者体力、换取战斗力的东西。奥托姆瞥了舅舅一眼，艰难地吐出几句话。这时，夏利文还叫了声舅舅的假名，试着往前爬了爬。狮王自然看出舅舅使用了暗魔法，这种魔法最适合解开灵魂的支配衣服。只可惜，便见狮王在夏利文和奥托姆震惊的目光中摘下精灵的发饰，用略带遗憾的口气告诉舅舅，他是无敌的王者，不管什么魔法和魔道具都拿自己毫无办法。没想到舅舅竟然说出了间隙收纳魔法的正确打开方式，要用古代语言向间隙世界吟唱咒语。狮王恍然大悟，按照提醒顺利发动了间隙收纳魔法。在狮王从中取出精灵惯用的长剑时，舅舅居然还告诉对方，收纳物品中有能进行远距离大功率攻击的剑鞘。难道舅舅想要成为狮王的手下？这连狮王也对他的坦诚产生了误解。只见舅舅冷静地否定了狮王的猜测，他抓着手中的暗之剑，嘴上说着要打倒对方的话。舅舅的记忆播放到这里，便被静雯要求暂停，因为看到这里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静雯心头。他怀疑舅舅这么做是为了与精灵全力一战并打倒他。他实在接受不了这种令人郁闷的展开，也不能原谅通过奇幻故事来揭示残酷现实的方式。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桌前，鼓起勇气询问舅舅会不会是坏结局。舅舅没有正面回答，他告诉静雯，结局的好坏取决于他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将死亡视作坏结局，那么任何结局都是糟糕的，毕竟人都会死。于是静雯追问舅舅当时的奇怪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舅舅摆摆手，却没做出解释。就在这时，藤宫收到了小泽的信息，舅舅听到小泽会来，打算结束观看，但藤宫表示不必在意，因为他所说的能来就来，意味着大概率不会来。后来舅舅准备沏杯咖啡休息，在他起身离开时，藤宫听到了一声叹息，日语真难呀。至于舅舅为何做出那样的表情，原因将在下一话揭晓。这天晚上，在炼狱温泉的房间内，梅贝露趴在精灵身旁，目光扫过他手上的戒指，心生疑惑，一直这么戴着，不担心被偷或被抢吗？精灵还真没有这种顾虑。便见他施展间隙收纳魔法，戒指倏的一下就被吸进了空间，就算被人盯上，精灵也能及时把戒指收进去。他边说边扯开梅贝露的胸襟，原本藏着戒指的地方，现在却什么也没有。梅贝露将目光投向他处，不想透露戒指的所在。既然如此，精灵只好动手在他身上翻找。舅舅躺在狭小的隔间，被两人的吵闹声打扰，他扶额坐起，想让隔壁安静些。这时梅贝露终于松口，吐出精灵想要的答案。原来梅贝露将戒指藏在了动神剑的冰里，他衣衫不整地侧躺着，
眼角带泪的解释说：“毕竟我心中的寒冰不是那么容易融化的。”精灵认同的附和了句：“是啊，只有找到心仪之人才能。”就在这时，舅舅刚好拉开门，示意他们安静。为着整理睡衣的梅贝露就这样对上了舅舅的视线。梅贝露还没来得及给出什么反应，身后的精灵就急了。他随手抓起一个枕头往舅舅脸上扔去。“你在偷窥什么呀？你这个色情兽人！”精灵原本留着另一个枕头蓄势待发，但梅贝露的表现让他和舅舅都愣住了。便见梅贝露穿好衣服，撩起头发，故作成熟的回头解释说：“是我们太吵了，我们也不是小姑娘了。”舅舅竟还顺着这话回复了句：“真成熟呢，梅贝露小姐。”精灵顺着耳边响起的滴答声，回头一看，包裹着剑身的寒冰居然融化了。他眯起眼睛回望梅贝露，带着某种情绪，使劲戳了戳他的鼻头。冻神剑周围再次结上了冰。这一卷的讲解到此结束。狮王轻蔑地望着舅舅，认为他不自量力。狮王猜测舅舅想通过破坏或隔离王神剑来解除附身。话还没说完，便看到黑色剑刃朝自己刺来。舅舅明显感到魔力被狮王夺走。狮王不爽舅舅打断自己，既然他不想废话，那就直接战斗吧。看到这里，静雯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他为舅舅掌握主导权感到高兴，也对接下来的战斗充满期待。狮王先将精灵的长剑插到地上，再将王神剑放入间隙世界，用事实说明，即便王神剑被隔离或破坏，也不能解除附身。这上即使折断一把普通的剑，也不能治愈他所造成的伤口一样。虽然在地下城衰减机制解除后，舅舅的能力不再被限制，但同样的，狮王和骷髅军团也能发挥全力。狮王将长剑变换成大狙形态，瞄准舅舅蓄势待发。与此同时，骷髅士兵们右手举剑，左手托住剑手展开剑格，魔力从中涌出，剑身瞬间变宽了不少。这些是狮王陷入沉睡前收集的7团长级向导魔具。狮王刚报上名号，还没来得及动手，舅舅便用魔法打穿天花板。狮王抬头仰望，眼底闪过一丝错愕，然后迅速抬剑对准数块朝自己砸来的碎石射击。大石块随即碎成无数小石块落到地上，在他们周围扬起大片尘土。舅舅的身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狮王痛骂舅舅卑鄙，不考虑地下城崩溃的后果。随后切开迎面飞来的水带，承受舅舅的水蛇拘缚。狮王嘲笑舅舅的魔法规模小，正打算将其全部吸收，舅舅便用冰蓝再现，将狮王身上的水冻结成冰，并马上冲过来骑在狮王身上。他早就确认了一点，狮王只能夺取直接干涉自身的魔法之力，无法夺取受到24效果的物体，因此被魔法破坏的碎石和被冻结的冰能对狮王起效果。见弱点被识破，狮王急忙对骷髅军团下令，于是骷髅士兵们迅速朝舅舅袭来。幸亏奥托姆和夏利文及时出手，才拦下了这支骷髅大军。狮王正纳闷他们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常，便看到夏利文指尖夹着张回复咒符，舅舅给他的这张咒符配合圣剑术的回复术使用，效果倍增，没过多久就让他们恢复了状态。在这期间，舅舅将右手变成魔毒龙的脑袋，狮王的注意力被不停吐着信子的魔毒龙拉回。舅舅虽用龙变化魔法生成复合魔毒，但考虑到龙涎的魔毒能被狮王夺取，所以又取出肉块塞进魔毒龙嘴里沾上魔毒。为了保命，狮王提醒舅舅这个毒素会对精灵造成伤害，但舅舅不为所动，即使魔毒会伤害精灵，他也要先剥离这件装备。眼看沾满魔毒的肉块越来越近，狮王唤出王神剑并大喊神威解放，剑阵从狮王手掌穿出，然后划伤舅舅的脸庞，与他直接接触，这样狮王便能从精灵身体里逃出来，转移到舅舅身上。奥托姆和夏利文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被压在地上的精灵陷入昏睡。狮王控制着舅舅的身体缓缓站起，他嘴里哼着歌，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在神威解放状态下的直接接触便是篡夺分羽的条件。狮王没得意多久，身后便敞开一道口子，其灵魂突然开始从舅舅身上剥离，并作为装备品收纳进间隙世界里。直到这时，狮王仍想不明白，灵魂怎么能被作为装备品收纳呢？舅舅随即解释说，5分钟前确实不能收纳，但舅舅与间隙精灵交涉后，增加了一条新规则，在99秒以内附到身上的灵魂将被视为装备。狮王恍然大悟，原来舅舅做出奇怪表情是在和小精灵沟通，在被吸进间隙世界前，问出了最后的疑问：你这家伙到底是谁？这股力量究竟
舅舅回望狮王，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消失，却没做任何回答。就这样，这座地下城的 BOSS 尸骸之王过金世主被封印了，部落军团则停止了行动。静雯和藤宫终于看到了胜利，在兴奋之余，他们对最后的场景感到奇怪。听了舅舅解释，才知道他那时不知道自己拥有翻译技能，所以什么也答不上来。后来静雯取得舅舅同意，让舅舅将他脑中想象的画面呈现出来。狮王在被收纳进去前收到舅舅回复，不仅知道了舅舅拥有翻译对话的技能万能画手，而且还得知了舅舅也是异世界转移者。画面最后停留在舅舅帅气的姿势上，画面外的舅舅和静雯相当满意。静雯甚至想用这段想象取代真实情节，但藤宫觉得这么做不妥。后来舅舅被问及那个奇怪的表情，攻略那座地下城时，舅舅才20岁，连打工的经验都没有。若要他以专业姿势进行交涉，便会出现那种表情，也就是说，那是切换成工作状态的社会人士的表情。正文和童宫不约而同张大了嘴。舅舅继续解释，当时精灵的情况不妙，自己一旦拼命就会胡来。恰好这时，眼前的光幕中传出舅舅的声音：舒扎、伊尔吉拉泽加、奈尔布泽、基尔亚雷、格朗、塞尔加。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画面上，便见舅舅温柔地抱着精灵。那么舅舅能否回应翠的心情呢？敬请期待下一话。上一话说到，舅舅温柔地抱着精灵，喊出了他那超长的真名。舅舅又念出几个超长名字，向静雯和藤宫解释记忆技巧。其实只要好好理解意思，就能轻松背下来，这就是世家给予他的力量。随后，静雯和藤宫提出了关键问题：精灵的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舅舅现在想想，当时或许是翻译技能起了作用。他将精灵的名字分成几个词后，理解了其中含义。他一边解释，一边在纸上列出每个词对应的意思。静雯和藤宫猜想，精灵身为王族，名字里肯定包含了许多高贵的词语，但他们看完舅舅给出的表格后难以接受。他们由此联想到，精灵以令人害怕的坚韧率领民众烧毁村庄，并将敌对者撕成碎片的画面，真是太野蛮了。相较之下，舅舅显得特别淡定。他喝了口咖啡，按照藤宫的要求，把时间拉回到狮王刚被当成装备品收纳货。那时，舅舅扔掉王神剑，一边朝精灵跑去，一边从腰间抽出最后一张回复咒符。随着咒符被使用，光芒在精灵周围缓缓亮起。舅舅抱着精灵不断呼唤，耳边隐约传来奥托姆和夏利文的声音。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手托住精灵的上半身，一手抓着精灵的手，然后深吸一口气，喊出了精灵的真名。随后，精灵睁开了紧闭的双眼，轻笑几声。他把舅舅呼喊真名的情节当成了梦的一部分。他不相信舅舅这个笨蛋能记出这么长的名字。后来，舅舅声明自己努力背诵了那串名字，但这反倒让精灵更加确信这里不是现实。毕竟舅舅不可能这么温柔。精灵心满意足地枕在舅舅怀里。这判断精灵意识混乱，担心他的身体被魔毒毒害。精灵先是一脸懵逼，在堆满碎石的破烂宫殿里寻找魔毒龙的身影。在疑惑这是什么梦境的同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竟主动收起里面的铠甲，请舅舅亲自检查身体。精灵初次以这种状态出现在舅舅面前，既紧张又害怕。当舅舅取下围巾时，他更是紧张到闭上双眼。但他没想到，舅舅用围巾盖住关键部位，掀起衣服就完成了检查。情急之下，精灵抓住了想去查看奥托姆和夏利文状态的舅舅。在这难得的梦境里，他恨舅舅过于品行端正，一激动就顺势脱下了他的手套，这才发现舅舅的手染上了魔毒。精灵一边责怪舅舅是笨蛋，一边取出解毒咒符替舅舅解毒。治疗期间，舅舅真诚地告诉精灵，自己是因为太想救他了，才这么拼命。精灵突然愣了一下，在完成治疗时，从背后把头埋进舅舅的脖子和肩膀之间，在舅舅的耳根附近咬了一口，说道：“果然你是可靠的。”舅舅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奇怪举动吓了一跳，奋力挣脱了精灵。就在精灵再次扑向舅舅时，旁边突然响起夏利文的咳嗽声。精灵回过头，发现夏利文和奥托姆正尴尬地站在一旁。经过夏利文提醒，精灵终于明白这里并非梦境，而是地下10层的迷宫。他刚才晕了过去。精灵想辩解，却发现自己现在的模样毫无说服力。就在这时，舅舅突然从后面抱住了精灵。他似乎误以为精灵害怕毒素，为刚才的快速检查感到抱歉。现在他要为精灵好好检查一遍全身。夏利文赶紧捂住眼睛。这时，奥托姆牵起了他的手，拉着他走向远处。后来误会解开，精灵得知自己被附在王神剑上的灵魂操纵了。
他认为自己就算被永久操纵也不足为奇。精灵凝视双手，意识到这回欠了他们3人无法偿还的人情。看着看着，他便发现手指上少了些什么，戒指去哪了呢？精灵陷入焦虑，失神地看向旁边的废墟。舅舅望向精灵的背影，使出大地走查，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戒指所在。他拾起戒指，来到瘫坐地上的精灵面前，轻轻牵起坚韧的左手，往无名指套上戒指。对于精灵而言，还有个惊喜在后面。接下来，舅舅找来2把库洛宾用过的长剑，精灵一眼认出这些都是古代魔导道具，顿时高兴地站了起来，不顾危险，兴奋地挥舞双剑。至于王神剑，因为和保护古代技术无关，精灵并不感兴趣，因此这把剑落到了舅舅手上。舅舅在静文和童工面前使出了王神剑，尽管当时没想过要怎么使用它，但这就是他能回来的关键。顺便一提，这就是那把捅烂墙壁的剑。这时，奥托姆和夏利文再次出现在画面中。舅舅和精灵突然被告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奥托姆宣布他和夏利文要结婚了。静文和童工惊讶地张大了嘴，刚才奥托姆和夏利文之间发生了什么？童工想让舅舅倒回去，却被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访客竟然是小泽，他先前在电话里提到自己在附近，要是能来的话就来。当时童工还以为他不会来，却没想到他真来了。小泽独自穿过走廊，笑着和舅舅打了个招呼。他突然想起舅舅喜欢世嘉游戏，舅舅惊讶于对方居然也知道世嘉，便听小泽解释说自己不但知道世嘉游戏，还玩得很厉害，用的是任天堂的主机。后面的话让舅舅疑惑，小泽用的是老式游戏机。他小时候喜欢在家里玩换装音游、时尚模拟拉弗和贝利，如果在外面的街机玩，则需要100日元一次。说到这，舅舅问出疑惑，为什么世嘉游戏会在任天堂的游戏主机上玩？小泽对舅舅的问题感到奇怪，毕竟在他的印象中，日本国内只有任天堂和索尼制造游戏主机。这话使舅舅回想起一段消失的记忆，2道滚烫的液体从他鼻孔中流出。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在舅舅想起世嘉退出主机市场的第4天早上，静文发现舅舅仿佛老了40岁。时间回到4天前，小泽告诉舅舅，日本国内只有任天堂和索尼制造游戏主机。舅舅听了这话，鼻孔中喷出鲜血，他将沾血的手伸向小泽，正想调查他的记忆，小泽就被静文和藤宫拉开了。舅舅眼中满含泪水，嘴里念念有词，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让舅舅相信这个事实，静文念出查到的资料，世嘉已经在2001年1月31日宣布终止 Dreamcast 硬件制造及开发，全面退出家用游戏机硬件市场。舅舅不禁想起18年前他拿着压岁钱去买游戏机的那天，他高兴地出门，却遇到事故穿越，开始了残酷的异世界生活。没想到在那之后，世嘉便宣布退出主机战争。听完这个消息，舅舅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满脸鲜血，倒地不起。现在舅舅总算恢复记忆，和静文说起去年在医院发生的事。在见到静文的那一天，他抹去了世嘉退出主机市场的记忆，但他心烦意乱，没能控制好魔法，一不小心就把所有可能联想到世嘉退出主机市场的记忆都封印了，最后就连 Dreamcast 也忘得一干二净。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在找回那些记忆后，舅舅笑着和静文打招呼：“我们是初次见面吧，静文？现在的我才是你真正的舅舅哟。”静文默默吐槽了一句：“你有没有和世嘉相关的知识，根本就无所谓啊。”但这就是舅舅出院后就想玩上新版游戏机还觉得违和的原因。就像是锁链缺了一环，舅舅错过了游戏进化史上重要的17年。拿到压岁钱后，兴高采烈地跑去购买那梦幻的次世代游戏主机。这种事情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他现在真想玩世嘉 DC 的独占游戏《索尼克大冒险》。就在舅舅情绪低落时，静文查到在家里这台最新的游戏主机上也能玩那个游戏。舅舅一脸惊讶，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之事。他从静文口中得知，要从网上的软件商店里下载游戏软件，但那并不是他所理解的网购，而是下载数据。舅舅回来后已经玩了将近1年游戏，却还不会下载游戏软件。为了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舅舅播放了大约1年前的记忆。那时静文刚帮他设置好游戏机网络，正想教他使用方法，舅舅却摆摆手拒绝帮助。他表示自己虽对网络一窍不通，但就算没有说明书也能正常使用游戏机。
为了在静雯面前逞强，舅舅不懂张懂错过了学习机会，便一直不知道可以从软件商店下载游戏软件。静雯还以为舅舅不想买数字版，是那种执着于实体版的游戏玩家。后来静雯打开软件商店，找到了那款游戏。在他操作时，舅舅猛地想起图书馆，那是世嘉推出的奇特卡带游戏图书馆。当时世嘉发售了一款造型奇特的周边设备，玩家将电话线和摩登线接入附送的转接盒中，便能通过世嘉游戏图书馆下载游戏，甚至可以联机对战以通话。静雯边听舅舅说明，边上网搜了搜相关消息，没想到这款设备的发售时间居然在1990年。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下载游戏是难以想象的，但世嘉做到了。一说到这，舅舅便骄傲地挺起胸膛。只可惜当时没有存储系统，一旦关机，下载的软件便会消失。这个缺点又让舅舅低下了头。现在软件下载已生成了所有主机的基本功能，储存系统也做了出来。舅舅意识到技术革新，时代追上了世嘉，用任天堂和索尼的游戏主机也能玩索尼克大冒险。经过一番思索，舅舅顿悟，他正想向静雯分享观点，却被对方预判，只要能玩世嘉游戏，就算是世嘉主机。舅舅，你不会说出这种蠢话吧？被说中心思的舅舅垂下了头。他还想从广义上解释这个观点，却被静雯连连否定。静雯望着舅舅垂废的样子，心生内疚，便告诉舅舅，世嘉正在制作 ND 迷你主机。舅舅顿时打起精神，兴奋地喊了出来。特别是得知机器虽小却能收录许多游戏后，舅舅更是激动地问了静雯许多问题。他脑子里满是世嘉回来了，世嘉回来了。这时静雯想起舅舅刚才的观点，世嘉没有撤退，从广义上来说，所有主机都是世嘉主机。但舅舅这时反而清醒过来，他拍了拍静雯的肩膀，表示自己的那些话都不作数，因为那种歪理实在太荒唐了。舅舅结束这个话题，迫不及待地坐回去，询问静雯如何付款与下载。这时静雯看了看手机，表示时间差不多了。舅舅则一头雾水，不知静雯在等什么。直到门铃响起，静雯取来快递放在他面前，舅舅这才知道静雯在4天前买了世嘉 DC 和游戏卡带。舅舅抱着梦寐以求的宝贝，绽放了幸福的笑容，流下2行热泪。时隔18年，他终于玩到了心心念念的游戏机。于是稍后赶来的藤宫便看到了这样一幕，舅舅慌乱地用陌生的手柄玩着陌生的世嘉游戏。泽江从藤宫口中得知舅舅在医院昏迷17年的悲惨经历，从而理解了舅舅执着于小时候的游戏，以至于流鼻血的表现。藤宫在去静雯家时向他提起了这件事。郑文并不介意舅舅昏迷的事被说出去，至于和异世界相关的事，藤宫知道泽江管不住嘴，本就打算什么都不说。在进江门时，藤宫问起舅舅最近是不是在玩新游戏，静雯顿了一下，否认了他的猜测。藤宫来到家里，看到舅舅的样子，明白了大概。每到选择角色时，就要感慨一下，游戏完全没有任何进展。他倒是觉得舅舅开心就好。这就发现藤宫来了，打完招呼就准备跟他聊游戏，但被静雯阻止。郑文虽然提醒了舅舅，藤宫是来看异世界故事的，但直到他们俩一起拜托舅舅，舅舅才从游戏中回过神来，应藤宫的要求播放奥托姆和夏丽文结婚的故事。虽然舅舅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结婚，但他能回放之前的画面。但是夏丽文突然被奥托姆拉到安静的地方，夏丽文感到手上传来疼痛，生气地甩开奥托姆。他想知道对方到底要干什么。奥托姆把手按在头盔上，告诉夏丽文自己的目的，其实是想和他聊聊关于他们两个未来的事。听到奥托姆这么说，夏丽文心中产生了某种预感。她在对方摘下头盔说出想法前就哭了出来。夏丽文自以为理解了奥托姆的意思，留下对他和舅舅的祝福，就准备离开。奥托姆起初还以为夏丽文看出了自己的心意，正打算进行下一步，就听到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急忙拉住夏丽文的肩膀，阻止对方离开。他不知道夏丽文到底误会了什么，才会说出那种话。据夏丽文所说，这是因为他看到奥托姆对凌乱的舅舅露出灼热的眼神。这个解释让奥托姆心里一阵苦笑。奥托姆抓着夏丽文的手，强迫她看向自己，然后用坚定而真诚的语气向她求婚。夏丽文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抬头望向对方，此时奥托姆正红着脸，紧张地握着夏丽文的手腕，等待他的回答。然而夏丽文还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呢？奥托姆不好意思地别开脸，其实他只是受到启发，不想等到他们成为老头才告白。但夏丽文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别说变老了，他刚才都差点死了。
而且夏利文记得奥托姆对自己没有任何恋爱的感觉，还说组队期间产生那种感情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而陷入危险。奥托姆只好直接表明了想跟夏利文一起组队继续冒险的心情，两人都尴尬地转过身去。通过询问，夏利文才得知奥托姆在被扭断胳膊时就产生了这种心情。奥托姆叹了口气，指着夏利文责怪他每次变聋后衣服都会消失，并以他把自己的性癖弄得一团糟为由，要他为自己负责。此前夏利文一直以为奥托姆对自己没兴趣，他想逗逗奥托姆，便突然掀起了衣服，等奥托姆急得捂住了眼睛，才告诉他衣服已经恢复了。奥托姆回过神，趁现在撩起夏利文额前的刘海，鼓起勇气在他的额头上印下一吻，真诚告白：夏利文，我喜欢你，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最终两人紧紧相拥。舅舅静文以及童工看到这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静文和童工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舅舅贴心地将纸巾推了过去。静文终于看到了异世界幻想爱情喜剧，童工则戳了戳静文，特意在他面前称赞奥托姆求婚时很有男子气概，超帅气。静文的关注点却在奥托姆熟练使用诅咒装备上。接着画面播放到奥托姆通知精灵和舅舅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奥托姆感谢舅舅的恭喜，两人互相客套了几句。精灵则兴奋地冲到夏利文面前，除了祝贺他以外，还八卦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以为他对奥托姆进行了贴身心跳作战。只有奥托姆想起了正事，与他们商量如何分配战利品。随后舅舅带领他们找到了尸骸之王隐藏的宝藏。随着房间门被缓缓打开，成堆的金银珠宝和武器装备出现在眼前，令人目眩神迷。考虑到精灵得到了所有古代魔导道具，自己也获得了王神剑，这就提议将这些财宝全都分给奥托姆和夏利文。奥托姆和夏利文听到这个决定很是惊讶，并没有直接答应。舅舅以为东西给少了，便把主意打到了精灵的古代魔导道具上。事实恰好相反，奥托姆和夏利文反倒觉得自己拿多了。他们明明没做什么，舅舅却不这么想，而是认为他们帮了大忙，比如拖住骷髅士兵替他争取时间。精灵则表示自己最后被狮王操控了，什么也没做，请他们收下这些财宝以偿还恩情。在精灵这番帅气的发言后，这就老实提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需要一些住宿费和交通费。奥托姆和夏利文当然愿意提供帮助，于是夏利文找来一个发饰送给这周。这周这才想起刚才用搜查魔法时也搜索到了精灵与夏利文的发饰。根据他的提示，夏利文和精灵找回了发饰，不过夏利文的发饰坏了。精灵发现其核心宝玉并无损伤，想起一家位于北方村子的铁匠铺。这时舅舅在奥托姆的提醒下想起要将玩神剑收纳起来，但他忽略了狮王的灵魂还在空间里。好在舅舅反应迅速，收好王神剑，关闭了空间。奥托姆的圣剑石回复术无法驱除狮王的灵魂，不过舅舅想到王都的某位神圣魔导师能解决这个麻烦。这时夏利文带着精灵的发饰挥手跟奥托姆打了个招呼，原来精灵与夏利文互换了发饰。精灵拿着夏利文的发饰，打算在回乡的路上顺便修理一下。舅舅听精灵提到要回乡，也交代了自己的计划。接下来他打算前往王都，拜托艾蒂西亚用救世魔杖驱除狮王的灵魂。精灵则表示要把这里所有的魔导道具都收起来带回家乡。至于奥托姆和夏利文，他们得在其他冒险者到来前回收狮王的财宝。就这样，队伍解散了。奥托姆和夏利文与舅舅挥手告别，他们会在附近的村子里待一段时间，这就可以去那里找他们。这就感谢了他们的帮助。精灵孤零零地站在最后面，正当他失落地垂下头时，舅舅回头跟他道了声再见。明明只是一句简短的告别，却让精灵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望着舅舅的背影挥了挥手，舅舅呼出一口气，在他们三人的目送下越走越远。没过多久，舅舅便走出地下城，回到地面。他仰望头顶这片璀璨的星空。总而言之，他们对地下城的攻略圆满结束。庆文认为直接驱除狮王的灵魂太可惜，他觉得可以把狮王的灵魂附到玩具娃娃上当吉祥物。童工想象了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舅舅却摇摇头，强烈反对。静文和童工急忙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后来舅舅边嘀咕边找出 Dynamite 海底，并开始安利。该游戏讲述了一个名叫海底的木偶努力阻止邪恶国王占领世界的故事。海底可以将头扔向敌人来击败他们，玩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头，它们能提供不同效果，
说着说着，舅舅就注意到游戏说明上的名字。当他发现君用的都是片假名时，难以接受自己记错的事实。静雯赶紧转移话题，聊起 ND Mini 会包含哪些游戏。一提到这个，舅舅就两眼放光，话多了不少。这好像是他回到这里以后第一次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令人羡慕。后面的故事下月继续，谢谢3连与关注。这天，腾公路过公园，看到了舅舅，他正拿着电话与小精灵聊到现在的天气。腾公在舅舅挂断电话后上前打了个招呼，故意装傻问舅舅是在和谁通话，但被舅舅看了出来。接着腾公在旁边坐下，问舅舅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舅舅告诉腾公，静雯去买东西了，不过应该差不多要回来了，他打算在这里等一等。后来舅舅突然想起刚才忘了感谢火之精灵，今天早上他们帮忙热了下咖啡，好在现在还能补咒，不然80%的地表都会被热浪吞噬。腾公抬头望了眼天空，感叹虽然还会热几天，但已经凉快多了。聊到这里时，舅舅看向前方，他发现尽管现在气温合适，但公园里还是没有多少小孩，怀疑这是出生率低导致的现象。腾公倒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因为公园里有很多禁止事项，比如禁止玩球、禁止骑自行车、禁止大声吵闹，孩子们不能敞开了玩才不来公园。舅舅由此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有些同情现在的孩子只能待在家里玩游戏。成功本以为舅舅会觉得那样完全不对，没想到舅舅并不这么认为。腾公想了想，对用手机查了查最近的新闻，猜测是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才不允许他们独自在外面玩耍。毕竟可疑人尸什么的实在是太恐怖了。舅舅听了腾公的话，不有所思地垂下了头。腾公还想说些什么，侧过头看向旁边，却发现身旁空无一人，舅舅不见了。他站起来，对着空空的长椅发出惊讶的声音。就在他左右张望寻找舅舅的身影时，胸前突然传来奇怪的触感，这好像碰到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试着用手摸索前方，还真摸到了个圆圆的东西，而且感受到热气打在身上。正当他纳闷时，舅舅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放开我！”腾公这才明白刚才摸到的是隐身后的咒咒，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了几步。原来舅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小孩子被自己吓到，但腾公觉得舅舅一点也不可疑。他说着说着，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个好主意，便见腾公先向舅舅确认了他的位置，然后摘上帽子和眼镜，找来树枝和背包，就像装扮雪人一样把舅舅打扮了一番。之后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了舅舅。他的计划是给边透明的舅舅拍个视频上传油管。舅舅明白了腾公的想法，称赞他有当油管博主的才能。他脑子灵活，以前就想出拜托冰之小精灵给房间降温的办法。舅舅觉得这是他远远比不上的。腾公被夸得不好意思，接着他们讨论了下带着之后要拍些什么内容。腾公提出可以拍摄吃食物的画面，舅舅再次对他的绝妙想法表示佩服。一段时间后，郑文拎着东西走到了这里，腾公热情地向他挥手打招呼，郑文条件反射般也挥了挥手，紧接着就感到右手手指传来一阵温热的湿润感。他放下手查看，竟发现自己的4根手指全都不见了。在他陷入恐慌时，腾公一边拍摄一边发出成功的笑声。没过多久，静雯的手就恢复了正常。腾公随即道出新发现：咒咒变透明后，放进嘴里的东西也会变得透明。静雯恍然大悟，松了口气。但他转念一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抬起手一看，果然在手上看到了舅舅的口水。腾公就是因为不想弄脏手，才特意等郑文回来。这时舅舅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喘着粗气在不远处现身，告诉静雯和腾公，其实他也讨厌含住别人的手指，但这是为了让不能在公园里玩耍的孩子们露出笑容才拍摄的视频。郑文对舅舅的想法感到意外，腾公则感叹舅舅的职业意识很强。这时突然有几束明亮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缓缓站起来的舅舅身上，阳光透过他的身体映照出五彩斑斓的光谱，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最后舅舅以一种神圣的姿势轻盈地飘了起来，浑身散发出令人感到安心与宁静的气息。静雯和童公看到这一幕，不约而同举起手机拍摄。下个月将更新番外，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本月更新的番外讲述了梅贝露在炼狱温泉工作还债的故事。他轻松搬起3大筐要换洗的东西，令老板一家赞叹连连。老板的女儿感叹梅贝露居然能搬起这么重的东西，老板称赞他不愧是金轮的朋友。老板娘起初在听到他身无分文时，还在想该怎么办，没想到他这么能干，照这么工作下去，梅贝露马上就能还清住宿费了。
接下来在收拾床铺时，老板的女儿雷尼亚看到了更惊人的一幕：梅贝露手抱4床被子，头顶4个枕头，看起来毫不费力。雷尼亚鼓起干劲，不想疏解梅贝露。他们大概没注意到梅贝露身上有条魔力链接连着她的房间。其实真正的梅贝露此时正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什么。帮老板干活的梅贝露是他用冰之一族的秘术创造出的冰之幻象。他蜷缩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换了种舒服的姿势，像只可爱的猫猫窝在床上。没过多久，又翻过身，以大字形躺着。他脸颊泛红，呼吸平稳和有节奏。在他熟睡后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测，后续内容将在单行本第10卷中呈现，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2018年10月，藤宫带上点心来访，静雯面带笑容欢迎，舅舅则掏出一个小机器，看了下时间，思考现在能不能吃零食，然后他帅气地把东西揣回兜里，站起来表示要吃。藤宫无言以对，静雯则猜出舅舅刻意显摆的东西是世家的产品。在享用点心前，藤宫不忘给小精灵供奉一份，他双手合十，虔诚地感谢精灵们在夏天提供了冷气。舅舅露出笑容，下个夏天还想拜托精灵。然而经历了之前的事故之后，藤宫希望他们明年能用上空调。藤宫感谢完精灵，被咖啡浓郁的香味所吸引，凑到静雯身边。由于贴得太近，他在给舅舅递去点心时挤到静雯，差点弄洒咖啡。舅舅拿到期间限定的栗子甜甜圈，感受到秋天的到来。随后他们咬了口甜甜圈，不约而同发出满足的赞叹。接下来舅舅播放了去王都寻找艾莉西亚的回忆。画面中，他独自走在稍显荒凉的路上。据舅舅说明，他花了大概6天时间才到达王都。郑文想起舅舅以前能直接飞过去，心生疑惑。经过舅舅的解释，才知道他这回是想保留精灵的力量，才选择了步行。成功好奇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但舅舅快速回看了下那6天的回忆，别说是人了，他就连魔物都没碰上。随后他把进度条拉回到他刚抵达王都城外的时间点。画面上的舅舅熟练地念动咒语，亮出双剑，做好完全的准备，带着十足的气势走向城门。但他刚走几步，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震天巨响。他循声过去查看情况，没想到这动静自然是埃德加练剑发出的。他的剑招威力变大了，一击就能在山壁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埃德加和莱加看到舅舅既意外又热情，随后舅舅直接说明了目的，他是来请艾莉西亚驱除恶灵的。此时埃德加和莱加还不知道舅舅要驱除的是什么恶灵，莱加猜测是地缚灵，埃德加则希望不要是麻烦的魔导灵。当听到舅舅要驱除狮王之灵时，两人脸色骤变。舅舅一本正经地说明情况，莱加却抱紧肚子，埃德加则捂住脸，最后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在他们看来，狮王只存在于故事和传说里，舅舅无力解释，只能站在旁边等他们止住笑声。后来舅舅通过询问得知，他们在这里进行必杀技特训，莱加学到了控制斗气的诀窍，他的修罗彻甲有所提高。埃德加知道他们现在离横扫高山还差得远，不过他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之前消灭哥布林军团时成功过。舅舅想起艾莉西亚为了给他们增加自信和隐瞒讨伐真相之事。后来莱加提到王国骑士团道歉之事，他拒绝舅舅用魔法重现当时的场景，直接转述马克菲尔德司令官承认军队和教会的阴谋，请求原谅这件事。当时艾莉西亚原谅了对方，希望他们能用各自的战斗方式共同保护人民。那对爱哭鬼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让他们俩惊讶。后来莱加主动停止发牢骚，毕竟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埃德加则表示，只要司令官真心认错，都可以接受。舅舅突然感慨了句令人着迷的玩法，两人听得一头雾水。埃德加通过这件事意识到他们实力不足是个问题，那种规模的哥布林军团必须能随时对付才行。他边说边引导出体内的力量，朝前方归出一道剑气。令他们意外的是，剑气中途触碰到不明物体，反弹了回来。舅舅急忙冲到埃德加前面替他抵挡，便见他发动疾风驱送，强行改变剑气的方向，使他达到后面的树林周，掀起滚滚烟尘，自己则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在莱加过去扶起舅舅时，一个声音在湖面上方响起，对方似乎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招反冲禁闭会被人化解。他毫无诚意地道了个歉，表示他们也在接受技能特训。随后一队身穿重甲的人马出现在岸上，艾德加从头盔认出他们属于佩剑修道会，
也就是教会拥有的武装战力。艾德加一口咬定对方嫉妒他们，把他们当成眼中钉，结果激怒了对方。那些家伙反过来贬低他们，还想取代他们保护勇者。艾德加想起司令官告诉他们的话，这回本来就是想对他们用完即丢，只不过艾蒂西亚展现了实力，扭转了局势。莱加立刻送上几句嘲讽，双方的争吵愈演愈烈。舅舅却直接跳到他们抵达城门后的场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静文和通公的强烈要求下，舅舅回放了那段记忆。原来舅舅用水蛇拘缚把他们全部绑住，举到空中卸下头盔，现场惨叫声一片。艾德加和莱加则呆呆地站在舅舅后面。在这之后，舅舅一个接一个消除了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的记忆。他在动手时不忘体贴地安慰对方不要害怕，反正就连这份恐惧也会被消除。之后，这群来自佩剑修道会的家伙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事件到此结束。这周又跳过了部分内容，快进到艾德加和莱加带他来到城门口。守门士兵对他们俩十分敬重，分别尊称他们为山路杀手和忘我的狂战士。有了他们俩的担保，守门士兵没有为难长得像半兽人的舅舅。进入王都后，艾德加和莱加带舅舅来到与艾莉西亚约定的露天餐厅。不过现在有点早，他们打算去附近找人。这里只剩下舅舅一个人，有人把舅舅当成了半兽人，开始窃窃私语。这周下意识屏蔽人们的讨论声。就在这时，一位女性来到舅舅面前，对他出现在这里感到惊讶。舅舅连他的脸都没看，就起身转移到空位上。他刚拉开椅子，就被那人抓住围巾。他回过头才发现，这人竟是艾莉西亚。他居然换上了新装扮。舅舅能否驱除狮王的灵魂？下月继续。此番不易，动动小手点个赞吧。这周注意到艾莉西亚换上了新装扮，有些在意。对此，艾莉西亚解释说，穿平时的衣服在王都很显眼，而且神职服受损还没修好，教会的伟人又要求注意仪容仪表。舅舅由此联想到学校的着装检查，笑了良声。艾莉西亚见气氛轻松，试着问了舅舅一个问题，是不是换了衣服就认不出他来了？舅舅直接否认，表示自己刚才使用了抹杀感情的技术，因为进入了抹杀感情的状态，所以才没认出艾莉西亚。平时会注意到艾莉西亚也和衣服无关，是因为她非常可爱。艾莉西亚正想劝舅舅不要使用那种技术，就听到这种话，害羞得满脸通红。舅舅见艾莉西亚表情不对，担心说错话，解释说那件衣服突出了艾莉西亚的可爱，但太可爱使她有些害怕，就像是游戏《恐龙兄弟2》里的卵石兽。舅舅解释完才想起此行的目的，但艾莉西亚已经捂着脸走远了，这就不明所以的追上去，猜测是抹杀感情的技术惹对方生气了。后来这就说明了目的，拜托艾莉西亚驱除狮王的灵魂。舅舅本以为艾莉西亚会对传说中的狮王产生怀疑，出乎意料的是，艾莉西亚不仅对此深信不疑，还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刻去申请大圣坛的使用许可，那里有对幽灵系的常设结界，就算出现意外也不用担心。此外，艾莉西亚还想听听舅舅说明情况，却发现舅舅陷入沉默。艾莉西亚歪着脑袋困惑不解。随后，舅舅转身朝大圣堂的方向走去，提议边走边说。艾莉西亚接受了这个提议，跟在舅舅后面，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阳光照耀的街道上。没过多久，舅舅突然向艾莉西亚道谢。艾莉西亚一脸疑惑，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却收到了感谢。其实舅舅感谢的是这份信任，不枉他花6天时间来王都。听完舅舅在地下城的经历后，艾莉西亚马上将话题转移到王神剑上。舅舅表示自己还不会使用王神剑的篡夺分羽能力，后悔没问清楚。当得知舅舅打算之后再请教知识渊博的精灵时，艾莉西亚拉着舅舅的手臂，指着大圣堂又岔开了话题。舅舅其实早就看到了那座大圣堂，他没注意到艾莉西亚脸上的不自然，称赞大圣堂近距离看起来确实非常豪华。艾莉西亚表示，大圣堂能建得这么气派，是因为教会势力代行。说到这里，艾蒂西亚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舅舅，询问他对代行有什么看法。舅舅陷入短暂的沉默。静文和屯宫看到这里，缓缓打出个问号。画面上的舅舅凝视着艾莉西亚，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之后他便装作了解，附和艾蒂西亚的话。静文和屯宫越看越觉得奇怪，不明白舅舅不懂装懂的原因。舅舅捏紧拳头给出了解释，因为艾莉西亚那双眼睛让他感到害怕。静文和屯宫理解成舅舅不愿辜负信任，想要回应期待。为了说明清楚感受，舅舅用魔法投影出脑海中想象的画面。要是艾莉西亚发现他连代行这种常识都不知道，或许会把他当成连兼职都没做过、毫无社会经验的人。藤宫立刻否定了舅舅的想象，
艾莉西亚显然不会说这样的话。正文则看到了舅舅的自卑。后来，艾莉西亚带舅舅步入小巷，聊起骑士团道歉之事。舅舅想起当时的情况，若有所思。艾莉西亚猜测揭度他们阴谋的闯入者就是舅舅。不等他把话说完，舅舅便直接承认那人是自己。舅舅解释说，之所以没告诉艾莉西亚这个阴谋，是因为他有忠告司令官去向勇者一行道歉。毕竟被教会和骑士团利用，对他们来说是个打击。然而，比起这种事，艾莉西亚更加在意的是另一点：为什么舅舅要一个人潜入司令部？特别是在会变成国家通缉犯的情况下。在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舅舅给出了回答：因为他不想让艾莉西亚一行3人遭殃。再说了，这件事若追根溯源，他还没解释完就被艾莉西亚哭着打断。艾莉西亚不想看到舅舅为了他们我一个人陷入麻烦之中，既然是为了他们，那就让他们也参与其中。艾莉西亚希望舅舅能多信赖他们一点。就在这时，一群小孩从巷子里冲出来，有人不小心撞上了艾莉西亚。舅舅接住艾莉西亚，在那群孩子的道歉声中把她揽入怀中。艾莉西亚贴着舅舅的胸口，难过的叼小珍珠。突然听到头顶上方传来舅舅的声音，惊喜抬头。舅舅承诺自己会努力多信赖他们一些，这次的除灵工作就拜托他们了。艾莉西亚随即止住眼泪，绽放笑容。此时被小孩子缠住的艾德加和莱加来到附近，他们一直在寻找艾莉西亚，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艾莉西亚赶紧从舅舅怀里离开，慌张的解释没找他们会合是因为急着去大圣堂预约。随后艾德加和莱加提醒舅舅艾莉西亚换了装扮，舅舅直言那很可爱，再次使艾莉西亚脸红。艾德加和莱加倒是觉得那衣服厉害到不行，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功能上，装饰的赋予魔法与之前不同，防御降低的同时敏捷却增加了。艾莉西亚很失落，没想到他们居然只注意到了功能，就连舅舅也越听越感兴趣，还发现裙子太短可能不适合格斗。对此莱加表示不用担心，艾莉西亚有穿着短裤。他试图掀起裙子，但裙子被艾莉西亚死死按住。艾德加也抓住裙摆，和莱加一起拉扯裙子。艾莉西亚实在忍无可忍，把他们俩都痛扁了一顿，直到艾德加和莱加吐血倒地，才舒了口气。后来，艾莉西亚甚至打算抛下他们，是和舅舅一起前往大圣堂。青梅竹马间的互动让藤宫无语，静雯却笑眯眯地陶醉其中。随后，舅舅把进度条拖到抵达大圣堂后，艾莉西亚先去填写申请资料。舅舅安顿好艾德加和莱加才过去。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拿出一大叠文件，表示这些全是排在前面的预约，他们得等大概2到3个月。然而狮王相当危险，如果不抓紧时间，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其中一个工作人员丽丽拍乐于看热闹，接下来会怎样呢？会再给我们好处费吗？然后我智慧说想用金钱来玷污神心是怎么回事？快说呀，快说呀！另一个工作人员哈尔加尔斯马上提醒他工作职责，却遭到欺负。在他们吵闹期间，艾莉西亚填好了申请表，但被工作人员眯起眼睛看了看表格，得知他是神圣勇者大人，发出尖叫，随后态度骤变，热情地提供帮助，甚至腾出了明天早上的打扫时间，让艾莉西亚使用大圣堂30分钟。就这样，预约完成。等他们走出大圣堂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让艾莉西亚这样动用勇者特权，这就感到抱歉，但艾莉西亚并不介意，他们就此分别，约定明早碰面。晚上，舅舅找了家旅馆住下，顺便一提，他的住宿费还是浩托姆给的。舅舅本想跳过睡觉这段时间，但进度条怎么也拉不动，于是静雯和藤宫把舅舅在床上的怪异举动尽收眼底。毕竟舅舅露宿了6天，跪对床这么兴奋也不足为奇。舅舅能否驱除狮王的灵魂？下月24号继续。制作不易，动动小手点个赞吧。狮王趁舅舅熟睡时逃走，王神剑也消失了。静雯和屯宫不约而同张大了嘴巴，直冒冷汗地看着舅舅。还记得舅舅在申请大圣堂使用许可时说过，要是睡迷糊打开收纳魔法就完蛋了。舅舅花费了番功夫才将狮王封印，之后还花了6天时间赶来王都，却一时疏忽让他逃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是舅舅的失误吗？舅舅对上静雯和屯宫的目光，欲言又止。他认为说明情况相当于剧透，但静雯和屯宫不仅不介意，反倒希望得到解释。于是舅舅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其实是狮王掌握了从收纳魔法中出来的技术。得知不是舅舅的失误后，静雯和屯宫的表情缓和了不少。舅舅认为不该剧透，但他忍受不了外甥和外甥女的失望。静雯立马道歉，屯宫则表示自己不是外甥女。话说回来，舅舅醒来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自己睡迷糊打开了收纳魔法，自责痛哭。随后他跪坐在艾莉西亚小堆面前承认错误，
莱迦得知王神剑也一同消失了，疑惑灵魂如何带走剑。海德加回想起昨天从艾莉西亚口中听来的讨伐详情，意识到事态严重。毕竟就连金雷小姐也参教了讨伐，狮王绝不是正经家伙。艾莉西亚则带着温柔的笑容蹲下来对舅舅说：“没关系，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反省后最重要的是不救。”艾莉西亚对舅舅说完这些话，又回头看向埃德加：“埃德加，你以前读过冰之一族的书吧？动神剑能自行移动吗？”埃德加告诉他，尽管有条件，但动神剑会听从呼唤飞往所有者身边。艾莉西亚推测王神剑也一样。其他人恍然大悟，立刻想到狮王是通过呼唤带走王神剑的。艾莉西亚认为，即便是传说中的狮王，也不得不遵守规则，凭借冒险者击退魔物的经验就能应对。便见他举起魔杖，开始吟诵：“神啊，照亮死而彷徨者灵魂之姿的光芒啊！”魔杖随即发出光芒，在地上照出一道延伸至房间外的痕迹。莱迦朝还跪坐在地的舅舅伸出手，仿佛理所当然能追回狮王。埃德加则一脸轻松地说：“什么嘛，我们要做的事没有改变，只是多了项追踪任务。”站在房间门口的艾莉西亚也带着期待的目光唤了声“黑幕”，这就望着这三人，最后握住莱迦的手站了起来，和他们一起展开追踪。路上，他们聊起王神剑的篡夺能力，这个能力只能夺取直接干涉自身的魔法之力，强化身体带来的物理伤害和瓦砾的余波都能起效果，任何不以他为目标的魔法或技能都可以发挥作用。莱迦担心除灵魔法也被吸收，但艾莉西亚表示不必担心，除灵魔法是以附身者灵魂为对象施以的攻击性精神防御魔法。埃德加对此感到佩服，不愧是专业人士。莱迦则感叹艾莉西亚难得这么靠谱，这就想夸几句，但被艾莉西亚红着脸打断。后来舅舅提到还有一种不安要素，就是超必杀技神威解放，使用篡夺分羽的条件是在神威解放状态下的直接接触。这就说到这里，痕迹刚好消失在前面的建筑物里，也就是说狮王在这里换来了王神剑，然后附身在触碰王神剑的某人身上。巧的是，这座建筑物正是他们原本要来的大圣堂。经过艾莉西亚的调查，守卫没被附身。晚上9点以后的来访者共有5位。首先是在申请使用许可时负责接待他们的信徒莉莉帆和阿尔加俄斯等人，在深夜完成了原本安排在第二天早上的打扫工作。还有定期来祈祷的卡恩斯基，以及佩剑修道会的队长，那个使用反冲禁闭的家伙。他来这里是为了给突然晕倒在森林里的全体队员祈求平安。最后则是来祈祷的代行。听到这里，海德加和莱迦都露出烦恼的表情。莱迦询问舅舅对代行的看法，舅舅承受着三人的视线，缓缓张开了嘴巴，但满脸冷汗，结结巴巴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舅舅决定实话实说，其实他并不知道代行是什么，昨天是为了不让艾莉西亚失望才不懂装抖。这时艾莉西亚突然想起舅舅是转移者，当然不明白王权代行这样复杂的词汇。艾莉西亚无意间说漏了嘴，海德加和莱迦就此得知这就是来自日本巴哈马尔的转移者。舅舅不介意被他们俩知道自己的来历，海德加和莱迦却吵了起来，甚至大打出手。莱迦觉得这就先前隐瞒来历很见外，海德加则认为舅舅这么做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正确判断。在他们打架期间，艾莉西亚靠了过来，按了下舅舅的鼻尖，这么说：“黑木也真是的，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我绝对是黑木的伙伴，好吗？”舅舅听了艾莉西亚的话，表示明白。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海德加和莱迦结束争吵，准备行动。他们提议先去查看莉莉帆和阿尔加俄斯有无被附身。他们看到艾莉西亚突然露出灿烂的笑容，不由得感到疑惑和惊讶。屯宫望着四人前往大圣堂后门的画面，提出疑问：为什么狮王要特意来大圣堂？既然已经自由了，在舅舅熟睡期间逃得远远的，或附在附近的人身上杀死熟睡的舅舅，不是更容易吗？静雯觉得这不可能发生，面对比自己低级的对手，当然不可能选择逃跑，也不会允许对方轻松的在睡梦中死去，必须好好花时间，慢慢的让对方明白实力差距，并感受到失败和屈辱。屯宫默默感叹静雯对黑暗面的解析度真高。后来舅舅他们按照计划去了大圣堂后门，在里面等待他们的是佩剑修道会。他们发现莉莉帆和阿尔加俄斯额外给艾莉西亚安排使用大圣堂的时间，司机也在现场，询问艾莉西亚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月继续，谢谢关注和点赞。本月漫画更新的是圣诞特别篇，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这天，森林里飘着银白的雪花，精灵生人气地指着舅舅，质问他以前是不是强行让梅贝露换上又红又华丽的可疑衣服。
舅舅倒不觉得那种衣服有什么可疑的，精灵便要求舅舅也给他弄一套同样的衣服。舅舅皱起眉头，朝精灵走了过去，用形貌变器给他换上了一整套圣诞装扮。精灵看到毛茸茸又可爱的衣服，连忙向舅舅道歉，还红着脸表示自己不适合这套衣服，希望舅舅快点把它编回去。舅舅听了精灵的话，像是想到了什么，接着就对自己使用了形貌变躯。在一道墙关过后，一辆驯鹿雪橇车出现在精灵面前，精灵望着驯鹿脸颊微红，随后他高兴地坐着雪橇车穿行于下雪的森林中。就这样，圣诞特别篇在精灵幸福的笑容中结束。下回更新时间为2024年1月26日，谢谢关注，可点赞。山一话说道，舅舅一行来到了大圣堂，代行要求勇者进行说明，这就向静雯和童工介绍了代行。20多年前，流袭敌风王国王族全部感染了严重的流行病，于是就推选了一个有任气的暂靖国家代表。难怪舅舅之前对代行一无所知。静雯了解了代行的由来，又产生了新的疑问，这就后来又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报的呢？这时藤宫举手提问，他想知道艾莉西亚提到的问题是什么。这就告诉他，问题是这20年里教会负责人一直霸占着代行位置。静雯听到是幻想世界、政治腐败世界，兴奋地捏紧了拳头。藤宫则对他的反应十分不解，这就还补充了艾莉西亚在路上告诉他的情报。民间流传着类似国王变了的说法，部分国民的不满情绪高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问题。藤宫听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不妙的可能，如果时光夺舍代行，那他就能控制这个国家。静雯当即表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藤宫疑惑静雯为什么这么笃定，只见静雯嘴角一扬，自信地告诉藤宫，不会有人想变成像代行那样的臭大叔。藤宫瞥见舅舅脸色不对，赶紧让静雯闭嘴。总而言之，狮王就附身在这5个人之中。静雯不顾舅舅的感受，他用刚才的逻辑排除了2位臭大叔，然后猜测狮王夺舍了莉莉番，藤宫则认为是代行。舅舅在他们的争论声中按下了播放键。画面上有教会的人指出，这就可能就是当时化身巨龙引发骚乱的兽人。不过这个说法马上遭到了质疑，有人认为那只是谣传，巨龙是战略级继承魔法，兽人不可能懂这种魔法。司祭则笑眯眯地表示他一点也不知情。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代行举手示意他们安静，然后质问勇者为什么要带那样的家伙进来，莫非是想反抗教会？他不怀好意地看着艾莉西亚，等待他的解释。艾莉西亚照实回答，这么做是为了捕获并驱除危险的恶灵。代行笑了笑，似乎认可勇者的行为。艾德加和莱加不约而同松了口气，没想到代行摸了摸下巴，脸色一变，指出他们不经许可利用孩子进入大圣堂的行为不妥。艾莉西亚急忙低头道歉，然而代行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们，特地询问司祭的意见。司祭表示他们违反了圣教会法第16条与第82条，于是代行立刻命令手下抓捕这群反贼。这周他们完全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现在基本上整个教会都成了敌人。艾莉西亚怀疑这可能是狮王的阴谋，但他们已经没时间展开调查。那群佩剑修道会的家伙在动手前对勇者以外的人恶言相向，宣称要以神的名义制裁他们这些使勇者走上歧路的虫子。艾德加和莱加揽下对付这群家伙的重任，拜托艾莉西亚和舅舅趁机寻找并驱除恶灵。起初那群家伙不屑理会他们的挑衅，直到他们听见埃德加嘲讽他们是狗以及莱加的狗叫，这些家伙才失去理智，气急败坏地冲了过去。这就知道现在既不可能正常交涉，也没时间搜寻犯人。艾莉西亚干脆让舅舅直接用按魔法解开狮王的支配衣服，还提醒他小心精神干涉以及在大圣堂使用广域魔法故意危险。这就随即换出暗箭，准备把所有可疑的家伙一个个刺穿。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司机。然而在他发动猎斩之后，司机面前突然出现数面禁闭，将攻击加倍反射回去，暗箭随之消散。不只是艾莉西亚和埃德加还有莱加感到意外，就连舅舅也没料到会遇上这一招。制造出那些禁闭的正是那群家伙的队长。紧接着对方一把捏碎手中的禁闭，顿时有无数锋利的碎片朝舅舅袭去。舅舅躲闪不及，右腿被碎片刺伤，跌坐在地。艾莉西亚看到这一幕，心中一紧。这时莱加突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马上高声提醒艾莉西亚注意队长的剑。艾莉西亚发现队长手上的那把剑正是王神剑，他一时分神，没防备身后的敌人。队长趁机命令手下从背后偷袭，夺走他的魔杖扔到一边。此时埃德加和莱加均被压制，无暇顾及艾莉西亚。艾莉西亚只好恳求代行对队长使用除灵魔法，这一行为却被司祭理解成意图制造混乱。
队长命令手下保护好勇者，并抓住兽人。就在这时，莉莉帆眼含泪水，自责地说：“都是他的错。”他在阿尔加俄斯惊讶的目光中跑向舅舅，边跑还边喊：“臣交给我吧，勇者大人！”莉莉帆的举动让艾莉西亚既诧异又担忧，戴行则认为这孩子还没受够教育。司机马上命令手下阻止莉莉帆。莉莉帆赶到舅舅身边时，舅舅的膝盖还没恢复，他马上给舅舅展开治疗，还内疚地说一切都怪他过于轻易地答应了勇者，哭着向舅舅道歉。舅舅却不为所动，直接用锁链绑住莉莉帆的四肢。他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站起来，再次唤出暗箭。莉莉帆看见舅舅要朝自己挥剑，睁口能瞪大了眼睛。这时哈尔加尔斯冲过来扑倒了舅舅，还骑在舅舅身上，质问他为什么不明白莉莉帆的担心。没想到舅舅表示这里根本不存在真心担心他的人，也就只有狮王会装出这副样子，因此这就认定莉莉帆被狮王附身了。刚才还泪流不止的莉莉帆听了这话，突然放声大笑。在他的笑声中，戴行皱起眉头站了起来，司机则瘫坐在地。莉莉帆得知舅舅居然这么悲惨，既意外又觉得好笑。随后锁链破碎，莉莉帆放下头发，他正要报上霍金氏主的名号，戴行就下令将救助莉莉帆定为最优先事项，觉得要保护幼小的生命。他们开始咏唱，但看起来完全没起到任何作用，只是绕莉莉帆周围亮起光芒。狮王的平衣并未解除，紧接着狮王从队长手里换回王神剑，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变身。王神剑吱吱作响，黑色的光芒笼罩莉莉帆全身，转眼间莉莉帆就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她穿上了黑色斗篷，头发也绑成了双马尾。狮王笑容满面地看着他们，解释自己不是敌人，想和他们聊聊。舅舅却认定他在说谎，将狮王的身份告知其他人。这家伙是狮王霍金氏主，是从古代苏选的怪物。狮王发现舅舅还是和之前一样无趣。接下来舅舅和霍金氏主的第2回合对决即将开始，下回更新时间为2月23日，谢谢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舅舅看出狮王附身在莉莉帆身上。据舅舅所说，他之所以能看穿狮王的伪装，是因为异世界的人们看到他受伤的反应不该是那样，他们总会庆幸半兽人受伤了，打倒他的机会来了，然后笑着冲上去。莉莉帆却眼泪汪汪地担心他，十分反常，因此舅舅认定这是个陷阱。静文和屯宫听了这个分析之后，总觉得舅舅好可怜。接下来他们继续观看大圣堂里的战斗后续。狮王咧开嘴角，笑着告诉舅舅，自己是从他的收纳魔法中跑出来的，问舅舅想不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办到的。狮王愿意诚实地告诉舅舅。在这期间，有人让阿尔加尔斯赶紧躲起来，有人怀疑霍金氏主是否真实存在，疑惑净化魔法是怎么回事，有人怀疑刚才咏唱的神圣魔法被吸收了，但马上遭到反驳。其他人让他别说这种傻话，要知道对方可是狮王。舅舅站在原地一言不发。狮王听到戴行对司机的指责后，往后看了一眼。戴行表示他是因为听了凯恩司机的话，才将矛头对准了勇者，没想到真有恶灵。其他修道士纷纷将责任推到司机身上。佩剑修道会的队长忍不住感叹，没想到昨晚捡到的那把剑竟然是魔剑。莱加和埃德加生气地骂了这个笨蛋2句。此时阿尔加尔斯躲到了柱子后，自己尽管瑟瑟发抖，但还是想救莉莉帆。狮王嫌弃这些局外人碍事，抱怨了句。在此期间，艾莉西亚捡回魔杖，张开神圣结界，然后直接朝狮王冲了过去。他跳到狮王面前，先一个空翻，再劈下右腿。狮王用斗篷挡住飞扬的尘土和碎石，便在地上升起保护屏障，在挡下攻击的同时，用王神剑直刺艾莉西亚的胸口。艾莉西亚根本来不及防御，在这危急关头，这就出手了。水流从天而降，浇在狮王头上，在魔法的作用下迅速凝结成冰，将狮王冻住。在艾莉西亚趁机退到安全距离的同时，一个水壶从空中落下。艾莉西亚怀疑这是舅舅在帮忙，却看到舅舅还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狮王很快发现舅舅没有影子，那是幻影。狮王向上看去，才知道舅舅用链条倒挂在自己的头顶上。狮王猜测舅舅是在自己篡夺神圣魔法时制造了幻影，便偷偷跑到上面。怪不得那时舅舅拒绝和自己聊天。狮王在想通这点的同时，被舅舅压倒在地。舅舅骑在狮王身上，把水壶里的水倒在狮王脸上，便再次将水冻上。这就告诉狮王，他一开始就拜托了声音精灵，劝狮王放弃抵抗，然后请艾莉西亚进行除灵。就在艾莉西亚开始咏唱时，狮王用牙齿咬住炎咒符，把他拉出来。舅舅没料到狮王偷走了自己的咒符，并将他禁制敌引爆，便见一团炽热的火球炸开。舅舅后仰，
狮王借着爆炸带来的温度破开冰封，对准舅舅的胸膛就是一脚，这才发现舅舅用冰冻住自己和艾莉西亚抵抗爆炸。狮王见状，气急败坏地握住王神剑砍向舅舅，但又被舅舅用匕首挡下。狮王是因为有篡夺可以夺取直接干涉自身的魔法之力，才敢贴脸引爆炎咒符。没想到舅舅竟然会采取这种应对措施，狮王觉得舅舅就是个怪物。舅舅回敬狮王，也不知道谁才是怪物。召会的人看到舅舅和狮王之间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脸上还浮现出困惑的神情。这时队长回到了戴行身边，戴行指着眼前的场景让队长说明。然而由于他们的战斗过程超乎寻常，队长不好讲解，队长只能结合经验判断，贸然插手会受到伤害。戴行沉默片刻，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命令佩剑修道会听从勇者一行的指挥，援护他们讨伐恶灵。为了救出被附身者，允许他们采用法外措施。此外，他还命令高位修道士们死也不能让狮王离开这座大圣堂。如果王都百姓被附身，将难以追踪，还会给国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戴行也要避免这个结果。这时，有人举手发言，提出狮王刚才吸收魔法时可能是广域吸收，也就是说，大圣堂的结界和魔法配有加护，也被狮王一并吸收了。听到这里，卡恩斯基发出惊讶的声音，他脸上满是冷汗，嘴里呢喃着什么，似乎是在担心结界消失后地下的东西会跑出来。戴行发现司机神情怪异，但又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就在这时，现场飘来一阵浓烟，佩剑修道会在烟雾中找到了阿尔加尔斯。不过阿尔加尔斯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对劲。舅舅和狮王在战斗时听到奇怪的声音，照停了战斗。狮王也注意到了周围的烟雾。这时海利西亚三人跑了过来，赖加通知舅舅入口处开始着火了。海德加则表示火源不明，防火系家伙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使用了消除魔法一样。随后他们顺着狮王指的方向往后看去，脸色骤变，因为那里竟然出现了几只身体被火焰缭绕的岩沙兽。紧接着现场又产生了骚动，他们看到有只催眠兽催眠了佩剑修道会的骑士。真不知道市中心的大圣堂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魔物。百家想叫上舅舅一起对付这些家伙。狮王明白了现状，将王神剑插入地面，便在旁边坐下。狮王打算暂时休战，舅舅却来到狮王面前，邀请狮王一起来对付那些难缠的魔物，之后再继续他们之间的战斗。海蒂西亚三人听了舅舅的提议，惊讶的目瞪口呆。狮王则露出笑容，答应了舅舅的邀请，让舅舅放心把背后交给自己。海蒂西亚三人无法信任狮王，担心狮王会趁乱背刺。狮王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希望获取信任，但他们不吃这一套。然而舅舅还是朝狮王伸出了手，拉狮王起来，还互相客套了句请多关照。后来舅舅才告诉其他人自己也不相信狮王，不过同时把魔物和狮王作为对手会有被偷袭的风险，对于狮王来说也是一样，所以舅舅才寻求合作。另外狮王是真想和他一决胜负，即使狮王要背叛，舅舅也能做出应对。就在这时，现场有疯魔鸟飞了过来，这种鸟吐出的气息里会有妨碍小精灵活动的魔力成分，他们面前的疯魔鸟刚落地没多久就被埃德加击倒。就算消除了疯魔鸟的影响，舅舅还是无法马上使出魔法，因为他们残留的气息还在抑制小精灵工作的积极性。对于体能低下的舅舅来说，失去魔法辅助他就成了废物。但狮王还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即使无法使用魔法，狮王也能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舅舅将和狮王一起对付魔物。质问和藤宫感到大事不妙，藤宫对体育平均成绩只有1的舅舅感到担忧，但舅舅马上纠正自己的体育平均成绩为2。金温和藤宫无语地将视线投向光幕，便见狮王和舅舅并排站在一起，对舅舅这么说：“你可别比我慢哦，半兽人君。”舅舅不甘示弱，嘴上逞强，实际上满头黑线，慌得不行。金温和藤宫都为舅舅捏了把汗。后面的剧情下一话继续，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舅舅受到疯魔鸟的影响，无法马上使出魔法，一旦被狮王发现这点，舅舅可能会被瞬杀。这时藤宫想起舅舅刚才在艾蒂西亚三人面前的自信表现，这就表示就算遭到狮王背叛，他也做好了准备可以应付。直到莱加追问，舅舅才说出自己做的准备。他早就知道狮王只能夺取直接干涉自身的魔法之力，无法夺取受到2次效果的物体，只要用水加冰魔法就可以封住狮王的行动，所以他买了很多水壶，装满了水。这就做完说明，画面内外都陷入一阵沉默。片刻后，艾莉西亚三人和静雯还有藤宫都发出惊讶的声音，
艾德加和莱加不敢相信应对方法这么简单，但问题在于要用收纳魔法才能取出水壶，这就现在无法施展魔法。静雯和童宫也没想到舅舅自信满满的对策只是这样而已，这就解释说自己当时并没有那么自信，但在记忆精灵呈现的特写镜头里，这就看起来信心十足。后来狮王看到艾莉西亚三人给舅舅加油打气，起了疑心，要求他们三个去解决催眠兽。艾莉西亚三人本想推脱，但狮王一个眼神就让他们把想说的话都吞回肚子里。狮王问他们为什么要担心那么强的半兽人，面对狮王的提问，艾莉西亚三人支支吾吾，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时，这就使用冰咒符和风咒符放出大量冷气，假装使用冰魔法冻住了炎杀兽。现在舅舅腰间还剩下一张炎咒符，童宫夸舅舅机智，静雯也觉得舅舅干得漂亮。但在通过特写镜头看到舅舅满脸冷汗的样子后，静雯发现舅舅比想象中还拼命。童宫庆幸狮王没看到舅舅的表情，不然一定会暴露真相。这时艾德加和莱加也都反应过来，如果继续做出带有违和感的举动，狮王肯定会发现舅舅无法使用魔法。他们相信舅舅一定可以撑过去。在艾德加的劝说下，艾莉西亚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去处理催眠兽。狮王望着三人离开的背影，暂时放下了疑心，猜测他们刚才只是担心遭到背叛而警戒自己。紧接着，狮王发现炎杀兽并没有死，对舅舅冻住炎杀兽却不补刀感到疑惑。舅舅没有回答，眼见炎杀兽就要破开冰封出来，狮王赶紧砍一下他们的脑袋，然后来到舅舅身边，质问他到底在想了啥。狮王看到舅舅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恍然大悟。狮王误以为舅舅想通过这种方式消耗自己的体力。静雯和童宫津津有味地看着舅舅和狮王之间的心理战，但舅舅脸上的冷汗越来越多，他真能瞒住狮王吗？就在舅舅和狮王进行心理博弈时，其他炎杀兽一齐朝他们扑来。危急关头，狮王把刚砍下的炎杀兽脑袋扔向这群魔兽，并赋予他王神剑的力量。这颗脑袋马上膨胀变大，一口气吞下了所有朝他们而来的炎杀兽。之后狮王再发动魔法引爆这颗脑袋。狮王望着舅舅，声称同样的招式自己还能放出1000次，这就看呆了，回过神来向狮王问清楚刚才那一招的原理。他得知王神剑的力量可以随意分配运用，猜测狮王还没展现出所有能力。狮王听到舅舅这么说，笑了几声，打算火力全开，让舅舅亲身体验一下其他招式。这就马上告诉狮王自己还不能使用魔法，请狮王稍等。没想到舅舅就这么把刚才极力隐瞒之事说了出来。静雯和童宫惊讶地张大了嘴。狮王原以为这是舅舅的诡计，试着踹了舅舅一脚，没想到真把舅舅踢飞了。狮王踩在舅舅身上，把王神剑抵在他的脖子旁，嘲讽他说错话，与他告别。舅舅没有求饶，而是让狮王等风魔鸟的效果过去，再和他战斗。狮王认为自己只要趁这个时候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就能获得胜利。舅舅却觉得双方好好比试一场才更有趣。他声称自己已经破解了狮王消灭兽群的那一招，想让狮王使出王神剑的其他招式。狮王一脚踩在舅舅的脸上，不相信舅舅的表情是想出破解之策的表情，表示自己不会被舅舅的风言风语煽动。舅舅抓住狮王的脚，坚信狮王一定会被自己煽动，想看狮王使出其他招数。狮王和舅舅对视片刻，最后踢掉舅舅的手跳开。狮王暂时放了舅舅一马，希望他们之后的战斗能让自己愉悦。不管怎么说，舅舅总算安全了。屯宫刚为舅舅松了口气，就收到泽将的消息。金文问舅舅是不是因为攻略狮王的新技能而兴奋不已，舅舅否定了这点，强调自己不像精灵，没有那种对战斗的异常狂热。在他们聊天期间，屯宫看完了泽将的消息，给舅舅看了看泽将之前提过的任天堂游戏机。这就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机器时，还以为这是清喜哥哥的游戏手表。随后这就注意到读卡器上的世嘉标志，这就觉得时尚魔女是世嘉制造的，外置读卡器也是世嘉制造的，这就是广义上的世嘉硬件。赶紧让藤宫问泽江有没有可以使用的卡片。静雯知道舅舅一说到这种话题就会很兴奋，想把话题拉回到异世界上，舅舅的注意力却全在像电视遥控器的控制器上。静雯试着提醒藤宫有什么东西从地下出来了，但藤宫没有理会，专心转告舅舅泽江的回复。静雯见舅舅和藤宫都不理自己，生气了，猛地捶了下桌子。但他们先看完这段异世界回忆，后续剧情等一下月漫画更新后继续讲解。谢谢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地下似乎有东西要出来了，原本继续播放下去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静雯和藤宫都想先看看艾莉西亚那边发生了什么。令他们意外的是，舅舅迟迟没有行动，因为如果倒回去，节奏就会不好。舅舅作为职业油管博主，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舅舅的解释让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藤宫不明所以，静雯则觉得舅舅做得好，不过先给出结论，再详细说明也未尝不可。舅舅自认为是一名网感强的油管主，马上指出这是油管的最新风格。藤宫一言不发，听他们聊完这个话题，后来直接动手帮舅舅拉回进度条。此时部分佩剑修道会的骑士被催眠兽催眠，这些人正要对同伴动手，埃德加和莱加就冲过来挑衅催眠兽。催眠兽被惹恼，马上控制骑士们追上并围殴这两人。队长虽然嫌弃他们毫无经验，但也不打算袖手旁观，正准备过去救人，勇者便在高处现身，并见艾莉西亚高举魔杖，对埃德加和莱加等人吟唱精神同步魔法。神啊，请将这些迷茫之人的心之波涛与我化为一体。就这样，艾莉西亚一口气解开了催眠兽对那些骑士的控制。队长这才明白埃德加和莱加是诱饵。在这之后，艾莉西亚立刻着手对付催眠兽，魔杖强化了他的精神同步魔法，使他掌握了与他同步的埃德加和莱加的招式。魔杖附带神之力，招式的威力随之上升。徒有虚名的艾莉西亚真正拥有了勇者的实力。不过催眠兽可不是他一剑就能解决的魔兽，艾莉西亚使出莱加的招式李氏修罗因我才干掉对方。佩剑修道会的骑士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对勇者的实力深感佩服，不由得发出惊叹。对付完催眠兽，艾莉西亚三人朝舅舅那里望去。莱加和埃德加以为那边也进行得很顺利，艾莉西亚的关注点则在舅舅和狮王的聊天上。莱加和埃德加连忙劝艾莉西亚不要乱来。这时代行逼问凯恩斯基，他究竟在地下做了什么？为什么大教堂里会出现那么多魔物？其他教会成员也对凯恩斯基起了疑心，考虑到事态紧急，必须尽快弄清真相。代行掏出一张记忆断片，硬写咒符。凯恩斯基劝代行不要浪费宝贵的咒符，可以王国的名誉起誓，自己没做任何错事。代行犹豫了。艾莉西亚三人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动静。莱加夺过代行手里的咒符，往凯恩斯基脑门上一拍，凯恩斯基的记忆片段顿时像电影一样放了出来。原来凯恩斯基在教堂地下进行实验，想要复国魔毒龙。凯恩斯基见事情败露，为自己辩解，称自己这么做不是出于私利私欲，而是为了人民。艾莉西亚三人都不能理解凯恩斯基的做法，更别说谅解了。代行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表示只要结果对民有利，自己就没资格声讨。既然如此，凯恩斯基大胆地开始说明计划。他计划从协会抽走大量回复咒符，引起回复暴走，使魔物从尸体上强制复苏，再利用复活的魔物去暗杀勇者等人。之前在温泉旅馆袭击舅舅和艾莉西亚等人的魔兽就是他安排的。凯恩斯基打算等勇者死后再把他的身体强制复活，这样失去灵魂的勇者就会变成任凭教会摆布的傀儡。听完说明，代行冷汗直流，马上下令逮捕凯恩斯基。直到这时，凯恩斯基还不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他的所作所为让在场众人感慨良多。艾莉西亚三人现在才知道他们差点在温泉旅馆被杀了。队长则叹了口气，刚从这件事中回过神来，就发现骑士们身体不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接二连三地倒在地上。队长立刻反应过来，放下面罩，命令手下架设防御结界。原来骑士们是被地下涌出的毒物毒害，代行等人躲在防御结界中，毒物越来越浓，空龙声接连不断，直到天花板被复合魔毒溶解，出现一个大洞。人们在毒雾中发现魔毒龙的身影，惊慌不已。凯恩斯基起初还为魔毒龙的复活感到开心，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发现这头龙有8个脑袋，应该是传说中的不死魔兽。他本想复活普通魔龙的尸体，没想到会闹到这种程度。现在不管他再怎么悔恨，也无济于事。就在凯恩斯基和代行都认定王国就此终结时，现场刮起一阵风。艾莉西亚三人毫无惧色地站在风中，看样子是做好了战斗准备。在众人惊讶困惑的目光中，这阵风带走了毒物。接着艾莉西亚让大家看向舅舅，在他看来，那才是向邪恶宣告胜利的真正的勇者之力。此时舅舅手持王神剑站在魔毒龙面前，刚才的风魔法就是出自他之手。静雯和藤宫都十分期待舅舅和艾莉西亚等人屠龙，他们知道舅舅可以使用魔法了，还注意到舅舅手上拿着那把王神剑，舅舅却沉默不语，移开了视线，这让静雯和藤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续剧情等下月漫画更新后继续讲解，谢谢点赞和关注。时间回到魔毒龙出现之前，舅舅重新戴上被狮王踩坏的眼镜。狮王想知道舅舅和自己是否都来自大河，却没收到回答。原来舅舅因鼻子受伤而一直发出痛苦的呻吟，
好在莉莉帆是神职，狮王马上用回复魔法治好舅舅的伤，还顺便修复了眼镜。在狮王看来，只有舅舅处在万全状态，战斗才有意义。看到这里，藤宫突然请舅舅暂停播放，他对回复魔法能修好眼镜感到疑惑。听了藤宫的提问，静雯的脑海中闪过之前的剧情，解答了这个就连舅舅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前面曾提到，只要是生物素材做的衣服就能和身体一起恢复，高级的神圣魔法甚至能通过替换素材来修复铁质武器。舅舅的眼镜是神在转移时创造的，因为那时眼镜的材料源自生物素材，所以狮王施展的回复魔法也能对眼镜起作用。这明明是艾莉西亚之前告诉舅舅的事，静雯却比舅舅记得还清楚，还声称自己记得关于异世界的每一个细节。藤宫不禁觉得静雯有些可怕。不过不管怎么说，神明少有的制定出不错的规则，舅舅和静雯还有藤宫都不约而同推了推眼镜，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现代人的眼镜。接下来他们继续观看后续。舅舅在被治好鼻子后，对狮王摧毁国家的传闻起了疑心，他想向狮王确认那些传闻是否为真。狮王却希望舅舅先回答自己刚才提出的问题。狮王想知道他们是否是同乡。舅舅望着狮王的身影思索片刻，吐出一个关键词：古坟时代。狮王对这个词感到陌生，这也难怪，毕竟这是现代的叫法。狮王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者大量营建坟墓，因此得名古坟时代。舅舅承认自己也是日本大和出身，而且过去也有其他日本转移者，但现在这里只有他们俩。狮王嘴里呢喃着同乡只有你和我之类的词，脸上露出一丝寂寞又无奈的表情。狮王接受了舅舅分享的情报，但仍有疑问，不理解古坟时代里的古坟是什么。在听到古坟是坟墓后，再也不能保持冷静，表达了对这个名字的强烈不满。舅舅解释说，那个时代只剩下坟墓了，想让狮王冷静，却反被质问他的时代还剩下什么。舅舅先由射击游戏联想到高楼，狮王便用高楼时代称呼舅舅的时代，还说舅舅的时代只剩下高楼了，这让舅舅有些恼火。后来舅舅想到现代汽车很多，或许可以称呼为车时代。狮王的嘴巴和眼睛却突然流出鲜血，事态异常。舅舅马上警戒，狮王以为自己中了舅舅偷偷设下的诡计，感慨舅舅居然懂得准备源自生物而非超自然的毒物，这东西无法篡夺。就在这时，地面出现了裂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狮王身后出现一个大坑。狮王没想到舅舅也用这样的招数来对付自己，狮王松开王神剑，心如死灰地往后倒去。但在狮王掉下去之前，舅舅及时冲了过来，他一手将短剑插入地面，一手拉住狮王。直到这时，狮王才意识到这个毒物或许不是舅舅的阴谋。在舅舅的提醒下，狮王用莉莉帆的神圣魔法为自己解毒。与此同时，插入地面的短剑开始出现裂痕，舅舅竟然冒险对自己想打倒的对象伸出了援手。狮王不理解舅舅的做法，直到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原来舅舅想靠自己来打倒狮王，所以狮王还不能死。狮王觉得舅舅脑子有病，放声大笑。舅舅无力回话，由于消耗了大量体力，他已经快撑不住了。狮王听到舅舅说自己快不行了，笑容顿时消失。不过狮王又想起自己现在是小孩的身体，无力。舅舅试着把自己拉起来，偏偏短剑在这时断裂。好在他们只是往下掉了掉，舅舅便马上用手抓住地面，稳住了身体。不过他们依旧处于险境，而且狮王还隐约看到地下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舅舅让狮王别管下面的东西，大喊加油，他们也许就能脱险。来自古日本时代的狮王自然不懂这个梗而一头雾水，但在舅舅的强烈要求下，狮王还是乖乖配合喊出了加油。然而什么都没改变，舅舅并没有把狮王拉起来，光幕前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好在这时舅舅收到了来自小精灵的联络，进化完毕，舅舅终于可以使用魔法了。舅舅先示意狮王自己要动手了，再用机动缠身将狮王高高抛到空中。狮王落地时，魔毒龙刚好从地下涌出，舅舅不仅稳稳接住了狮王，也注意到了那个如同八岐大蛇般的家伙，他可没有900这家伙灌醉。狮王则用轻松的口吻表示自己倒是有斩杀八岐大蛇的石握剑，原以为这不过是句玩笑话，没想到狮王真把自己的王神剑借给舅舅使用。便见狮王将自己咬破的手指塞进舅舅嘴里，然后在附近找了个舒服的地方坐下休息，以疲惫为由让舅舅代替自己使用王神剑解决魔毒龙。舅舅试着开口呼唤剑名，王神剑马上从昏暗的地下飞到舅舅手里。与此同时，舅舅使用风魔法带走毒物，于是便有了之前舅舅手持王神剑站在魔毒龙面前的一幕。静雯和藤宫期待着舅舅接下来的活跃表现，舅舅却像做错事的孩子垂下头，不敢和他们对视。
静文和藤宫带着不祥预感继续往下看，便见舅舅拒绝了狮王的教学，理由是他已经多次看过狮王用王神剑战斗，而且就算不看说明书或攻略之类的东西，他也可以顺利游玩。既然舅舅都这么说了，狮王也不坚持，舅舅打算从一开始就用最大火力来战斗，便使用了王神剑的篡夺之力。狮王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王神剑不断发光，却什么也没夺走。舅舅认为这种超必杀技就算距离远也能生效，这个观点马上被狮王纠正。魔毒龙的毒素来自生物，但王神剑只能夺走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解放时间越长，消耗体力越多。狮王在地下城能一直使用这个能力，是因为那时没有血肉可以消耗。总而言之，这根本不是超必杀技，而是体力消耗技。最后舅舅总算停下了王神剑，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静文和藤宫看得十分无语，舅舅则后悔自己当时太冲动，没听说明。藤宫为了安慰舅舅，告诉他最近的游戏软件已经没有纸质说明书了。舅舅这种不看说明书的作风走在了时代前面。舅舅听了这话，脸色却更加难看，因为实际上舅舅不是完全不看说明书，而是在玩完游戏之后阅读。就在这时，一队人马赶到教堂，将他们的注意力又拉回了异世界。为首之人指责教会无法胜任王室代贤的担子，打算接手这里，替他们收拾烂摊子。这队人马便是王国魔术师团龙变化术士队。随着领头人的一声令下，队员们开始变身为龙。后续剧情等下月漫画更新后继续讲解，谢谢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王国魔术师团龙变化术士队赶到了大教堂，美少女们纷纷变身为帅气的双足飞龙。王国魔术师团的最高领导泽奥鲁米伦泽奥亲临现场，质问戴行准备对这件事负多少责任。王国骑士团副官兼游击队队长米勒格雷勒认为戴行该负全责，米伦泽奥认为至少应该返还戴行之位。在龙变化术士奋战时，这两人为谁该担任代行吵了起来。格雷勒副官主张由他们的最高司令官马克菲尔德来担任，米伦泽奥却不觉得一个连现场都不敢来的胆小鬼有足够的能力。格雷勒副官神称马克菲尔德司令官正在引导民众避难，不能将重任交给一个忘记武官使命、只会玩假龙的年轻组织。两人的争吵愈演愈烈，现任代行在旁边实在听不下去了。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他们也没办法团结抗敌。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舅舅却还没用的躺在地上。这时，龙变化术士队1号旗梅里埃突然冲向魔毒龙，他冲动地飞过去，没想到翅膀会被毒侵蚀。他听从队长的指示，先办解除龙变，但他实在无法恢复冷静，因为梅里埃要用这场战斗证明他们激斗飞龙是货真价实的存在。巴尔鲁切队长不允许他单枪匹马战斗，打算用5连击集中攻击其中一颗脑袋。随着他的一声令下，5只飞龙接连对魔毒龙发起攻击。佩剑修道会的骑士们呆呆地望着龙变化术士队战斗的场景，直到听见埃德加和莱加的话，队长才回过神。埃德加和莱加点燃了这群骑士的斗志，他们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在旁边看着。队长让骑士们准备战斗，当然也不忘把埃德加和莱加带上。海莉西亚最后再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舅舅，虽然不放心，但出于对舅舅的信任，海莉西亚跟上埃德加和莱加前去战斗。另一边，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几位教会成员正忙着救治伤员。他们看到被狮王附身的莉莉帆突然出现在这里，瞬间陷入慌乱。莉莉帆眼含泪水，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在教会成员着手除灵时，莉莉帆看到了阿尔加尔斯，他直接越过2名教会成员朝前冲去，一把扑进阿尔加尔斯的怀里。阿尔加尔斯保证这不是恶灵，而是莉莉帆。2名教会成员便以为狮王已经被驱除，松了口气。阿尔加尔斯遥望了一眼王神剑和舅舅，然后告诉莉莉帆，他之前被恶灵附身之剑控制了。阿尔加尔斯猜测是倒在地上的人击败了操控莉莉帆的恶灵。莉莉帆陷入自责，如果不是自己捡了那把剑，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阿尔加尔斯马上安慰莉莉帆，这不是他的错。莉莉帆感谢阿尔加尔斯的宽慰，擦去眼泪，问起阿尔加尔斯的情况。阿尔加尔斯表示自己也和他一样被魔物控制了，但已经没事了，现在负责治疗受伤或中毒的人。莉莉帆马上表示自己也要帮忙。阿尔加尔斯便问莉莉帆能否按照自己的指示行动，莉莉帆毫不犹豫地笑着答应。这反常的表现让阿尔加尔斯起疑，不等阿尔加尔斯说话，莉莉帆直接摊牌了。其实狮王并没有被打倒，现在还附身在莉莉帆身上。狮王按住阿尔加尔斯的嘴巴，不让阿尔加尔斯出声，并这么威胁，如果他说了不该说的，莉莉帆将在80年后昏暗的地下迷宫深处醒来。上一个被这么对待的家伙在醒来后看到老去的身体，愤怒而死。他哭着笑着，
自己把剑插在胸口。对狮王来说，篡夺敌人的人生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狮王见阿尔加尔斯乖乖闭嘴，就当做交易达成。随后，狮王指着舅舅的身体，表示自己的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和那个半兽人决一死战。等事情结束了，不管是肉体还是生命都会返还。就这样，狮王搞定了阿尔加尔斯，与魔毒龙的战斗仍在继续。佩剑修道会的骑士们展开防盾，抵挡毒液的袭击。米伦泽奥嘲笑佩剑修道会和勇者骑士团都无法取得成果，要靠他们的飞龙来收拾这前所未有的大惨案。格雷勒副官马上挽尊，声称现在王国骑士团主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外引导民众避难。从保卫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王国骑士团才是。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凯恩斯基站了出来。他认为这场主导权之争无聊至极，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他们都是国家的守护者，应该齐心协力保护人民，共同讨伐折磨人民的邪恶。米伦泽奥和格雷勒虽不服气，但都无法反驳。话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龙变化术士队已经发起了6回5连击，但连对方的一只脑袋都没能打倒。队长在队员休息时提到3年前对尸体的研究结论，数据表明集中一点的攻击是有效的。陷入僵局之时，梅里埃被埃德加等人的攻击启发，在队友疑惑的目光中完全变回龙形态，对准魔毒龙的下巴冲去。埃德加正准备再来一发刚才的攻击，没想到魔毒龙的其中一颗脑袋已经被梅里埃击倒。王国骑士团抓住机会举剑向前冲去，他们集中力量疯狂攻击魔毒龙的脖子，这下功劳可不能算是王国魔术师团的了。后来王国骑士团终于砍断了龙脖子，断口处却马上长出了新的肉芽，肉芽迅速生长，长成数条小蛇，超盘旋在空中的飞龙小队袭去。其中一名队员来不及躲闪被抓住，队长救下受伤队员，虽然不甘心，但为了同伴的安全，他还是命令全员散开，并请最高指挥下达指示。眼见魔毒龙即将喷出吐息，梅里埃不听命令来到队长身边，打算替他们抵挡即将到来的龙之吐息。在这危急关头，宙宙只是躺在地上呢喃了句，下一秒魔毒龙剩下的7颗脑袋就一起放出了吐息。谁都没有想到他的攻击会被人挡下，甚至都被冻成了冰。众人惊讶地往冰山顶端望去，出手挡下巨龙吐息的竟然是梅贝露。后续剧情等下月漫画更新后继续讲解，谢谢点赞和关注。本月更新的番外是王国魔术师团龙变化术士队出征前的故事。1年前，梅里埃、尤尔、娜娜恩和伊莱霞来新成立的变化魔法部队报道。伊莱霞看到这里是废弃的仓库，有种被骗的感觉。尤尔听说这支部队的队长是里切巴尔鲁切，娜娜恩知道这人是出身于变化系的名门望族，怀疑他凭关系坐上了这个位置。梅里埃安慰大家，如果上司是个渣子，他会马上干掉对方。听了这话，伊莱霞总算明白梅里埃被发配到这里的原因。尤尔叫梅里埃不要这么做，梅里埃却不理解为什么刚到任就要吵架。就在这时，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人正朝这边跑来，这人气喘吁吁地停在他们面前，见到同伴似乎很高兴。在对上4人诧异的目光之后，他马上换上严肃的表情，行了个礼，欢迎新人们来到地狱。他正是队长里切巴尔鲁切。据他介绍，这支部队是最高导师直下的特密精锐部队。里切队长将4位新人带到房间，用提前准备好的茶和点心招待他们。房间内堆满了各种资料，全是队长独自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他通过对现存生物进行组合混编，做出拟态龙变化魔法，这是他从小到大的研究成果。伊莱霞很佩服里切队长，娜娜恩也改变了对队长的看法。他相信里切队长绝不是靠关系上位的。梅里埃看不懂这些复杂的研究内容，尤尔则表示怀疑，他认为独自研究出龙变化魔法是不可能的，这可是因为疫病而失传的魔法。为了打消尤尔的怀疑，里切队长决定当场施展龙变化魔法。他让新人们不必担心，因为这里有精神控制装置。然而等他变身成飞龙之后，新人们还是被吓得夺门而逃。在那之后过去了半年，伊莱霞竟然和王都考察团发生了冲突。经过了解，大家知道了动手的原因。原来伊莱霞心疼队长明明那么努力，却被误以为是靠关系上位的，还说他们的飞龙就像虚张声势的纸老虎一样。最后4位队员接受了惩罚，他们就像被烤焦了一样狼狈。在那之后又过去3个月，队长用新型魔法涂料将自己身上施加的变身魔法的详细设定与4位队员同步，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飞翔。在互相涂抹涂料时，梅里埃顽皮地在娜娜的脸上涂鸦，把他气得不轻。梅里埃还想给队长也来几笔，但被队长拒绝。后来梅里埃花言巧语说服了队长，其他队员满怀期待地看过来，
可惜梅里埃又画砸了，队长脸上的图案很难看。后来队长接到大教堂发生紧急情况的通知，带领队员一起出击，后面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第60话和第61话的剧情。这则番外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5 8月30日也会有更新，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本月更新的第2则番外是静雯和舅舅之间的小故事。这天，静雯和舅舅漫步在街上，舅舅看到路边的指示牌，有些困惑，自行车居然要走车行道。静雯告诉舅舅，从很早以前开始，自行车就不能走人行道了。不过考虑到道路狭窄，自行车与机动车共道很危险，因此还有一条规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行车可以走人行道。静雯的话音刚落，他们面前就有一辆自行车慢悠悠地骑上了人行道。现在路上并没有其他车辆，这也算是不得已的情况吗？静雯听了舅舅的提问，陷入思考，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吗？大家都自行判断要走人行道还是车行道。舅舅不禁感叹，这条法律太缺乏威慑力了。漫画第12卷将在9月21号周六发售，有能力的小伙伴可以支持一下。下月继续正片剧情。上一话说到梅贝露的参战逆转了不利局势，静雯很期待梅贝露的表现，藤宫却举手提问，他因为登场人物太多而有点跟不上，但异世界国家运营系的角色就是这么复杂。舅舅理解藤宫的感受，角色扮演游戏里角色也很多，静雯还以为藤宫和舅舅是同一类人，后来记忆精灵及时出手，简要回顾了先前的剧情。在与霍金氏主的对决中，大圣堂地下苏选的魔兽失去控制跑了出来，其中最厉害的魔兽魔都龙变成了有8个脑袋的不死魔兽西多拉，并开始暴走。大教堂现在存在3股势力，分别是教会、王国魔术师团和王国骑士团，派系斗争使情况更加混乱。这时动神睡美人梅贝露突然参战，因为错误使用王神剑而耗尽体力的大叔还能再站起来吗？他能战胜不死魔兽并与霍金氏主决一死战吗？看完前情提要，藤宫终于理清了大概剧情。舅舅和静雯则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和嘴巴。记忆精灵回顾完之前的剧情，继续播放后续内容。龙变化术士队不认识梅贝露，但梅贝露瞬间就将毒之吐息冻结，救下队长和队员。队长检查后发现伊莱霞还有呼吸，2名负责伤员的教会成员立即赶来，他们会将伊莱霞交给神圣魔导师治疗。梅贝露带着笑容，以轻松的口吻这么说，还好赶上了。龙变化术士队的妹子警觉地提醒他注意身后，梅贝露毫不慌张，施展冰缚防护，眨眼间就将西多拉的这颗脑袋冻成冰雕，然后再用冻神剑将其砍断。这表现让众人惊呆了。巴尔鲁切队长认出梅贝露使用的是冰之一族的冻神剑，疑惑梅贝露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王国骑士团倒是知道得多，梅贝露是王国骑士团的前守护骑士，他现在所使用的攻击是专门用于防御的冰缚防护形态。不过冻结8大原始巨龙魔炎龙的神威解放形态至今仍蒙着神秘面纱。随后他们发现西多拉的伤口无法像之前一样复原，冻结剂果然在消灭西多拉上尤为出色。佩剑修道会决定掩护梅贝露，还想让他把霍金氏主一起封印。这时有人表示半兽人已经打败了霍金氏主，他们见到了清显的莉莉帆。就在他们商谈时，西多拉所有的脑袋同时向梅贝露发动进攻，尽管冻神剑在手，梅贝露也难以承受这种程度的攻击。关键时刻，艾莉西亚小队为梅贝露化解了危机。艾莉西亚小队揽下防御工作，让梅贝露继续攻击。巴尔鲁切队长也和艾莉西亚一样很感谢梅贝露。龙变化术士队主动过来掩护梅贝露，在他们变身为飞龙的同时，王国骑士团也开始行动配合梅贝露，这让梅贝露很感动。他抱着冻神剑，一边准备发动攻击，一边这么说：艾莉西亚、埃德加、莱加、飞龙们、骑士们，如果大家都能助我一臂之力的话，我也可以努力超越自己，即使万敌当前，我也不会输，就沉睡在冰刃之中吧。话音刚落，梅贝露就又冻住了西多拉的脑袋。静雯和藤宫看到梅贝露大展身手，不禁产生疑惑：以前的梅贝露是这样的人吗？他们总觉得有些违和。舅舅却解释说，梅贝露从以前开始就一直这么厉害。这时梅贝露往米勒副官的方向望去，静雯看到这个奇怪的举动，开始思考梅贝露来这里的目的。记忆精灵再次出手，帮他们回顾之前错过的剧情。梅贝露被留在温泉旅馆，用工作来支付住宿费，但他极其恶劣的偷懒行为被发现，很难继续留在那里。梅贝露想到一个扭转乾坤的方法，留下一张纸条就离开了。这个方法就是去拜访之前解雇他的王国骑士团，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梅贝露来到这里只是碰巧而已，他抓住这个展现实力的好机会，与西多拉对战。
在说出那些帅气台词之后，开始介绍自己的强项和能力，保证自己能为王国骑士团做贡献。众人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梅贝露是来找工作的。梅贝露虽然已经被解雇了一回，但话说得很不错，而且在向米勒副官推荐自己的同时不忘战斗。现在西多拉就只剩下最后一颗脑袋。静雯和腾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他们没注意到的地方，有人拿起了王神剑。静雯和腾公赞叹动神剑的强大，舅舅却告诉他们梅贝露没有打倒西多拉。在梅贝露准备发动最后一击时，狮王附在莉莉帆身上，拖着王神剑走到西多拉前方。舅舅在阿尔加尔斯的帮助下起来，质问狮王：“这就是你的选择，这样好吗？”霍金氏主便见狮王挥动王神剑，恢复了原本的姿态。霍金氏主究竟想做什么？后续剧情下月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善意话说到，狮王挥动王神剑，恢复了原本的姿态，便众人感到意外的是，狮王不仅没有被舅舅打败，还拿着一叠炎咒符。在众人做出反应之前，狮王就将炎咒符全部引爆。狮王一脸坏笑，这么做就是为了解开梅贝露的冰封。众人看到冰块开始融化，纷纷露出惊讶且担忧的表情，质疑动神剑的声音越来越多。梅贝露听到这些议论，握紧了动神剑。他感谢大家的指点，承认动神剑就这点本事而已，但他承诺会活用学到的教训，与同伴组成团队，为了取得更好的成果，希望能加入骑士团，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静雯和腾公还有舅舅听了梅贝露的发言都非常意外。静雯听出这是梅贝露为了找工作才说的，腾公希望梅贝露不要勉强自己，舅舅则认为贡献社会的想法太了不起了。这时为舅舅恢复体力的阿尔加尔斯到了极限，对舅舅感到抱歉。阿尔加尔斯望着不远处不断嚎叫的不死魔兽，艰难的起来。舅舅知道阿尔加尔斯要去找莉莉帆，便用机动缠身减轻了阿尔加尔斯的身体负担。他提醒阿尔加尔斯多加小心。阿尔加尔斯对刚才的无理行为感到内疚，但舅舅并不介意，因为舅舅知道去救喜欢之人时是会那样的。阿尔加尔斯连忙否认，声明他和莉莉帆不是那样。舅舅不理会他的解释，认真为他加油。阿尔加尔斯脸颊微红，眼神坚定，已经下定了决心。接下来，舅舅将目光投向不死魔兽所在的方向，他和霍金氏主终于要大干一场了。随后，狮王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将王神剑插入不死魔兽的身体里。狮王恐怕是要控制不死魔兽的身体。这时，梅贝露再次使用冰覆防护，不死魔兽操控王神剑与动神剑交锋，化解了梅贝露的攻击。梅里亚预感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双方并非势均力敌。便见不死魔兽将力量分给断在地上的其中一颗脑袋，那脑袋连带一小段脖子瞬间化作白骨。他张开血盆大口朝梅贝露冲去，梅贝露被吓得快哭了。好在梅里埃及时将梅贝露救走。梅贝露原本站着的冰山被锋利的牙齿咬碎。梅贝露回头看了一眼，那家伙竟然还在酝酿攻击。下个瞬间，梅贝露身后发生爆炸，墙壁都被炸开，现场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在这之后，不死魔兽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梅里埃将梅贝露带到救治伤员的地方，他们一个不留意，梅贝露就不见了。梅贝露躲在石头后面，任凭飞龙妹子们怎么呼唤也不出来。这时，哈尔加尔斯从不死魔兽身边将昏迷不醒的莉莉帆背了回来。哈尔加尔斯告诉其他人，狮王的目的只是和半兽人决战。戴行本想掩护，但被告知只要干扰决战，狮王就会把这片土地变成地狱。此时，狮王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最终形态。戴行感到难过，即使国家面临存亡危机，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论是谁担任刘席迪翁女王的代理人都一样。原来20年前，刘席迪翁王国的王族全部染上了严重的流行病，他们失去了战略级继承魔法，变成剑龙的巨龙变化魔法，而且没有比这更强的武力。静雯和腾公还有舅舅静静听戴行讲完这段往事。随后，王国魔术师团的最高领导米伦泽奥感到遗憾，他们在研究龙变化魔法方面投入大量预算，却还没突破拟态龙的境界。龙变化术士队对此提出质疑，既然投入了大量预算，为什么他们还只能住在废弃仓库里？看到这里，腾公突然让舅舅暂停播放，一下子冒出太多专有名词，让腾公头大。为了让腾公更好地理解剧情，小精灵开始解说：刘席迪翁王国一如其名，是龙统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世世代代都会使用战略级继承魔法，变成剑龙的巨龙变化魔法，并以其强大的国防力量为背景统治着这个国家。20年前的疫病使王族和这个继承魔法都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前国王是巨龙变化魔法师。这令静雯和腾公产生了更多连舅舅都不清楚答案的疑问。于是小精灵继续讲解：
所谓的继承魔法是世世代代一子相传的固有魔法，战略级是其威力等级，刘席迪翁的巨龙变化魔法便是其中之一。很遗憾，因为瘟疫，现在王国内部没有一个继承人。尽管如此，刘席迪翁国内国民对持续300年的王国象征、拥有龙之力的王的呼声仍然没有停止。静文推测魔术师团想用拟态龙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在藤宫看来，这就像是选举中用来博取人气的方法一样。在思考后续发展时，静文想起舅舅似乎会巨龙变化魔法，于是他兴奋地问舅舅是不是能成为那个国家的国王。藤宫也产生了兴趣，难道舅舅要运营国家了吗？舅舅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屏幕上就出现了他们3人的名字以及数字，只有静文的名字下是不同的数字2。随后静文又想起之前的迷宫里也有龙变化术士，他刚说出自己的发现，他的数字就从2减少到1。舅舅认为这是警告，一旦数字减少到0就要遭受惩罚。静文慌忙捂住嘴巴，不再说话。他们继续观看刚才的后续。后来伊莱霞突然醒了，同伴们松了口气，让他好好休息。但伊莱霞尚未回归人类的思考方式，似乎得了变龙后遗症。伊莱霞变身成飞龙，在大厅里四处破坏。司机正想让人杀了他，刚好舅舅用锁链绑住了伊莱霞。梅里亚以为舅舅要对伊莱霞不利，连忙带着同伴飞过去。他看到舅舅对伊莱霞使用魔法，情绪激动，没想到舅舅还给他一个恢复人类意识的伊莱霞。在这之后，舅舅希望他们能老实待着，不要打扰他和狮王的对决。这时被狮王操控的不死魔兽出现在舅舅身后，在对决开始前，舅舅仰视巨龙，似乎还有话要说。他替狮王给这个形态取了个名字过筋大蛇。舅舅表示接下来他会发动攻击，之后会有段时间无法使用魔法，如果狮王能撑住就是狮王的胜利。舅舅提醒狮王毒物对他不起作用，请狮王不要再用毒物，如果是能溶解的毒液倒是可以对皮肤起效果。飞龙妹子们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告诉敌人这些情报呢？他们不会知道舅舅这么做只是为了能和狮王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而已。飞龙妹子们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狮王却好像笑了。舅舅和狮王的最终决战终于拉开帷幕，舅舅会如何对付狮王？后续剧情下月继续，关注我更方便追更。善意话说到，尸骸之王以霍金大蛇的形态与舅舅展开对决。舅舅坦言，在施展接下来的攻击后，他会有一段时间无法使用魔法。尸骸之王只要能撑住接下来的攻击，就能获胜。这时，记忆小精灵突然插播舅舅从魔毒龙手中救下精灵后的片段。精灵衣衫不整，满脸通红，羞恼地将一张咒符揉成团。静文和藤宫看得一头雾水。精灵将纸团丢给舅舅时还这么说：“讨厌，离我远点，淫乱兽人。”精灵走后，舅舅烤了魔毒龙的肉来吃。因为这几口龙肉，舅舅被毒素折磨了3天。自那以后，他便吸取教训，不再吃魔物。值得注意的是，舅舅倒地时，身边刚好放着咒符揉成的纸团，风将纸团吹到舅舅脑袋边，随后纸团发出光芒，舅舅恢复了健康。舅舅恍然大悟，原来精灵留下的竟然是解毒咒符。静文想到了什么，但担心数字归零，不敢说话。藤宫和舅舅则意识到毒对舅舅不起作用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舅舅被毒了3天3夜才用咒符恢复，因此对毒物产生了耐性。藤宫笑了，提醒舅舅是因为精灵小姐他才能保住性命。舅舅对精灵会救自己感到意外，对精灵有所改观。静文也笑了，默默用手势表达对藤宫的肯定。就在这时，藤宫注意到奇怪的现象，不知静文做了什么，他的数字下降到了 0.5。 静文出局。随后记忆精灵开始播放舅舅与尸骸之王的决战。在音键蝉鸣变鸣后，舅舅又使用了音响创造、缠带、发现、增强、发现。表面上看，舅舅是准备以强化后的音波发动绝杀。戴星理解不了舅舅的做法，米伦泽奥则嘲笑舅舅使用相间魔法。尸骸之王却谨慎以对，在舅舅施展魔法期间，动用王神剑的力量，把地上那6颗断掉的脑袋都变成了爆炸头骨。巴尔鲁切队长想到狮王可以用剑吸收魔法，断定半兽人不管使用什么魔法都无法取胜。就在这时，他发现舅舅竟然在咏唱激动缠身。他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对这个魔法进行单独多重咏唱。在完成最后的咏唱后，舅舅把从伊莱霞那里拿来的头饰戴在自己头上。明明爆炸头骨已经冲到舅舅面前，尸骸之王却如临大敌，竟然打算使用神威解放。就在这时，一道黑影闪电般掠过霍金大蛇身边，打断了神威解放。这道攻击发出强烈的光芒与冲击，没能成功发动神威解放的霍金大蛇回望身后的黑影，是通过增幅声音来实现多重咏唱，怎么能与地位级魔兽一决高下？
米伦泽奥很快意识到关键在于重复叠加的机动魔法，统一魔法越重叠，加算修正魔力效率越差，不知道要叠多少才能达到超音速，而且那种超音速根本不是人类肉体能承受的。说到这里，巴尔鲁切队长为米伦泽奥解疑，但是因为使用了斩龙变，舅舅最后咏唱的是斩龙变，形貌、体躯变化，便见霍金大蛇身后又出现了一头龙，那头龙用背后如利剑一般的光刃不断刺入霍金大蛇的身体，就算霍金大蛇倒地不起，也没有停止攻击。风暴一般的光刃不断刺入霍金大蛇的身体，戴行和米伦泽奥都认出那是继承黄金王旗瞳的魔斩龙。结束攻击后，恢复原样的舅舅站在霍金大蛇的身体上，此时霍金大蛇已经遍体鳞伤，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舅舅走向霍金大蛇的脑袋，每踩中一个伤口都有鲜血溅出。舅舅诚实地告诉狮王，因为胡乱使用魔法，所以他暂时无法使用魔法。如果狮王这时能反击，那么就赢了。现场一片寂静，舅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狮王看了看也浑身是伤的舅舅，问他到底做了什么。经过舅舅的一番解释，狮王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舅舅凭借超音速移动，在神威解放发动之前成功阻止。和对付不死骷髅的方法一样，舅舅对付不死魔兽的策略就是一直攻击，直到他无法再生。舅舅原本的计划是用龙的暴走来击溃霍金大蛇，没想到幸运的在途中得到了精神保护道具，凭借这个东西，他才可以把霍金大蛇碾压到最后而不失去知觉。尸骸之王认为舅舅使用道具太狡猾了，舅舅却认为活用掉在地上的道具箱是基本技巧。舅舅的解释惹恼了龙变化术士队，把伊莱霞说成道具箱确实有点过分。舅舅没有理会他们，继续与尸骸之王对话。他猜测夏利文的龙变化魔法是狮王最害怕的，狮王马上否认，但舅舅早就看出来了，这是因为害怕舅舅变成龙，狮王才会想用已经答应不再使用的神威解放。舅舅知道狮王是遵守约定的人，却反常的违反约定使用了神威解放，那肯定是因为被吓得使用了。狮王不愿意告诉舅舅事情是否如他所猜测的那样。就在这时，一条狮王创造的蛇叼着一张咒符穿过人群，戴行后知后觉，原来那张咒符是从他怀里偷走的。经过检查确认，戴行终于搞清楚那是什么咒符。这时那条蛇已经叼着咒符回到霍金大蛇身边。尸骸之王最后想拜托舅舅一件事，接下来舅舅面前出现了一段影像，狮王究竟想借此告诉舅舅什么？后续剧情下月继续，关注当当更好追更。上一话说到舅舅和狮王结束了激烈的死斗，随后舅舅面前浮现出一段神秘的影像。影像即将播放之时，藤宫紧急喊停，提议先梳理事件脉络。舅舅用万能画手复制了夏利文的龙变化魔法，那龙和这个国家的王室继承魔法一样，被称为斩剑龙。难道说夏利文其实是女王，但王族不是在20年前因为疫病而全灭了吗？藤宫百思不得其解。静雯说出了自己的猜测，继承魔法是一子单传的固有魔法，一旦长子死亡或没有后代就糟了。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在严酷的异世界传承魔法是很难的，因此静雯推测应该存在补充规则，比如长子死亡，次子被视为长子之类的救济措施。如果存在这样的替补规则，那么在国内王族全灭后，国外的远亲中血统最浓的子孙会被视为长子，突然出现继承魔法也不足为奇。静雯推测夏利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长子的远亲。藤宫听到这里，猛然想起静雯的数字已经减少到 0.5， 连忙提醒静雯，按照舅舅的说法，要是再说多余的话就会被烧坏脑神经。静雯却无所畏惧，因为她现在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真正的异世界，没有办法说出虚假的感想，即使被烧掉脑神经，她也无怨无悔。静雯这番话意外赢得了记忆精灵的好感，使她获得了记忆魔法。接下来三人继续观看舅舅的回忆。狮王播放的画面是一段在墓前的记忆，当时狮王正对着墓碑祈祷，指导者发现狮王缺席庆功宴，便找了过来。狮王解释说，祈祷是为了让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能安眠。指导者对此表示理解，并感谢狮王的帮助。他们能成功讨伐统治这片土地的阴险毒辣之鱼王，多亏了狮王征税防备的帮神剑，只需征收过剩的力量，就能产生保护大家的士兵，让守护富饶国度的愿望得以显现。那是一种非常温柔且清廉的力量。指导者希望狮王能在自己成为王之后，也用这种力量帮助他。狮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指导者的请求，却没想到背叛来得如此迅速。指导者一个转身，抽剑刺向狮王，鲜血喷涌而出，狮王倒在台阶之下。在指导者看来，如果让其他人知道功臣是个来路不明的外来者，国家会陷入困境。
因此他要杀死狮王，夺取狮王的剑，让狮王从今以后和救国王派的人们一起长眠。狮王倒地后还抓着剑，狮王已经明白指导者的态度，他不会按照约定在战后让投降方作为信王国的国民生活下去。指导者听狮王提到那些孩子，突然抬起头笑着宣称他们不会死得太痛苦。这话彻底激怒了狮王，在听到这个回答后，狮王发动神威解封，篡夺了指导者的肉体，视野骤然变换，人们终于看到了狮王的身体。狮王竟然是比阿尔加尔斯还小的孩子。狮王被指导者利用完，就遭到毫不留情的抛弃。狮王的身体很快在空气中消散。跟随指导者一同前来的女人看到这一幕，开口感叹死了就真的会消失。异世界转移者直到最后都让人毛骨悚然。按照女人的说法，指导者终于把拥有神之威的剑从转移者手中解救出来，他才应该是拥有神赐之气的本尊，永远被传颂的传奇之王。女人对狮王的死毫不意外，脸上甚至露出愉悦的笑容。在她看来，狮王脑子有问题，不杀敌人，反而试图和俘虏们互相理解。她很高兴狮王和救国王派能成为新国家的基石。在女人说这些话时，骷髅无声地出现在她身后，直到枯骨搭上肩膀，女人才注意到出现异常情况，脸色大变。女人急切地将目光投向指导者，请求他的援助，却只听到森罗万象霍金施主将给你们带来灾厄的奇怪回答。他并不知道指导者早被狮王篡夺了身体，在这之后狮王的记忆就模糊了。影像播放到这就结束了。舅舅听说狮王颠覆了一个国家，实际上不管是新王国的建立还是旧王国的覆灭，都是狮王造成的。艾莉西亚看完这段影像，突然过去抱住了魔都龙的下巴，流着泪向狮王道歉。佩剑修道会队长提醒艾莉西亚危险，艾莉西亚却因为狮王只是个孩子，还是和舅舅一样从异世界来的转移者而放松警惕。艾莉西亚为他们的世界给狮王带来痛苦道歉。舅舅边听边靠近，狮王看到艾莉西亚的反应感到奇怪，难道其他人也是这样吗？舅舅只知道艾莉西亚经常像这样为了别人而哭泣。狮王似乎明白了什么而有所触动。艾莉西亚接着告诉狮王，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知道他的存在。狮王以为他们会把自己当成邪恶的转移者，其实孩子们被教育的是不收拾玩具的话就会被狮王抢走玩具。大家愣了一下，紧张的气氛慢慢消失。戴行庆幸最后能消除远古的恶意，达成大团圆的结局。阿尔加尔斯却提起狮王之前为了和舅舅一决胜负，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他总觉得狮王的表现有违和感，这种圆满的和解不能让那家伙满意。大家为了观看记忆放映而聚集在一起。狮王通过讲述悲伤的过去获得善良之人的同情和靠近。阿尔加尔斯认为那家伙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就在这时，佩剑修道会队长发现王神剑不见了。艾莉西亚想问狮王，一回头就看到王神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狮王趁此机会篡夺了艾莉西亚的身体。等众人反应过来，魔都龙那庞大的身躯已经开始消失。没过多久，那宛如小山般的存在便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狮王控制艾莉西亚的身体从空中缓缓降落，狮王紧握着王神剑，稳稳落地。艾德加和莱加与被狮王附身的艾莉西亚对视一眼，随后马上朝狮王冲了过去。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接近，就和现场的其他人一样，被狮王用蛇缠住身体并堵住嘴巴。现场唯一还能自由行动并开口说话的只剩舅舅一人。在这安静的时刻，狮王悠悠地哼起了歌。舅舅想让狮王改用自己的身体解放艾莉西亚，但这个提议刚说出口，狮王就毫无征兆地吻了过来。这个动作惊呆了现场所有人，以至于他们在解开束缚之后还呆呆地站在原地。舅舅的表情复杂难言，静雯和屯宫完全没想到剧情会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只有狮王像恶作剧得逞般大笑，为自己终于把舅舅冷静的表情弄垮而得意。这回狮王似乎终于满足了。戴行和阿尔加尔斯看得目瞪口呆，显然对这场闹剧始料未及。紧接着，狮王又做出了令人意外的行为。狮王将王神剑放到一边，对自己使用除灵魔法。众人对此感到惊讶，舅舅却还没从刚才的意外中恢复过来。狮王本想玩弄下舅舅，看到舅舅的反应才意识到不对劲。直到这时，狮王才反应过来，刚才那是舅舅的初吻。现场一片寂静，静雯和屯宫也陷入了微妙的沉默。狮王带着顽皮的笑容为自己夺走舅舅的初吻道歉。舅舅压下所有混乱的情绪，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夺走自己初吻的这个家伙到底是男是女。舅舅一提出这个问题，狮王笑得更加放肆。狮王究竟是男是女，下月揭晓，下月更新特别篇，关注当当更好追更。这天，精灵艾莉西亚和梅贝露罕见地聚在一起，听舅舅讲浦岛太郎的故事。
精灵出人意料地认定这是一个暗黑复仇故事。艾莉西亚满脸疑惑，不明白童话为什么会是如此可怕的故事。精灵得意地笑了2声，他认为勇者并没有领悟故事的真意，他们的分歧源于对浦岛太郎的理解不同。在艾莉西亚看来，浦岛太郎是善良的渔夫，他救下了被人欺负的海龟。精灵却认为，在这个故事中，海里的生物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智慧。从海洋生物的角度来看，浦岛太郎是狩猎他们便拿他们的肉来换钱的罪恶的怪物。艾莉西亚和舅舅听了这话都感到惊讶。精灵认为，站在海洋生物的角度，很容易理解浦岛太郎的故事。龙女利用弱小的乌龟，巧妙地将怪物引诱进自己的领域，假装盛情款待，实则让他与外界长期隔绝。浦岛太郎回到地面后，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送给他的珠宝箱也是陷阱。浦岛太郎一打开盖子就变成了老头，这样做说不定还能杀鸡儆猴，给其他渔民一个警告。在精灵看来，这就是龙女报复浦岛太郎的故事。艾莉西亚提醒精灵，孩子们喜爱的童话不该是暗黑复仇故事。精灵却认为，从渔夫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也能给孩子们很好的教训。浦岛太郎应该把海龟当作海产品好好狩猎来卖，只要尽到渔夫的职责，就不会掉进龙女的圈套。不要被一时的感情冲昏头脑，应该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就是这个童话想告诉孩子们的。浦岛太郎就是这样的故事。舅舅听完精灵的分析，整个人都不好了。精灵愉快地拉着梅贝露玩耍，艾莉西亚则试图安慰舅舅，舅舅却说没关系，日本人也不知道浦岛太郎是什么样的故事。本片2月28日更新，点点关注更方便看到更新。上一话说到，狮王夺走了舅舅的初吻，舅舅很在意这个家伙到底是男是女，狮王却觉得舅舅无聊，现在是问这种事的时候吗？狮王强调，如果自己消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众多谜题将会没有答案，只有现在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些未解之谜。狮王表示自己心情很好，不管问什么都会回答。狮王坐在椅子上，望向舅舅，露出坏笑。然而舅舅对那些古代之谜根本不感兴趣，狮王就像恶作剧得逞般爆笑。接着狮王问舅舅是不是想知道从收纳魔法中逃脱的方法，借此成功转移话题。舅舅确实很好奇狮王是怎么逃走的，是靠自己的力量除去的吗？之前舅舅还担心自己睡迷糊打开收纳魔法让狮王跑了，但狮王可不觉得舅舅有那么傻。狮王之所以能从收纳魔法中逃脱，是靠欺骗精灵实现的。舅舅听了狮王的回答，一脸惊讶。他曾向狮王解释能将灵魂作为装备品收纳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与间隙精灵交涉后增加了新规则，在99秒以内附到身上的灵魂将被视为装备。于是狮王不间断地模仿舅舅与间隙精灵沟通，花了6天6夜，终于打开了收纳魔法。事到如今，这对于狮王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事。其他人听了狮王的解释，还以为欺骗精灵是狮王的比喻，毕竟欺骗遍布各处的魔法媒介也太匪夷所思了。这时阿尔加尔斯勇敢地举手提问，哈尔加尔斯想知道他们尊崇的神明是什么样的。听说转移者会见到神明并被授予能力，阿尔加尔斯想听狮王讲讲那时的情况，但他话音刚落，就有人让他不要问了。哈尔加尔斯意识到提问不妥，马上向狮王道歉。狮王原本反感其他人插话，但在看清提问者后，想起自己还欠对方很大的人情，狮王马上换上一张笑脸，故意告诉阿尔加尔斯，如果知道神明的真面目会精神失常的。静雯和藤宫看到这里，突然有不妙的预感。狮王这话一出，周围人马上捂住了阿尔加尔斯的耳朵，让他不要再听狮王的话，这是企图玷污信仰的陷阱。狮王原以为神明和精灵都是这个世界贯穿天地的绝对法则，但事实并非如此，现行法则不过是用轻飘飘且微不足道的咒语来实现的。狮王认为转移者被神明召唤至此的意义和使命也一样，舅舅被困在了这里。舅舅并不知道神明是怎么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回到原来的世界。狮王不禁羡慕舅舅还有能回去的地方，相信舅舅一定能做到。舅舅想起自己原本要问的问题，打算开口，狮王却不给舅舅把问题说出来的机会，认定舅舅想问关于王神剑的问题，开始讲述之前未曾提到的隐藏技能。舅舅一听到有隐藏技能，眼睛都亮了，原本的问题又被抛到了脑后。狮王提到自己之所以能提前知道舅舅一行的模样和名字，就是靠这个技能。狮王边说边对附近的石块使用分语，石块上马上长出了专门用于战斗的分语体，还有视觉特化的眼睛和听觉特化的耳朵。狮王把这些东西散布到地下城内，借由感官共享掌握舅舅等人的动向。神威解放归根结底是篡夺分语范围和对象的扩张，代价是需要更强的能量，限度得靠舅舅自己摸索。狮王把王神剑递给舅舅，并嘱咐他
一旦自己消失，他就是继承者。狮王请舅舅好好珍惜王神剑。舅舅心中满是疑惑，自己明明是狮王想要打倒的敌人，对方为何这么慷慨地把王神剑托付给自己？便见狮王靠在舅舅的胸口上，留下最后几句话：可别死了，你这个白痴！有了我的剑，任何阻碍就算是神也能砍倒。祝你愿望成真，再次踏上大河的土地，永别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兽人脸君。舅舅赶在狮王消失前迅速报上了自己的真名岛崎洋介。狮王微微一愣，狮王先念了一遍舅舅的名字，然后突然笑了出来。狮王觉得舅舅实在太狡猾了，这连名字都这么酷。最后狮王拉住舅舅的围巾，踮起脚尖，轻轻在他唇上留下一吻。舅舅微微后仰，抱住了狮王。随后阳光透过圣堂屋顶的破洞洒下，狮王的灵魂消失在光中。艾莉西亚在舅舅的怀中醒来，舅舅抬头仰望，遗憾没问到想要的答案。狮王霍金施主的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静雯和藤宫鼓掌庆祝这一篇章完结。藤宫突然想起狮王似乎还没交代第一个被附身之人的结局，对此静雯早已找到答案。地下城那具被王神剑刺中的骸骨应该就是那时的指导者，他就是狮王与阿尔加尔斯对话时提到的被附身80年绝望而死之人。狮王要报复的对象只有指导者，复仇其实早已完成。静雯夸奖记忆精灵场景跳得很巧妙，他察觉了记忆精灵选择这些场景的意图，从而推导出真相。随后他的数字暴涨100多。就在这时，戴行终于反应过来，他意识到舅舅竟然会使用失传已久的王室继承魔法，尽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教会成员围过来时，静雯和藤宫的心中涌现出某种期待，难道说舅舅将拥有自己的王国？然而他们下一秒看到的却是舅舅被当成异类审问的场景。后续剧情下月继续，关注我更方便追更。在狮王化作尘埃消散之后，飞龙队的妹子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看到趴在地上的梅贝露后不禁愣住了。梅贝露刚才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趴在这里？他们发现梅贝露竟然将伊莱霞和莉莉帆还有自己护在动神剑的结界里，由此猜测梅贝露是因为力量耗尽倒下的。他们不禁联想到梅贝露将2个幼崽护在自己身下熟睡的画面。梅里埃和娜娜恩打算把梅贝露带回飞龙队，然而梅里埃刚把梅贝露抱起，尤奥尔便皱起眉头提出反对。梅贝露是冰之一族，不能使用变龙魔法，队里预算紧张，根本没钱养一个闲人。因为现实问题，他们爆发了争吵。就在这时，巴尔鲁切队长拿着暗之盟约咒符来到他们身边，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梅贝露入队。尤尔提醒队长，这不可能得到最高导师的许可。队长却告诉队员们，最高导师因看到半兽人施展多重咏唱而失去理智，他已经趁机在本年度预算申请上印下最高导师的血旨意。梅里埃和娜娜恩顿时欢呼雀跃，尤奥尔则担心出问题。队长深知，如果没有梅贝露的话，飞龙队会伤亡惨重，希望以此来报答梅贝露的恩情。尤奥尔听了队长的话，若有所思。考虑到梅贝露当过守护骑士，队长认为他的实力应该没问题，连入队测试都不打算进行，就正式宣布梅贝露加入飞龙队。之前持反对意见的尤奥尔最后也笑着和同伴一起拍手庆祝梅贝露加入。就这样，梅贝露又得到了一份工作。漫画下次更新4月4日，关注当当更方便追更。在飞龙队庆祝梅贝露加入时，昏迷许久的莉莉帆悠悠转醒。莉莉帆一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满目创意的大圣堂。就在莉莉帆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一道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阿尔加尔斯带着满脸担忧冲到莉莉帆身旁。随后，莉莉帆从阿尔加尔斯口中得知，他之前被恶灵附身了。尽管现在已经没事了，莉莉帆还是脸色发白，冷汗直流。阿尔加尔斯想起狮王附身莉莉帆的场景，担心狮王故技重施，不敢掉以轻心。于是阿尔加尔斯故意对莉莉帆这么说：“没事，从现在起我会保护你的。”莉莉帆愣了一下，唯一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猛地抓住阿尔加尔斯的脑袋，狠狠往下一按。莉莉帆让阿尔加尔斯这个胆小鬼不要小看自己，他怎么可能听从阿尔加尔斯的指示行动？话还没说完，莉莉帆脑海中就闪过舅舅给阿尔加尔斯施加激动缠身的画面。通过这段回忆，莉莉帆得知阿尔加尔斯奋不顾身去救自己的事。不过莉莉帆还没来得及消化这段回忆，就被阿尔加尔斯抱住了。莉莉帆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问号。原来阿尔加尔斯通过莉莉帆的反应确认他没被狮王附身，一时间高兴的控制不住情绪。莉莉帆红着脸想要用力推开阿尔加尔斯，但阿尔加尔斯像只大型犬，又激动地贴了过来。最后莉莉帆费了好大劲才挣脱。阿尔加尔斯的过分热情让他惊恐。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
关注我更方便追更。静雯和藤宫看到舅舅遭到审问的场景，藤宫为舅舅打抱不平，舅舅明明那么努力解决了国家危机，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这事说来话长，舅舅还没做说明，静雯就开始不停咏唱记忆再生魔法。在藤宫疑惑的目光中，静雯的手发出光芒，光幕在她面前缓缓展开。静雯又惊又喜，在桌子上磕头感谢记忆精灵。静雯早想尝试用异世界语进行咏唱，她自以为得到了精灵的眷顾，还想更进一步尝试与容貌精灵沟通，结果被藤宫拦下。藤宫劝静雯不要太贪心，小心把脑子烧坏。静雯却不听劝，一心要效仿狮王，模仿舅舅与精灵沟通，从而获得一些能力。就在这时，他们身后突然传来泽江的问候，他们连门铃声都没听到，泽江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进来了。舅舅赶紧撤去光幕，好在泽江把这当成了魔术，还向舅舅请教如何变出这种戏法。静雯心脏狂跳，藤宫见状赶紧转移话题，询问泽江突然来访的原因。经过一番解释，大家才知道泽江早就多次联系藤宫，只是藤宫没接电话。随后，舅舅的视线落到泽江的包包上，他就像是想到了什么而睁大双眼。泽江先前告诉藤宫，他找到了双屏携带型主机，那时泽江表示卡片大概在某个地方。藤宫告诉舅舅，泽江这么说就是找不到了。没想到泽江不仅找到了卡片，还给舅舅带了过来。舅舅将世嘉读卡器插进任天堂游戏机里，激动的手都在发抖。他望着世嘉和任天堂这两大制造商的标志，发出一串尖叫。紧接着，泽江帮舅舅打开电源，并向舅舅介绍自己收藏的各种游戏。舅舅满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泽江还当着舅舅的面使用了触控笔和装扮卡片。舅舅不禁发出感叹：这就是未来的掌机啊！泽江收好触控笔，向趴在桌子上心情复杂的舅舅发问：舅舅，你没有这个吗？舅舅自然不能示弱，便见舅舅立马站起来，掏出口袋里世嘉最新款可视存储器。泽江一看到这个小机器，就忍不住背过身去偷笑。舅舅连忙介绍这款存储器的优点，还强调它与 DC 搭配使用效果很棒。随后，舅舅打开了一款饲养虚拟生物的游戏，然而屏幕显示虚拟生物不存在。这下泽江笑得更大声了。按照舅舅的解释，他明明已经把蛋放进去了，只是从来没有孵出来。泽江像机器一样念了2遍屏幕上的文字，直到舅舅喊停，舅舅重新念了1遍屏幕上的文字，但泽江依然保持像机械一样的语调。这时，藤宫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这话说出来是否合适。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小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在藤宫看来，泽江的游戏机太厚了。泽江以前有个女生朋友，她的游戏机更薄更可爱。泽江这台游戏机给人的感觉和男孩子与独角仙更搭。泽江立马否认，他的游戏机不厚，而且这和独角仙没有关系。两人对话间，重新振作起来的舅舅拿着一叠卡片打断了他们。舅舅想亲自体验刷卡功能，泽江一口答应。据泽江介绍，这个游戏的关键是要穿着符合舞台风格的服装。舅舅很快意识到，卡片越多，服装就越多样化，越有利。舅舅仔细思考，精心选出一张适合偶像舞台的卡片，结果并不如意，舅舅大受打击。随后，泽江拿出一张特殊卡片，嘱咐舅舅小心使用。这是杂志附录的非卖品，很难再入手，而且恐怕是日本现存为数不多的超稀有卡。舅舅接过卡片，仔细端详，最终却决定不使用它。静雯和藤宫感到意外，泽江则十分不解。原来舅舅误以为这张卡片是泽江借来的，因为上面写着持有者的名字是宫海。令他意外的是，宫海正是泽江的名字。泽江全名是泽江宫海。三人接连喊了几声宫海酱，这让泽江怪不好意思的。藤宫当然早就知道泽江的名字，只是跟着静雯和舅舅起哄罢了。静雯将两人打闹互动的画面尽收眼底，心中不禁对两人的这份好感情泛起羡慕之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静雯竟然使用了形貌变区，当着众人的面变成了女孩子。难道静雯也要加入他们？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哦。善意话说到，静雯突然在泽江面前变成了艾莉西亚的模样。原来静雯在知道泽江是藤宫很重要的朋友之后，不希望藤宫再对朋友隐瞒真相。藤宫当场愣住，舅舅则打算先给静雯换衣服。静雯这才意识到衣服问题，赶紧捂着关键部位防止走光。泽江偏偏在舅舅施法时凑过来问这是怎么回事，结果阴差阳错之下，施法对象变成了泽江。藤宫只好硬着头皮坦白，舅舅从异世界回来，还会使用魔法，而且静雯不知怎么的，最近也掌握了魔法。泽江瘫在桌子上，慢慢消化藤宫所说的内容。他突然想到自己之前见过这个样子的静雯，
那时静雯代替舅舅承受变身魔法，变成了艾莉西亚的模样。因为外出时有阻碍效果，手机摄像头没办法拍摄，静雯便向泽江借了镜子。泽江不得不相信藤宫刚才的话都是真的，请舅舅换掉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过刚拜托精灵施法就取消，可能会惹怒精灵，最坏将导致全人类变成龙。空气顿时凝固，房间里陷入诡异的沉默。随后静雯提议舅舅可以帮泽江抹掉记忆。泽江听了这个建议直冒冷汗，他才不要被抹去记忆，那样太可怕了。泽江怀疑自己已经被消除过记忆，舅舅解释说那时候还不知道泽江是敌是友，只能小心行事。泽江像是突然想到什么，问舅舅是不是还会使用魅惑魔法。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屋里所有人都问愣了。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泽江还不死心，他继续追问有没有隶属、奴隶纹、敏感度上升之类的魔法。舅舅连连否认。静雯和藤宫一脸担忧，舅舅表示自己会点火和飞行，泽江对飞行没有一点兴趣，反倒想起舅舅之前的视频，他曾留言说舅舅的魔法很神奇，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舅舅感谢泽江一直支持自己的频道，现在泽江终于知道视频里拍的那些都是真正的魔法，他满脸困惑，难道没有其他更赚钱的工作吗？比如去当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用魔法连发拿下1000分，那样一定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舅舅告诉泽江，自己学生时代在足球部和体育课踢足球留下了心理阴影，而且他不能践踏那些家伙每天辛苦训练的成果。泽江却觉得这么做没问题，如果成为足球运动员是作弊，那当博主不也是作弊吗？舅舅认真回应，他认为每个人都靠一技之长生存，他的技术是魔法，不管使用什么技术，只要不违反法律规章就没问题。用视频让全世界的人们微笑是一份很棒的工作。泽江没有反驳，只是希望频道能多些精灵的内容，毕竟可爱精灵悠闲玩游戏的视频比其他视频的观看次数多出几倍。泽江所不知道的是，变身魔法很危险，精神会被外表影响而回不去，这是不能随意使用的禁忌魔法。静雯让泽江不用担心，他曾变成过亚龙，到现在那种从所有烦恼中解放出来的充实感都让他难以忘怀。说完，静雯就脱掉上衣，用变身魔法将自己变成了亚龙。泽江害怕的瘫坐在地，藤宫挡在泽江前面，石阶表示他很讨厌这样，然后转头安慰泽江，这没什么好害怕的，只是装装样子而已。随后静雯一声不吭跑到电脑桌前坐下，泽江看到静雯沮丧的样子有些担心，藤宫却很兴奋，静雯居然这么在意自己的看法。这时舅舅询问泽江怎么来的这么突然，泽江一开始给的解释是自己听说舅舅很想玩那款游戏机，在舅舅的追问下，泽江才不好意思地说出真实原因。原来泽江是觉得从长期昏迷中醒来的舅舅一定很艰难，刚好他有那游戏机，所以就带了过来。舅舅听了泽江的话，突然认真起来，他觉得泽江很温柔，很高兴，并感谢他的关心，这让泽江顿时脸红。藤宫在泽江背后捉弄似的抓住他，不停夸他很温柔，这样一闹，泽江更加不好意思。随后舅舅拿起桌上的游戏机，想继续玩刚才的游戏，没想到一打开盖子就能继续玩，真是太神奇了。舅舅从异世界回来后，过了约1年，藤宫的好友也知道了舅舅的秘密，好在对方也接受了舅舅的处境，藤宫放心的松了口气。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哦。这天藤宫穿着漂亮的衣服来看异端审问，舅舅和静雯却依旧是之前的衣服。静雯嫌窗外阳光太刺眼，随手把右边的窗帘拉上，没想到暗之精灵居然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喜欢上了静雯，但静雯习得暗之魔法。随后静雯拉开窗帘，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架上的书，这个举动又意外让她习得秩序魔法。静雯干脆将书本全部推倒弄乱，出乎意料的是，这么做又让她学会了混沌魔法。静雯头疼不已，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后来藤宫向舅舅请教混沌魔法是什么，舅舅告诉藤宫，这是一种让事物感觉散乱的魔法，在危险地带露宿时用来伪装很方便。不过藤宫认为它在现代日本的用处很小。静雯听了说明后表示，反正他是不会用魔法的。藤宫看了看趴在桌子上的静雯，露出一脸坏笑，故意问静雯为什么不使用魔法。好在舅舅及时将话题转移到泽江身上，舅舅想邀请泽江一起来看异世界记忆回放，藤宫有转告泽江，结果被泽江婉拒了，理由是泽江要和妈妈一起看订阅的韩剧。舅舅很受伤，听了藤宫的科普才了解泽江提到的订阅服务，用户只需支付固定价格即可无限次观看，那上面有数十万个视频可以免费观看，数量之多，就算一辈子也看不完。舅舅想起以前因为时间充裕，内容很少，
所以杂志的每个角落他都要看好几遍。现在内容丰富，时间宝贵，博主必须竞争观众的时间。藤宫顺势介绍了推特这个时间杀手，但静雯不想听这些无聊的闲话。静雯不耐烦地捶了下桌子，强烈要求舅舅接着播放上回的异端审问。在舅舅接受异端审问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校堂门口突然出现了3个人，其中一人嘲讽他们干得漂亮，竟让王国引以为傲的大教堂被毁。这3人分别是吉尔科恩公爵、雷诺里斯财政大臣以及救国之虎马顿民兵团长。记忆精灵贴心的在画面下方提供了跳过选项。藤宫想知道这段剧情是否能跳过，静雯则好奇这是什么人，说了什么。舅舅记得这段剧情与派系斗争有关，这人围绕教堂修缮和事后处置，足足扯了30分钟。舅舅并没有参与这段对话，他当时累得坐着休息。藤宫主张跳过这段剧情，静雯却不同意，理由是要想理解世界观，就必须靠这种细微的积累。但当舅舅询问静雯是否想用这个时代宝贵的时间来听这人说话时，静雯犹豫了。权衡片刻后，静雯也选择了跳过，剧情直接跳到吉尔科恩公爵走前生气表示重建预算出不来。戴贤知道争论毫无意义，对方也只是担心国家未来。看到这里，静雯后悔错过了前面的剧情，请舅舅下次给他看完整版。随后被飞龙队收编的梅贝露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朝一片废墟望去。队长敏锐地意识到那个地方不对劲，马上朝废墟发出攻击。没想到司机竟然躲在石头后面。司机在被发现后大声提醒大家不要被骗。司机认为舅舅不仅能变身成魔斩龙，还可以变身成魔炎龙，他肯定是传说中的黑暗半兽人，绝不是流袭狄翁王族的后裔。有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传说，半兽人是能操纵强大魔法的兽人亚种。在因不负责任逃跑而遭代行指责后，司机觉得自己该说出真相。为什么他能随心所欲地使用高阶操控身体的魔法？为什么他能完成复活魔物这种前所未有的壮举？司机表示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以对神之真姿的理解为基础修行神圣魔法的。司机自称发现了神的真面目，那就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层层立场，人们的血肉和祈祷。换句话说，人类本身就是赐予奇迹的神。尽管这个观点马上遭到舅舅反驳，司机仍然坚称自己经年累月的研究与钻研的结果就是真理。舅舅当即走到司机面前，布下隔音结界，这样一来，外面的人就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司机一开始以为这是舅舅愚弄人的手段，没想到舅舅真的开始解释神明的真面目。舅舅表示，这个世界的神只是被人类称为神而已，其实被他们称为神明的存在只是精灵的一种。生命精灵和活水精灵没什么两样，都是带来魔法的特定概念的集合意识之一。它是一切生命的精灵，不仅仅是人类，还有花鸟鱼魔物，甚至是引发疫病的微生物的集体意识。听到司机这样一知半解的讲神是人，其他的精灵都在抱怨。司机难以接受舅舅的说法，特别是对于精灵来说，魔物和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笼统地将两者都视为某种生物。司机实在很难相信舅舅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对于他们敬爱的神明来说，人类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神明不在乎人类的遭遇，哪怕他们被邪恶的魔物蹂躏或遭受疾病的折磨。舅舅马上纠正了司机的错误理解，神明并非不在乎人类，按照精灵们的说法，神明很关心人类，就像虫和猪一样。舅舅把手放在司机肩膀上，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司机却仿佛遭受了致命打击一般，眼神空洞。在舅舅撤去结界的瞬间，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般瘫坐在地。随后王国骑士团迅速上前宣布拘留司机。静雯和藤宫听了舅舅刚才的说明，若有所思。既然神明是生命精灵，那么拥有翻译对话技能的舅舅应该可以使用回复之类的神圣魔法吧。舅舅被转移到异世界的理由是什么呢？舅舅没有说明，可是告诉他们看到后面自然会知晓。话说回来，戴行看到司机露出那样绝望的神情，真想知道舅舅到底和他说了什么。但舅舅消除了司机的记忆，在舅舅看来，他们还是不要知道真相的好。王国魔术师团的最高领导米伦泽奥一直在远处观察，他一眼认出舅舅对司机使用的是失传的记忆系魔法，再联想到之前使用的鹰魔法、多重咏唱、巨龙变化魔法，米伦泽奥完全看不出来舅舅学的是什么魔法体系。飞龙队的妹子们也有许多疑问，他们不明白舅舅为什么会王族魔法，魔力怎么还没用完。对此，舅舅一脸帅气地给出回答，他的魔法是世家培养出来的应用力的结晶，不是能用逻辑解释的东西。这话让众人感到困惑，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世家，
不过舅舅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只要记得基本按钮布局，那么凭借应用技巧就可以玩个大概。静雯觉得舅舅能用那种方式使用魔法，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藤宫则感叹舅舅太相信世家了。戴行知道舅舅的行事逻辑和他们截然不同之后，不由得怀疑舅舅真是伤害人类的黑暗半兽人。艾莉西亚想替舅舅澄清，但舅舅选择自己解释。舅舅直接告诉众人自己是转移者，引发众人猜想。有人猜测舅舅的魔法是转移到异世界后，神赐予的异能神威和建造炼狱的村山正二郎的建造神技是同种类型的技能，大概就是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任何魔法的神威。这样一来，也就能解释舅舅为什么会王族传承魔法了。众人向舅舅确认，舅舅却沉默不语。就在这时，莉莉帆不顾阿尔加尔斯阻拦，向戴行申诉，因为来自异世界就可以使用王族继承魔法，这太不尊重人了。如果放任不管，会影响王国威望。莉莉帆代表阿尔加尔斯和自己提议戴行立即进行异端审问，戴行并不赞成。如果只因这种理由就要审判拯救国家的功臣，他们将会成为所有国家的笑柄。阿尔加尔斯早料到戴行不会同意，但莉莉帆实在接受不了丑陋的半兽人夺走勇者大人嘴唇的事实。艾莉西亚听了莉莉帆的话，整个人都愣住了。在阿尔加尔斯阻止莉莉帆继续上诉时，艾莉西亚直接向舅舅求证，气氛尴尬。最终是戴行将事情画上句号，他宣布此次事件由教会负责，日后再向勇者一行道歉，重建工作稍后进行。教会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完成该做的工作，事后处理交给了王国各机关。舅舅和艾莉西亚一行获得解放。看到这里，舅舅还没有遭到异端审问。6小时后，舅舅拿着一张纸条来到旅店房间，艾莉西亚坐在床上，轻轻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舅舅坐过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哦。善意话说到，艾莉西亚约舅舅在旅店房间见面，关于接吻的事，他已经从同伴那里听说了详情。世王出其不意的举动让人措手不及，舅舅对此感到抱歉，并想做出些许补偿。藤宫期待着某种剧情，艾莉西亚关心的却是舅舅有没有哭出来。舅舅愣了片刻，才告诉艾莉西亚，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也没哭。艾莉西亚随即露出一丝担忧，在他看来，那个和舅舅互通心意的人已经不在了。舅舅若不好好哀悼，终有一日会在精神上彻底崩溃。静雯和藤宫显然都没料到剧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接着便听艾莉西亚继续科普，冒险者这种从事危险工作的群体总是轻视心理问题，但每年都有好几人。藤宫边听边露出悲伤的眼神，那个眼神仿佛在说，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艾莉西亚认为世王应该是想在最后通过嘴唇传达感情，舅舅却认为世王那样做更像是想在最后吓唬人。就算是这样，艾莉西亚也认为温柔的舅舅会受伤。舅舅连忙解释，他比较复杂，不会因此受伤。他反倒担心艾莉西亚有事，没想到艾莉西亚并不介意，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吻了。据他所说，大概11岁时，因为有点调皮，所以和埃德加、白加、幸文有点不能接受。藤宫倒是觉得所谓青梅竹马就是这样。不过艾莉西亚记得那时不仅埃德加哭了，白加还吐了，自己就像个大坏蛋一样，这完全不符合藤宫想象中的青梅竹马。艾莉西亚让舅舅不用担心自己，她其实是个厚脸皮的姑娘。舅舅听到这里，突然流下眼泪。艾莉西亚连忙抱住舅舅并开导他，只要舅舅想，世王就一直在这里，所以他不会孤单寂寞。舅舅想说些什么，但被艾莉西亚打断。艾莉西亚让舅舅不要逞强，像这样抱着自己就好。后来舅舅担心自己的鼻涕弄脏艾莉西亚的衣服，艾莉西亚却毫不介意，直接用自己胸口的衣服给舅舅擦鼻涕，并解释说这件衣服因为被狮王用撺掇分羽改变形状而变脆了，马上就会被扔掉。艾莉西亚顺便提起莉莉帆的衣服也一样变脆变破了。后来莉莉帆抢走了阿尔加尔斯的衣服，好胜的女孩和温柔的男孩让艾莉西亚想起了精灵小姐和舅舅。不知道精灵现在回到故乡了吗？应该还能再见面吧。不知不觉，舅舅已经枕着艾莉西亚的腿睡着了。艾莉西亚温柔地抚摸着舅舅的头发，道了声晚安，好好睡吧，晚安，已经很努力了呢。狮王虽然是敌人，但和舅舅相处得出奇的好。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舅舅自然在精神上有些撑不住，能敏锐察觉并体贴关照的艾莉西亚真不愧是圣职者。藤宫为之前用奇怪的眼神看待艾莉西亚感到抱歉，静雯则感叹艾莉西亚很温柔，简直就是圣女。舅舅也这么认为。舅舅睡了将近1个小时后醒了，醒来发现艾莉西亚就睡在自己身边。舅舅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始动手检查艾莉西亚的衣服，
舅舅之所以做出这番怪异的举动，竟然是为了想办法报恩。因为这件衣服被毁了，所以舅舅在研究它的细节构造。舅舅在想，要是战斗时能一下换上这身衣服，艾莉西亚会不会高兴？藤宫马上联想到之前改变泽江衣服的魔法，静雯则表态说，能在战斗时变身确实会高兴。不过舅舅这样随意上手检查，恐怕不是太好。艾莉西亚明显已经被舅舅弄醒了，但她竟然没有打断舅舅。接下来，舅舅甚至直接拉起了裙子，摸了摸短裤，发现只有这里很柔软。静雯和藤宫不明白艾莉西亚这是怎么了，她本该生气的起来，现在却发出了熟睡的呼呼声和喘息声。就算短裤的绳子断开，艾莉西亚也忍着没打断舅舅。舅舅焦急地把裙子拉下来，试图以此遮住破损的短裤，没想到裙子如此脆弱，这么一扯就破了。更糟糕的是，门口先后传来脚步声和敲门声，紧接着莉莉帆就擅自推开了没上锁的房门。她来邀请艾莉西亚共进晚餐，意外看到了这一幕。半兽人将勇者压在身下，还将勇者的衣服扯烂了。莉莉帆脸色大变，就连跟在他身后的阿尔加尔斯也惊呆了。莉莉帆以为舅舅要把勇者做成苗床，他认为舅舅就是光接吻还不够，还想繁殖的色情兽人。不管舅舅和阿尔加尔斯怎么解释，莉莉帆也不相信。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舅舅将自己绑了起来，随后赶到房间的骑士带走了舅舅。舅舅很快遭到了审判，王国军总司令戴行以及王国魔术师团最高领导出席。米伦泽奥和马克菲尔德都不想举行审判，而把国民卷进来，他们担心舅舅会用龙息将整个国家焚烧殆尽。戴行当然知道这点，然而舅舅是自愿站上被告席的。紧接着审判开始，莉莉帆作为原告，激昂陈述完被告罪行，舅舅才被摘下口罩允许发言。莉莉帆一脸坏笑，他认为舅舅是外行，不善辩护，自己肯定赢定了。然而舅舅语出惊人，他直接指出衣服不是自己撕碎的，而是被撑破的，是被艾莉西亚下半身的肉撑破的。现场一片哗然，戴行压住讨论声，向当事人艾莉西亚确认舅舅所言是否属实。莉莉帆怎么也不相信勇者大人会胖得跟猪一样，但或许是为了保护舅舅，艾莉西亚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有了他的证词，舅舅被宣判无罪。王都一端审问宣告落幕，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这天藤宫来访时，静雯和舅舅正全神贯注地打游戏。经过不断尝试，两人终于成功拿到道具。他们兴冲冲地前往神殿，结果意外杀出只猴子，所有努力瞬间化为泡影。静雯和舅舅一脸苦相，藤宫以为舅舅不擅长玩，但舅舅马上否认。舅舅表示，因为这是冒险，所以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藤宫便掏出手机轻点几下，找到了详细的攻略。舅舅却坚决不看攻略。舅舅认为那时还不能上网查，如果上网查的话，那就是作弊。不管怎么说，藤宫的到来还是让舅舅和静雯把注意力放回异世界冒险，反正游戏也快通关了。舅舅认为之后慢慢来就行。接着三人面前浮现出一端审问结束2周后的画面。舅舅认为2周的时间足以让人们接受审判结果，静雯和藤宫却从路人对他避之不及的神情里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埃德加和莱加主动向舅舅打了声招呼。埃德加以为舅舅要去讨伐魔物，没想到舅舅是被新任代行叫去官邸交代魔法相关事宜。舅舅听说艾莉西亚昨夜动用勇者权限奔波各地，以消除异端审判记录，还以为艾莉西亚这么费尽心思是为了自己，打算道谢。可在埃德加和莱加看来，艾莉西亚这么做应该不都是为了舅舅。莱加岔开话题提到他们最近在继续技能特训。就在这时，佩剑修道会队长找了过来，严厉警告埃德加和莱加那种不顾生死的战斗方式迟早要送命。队长打算传授他们佩剑修道会的防御技，埃德加和莱加却不愿意学，两人转身就跑，但被舅舅当场逮住。舅舅不希望二人白白送死，恳切地请求队长务必教导他们防御技。队长答应舅舅，打算从基础开始训练埃德加和莱加。曾经针锋相对的几人现在逐渐磨合，关系变好。静雯和藤宫见状很开心，舅舅也因埃德加和莱加被认可而高兴。随后舅舅在路上看到了前任代行、司令以及副官。司令直言没有前任代行就无法控制当今混乱的王国，前任代行则表示自己如今不过是孤儿院的院长。司令认为事件的罪魁祸首凯恩斯基已被监禁，前任代行没必要承担责任，但在前任代行看来，凯恩斯基只是腐败的冰山一角。教会已经统治了太久，他认为成为孤儿院院长是守护王国的最佳方式。他想尽可能多的拯救像莉莉帆和阿尔加尔斯那样的魔灾孤儿。话音未落，莉莉帆发现了舅舅，指着舅舅破口大骂。
莉莉帆认为，只要舅舅乖乖坐牢，他就能凭功绩成为下任代行，届时再赦免舅舅也不迟。他将晋升失败的责任全都怪在舅舅头上。代行捂着脸，羞愧地低下头。显然，他对莉莉帆的教育还远远不够。阿尔加尔斯无奈地将莉莉帆扛起，莉莉帆仍嚷嚷着要像勇者那样出人头地，向代行报恩。最终，莉莉帆因对旧伯功臣出言不逊而挨了顿打。司令向舅舅表达了谢意。司令对不死魔兽潜伏在王国的地下感到意外，官方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教会面对恶灵之祸的初期处置不当，因此不管是不死魔兽还是舅舅的功绩都被要求保密。司令打算等事情平息下来再向舅舅道谢，舅舅却觉得不必道谢，顺口问起被他带去司令部的商会董事哈根有没有解开戒指的诅咒。舅舅这才知道商会已经离开王都，前往西德雷拉山脉。王都图书馆的研究显示，西德雷拉的模具制造加工技术或许能破坏戒指。司令听说戒指无法摘下的诅咒和舅舅有关，劝他以后收敛些。在那之后，舅舅抵达代行官邸，见到了新任王权代行米伦泽奥。米伦泽奥把舅舅说成是将危险恶灵带入王都中枢的罪人，本该把他关进监狱，但慈悲地赦免了他。米伦泽奥还没说完，一大群人就涌上来，争先恐后向舅舅提问。他们提了一连串和魔法相关的问题，舅舅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好在米伦泽奥下令让他们逐个提问。有人问舅舅，经常使用强大的魔法，魔力不会枯竭吗？舅舅一脸疑惑，不知该如何回答。又有人问如何变成魔斩龙，舅舅回答自己能变身是因为以前近距离看过那条龙的战斗，变身魔法比较难，需要仔细观察，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众人还以为舅舅看过野生魔斩龙，实际上舅舅只是和王族莫弈并肩作战过。迟钝的舅舅当时还没意识到夏利文是王族。接着有人问舅舅，在梅贝路来之前，他打算使用什么魔法？舅舅回答是广域防御结界魔法鲁巴尔泽尔纳扎尔谢利翁埃瓦斯托泽尔纳。那人知道鲁巴尔在古语里意思是基础或原初的意思，但他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精灵。舅舅解释说，结界魔法需要拜托8种精灵才能使用，和鲁巴尔德鲁姆一样。众人没想到舅舅竟连失传的封印都市鲁巴尔德鲁姆结界魔法都知道。要知道，这可是连大图书馆都没有记录的魔法。那恩恳求舅舅教他具体的步骤，舅舅便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详细做法。对精灵提出特殊要求时，要说打扰一下，精灵们可能正在做其他事，所以要先用打扰一下引起注意。一阵沉默过后，尤尔提出下一个问题：如何使用阴魔法进行多重吟唱？此时舅舅还未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说明造成了大混乱，他继续解释，结界魔法的8种精灵是火、水、地、风、雷、冰、光、暗，同时叠加相同的输出，然后发动。舅舅的回答引发了讨论，这8种精灵与8大原始巨龙的属性相同，而且存在相反的属性。舅舅对此解释说，如果多人使用完全相同的输出，他们不会互相抵消，只会混合。这种说法让人难以置信。舅舅干脆现场演示了一遍结界魔法，就连代行都忍不住过来查看。嘈杂的讨论声吵醒了代行宝座旁的梅贝路。梅贝路悄悄离开代行官邸，舅舅跟在后面。没过多久，梅贝路就突然停下，告诉舅舅自己想要离开王都，因为他心中有个一直都想实现的梦想。舅舅愣住了，金文和藤宫也满脸困惑。按照梅贝路的说法，如果龙变化术士团掌握的情报属实的话，他的梦想说不定就能实现了。梅贝路恳请舅舅带他回到故乡，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他会在路上告诉舅舅详细情况。舅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梅贝路的请求。梅贝路激动地握住舅舅的手，眼中满是感激。离开前，舅舅想起还有事情没做，便带着梅贝路来到艾莉西亚居住的旅馆。舅舅礼貌地敲开了房门，艾莉西亚穿着轻薄的睡衣，像是刚醒。舅舅表示自己即将离开王都，特来感谢艾莉西亚的照顾。道完别，舅舅转身就要离开，没想到艾莉西亚抓住舅舅的衣服，无意识地做出了挽留举动。随后艾莉西亚回过神来，满脸通红的松手。梅贝路察觉艾莉西亚眼底的寂寞，指了指脸颊，提议舅舅至少给他一个告别之吻作为离别礼物。舅舅本要拒绝，但不想承认自己害怕退缩，便转身看向艾莉西亚，认真地告诉她自己要给她一个告别吻。舅舅把手放在艾莉西亚的肩膀上，示意她把脸侧过来。艾莉西亚顺势撩起头发，侧过脸颊，但在舅舅闭上双眼吻过来时，偷偷摆正了脸。就这样，舅舅亲上了艾莉西亚的唇。舅舅顿时慌了，急忙道歉。艾莉西亚吐了吐舌头，调侃舅舅笨手笨脚，然后目送梅贝路和舅舅离开。静文和藤宫看得面红耳赤，心里都明白那是艾莉西亚故意的。
龙变化术士队发现梅贝露失踪，马上展开搜寻。他们很快发现抱着梅贝露的舅舅，舅舅立即用疾风驱送，带梅贝露离开。龙变化术士队无可奈何，就这样，舅舅带着梅贝露踏上前往洞神剑故乡之路。看到这里，藤宫忍不住吐槽舅舅亲完艾莉西亚就丢下他走了，舅舅却一脸理所当然，觉得这很普通。他对男女关系的认识停留在动漫和游戏中，生活在现代的静文和藤宫觉得很奇怪，陷入沉思。与网络普及的现代不同，那个时代人们只能触及眼前的事物。至此，舅舅终于进化霍金氏主，并继承了回归的关键物品王神剑。他离开王都，前往洞神剑之村，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梅贝露又为了怎样的梦想，甘愿辞去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后续冒险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为了通关游戏，舅舅满头大汗，静文、藤宫和泽江则在后面紧张地注视着屏幕，不时提醒舅舅各种细节。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等来了激动人心的通关画面。舅舅终于通关了来自未来的最新游戏，舅舅足足有18年的未来名作游戏可以体验，可以说非常让人羡慕了。泽江不由得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在以前的游戏里克服莫名其妙的死亡通关后，那种如释重负感真是太棒了。静文提醒舅舅去买特价面包和鸡蛋，舅舅一听到方便面便宜的话也能买几个，就高兴地出门了。静文和藤宫还有泽江三人对视一眼，马上开始行动。30分钟后，舅舅拎着一袋东西回到家，他仔细看了看贴在门口的提醒，才打开门。他刚进入客厅，砰，礼花声就骤然响起。静文、藤宫和泽江手持礼花筒一起祝舅舅生日快乐。然而舅舅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而是一脸疑惑地问：“刚才那是恶作剧吗？”然后平静地道了谢，表示自己要先把鸡蛋放好。泽江觉得奇怪，并问舅舅为什么不惊讶。舅舅解释说，外面贴了一张纸，静文和藤宫在那上面提醒舅舅进入客厅时会听到爆裂声，请保持冷静。泽江生气地质问静文和藤宫这是要干什么，都被他们搞砸了。静文只好实话实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舅舅成为杀人犯，舅舅可能因为受到惊吓而瞬间使用魔法攻击他们。泽江觉得舅舅不会做那种事，殊不知藤宫第一次见舅舅就被抹去了记忆。接着藤宫拿出弟弟提前录制的视频，画面里小千秋坐在藤宫和泽江中间，调皮地摇晃舌头，然后露出灿烂的笑容，表示他们要提前吃蛋糕了。藤宫这才向弟弟解释，不去舅舅那里吃蛋糕的只有千秋。小千秋在视频的最后祝舅舅生日快乐，独自吃完了一小块蛋糕。随后藤宫向大家解释说，千秋因为学习不能来，所以拍了这段录像。舅舅和泽江都觉得小千秋是个好孩子，静文强压下心里翻涌的情绪，称赞千秋很温柔。随后他们点燃了舅舅36岁的生日蜡烛，舅舅以导气阳界的名义认真发表了一段感谢致辞。他从异世界回来约1年了，这是紧张的1年，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7年，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度过了。说到这里，舅舅推了推眼镜，随后点到泽江、藤宫以及静文的名字，举杯感谢他们。大家却没有举杯，而是着急地提醒舅舅。蜡烛融化了很多，舅舅赶紧吹灭蜡烛，和大家一起吃蛋糕。气氛渐渐轻松起来，泽江拿出准备好的礼物给舅舅。舅舅打开袋子，看到一个记忆卡的盖子。泽江开玩笑说，只有盖子，抱歉让舅舅白期待了，这是他在跳蚤市场应用上以便宜的价格买到的。舅舅一直盯着这个盖子，许久没说话，最后竟然流下了眼泪。舅舅感谢泽江，他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会一辈子珍惜的。泽江慌忙拿出记忆卡本体，解释说自己刚才是骗人的，盖子和本体是一套，他真正要送的是记忆卡。舅舅为自己拥有2个视觉记忆单元而喜笑颜开。更让他惊喜的是，泽江说研究之后发现放2个也没问题。舅舅马上把这个记忆卡插进控制器多出来的卡槽里，在插进去的瞬间，舅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散发出不一样的气场。泽江被吓得靠在藤宫身上。随后静文和藤宫也送上了一起准备的礼物，一款由世嘉发行的模拟养成类游戏《人面鱼》。舅舅早就听说过这个游戏，迫不及待地拆开了包装，将核心交互设备一个细长的麦克风插在记忆卡槽上。舅舅感慨，终于在超越次世代机种的最新机种上实现了控制器多配件运用。泽江则焦急地请舅舅把记忆卡变回原来的样子，舅舅没有理会，还在自说自话，表示通关了索尼克，要先玩人面鱼。泽江摇了摇舅舅，让他好好保存自己送的记忆卡。舅舅却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虽然还剩下5个角色的故事，但舅舅还是决定先玩人面鱼。舅舅向泽江道歉，泽江大度地表示稍微玩一下也没关系，
于是舅舅干劲满满的将插好麦克风的记忆卡放入控制器，开始游玩。在完全没有阅读游戏说明的情况下进入了游戏。进入实验室后，他们看到一个水槽，里面有奇怪的团状物。舅舅推测这里面就是卵，要维持适当的环境才能顺利孵化。玩家能控制的只有照明和水温，还有空气。舅舅尝试后发现注入太多空气，卵会消失，由此得出结论，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的空气量是合适的。泽江称赞舅舅很厉害，居然知道这么多。舅舅表示多亏了在世家练就的应用能力，他才明白这些东西。舅舅信心十足地守护着那枚卵，期待它早日孵化。然而1周后，泽江再次造访，发现卵还没有孵化。静文建议舅舅看一下游戏说明，舅舅却坚持要靠自己的能力孵化。好在泽江打开了游戏说明，提醒舅舅要先把卵从储藏箱里取出来，再放入水槽中。舅舅打开储藏箱，惊讶地发现这里存放的才是卵。那他精心照顾的东西是什么呢？泽江告诉舅舅那是垃圾。舅舅仿佛受到致命一击，整个人僵在原地。对于不看说明书的舅舅来说，这真是一份禁忌的礼物。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不迷路哦。2018年12月的某一天，藤宫又一次来访，他一边脱下外套，一边聊起舅舅在生日时玩的那款游戏人面鱼。在那之后，舅舅在说明书的指导下，终于成功孵化了卵，只可惜刚孵出来就被吃掉了。舅舅原本打算重置环境再来，幸好静文及时提醒他按照说明书操作。最终，舅舅成功培育出了一批充满活力的人面鱼。这些人面鱼会用小孩子般的声音说话，时不时冒出带有黑色幽默的台词，使用麦克风还能实现双向语音对话，这立刻引起了藤宫的浓厚兴趣。于是舅舅让静文告诉藤宫一个词，藤宫听到后明显一乐，这可是世家的主机，真的可以说那种词吗？带着疑惑，藤宫说出了那个词皮卡丘，随后静静观察人面鱼的反应，没想到人面鱼会回答你认错了。三人顿时哈哈大笑。接下来，三人继续观看舅舅的异世界故事。小精灵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前情提要。舅舅在17岁时穿越到异世界，踏上了以回归日本为目标的旅程。大约3年后，舅舅发现击破强敌神话魔炎龙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冲突会引发空间扭曲。为了验证这种扭曲能否成为返回日本的方法，舅舅踏上了新的旅行，开始寻找更强大的敌人与更庞大的能量。期间，他发现了古代地下城，再度返回王都，与恶灵展开激战，最终成为恶灵所持神器王神剑的继承者。随后，他离开了王都，舅舅接受了梅贝路的邀请，朝他的故乡出发。前情提要到此结束，舅舅继续播放之后的记忆。由于飞行过于消耗小精灵的力量，舅舅选择和梅贝路一起步行。眼看太阳即将落山，舅舅判断王都的人应该不会再追来，便提议就地露营，晚餐是干肉与面包。随后，都神剑应梅贝路的召唤从天而降，舅舅不禁感慨，这种一哭即来的机制很方便，同时也对其原理产生了好奇。据梅贝路解释，神器似乎是由神创造的那种生物，一种依靠继承者生存并实现其愿望的生物。舅舅试着用认识英语和动神剑打招呼，遗憾的是动神剑毫无回应。梅贝路这才告诉舅舅，动神剑无法交流，虽说有生命，却更像草木。舅舅的脸刷的一下红了。静文和藤宫听到动神剑是生物，不约而同感到惊讶。静文猜测生命的小精灵通过创造那种生物来实现转移者的愿望，藤宫则想到，如果舅舅的翻译对话技能也是类似剑一样的存在，那当初就能立刻明白那是转移奖励。舅舅脑中随即浮现出化神剑之类的存在，那种东西听起来就很弱。在他们讨论期间，舅舅和梅贝路已经解决了晚餐。梅贝路从火堆旁起身，走到树下，戴上野兽之袍的兜帽躺下。在幻影魔法的作用下，梅贝路成了一头巨大的野兽。舅舅刚转身就感受到身后传来强大的威压，下意识进入警戒状态，回头一看，却只看到地上躺着一只野兽。舅舅意识到这是野兽之袍的功效，通过释放强大的威压，使其他魔物不敢靠近，简直是露营的最佳装备。舅舅顿时对有这般威压的动物产生了兴趣。幻影魔法下的野兽睁开眼睛做出说明，原来这是魔炎龙的眷属魔兽暴炎玉狼，是8大原始巨龙仅存的4只中战斗力最强的眷属。舅舅更加疑惑，明明是8大原始巨龙，怎么变成了4只？野兽继续说明，8大巨龙即被称为创造了世界的不死魔龙，包括魔炎龙、火水地风雷冰光暗8种属性，曾拥有各自属性的龙。后来相反属性的龙彼此争斗，败于魔炎龙的魔水龙化作海洋，败于魔风龙的魔地龙化作大地，败于魔冰龙的魔雷龙化作闪电，
败于魔暗龙的魔光龙化作阳光，传说正是他们改变了自身形态，才诞生了现在的世界。舅舅一边抚摸野兽，一边理解他的说明，突然意识到某种可能性。于是舅舅取出了封印魔岩的瓶子，拥有创造世界之力的4只原始巨龙，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就会诞生。舅舅因为捕捉到回归原世界的线索而露出了笑容，静雯和藤宫却觉得这个样子的舅舅看起来有些可怕。第二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舅舅就听到一声早安，叫醒舅舅的竟然是梅贝露。静雯和藤宫都感到震惊，那个能睡到下午的尼特族竟然早早醒来。舅舅同样疑惑，梅贝露解释说，这是因为睡眠周期完全颠倒了，睡觉时间越来越不规律。在这之后，两人继续赶路。舅舅询问梅贝露回故乡的理由，以及他当时所提到的梦想。为了说明这点，梅贝露特地使用了冰之幻想魔法，将自己在飞龙队看到的画面重现在舅舅面前。那是飞龙队的休息时间，队长端来茶水，桌上放着旅行商人从远方村庄带来的馒头，据说卖得特别好。随着队员期待地打开包装，梅贝露惊讶地在外包装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舅舅则注意到商家没写配料。随后，梅贝露讲述了自己的梦想。在他看来，人类全体自古以来的梦想就只有一个。舅舅张大了嘴，以为会听到不得了的东西。梅贝露给出的答案却是不劳而获。梅贝露的梦想就是不工作，靠馒头的版权吃一辈子。接着，梅贝露反问舅舅的梦想是什么，舅舅坦言自己的梦想是回到日本。梅贝露叹了口气，表示他陪自己回故乡是白费功夫，那里完全没有与日本巴哈马尔相关的线索。梅贝露原以为舅舅是因为和祖先同乡才愿意陪他回去，没想到舅舅这才知道梅贝露的祖先同样来自日本。梅贝露意识到自己还未告诉舅舅祖先是日本穿越者这件事。当初他和精灵谈到此事时，舅舅被冻结封印住了。梅贝露感到不解，既然舅舅不知道同乡的事，为什么搁置自己的梦想，优先帮助他？舅舅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梅贝露看起来很困扰，难道还需要其他什么理由吗？梅贝露听了舅舅的回答，忽然有些不好意思，他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突然问舅舅今晚能否唱一首他家乡的曲子。舅舅记得梅贝露在人前唱歌会难为情，不由得感到疑惑。梅贝露用舅舅刚才的话回应，如果舅舅想听的话，他就会唱，难道还需要其他什么理由吗？舅舅便教梅贝露唱另外一首歌，舅舅认真示范，虽然五音不全，但依稀能听出是娃娃机的音乐。接下来的5天里，舅舅都在梅贝露的歌声里安眠。临近目的地，梅贝露表示要用馒头的版权费偿还旅馆的欠债。就在此时，一阵箭雨突然落下，幸好舅舅及时挡下，原来又有人把舅舅当成了兽人。就这样，两人来到了梅贝露的家乡。这时，藤宫收到了泽江的消息，泽江邀请大家一起跨年。泽江表示他已经是很厉害的20岁了，家长那边没问题。藤宫也觉得不会有问题，只要说和自己在一起就行。舅舅打算边吃荞麦面边跨年，静雯则计划煮点东西来吃。藤宫马上提议加鸭肉，网上有卖切片成品，藤宫家偶尔还会吃鸭肉火锅。紧接着，藤宫提到了大葱，舅舅强烈建议一起吃鸭肉和大葱。藤宫给这道料理起名大葱鸭，刚好宝可梦里也有大葱鸭。下次是自舅舅归来后的第2次跨年，1年前只有他和静雯2人，现在变得热闹起来。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变化，但舅舅的新阶段正悄然展开。2018年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藤宫和泽江来到舅舅家跨年，他们高兴地打完招呼，却看到舅舅在哭。原来舅舅没能及时给人面鱼补充食物，导致他因饥饿而死。人面鱼最后还留下了你要尽到饲主的责任之类的抱怨。不知道泽江和舅舅说了什么，舅舅选择将这段过于沉重的记忆消除。随后泽江高兴地提醒舅舅要过年了，舅舅先是一愣，然后像个孩子一样露出了笑容。藤宫告诉泽江不能滥用消除记忆的魔法，泽江却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情况下消除记忆并没有问题。藤宫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听到静雯也赞同消除记忆，因为人面鱼饿死之后，舅舅已经沮丧10天了。泽江显得有些吃惊，藤宫也只好改口说这样没关系。随后舅舅把藤宫和泽江叫过去了解情况，在得知两人已经吃过晚饭后，舅舅将跨年荞麦面定在了11点半。在那之前，舅舅打算让大家一起玩游戏。舅舅看到麦克风设备时，忍不住陷入沉思。为了避免舅舅想起不愉快的回忆，泽江立马拿出平板，强烈提议观看年末特番。舅舅想到自己家没有电视，正想拒绝，就发现了桌上的平板。泽江随即解释说，这是平板电脑，大概相当于一部大号智能手机，只要用这个应用，就可以在智能手机上看电视节目。舅舅不禁好奇，这么先进，
到底是哪家公司开发的？泽江故作思考，然后才告诉舅舅是索尼。舅舅听到这个答案很惊讶，然后扶墙叹气，感叹当年就有把左右键做成2个的想法，现在果然实现了。接下来，舅舅又问起接收费的问题，泽江表示不用担心。静雯也补充说明，信号接收器在泽江家，只要他们那边付费就行。顺便一提，舅舅平时玩游戏用的是2004年的模拟信号，不用付接收费。接着，舅舅还向屯宫和泽江确认，他们跨完年会去成宫家过夜。泽江请舅舅千万别在跨年前睡着，舅舅反过来提醒泽江不要先睡了。此外，舅舅还注意到泽江带来的饮料，询问那是什么，酒劲会不会太大。泽江表示那几乎就是果汁。就在这时，静雯端来一些吃的，其中一盘是他做的炖茄子，赢得了称赞。就这美味的食物，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泽江将频道切换到红白歌会，他们一边吃吃喝喝，一边看电视。这还是舅舅第一次这么认真看电视，他有很多新发现，包括红白歌会的红组和白组竟然是按男女分组的。舅舅庆幸今天能看到电视节目，不然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注意到这些。腾宫提议看看其他节目，说不定会有其他发现。紧接着频道切换到静雯年末经常看的跨年节目，绝对不能笑。看了没多久，大家就一起笑出了声。泽江起初在看节目，后来被舅舅的表情吸引，他不仅觉得节目好笑，也觉得舅舅的反应格外有趣。时间很快来到11点半，静雯端来4碗放了鸭肉和大葱的荞麦面。泽江将鸭葱荞麦面这个名字脱口而出，腾宫认真纠正泽江，在荞麦面中加入鸭肉与大葱的料理叫鸭南蛮。鸭葱是谚语鸭子自己背着葱走过来的缩写，而不是料理名。泽江并不认同腾宫的解释，立刻打开手机搜索，并将结果展示给腾宫。没想到就连龟甲湾的官方食谱里都使用了鸭葱荞麦面这个名字。腾宫感到抱歉，这时舅舅已经忍不住要享用荞麦面了，其他人也是同样的心情，于是大家开始品尝荞麦面。鸭肉清甜鲜香，紧实但不柴，脂肪在口中迅速融化，形成柔和的油膜感。泽江灵机一动，提议发布美食视频，但舅舅没有采纳。这时平板电脑里传来新年的钟声，虽然有点延迟，大家还是互相祝贺新年快乐。腾宫伸了伸懒腰，准备回去。令人意外的是，泽江竟然已经睡着了。腾宫摇了摇泽江，试图叫醒他，然而喝了酒的泽江就算醒了也不想动，还抱怨是谁安排了这么晚的日程。腾宫感到无语，因为跨年和住宿都是泽江安排的，就这样睡在男性家里真的好吗？舅舅望着泽江表示没关系。泽江以为舅舅同意自己睡在这里，没想到舅舅竟拖着泽江来到阳台，下一秒就拉着泽江跳了出去。泽江两手拉着舅舅的领子，和舅舅一起浮在空中。舅舅告诉泽江可以睡了，他会负责将泽江送到腾宫家。静雯和腾宫看到这一幕，替他们捏了把汗。腾宫站在阳台，刚觉得冷，静雯就给他披上了一件外套。腾宫看向静雯，静雯却不敢和腾宫对视。随后也有几分醉意的腾宫突然将双手伸进静雯衣服里，恶作剧般在静雯的衣服里乱摸。此时泽江意识到自己在空中，手脚并用抱住了舅舅，结果被扔下。平城最后的跨年钟声在全国各地响起，希望今年也会是充满乐趣的一年。当当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一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话是特别篇。